清玄宗，钟声连绵不绝，像远处隐隐的雷鸣。这声音骤然将沈墨惊醒，他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一间简陋的近乎寒酸的屋子里，胸口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他抬手抹了抹嘴角，指尖沾上干涸的血迹，这是哪里？还没等他多想，一股陌生的记忆洪水般涌入脑海。短暂的剧痛过后，他很快反应过来，我竟然穿越了。这具身体同样叫沈墨，来自青山城，12岁那年被收入清玄宗门下，前身是个天资绝佳的少年，16岁便将淬体境修到巅峰，1年后顺利踏入凝气境。在宗门里，他曾是外门弟子中的翘楚，风头无两，备受长老青睐。按照宗规，外门前3名踏入凝气境的弟子有资格挑战内门弟子，胜了就能晋升内门。可就在挑战前3天，前身的修为突然莫名倒退，3天之内从凝气境跌回了淬体境初期。此事甚至惊动了一位长老亲自探查，最终得出结论，沈墨中了血毒散，4年淬体1年凝气的苦修尽数化为乌有。更可怕的是，这毒还永久损伤了他的灵根，除非有逆天灵药，否则此生最多重回淬体巅峰，再无望凝气。长老下令彻查，却始终找不到下毒之人。1年过去，事情不了了之，谁会为一个废人浪费时间呢？天差地别的落差让前身日渐消沉，再也没能爬起来。更雪上加霜的是，外门还有末位淘汰制，淬体境分入门、小成、大成、圆满、巅峰5个阶段。若入门弟子1年内无法突破到小成，就被认为资质平庸，直接剥夺弟子身份，逐下山去。前身一直为此提心吊胆，直到昨天，他一口心血涌上来，猝然身亡。而就在那一刻，沈墨的灵魂穿越而来，占据了这具躯壳。这开局也太惨了点吧！沈墨苦笑一声，再过2个月就是外门年度考核，以我现在这淬体入门的实力，想冲到小成几乎不可能，到头来还是得被赶下山。金手指呢？老爷爷，系统给点反应啊！他在心里喊了几声，却什么都没等到。道士眼前突然浮现出一块光幕，姓名沈墨，境界淬体境，入门，命格药师之后，天生慧心，剑道痴迷，运道平平，命数2月后外门考核落败，被逐下山，归家途中遭散修追杀，坠崖身死，尸骨无存，近期机缘暂无。沈墨看着这几行字，叹了口气，这命数也太狠了。他又仔细打量起那几条命格，药师之后，白，出身青山城3代药师之家，家封人后，你天性善良，肯吃苦，乐于助人，天生慧心。蓝，悟性上佳，修炼功法，武技事半功倍，常能触类旁通。剑道痴迷，蓝，对剑有天然热爱，剑术天赋出众，用剑更顺手。运道平平，白，运气普普通通，走路捡钱的概率基本为0。沈墨沉思片刻，看来命格是根植于一个人本质的东西，会深刻影响一生轨迹。命格高低依次为白、青、蓝、紫、橙、红、金。这么说，我这金手指就是能看见自己的命格、命数和机缘等等。那别人的呢？念头刚起，门外就传来几道脚步声，砰！房门被猛地踹开，一个满脸横肉的凶悍青年大步闯入，身后还跟着4个瘦弱、眼神惊惶的少年。凶悍青年瞥见床上坐起的沈墨，冷笑一声：“紧了，正好，老子有活儿给你干。”相关记忆瞬间涌上心头。这人叫雷勇，也是外门弟子，和前身同年入门，同出青山城。当初沈墨风光时，雷勇表现得像条狗，鞍前马后。可等沈墨一招跌落谷底，没人给他撑腰，雷勇立刻翻脸。前身攒下的灵石被他几次3番偷走，仗着有个内门师兄做靠山，他还把手伸向了每月发放给外门弟子的百草丹，每人2瓶。雷勇也算有脑子，只挑弱者下手，对那些实力强或有潜力的弟子，反而主动送上几瓶拉拢。再加上他拉拢了一批外门弟子，势力渐成，渐渐成了外门一霸，没人敢惹。而沈墨这位曾经的外门第一，如今成了最好的落井下石对象。见沈墨没吭声，雷勇脸色一沉，目露凶光，耳朵聋了，听不见老子说话。沈墨深吸一口气，平静道：“听见了。”雷勇见他这么识趣，满意的点点头，那就听着。转头又对身后几人吼道：“你们也给老子听好了，今天每人砍4根灵木，少半根，信不信老子让你们半年起不来床？”是。几人从喉咙里挤出细弱的声音。沈墨眉头紧锁，雷勇常干这种事，从任务堂接些苦差事，然后逼着弱小弟子替他完成，自己坐享其成，独吞所有奖励。沈墨很想拒绝，但他很清楚，一旦说出口，雷勇当场就能把他打个半死。无奈之下，他只能起身跟在队伍后面。不过目光始终落在雷勇背上，暗自思量对策。就在这时，他忽然看到雷勇身上也浮现出一块光幕，姓名雷勇，境界淬体境，大成，命格世家子弟，兵器娴熟，运道尚可，命数最终可达凝气巅峰，任清玄宗执事，10年后死于宗内派系争斗。近期机缘接下砍灵木任务，闲逛时无意发现树洞内藏有一小布袋，内有洗髓丹1枚。沈墨目光微凝，洗髓丹那是上品玄阶，甚至接近极品的灵丹，1枚就能洗髓法骨，重塑根基，对他现在的情况来说，简直是救命的仙丹。清玄宗根本不卖这种东西，这枚丹药不知怎地就出现在树洞里。
但沈墨清楚，只要拿到它，他就能重塑根基，说不定还能借此一举冲到淬体小城。那样的话，至少2个月后的考核能过关。不多时，一行人来到宗门后山密林，这里种满了灵木，粗壮挺拔，用来建房炼丹都是极品材料。可灵木制的圆比繁木坚硬，砍起来极为费力。以沈墨如今淬体入门的实力，抡一天斧头胳膊酸痛，最多砍3、4根。这任务通常是淬体小城、大成弟子才会接。都给老子麻利点，别偷懒！雷勇扔下5把斧头，冷哼一声。沈墨等5人各自拿起斧头，开始干活。沈墨一边砍树，一边悄悄打量四周，寻找那个树洞。没多久，他果然发现一处隐蔽的树洞，看痕迹像是人为挖的，但他没有立刻伸手去拿。雷勇还在不远处虎视眈眈，现在动手很容易被发现，得等机会。砍林木是个苦差事。很快到了正午，几人汗流浃背，衣服都湿透了。雷勇哼了一声，给你们半炷香时间吃饭喝水，别浪费。这话可不是好心，一上午没歇过，再不补充体力，下午肯定有人晕倒，任务完不成，他自己也落不了好。于是给了半炷香的休息时间，5人赶紧掏出干粮，就着水囊的水草吃了几口，便闭眼休息。这点时间太宝贵了，谁都不想浪费。雷勇嫌烦，也懒得盯着，找了块干净草地一躺，拿出自己带的食物大块朵颐。沈墨瞅准机会，借口解手，悄悄离开众人，摸到那棵树旁。他先用树枝小心探了探，确定没蛇，才迅速伸手进去，摸出一个小布袋，打开一看，里面是个白玉小盒，盒中躺着1枚拇指大小的碧绿丹药，赫然是洗髓丹。沈墨心跳加速，赶紧将丹药贴身藏好，又找个地方坐下吃东西，装作若无其事。半炷香时间很快过去，雷勇一脚踢醒还想多睡会儿的同伴，起来干活。那人被踹得生疼，却不敢吭声，只能拖着疲惫的身子继续抡斧。时间继续流逝，为了不挨打，沈墨也只能老老实实砍树。这期间，他注意到雷勇闲逛到那棵树旁，恰好一只松鼠钻进树洞，雷勇伸手一把抓住，当着众人的面活活捏死。哼，还以为有什么好东西，原来是只松鼠。雷勇冷哼一声，背着手继续巡视。夕阳西下，沈墨和其他4人总算凑够了4根灵木。行了，滚吧。雷勇满意的点点头。灵木稍后会有任务堂的人来验收。几人如蒙大赦，逃也似的离开。沈墨也快步回到外门住所，回到自己那间小屋。他把洗髓丹紧贴在胸口，嘴角终于浮现出一丝笑意。现在他终于看到了翻身的一线希望。次日清晨，沈墨醒来后，顿时感到一股久违的充沛精力与神清气爽，翻身坐起，顺手掀开床头那个不起眼的小木盒，里面的洗髓丹散发出一股清新的草药香气，让他疲惫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他毫不犹豫地将丹药吞入口中，洗髓丹一入口便迅速融化，化作一股温热洪流，顺着喉咙直冲而下，磅礴的药力瞬间扩散至4肢百骸，筋骨血肉。沈墨的皮肤迅速泛红发烫，头顶隐隐有热气蒸腾，骨髓深处传来一阵已逝般的瘙痒，仿佛无数细小裂纹在飞速生长、愈合，断裂的部分正以惊人的速度完美融合。紧接着剧烈的疼痛袭来，沈墨越发难以忍受，意识在剧痛中被一点点撕扯，最终眼前一黑，彻底昏死过去。1个时辰后，沈墨缓缓睁开眼，那种压在身体里许久的酸痛、疲惫、滞涩全都不见了，像是被人一把抹干净，只留下清爽通透。洗髓丹不仅修复了我的根基，还让我直接踏入淬体境小城。沈墨大喜过望，这意味着3个月后的外门弟子考核，他再也不用担心了。他迅速查看光幕，发现光幕已经更新，姓名沈墨，境界淬体境，小城，命格药师之后，天生慧心，剑道痴迷，运道平平，命数2月后外门考核前1日遭人下毒，根基尽毁，考核落败，被逐下山，归家途中遭散修追杀，势单力薄，失血过多而亡。近期机缘已获取，砍灵木时发现树洞内藏小布袋，内有1枚洗髓丹。看到中毒2个字，沈墨眉头狠狠一皱，该死，怎么还是中毒？而且后面还有散修追杀。他沉默了片刻，很快就想通了，自己突然恢复正常，甚至境界回升，10有8九已经惊动了当初下毒的那伙人。对方既然敢下手，就绝不会坐视他翻身，对方多半会狗急跳墙，再次下手。现在的实力还是不够。沈墨缓缓吐出一口气，眼神逐渐冷静下来，必须尽快突破到凝气境。修行一道自淬体而始，继而凝气、筑基、结丹、元婴、化神，每一境又分入门、小成、大成、圆满、巅峰5阶。外门弟子大多停留在淬体境，能踏入凝气境的基本都已是内门弟子，再往上的筑基境更是凤毛麟角。在清玄宗，凝气境便足以担任执事，筑基境可做外门长老，结丹境则是宗主、副宗主及内门长老的层次。只要他能尽快重回凝气境，自保绝无问题。第2日清晨，沈墨刚醒来，就听到门外传来哭喊声。他推门一看，只见雷勇带着2个狗腿子正在围殴另一名外门弟子，一边打一边破口大骂：上个月你向老子借了20块下品灵石，说好带利息，这个月该还30块。2个狗腿子仗势欺人，附和道：对，雷哥这次只收你25，
已经很仁慈了。那弟子被打得鼻青脸肿，死死抱着头，声音里满是绝望。那是我攒了半年准备买淬体丹的，没有丹药，我根本过不了年底考核。雷哥，求你高抬贵手。围观的其他外门弟子态度截然不同，实力较强，接近或超过雷勇的那些人暴毙冷眼旁观，懒得插手；实力较弱的弟子则满脸恐惧，生怕下一个被打的就是自己，同样不敢上前帮忙。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人被打得满脸是血。雷勇一脚踩在那弟子胸口，记住，下个月再敢拖，我打断你一条腿。两个狗腿子嘿嘿笑着走了。雷哥，去善堂搓一顿。雷勇哼了一声，吃完去藏经阁，我得挑一本够狠的武技。三人说笑着扬长而去。沈墨站在门内没有出声，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不足以出手干预，更何况他认得那个被打的弟子，当年前身还是外门第一时，心高气傲，却也仗义疏财，没少接济弱小。可等根基被毁，跌回淬体入门后，那些受过恩的人一个都没再出现，这个也不例外。不过沈墨眯起眼看向雷勇离开的方向，他倒是又撞上机缘了。他清楚地看到雷勇的光幕信息，姓名雷勇，境界淬体境，大成，命格世家子弟，兵器娴熟，运道尚可，命数最终止步宁气境大成，认清玄宗执事。7年后的任务中被路过的魔修所杀。近期机缘前往藏经阁挑选武技时，在虎啸泉封皮内意外发现一本玄阶武技。沈墨立刻察觉到2点变化：第一，雷勇的命数发生了明显变化，原本注定止步宁气巅峰，如今却跌到宁气大成，这反而从侧面说明洗髓丹对他带来的提升极大，毕竟洗髓法骨，清除杂质，能大幅加速未来修炼。第二，就是他这次的近期机缘，在虎啸泉里发现玄阶武技。沈墨暗想，功法武技与法宝一样，分天地玄黄4阶，外门弟子只有在突破小境界时才有一次免费挑选黄阶的机会。玄阶武技哪怕下品也得300下品灵石起步，内门弟子才有免费资格。而现在这机会就摆在眼前，趁他去善堂吃早饭，我先去藏经阁把那部玄品武技抢到手。想到这里，沈墨立刻动身前往藏经阁。清玄宗坐落于青苍山脉之中，其中最高最大的一座山峰青苍主峰，高耸入云。杂役外门弟子住在山脚，藏经阁、宝器阁；内门弟子居所位于半山腰，再往上才是长老、副宗主、宗主的洞府。沈墨向上望去，眼前这座巍峨主峰散发出磅礴灵气，山巅一道巨大的白色瀑布如银河倾泻，轰鸣着坠入下方深潭，声势如万马奔腾。沿途古树参天，枝干虬结如龙，层层叠叠的楼阁亭台隐现其中。这是沈墨第一次亲眼见到如此仙家盛景，心神不由激荡，久久不能平复。他深吸一口气，加快脚步。藏经阁，我来了。片刻后，沈墨步入一座宏伟壮丽的楼阁。这座楼阁通体由百年灵木铸成，历经风霜而不腐不蛀，散发着淡淡的木香。一楼门口站着个面相英质的中年男人，正是首阁执事。不过他并非什么高高在上的长老或绝世高手，仅仅是个普通的宁气境执事罢了。此时沈墨前方还有2人排队，一个虎背熊腰，气血外放，站在那里便给人一股压迫感，显然已是淬体巅峰；另一个瘦得像根竹竿，脸色蜡黄，连入门都没稳住。这种瘦弱的十有八九是雷勇平时敲诈的对象。藏经阁执事一见那壮汉，顿时笑脸相迎，请进请进，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可轮到瘦弱弟子上前时，执事脸色一沉，手一伸1块下品灵石。瘦弱弟子闻言一愣，咬牙道：凭什么他不用交，我就要交？藏经阁执事嗤笑一声，淬体入门也配合淬体巅峰比？交钱，不然今天你别想进去。瘦弱弟子终究不敢硬顶，只能悻悻离开。1块下品灵石已是他全部家当的1/3，实在舍不得。灵石按纯度分为4等极品、上品、中品、下品，兑换比例大致1比100，1块中品灵石便可换取100块下品灵石。瘦弱弟子走后，轮到沈墨，执事瞥了他一眼，姓名。沈墨报上名字，执事抬头打量，原来是昔日外门第一呀。他语气怪异，听说根基竟毁了，这种情况还跑来选武技？沈墨皱眉，清玄宗弟子皆可入藏经阁选武技，我为何不行？执事怪笑一声，行啊，当然行，交1块下品灵石，我就放你进去。沈墨无语，按宗规，弟子进出藏经阁本是免费的，只在选定功法武技后才需缴纳费用。可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这只是修为不高，权力不大，却专捏软柿子，仗着没人管，雁过拔毛。沈墨懒得跟他废话，摸出1枚下品灵石，随手扔了过去。只是咧嘴一笑，识相就好，我喜欢，进去吧。沈墨摇摇头，底层都腐烂成这样了，清玄宗高层真的毫无察觉，还是整个清玄宗早已烂透了？他低头扫了一眼自己的命盘，那只是命数已尽，3年后勉强筑基，也不过小成而已。不过他倒是有个近期机缘，近期机缘3日后去青山城寻欢作乐，偶遇寻宝鼠，却未能捕获，捡到3块下品灵石。寻宝鼠乃嗜好闪亮宝物，尤其是灵石的灵兽，攻击力弱，但速度极快，没有特殊诱饵，就连宁气巅峰修士也抓不住。
沈墨暗暗记下，诱饵不难做，但需提前准备。只要提前准备，3日后去那地方，必定能抓住寻宝鼠，夺取他囤积的所有灵石。念头一闪而过，他脚步不停，在书架间穿梭。1楼全是黄阶功法武技，2楼才是玄阶，但只有内门弟子方可上楼。如此布局，正是因为玄阶功法武技稀少珍贵。清玄宗虽是百里内第一势力，却也仅有3门玄阶功法，8门玄阶武技，这类高阶典籍自然留给顶尖天才弟子，外门弟子自然无缘染指。沈墨目光扫过一本本秘籍，很快锁定了目标：黄阶下品武技虎啸拳。他拿起这本看似平凡的拳法，仔细翻看，很快便察觉到了不对，封皮比寻常厚实不少。要不是特意细看，几乎没人会注意到这点微妙差异。沈墨用力一按，果然在厚重的封皮内发现夹层。他从封皮里抽出2页泛黄的纸张，纸面陈旧，却保存完好，其上密密麻麻写满小字，最上方5个大字赫然在目：雷影剑法改。沈墨微微一怔，雷影剑法他当然听过，宗门镇库8大玄阶武技之一，中品玄阶，以快著称，威力惊人，但修炼极难，内门弟子里也没几个练成的。这似乎是某位前辈在雷影剑法基础上改良出的全新剑法。沈墨心头狂喜，立刻将纸张贴身藏好。不管怎样，这都是玄阶武技，哪怕只练出一点皮毛，也足以让实力暴增。他将虎啸拳放回原处，神色如常，转身离开藏经阁。刚踏出门槛，便迎面撞上正要进来的雷勇。雷勇见是他，眉头微皱：“你来这里干什么？”沈墨没想到刚出来就撞上他，不过他神色如常，平静道：“我许多武技荒废已久，来藏经阁温习一番，有问题？”雷勇怪笑一声：“当然没问题。若是在山脚，沈墨敢这么跟他说话，他早就一拳招呼上去了。可这里是半山腰，人来人往，内门外门弟子都有，当众出手传出去不好听。”沈墨继续往前走。站住！雷勇目光一转，忽然注意到沈墨胸口微微鼓起，眼神顿时冷了下来。“你胸口怎么鼓鼓囊囊的？藏了什么东西？”雷勇冷笑，他伸手就要去抓，那眼神分明在说：“不拿出来，我就自己搜。”沈墨不慌不忙，拉开衣襟，从里面掏出一个馒头，在他面前晃了晃：“接任务要挣灵石，干活饿得快，带了几个馒头充饥。怎么，有意见？”雷勇干笑2声：“行，当然行。”他收回手，没再多说，只冷冷扔下一句：“别忘了规矩。接任务，赏钱我抽1成。”沈墨冷着脸，一言不发，快步离去。雷勇哼了一声，迈步走进藏经阁，门口执事一眼认出他，顿时热情招呼。虽说自己是宁气境，可40好几，潜力已尽，而雷勇才18、19岁，前途无量，日后成就必定远超自己。更何况雷勇出身世家，还有个内门师兄做靠山，自然要极尽巴结。雷勇点点头，径直走进书架间，他目光在葛氏功法武技上扫来扫去，却始终找不到核心的。忽然，他脚步一顿，目光落在一本名为《虎啸拳》的武技上。咦，这书皮好像有点不对劲。雷勇拿起虎啸拳，立刻察觉封皮内似乎藏了东西，可用力一按，却空空如也。啧，多想了。雷勇摇摇头，把书放回去，没再多想。可不知为何，他心里忽然空落落的，总觉得有什么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溜走了。另一边，沈墨出了藏经阁，一路小跑回了山脚外门弟子的院子。一进屋，反手就把门拴死，从怀里掏出那2页泛黄的纸，摊在桌上，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光，一字一句地琢磨起来。2个时辰过去，他长出一口气，揉了揉眉心。沈墨长叹一声，这位前辈改的雷影剑路子真野，一方面威力与速度大增，另一方面修炼难度也随之暴涨。不过嘛，我有金手指在手，总能找到法子把进度追回来。现在就开始练。他把纸页仔细收好，抓起床边那把铁剑，走到院子里就开始练。这一练就是半个月。山脚一片竹林中，风过竹叶沙沙响，夹杂着密集的破空声。远远看去，一个少年手持铁剑，身形如鬼魅游走，剑光快得几乎拉成残影，迅如惊雷，狠如毒蛇。片刻后，少年收剑入鞘，地上散落着数十片被齐齐斩断的竹叶。少年满头大汗，却满意的大笑：“雷影剑法第1层果然厉害，每一剑都致命无比，就是太费体力了。幸好我已突破到淬体境大成，否则一剑下去，自己就先累趴了。”这少年正是沈墨。雷影剑法全谱共有3层，宗内内门不少弟子长老都练过这套剑法，可大多卡在第2层，第3层几乎没人摸到门槛。沈墨半个月就练到第2层，全靠接连截胡来的机缘堆出来的。此前他截胡了那名执事的机缘，用自制的诱饵抓住寻宝鼠，收获20多块下品灵石。用这些灵石，他从宝器阁购得2枚淬体丹。随后半个月，又先后截取了雷勇的2道机缘，一道是夜间散步，在剑崖顿悟，剑道大进；另一道是失足落水，在水底意外发现一块碧檀枣，上品黄阶灵药，无需炼丹，直接吞服即可提升修为。一株碧檀枣相当于2枚淬体丹，价值不菲，算下来相当于吞服了4枚淬体丹，一举将修为恢复至淬体境大成。如果没记错，今天正是外门弟子发放药液的日子。沈墨忽然想起，
径直朝山脚外门院落走去。每月，外门弟子都会发放2瓶百草叶，这药液远不如淬体丹，10瓶才勉强抵1枚淬体丹，但有总比没有好。更何况百草叶是免费发放，每人2瓶。果然，回到外门院落时，已有许多弟子聚集。中心是一个临时搭建的平台，台上站着一名神色淡漠的执事。执事不同于长老，大多也是内门弟子，有的执事被派驻宗门管辖的城镇，负责打理客栈、商会或招收新弟子。清玄宗疆域内有青山城等3座城镇、10余个村落以及数百个小寨。外门弟子排好队，一一上前，从执事手中领2瓶百草叶。领取时需核对身份令牌与面容，以防有人冒领。沈墨也领到了自己的2瓶百草叶。药液虽品质一般，但有总比没有强。发完药，执事一句话没多说，转身就走。沈墨本想四处转转，看看还能不能撞上什么机缘，可刚迈出2步，就看见雷勇带着2个狗腿子，一个一个收保护费，每人留1瓶，收1瓶。大概知道若全收光，这些外门弟子只能拼命，不愿交的，当场就被雷勇一伙暴打。很快，他们来到沈墨面前，雷勇冷笑：“哟，沈师兄，好几天不见，每次看到你，就想起当年那个威风凛凛的外门第一。”2个狗腿子跟着哄笑：“是啊，当初多威风，可惜现在成了废物。”雷勇狞笑：“交出来吧，还是说你也想挨揍？”沈墨眯起眼睛，这距离，雷勇浑身破绽，剑还挂在腰间，若以雷影剑法出手，一剑就能割喉，瞬间毙命。2个狗腿子不过淬体小成，根本不是对手。可清玄宗门规森严，严禁宗内厮杀，当场杀了雷勇固然痛快，却也会被宗门重罚，甚至处死。不如找机会在宗外悄无声息地除掉他。想通这层，沈墨面无表情，把1瓶百草叶递了过去。雷勇嗤笑：“1瓶哪够？”沈墨目光一凛，雷勇笑得更阴：“你根基都废了，多喝也是浪费，不如便宜我，我还能用得上。”2个狗腿子笑得更大声：“对呀，废物喝百草叶就是暴殄天物。”沈墨沉默片刻，将第2瓶也递了过去。雷勇得意：“算你识相。”话音未落，他忽然一脚踹在沈墨胸口，砰！沈墨被踹得倒飞出去，摔在地上。可谁说识相就不用挨打了？哈哈哈！雷勇大笑，拿着2瓶百草叶，带着狗腿子扬长而去，奔向下一人。沈墨慢慢爬起来，捂着胸口，眼中寒光一闪。今天雷勇必须死。就在刚才，他看到雷勇身上浮现出新的机缘。姓名：雷勇，境界最体境，大成，命格世家子弟，兵器娴熟，运道尚可，命数最终止步宁气境入门，任清玄宗执事。5年后任务中被队友背叛而死。近期机缘，今日午后离开清玄宗，与一名女弟子相约牛龙山私会。女弟子移情别恋爽，曰：“雷勇怒火中烧，迁怒周围树木发泄，意外发现一株100年血灵芝，服下后突破淬体圆满，直达淬体巅峰。血灵芝稀有灵药，黄阶极品，100年份的已经是玄阶中品。虽说炼丹效果更好，但直接服用也能获益匪浅。”沈墨眼神一沉，立刻开始筹备。牛龙山，此地距清玄宗山门30里。一棵巨树下，雷勇早早抵达，正翘首以盼等待那名女弟子。一想到对方火辣的身段，雷勇便觉得浑身燥热。今日定要让他见识我的厉害。他嘿嘿笑着，陷入遐想。可等了半天，美人身影仍未出现。雷勇眉头越皱越深，他意识到自己被放鸽子了。难道那女人找了新欢？想到这里，雷勇怒火攻心。盛怒之下，他抽出刀，对着周围树木一通乱砍，发泄着满腔怨气。这一刻，他只想找个人出来，当成人形沙包，狠狠揍一顿。就在此时，身后忽然传来一道惊讶的声音：“雷师兄，你也在这里？太好了！”雷勇一怔，顺着声音望去，映入眼帘的正是那个从外门第一宝座上重摔落的熟悉身影——沈墨。雷勇冷笑一声，眼中戾气毕露：“沈墨，你来的正好，老子正憋着一肚子火，今天就拿你撒气。”话音未落，沈墨已经抢先开口，语气急促，却带着几分刻意的讨好：“雷师兄，我发现了一头濒死的2阶妖兽，咱们联手杀了他，战利品9-1分成，你9我1，如何？”雷勇愣住了，怒火瞬间被贪婪取代。2阶妖兽，那可是相当于您气境修士的存在。一头2阶妖兽浑身是宝，皮毛能制甲，血肉能滋补，骨骼能炼气，最关键的是体内很可能凝结出妖精。一颗拇指大小的妖精，市价至少50下品灵石起步。女人算什么？跟妖精比，简直不得一提。雷勇的火气瞬间被浇灭，急切追问：“在哪儿？快带路！”沈墨点头：“跟我来，就在前面不远的林子里。”雷勇跟在后面，目光却渐渐阴鸷。一头2阶妖兽，就算没有妖精，光是完整卖出去也值个50-60块灵石。9-1开，哼，他雷勇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这里离清玄宗山门足有30里，山高林密，做了什么出格的事，谁会知道？沈墨这种没背景的废物，消失了也就消失了，谁会在意？至于能不能杀沈墨，雷勇根本不觉得是问题。他淬体大成，皮糙肉厚，横练功夫再是外门翘楚。沈墨不过淬体入门，根基尽毁的废物，站着让沈墨打也破不了防。可他一拳下去，沈墨不死也得残。修为碾压让他信心爆棚，
甚至嘴角不自觉勾起一抹狞笑。两人很快深入密林，沈墨忽然停步，指着前方草丛里一团血肉模糊的影子：“我就在那儿，看样子快不行了。你正面顶住，我从侧面接应。”说着，他已经抽出腰间铁剑，剑身在林间光影里闪了闪。雷勇大喜，迫不及待大步上前，全部注意力都定在那头濒死的妖兽身上。他丝毫没察觉身后沈墨的目光已死死锁定他的后背。两人相距不过半米，雷勇背对沈墨，门户洞开。这是沈墨精心布置的局面，将雷勇要害完全暴露。下一瞬，雷影剑法，沈墨剑势骤然爆发，剑尖精准刺入雷勇后心，扑哧，鲜血喷溅，染红沈墨衣襟。剧痛让雷勇猛地僵住，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沈墨竟然敢偷袭。可等他反应过来，已经晚了，力气如潮水流失，身体向前栽倒。他勉强转过身，只看见沈墨居高临下，冷冷俯视着他。雷勇惊恐万分，声音嘶哑：“你不是淬体入门，淬体入门绝不可能破他的防。”唯一的解释就是沈墨和他一样，已经淬体大成，甚至更强。可这家伙不是根基尽毁了吗？怎么可能这么快修复？沈墨居高临下看着他，你一定很想知道答案吧？雷勇虚弱点头，气息已如游丝：“我快死了，告诉我。”沈墨拔剑再次刺入他喉咙，鲜血汩汩涌出。凭什么让你死得痛快？雷勇双眼圆睁，如濒死鲸鱼，瞳孔迅速放大。到死他都没想明白，沈墨到底怎么在短时间内修复根基，重回淬体大成的。沈墨面无表情地收回剑，他清楚正面硬拼雷勇，他有7、8成把握干掉雷勇，但仍有2、3成可能被对方逃脱，甚至反杀。这个风险他不想冒，为了100%击杀，所以他才设下这个局。所谓濒死2阶妖兽，不过是他路上发现的重伤1阶妖兽，放在这里当诱饵罢了。他俯身搜了搜雷勇的尸体，只搜出20多块下品灵石、几枚低阶符箓、一把普通短刀，也正常，毕竟谁又会带全部家当？随后他走到那棵巨树旁，树皮表面看着完好无损，可用剑尖一戳，里面却是空的。挖开大洞，里面赫然一株血灵芝，果然是血灵芝。沈墨眼中闪过喜色，沈墨小心翼翼取出，用干净布巾裹好，贴身藏进怀里。至于雷勇尸体，他又补了10几剑，让血流得更汹涌，血腥味在林间迅速弥漫。这片山林妖兽众多，闻到血味自然会过来收拾残局，妖兽就是最好的毁尸灭迹手段。杀了雷勇，沈墨心中毫无波澜，这种人渣死有余辜。没多久，他已回到清玄宗山脚下的外门小院，进了屋，反锁上门栓，这才从怀里取出那株血灵芝。掌心大小的血色灵芝，通体晶莹，表面隐隐灵光流转，轻轻一嗅，清冽药香直冲鼻腔，体内气血瞬间沸腾。指尖轻轻一按，灵芝表面颤了颤，触感竟像少女最细腻的肌肤。沈墨深吸一口气，先切下一小块放入嘴中，血灵芝入口即化，瞬间化作汹涌热流，涌入5脏6腑。就这么一小块拇指大的，就让他浑身暖洋洋的，便不再犹豫，把剩下整株切成小块，一口气全吞了。嗡嗡嗡，体内仿佛火热小蛇游走，一会儿钻进5脏，一会儿游走血脉，一会儿又钻进筋骨之骸。每游走一处，所经之处便坚韧几分，强悍几分，酸麻刺痛随之而来，像无数细针撕咬神经。沈墨咬紧牙关，死死扛住，没让自己昏过去。1个时辰后，体内那股热流终于渐渐平息。沈墨缓缓睁眼，握拳，只觉得整个人仿佛重了几分，心跳沉稳有力，像一台大功率的水泵，把带着淡淡玉色光泽的血液一下下推向全身。若有人能透视他的骨髓，此刻定会惊叹，那骨髓已如温润美玉，剔透无瑕，不染丝毫杂质，血如水银，髓若凝霜，这正是淬体境巅峰的标志。前身曾达到此境界，沈墨一察觉变化，便立刻明白，他重回淬体巅峰了。不愧中品玄阶灵药，一株血灵芝直接把我从大成推到巅峰。沈墨握紧拳头，脸上满是喜色，这一趟值了。短暂的喜悦过后，沈墨再次打开了自己的面板，姓名沈墨，境界淬体境巅峰，命格药师之后，天生慧心，见到痴迷，运道尚可。命数2个月后外出执行任务时，被雷俊与数名散修伏击，生擒回青山城，逼迫父亲沈九鼎交出神秘灵丹。沈九鼎为救子无奈交出灵丹，父子2人随后被雷俊灭口。近期机缘1已获取，击杀雷勇时发现巨树中空，内藏血灵芝1株，服下后突破至淬体境巅峰。近期机缘2 1个半月后通过外门弟子考核，重夺外门第1。沈墨微微一怔，原本属于雷勇的运道尚可，如今竟转移到了自己身上，这意味着他今后偶尔也能遇到雷勇那样的机缘。继续往下看，看到命数与近期机缘时，眼神瞬间冷了下来。自从境界突破到淬体巅峰，他的命数已然出现了明显转折，更重要的是多出了一个名字，雷俊。沈墨对这个名字再熟悉不过，雷俊正是雷勇的堂兄，青山城雷家最出色的年轻一代。在内门，雷俊声名极盛，向来以谦君子自居。他知晓雷勇在外门欺凌弱小弟子，常公开斥责雷勇，屡次警告不得欺负同门。雷勇表面上唯唯诺诺，背地里却阳奉阴违，
此事内外门弟子多有耳闻，许多内门弟子都认为雷俊有资格冲击真传弟子。真传弟子乃内门弟子中的精英，每一位真传弟子都有希望在未来踏入结丹境。清玄宗坐拥3城、10几大村、数百小寨，外加整片青苍山脉，也才勉强攻得起5位真传弟子。沈九鼎正是沈墨的父亲，青山城有名的药师，一生行善，悬壶济世，救过的人多得数不清。神秘灵丹，沈墨忽然想起什么。前身小时候听父亲提过一嘴，当年救过一个命悬一线的修士，那人临走前感激涕零，塞给他几枚珍贵丹药，说此丹可开智慧，助后人踏上仙途。沈墨心头一震，那种丹药价值恐怕极高，很可能是玄阶绝品，甚至更高。前身正是服下此丹，才获得天生慧心的命格，悟性一飞冲天。雷家定是打探到了消息，想夺取灵丹，但沈九鼎名声太响，雷家不敢明抢，便绑架沈墨逼他爹交药，一切都对上了。父亲当初把自己送进清玄宗，一半是为了避祸，若能顺风顺水晋升内门，身份水涨船高，雷家再想暗中下手，就得掂量后果。雷家当然不愿看到这一幕，于是暗中下毒，让我修为暴跌，最终被逐出门派。下毒之人十有八九就是雷勇。沈墨迅速将所有线索串联起来，毕竟只有亲近之人才会让人放松警惕，才有机会在饮食中下毒。那段时间，雷勇正是装作最忠心的手下，命盘上写的明白，2月后我会被雷俊生擒。那时候的我不过淬体境巅峰，碰上凝气境的雷俊，压根没有反抗之力，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突破凝气境，晋升内门。只要进了凝气境，凭雷影剑法的杀伤力，雷俊未必是我的对手。更重要的是，内门弟子死了，宗门一定会彻查；外门弟子死了，宗门最多惋惜2句了事。可内门弟子不同，每一个都是宗门砸了资源重点培养的种子，正常成长，至少能当个执事，天赋上佳，甚至能做到外门长老、内门长老。运气再好点，说不定就是下一任宗主。若内门弟子能随便死而不查，宗门迟早大乱。沈墨眼神坚定，目标清晰。淬体境修士只能被动吸收天地灵气，一旦在丹田内将灵气孕育成气旋，便是踏入凝气境，从此能主动调动灵力作战。相比单纯靠肉身力量的淬体境，凝气境战力至少强3倍以上。可凭我现在的资质，自然突破凝气境恐怕得1年半载。我得主动找机缘，尽快冲上去。次日清晨，沈墨推门而出，他要去找一条足够大的鱼。外门弟子来来往往，一道道命盘在他眼前刷过，可惜大多不是没机缘，就是些鸡毛蒜皮，捡几块下品灵石，偶得一株低阶灵草，甚至有倒霉的，注定吃饭时被别人不小心砸中脑袋，当场毙命。沈墨看得无语，正打算往半山腰走，看看内门弟子那边有没有大鱼可捞，耳边忽然传来一阵喧哗。听说了吗？雷勇死在牛龙山了，尸体被路过的弟子发现，据说连尸骨都被妖兽啃得干干净净，惨啊！要不是有外门令牌，谁知道是他？真的，活该！那混蛋早该死了。不过是怎么死的？妖兽袭击？谁知道呢？不过10有8九是妖兽，青苍山脉妖兽多，这种事不稀奇。雷勇一死，他那2个狗腿子没了靠山。走，兄弟们，去找他们算账。走！妈的，上次他们抢我灵石，这次我要把他们扒光。消息传播极快，很快，整个外门院落都知道雷勇死了。没多久，远处就传来拳脚声、惨叫声，还有人叫嚣着把灵石都交出来。雷勇的2个狗腿子被打得奄奄一息，估计没3、5个月起不来床，日后多半也要被逐出山门。沈墨对这种人毫无怜悯，做了太多，报应来得快而已。他正要上半山腰，看看那里有没有弟子拥有重大机缘，却听到旁边有人议论：快去半山腰看热闹！萧凡突破凝气境了，正在挑战雷俊。雷俊刚得知堂弟雷勇死了，正一肚子火，这下有好戏看了。沈墨唇角勾起一抹冷笑，确实有意思。他对这2个人都很熟。雷俊自不必说，雷勇的堂兄，内门翘楚。至于萧凡，沈墨记得当初自己还是外门第一时，萧凡刚入门没多久，那时候雷勇最喜欢拿新人开刀，萧凡没少挨揍。有一次沈墨看不过眼，还帮过他一把，顺手给了几块灵石，让他买疗伤丹药。萧凡当时感激涕零，发誓要报恩。可等沈墨倒台，他跑得比谁都快，从此形同陌路，连个眼神都不肯给。不过短短1年多，萧凡竟从凝气初期一路杀到能挑战雷俊此子，气运果然不俗。或许能从他身上蹭到突破凝气境的机缘。沈墨脚步加快，径直赶往半山。半山腰演武场，沈墨赶到时，场外已有上百位外门弟子围在场边，议论纷纷，话题无非是2人功法、战绩谁更强之类的老生常谈。高台上2道身影相对而立，一人深蓝劲装，腰悬长剑，一人玄衣黑袍，赤手空拳，正是雷俊与萧凡。2人尚未动手，可周身气息已然外放，分明都是凝气境修士。那股针锋相对的压迫感，让围观众人呼吸都粗重了几分，眼睛死死盯着台上，等着第一声金铁交鸣响起。沈墨站在人群外围，目光先落在了雷俊命盘上，姓名雷俊，境界凝气境，小城命格世家子弟，雷灵体，
运道惊人，命数最终止步结丹境大成，任清玄宗内门长老。26年后外出征战终身死。近期纪元一击败萧凡后，出宗调查堂弟雷勇死因，意外在青藤谷发现一株龙格根，服下后修为暴涨。近期纪元2冒号2月后，只是弟子发布任务，引沈墨接取。该沈墨出宗，雷俊命散修伏击擒拿，带回青山城逼审九鼎，交出神秘灵丹。得丹后，雷俊灭口父子2人，随后吞服灵丹，大幅提升悟性。看到这里，沈墨眼中寒光一闪，两块命盘互相印证，这家伙果然打着绑架自己、逼父亲交丹的主意。不过，既然提前知道了雷俊的算盘，沈墨现在只需要尽快提升实力，就能破局而出。他目光一转，落在了旁边的萧凡身上。姓名：萧凡，境界：凝气境，入门：命格：天命之子，仙姿玉骨，大能转世，绝处逢生，烈阳粉体，未觉醒。命数：止步元婴巅峰，任焚天殿殿主，尊称赤峰真仙。未断红尘，悟道于杀戮，屠十城，尸山血海，最终迷失于杀戮，遭灵力反噬而亡。一连串刺眼的红色命格几乎晃花了沈墨的眼睛。再仔细一看，他心头更是震撼。沈墨暗自惊叹：天命之子，仙姿玉骨，大能转世，绝处逢生，烈阳粉体，这么多逆天命格，难怪萧凡1年多就从普通人冲到凝气境。不过他的最终结局却让人不寒而栗，以杀正道，屠十城，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光是脑补那个画面，沈墨都觉得胃里一阵翻涌。再往下看萧凡近期的机缘，沈墨直接愣住了。近期机缘一虽败于雷俊，却意外获得副宗主之女柳妃青睐，或赠回春丹疗伤。近期机缘2 10日后外出任务，遭遇妖兽袭击，逃亡中坠入双龙山一处洞穴，得地母灵液，服下后突破凝气小成。近期机缘3 1月后，得柳妃赠送3枚凝气丹，突破凝气大成，挑战内门弟子成功，晋升内门。近期机缘4 1个半月后，浸泡青玄宗第3药池，发现隐藏的烈阳岩髓，觉醒烈阳粉体。近期机缘5冒号2月后，在宗门深潭中发现隐秘洞窟，北炎魔真仙留下的天阶功法地狱焚灭点。近期机缘6，沈墨看得心潮澎湃，其中最关键的便是他的体质，烈阳粉体乃天地间罕见的天体。清玄宗600年历史里才出过一位天阶体质的天才，结果那人命途多舛，结丹初期就被敌宗暗杀身陨。就算低一级的地阶体质，整个宗门历史上也只出现过10余次，可见强大体质的稀有程度。大多数天才都只有玄阶体质，雷俊的雷灵体便是玄阶，最低级的黄阶体质，无需觉醒，只要踏入凝气境，人人都有黄阶体质。而地狱焚灭点更是惊人，炎魔真仙乃数百年前叱咤一方的化神境强者，性情古怪，喜好捉弄人，临死前放出风声，说把传承留在了某个洞窟里，结果找了几百年都没人找到。后来大家当成了他老人家临终前的玩笑，没想到还真有。沈墨眼睛骤然发亮，现在他知道地狱焚灭点的确切位置了。不过那深潭人来人往，若我突然跳进去，必然引人注目。等我晋升内门弟子，再借口去瀑布淬体，顺理成章下到潭底，便不会引人怀疑。毕竟是天阶功法，就算是宗主，估计也会厚着脸皮来抢。想到这里，沈墨再也坐不住，他迅速离开演武场，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既然2个机缘我都知道，何必选一个？当然是全都要。他直接出宗，奔向青苍山脉中的青藤谷。这个谷里遍布各种藤蔓，其中不乏食人藤。食人藤攻击性极强，但击杀后收益极低，因此弟子很少涉足。沈墨猜想，这也是龙格根至今无人采摘，留给雷俊的原因。很快，他在隐蔽角落发现一株奇异的橙黄色植物，叶片似鱼尾，茎干布满鳞片状凸起，小心连根拔起，根部活脱脱一个龙头形状。龙格根，不愧是黄阶极品灵药。沈墨深吸一口气，浓郁药香扑鼻而来，心头微微感慨。他抖掉泥土，用干净布仔细包好，贴身藏进胸口，随后迅速离开青藤谷，直奔双龙山。两地相距不远，也在青苍山脉内。不多时，他便在双龙山山脚找到一处隐秘洞穴，入口被野草矮灌遮得严严实实，地面已经松动，一脚踩中就会直接陷下去。沈墨小心跃下，直达洞窟最深处，头顶倒挂着一根钟乳石，下方石坑里积着一小汪乳白色液体的母灵液，中品玄阶灵药。就在这里突破吧，有龙格根与地母灵液，足够凝聚灵气气旋。沈墨盘膝坐下，取出龙格根，剥开坚韧外皮，狠狠咬了一口，汁液瞬间在口腔炸开，磅礴药力直冲腹部丹田。紧接着，他拧开水囊，咕咚咕咚灌下大口的母灵液，咕咚咕咚咕咚，灵液中蕴含的灵气比龙格根还要浓郁数倍，仿佛有一颗小型炸弹在小腹炸开，海量灵气疯狂涌入。沈墨感觉全身每一寸血肉都在膨胀，灵气源源不断涌入丹田内，那尚未成型的漩涡开始疯狂旋转，一圈、2圈、3圈灵气耗尽时，沈墨就再喝一口的母灵液。时间缓缓流逝，某一刻，即便没有外来灵气，漩涡依旧自行运转，再也不需要外力推动，天地灵气被漩涡源源不断吸入、炼化，最终化为纯净的灵力。沈墨猛地睁眼，长啸出声：凝气境成了！他起身拔剑，
朝着洞壁使出一记雷影剑法，灵力涌动，剑影闪烁，雷光交织，咔嚓，整面洞壁瞬间崩碎。沈墨看着满地碎石，脸上笑意更盛。以前就算拼尽全力，也只能在这种硬度上留一道浅痕，现在一剑下去，直接粉碎。这就是宁气境的恐怖实力。沈墨再次打开自己的命盘，姓名沈墨，境界宁气境，入门命格药师之后，天生慧心，剑道痴迷，运道尚可，命数壁中修炼志筑激进巅峰，任清玄宗外门长老，一生平安，寿终正寝。近期机缘1已获取，前往青藤谷发现龙根一株，服下后加速灵气气旋凝聚。近期机缘2已获取，前往双龙山发现地下洞穴，得地母灵液，服下后成功凝聚灵气气旋，踏入宁气境。沈墨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终于不再是死局了。他瞥了一眼石坑，地母灵液还剩一些，即便踏入宁气境，这玩意儿还是管用，扔了怪可惜的，全收了吧。沈墨拿起水囊，一滴不剩地把残余的地母灵液全装了进去。收拾妥当，沈墨拍拍衣袍，掉头往清玄宗山门赶。刚到门口，就见一道深蓝身影风风火火冲出来，正是雷俊。他速度极快，几名弟子来不及闪避，直接被撞飞。沈墨也在其中，本能想抬手挡一下，但他硬生生压住了动作，任由自己像破布袋一样摔出去。要是真挡了，雷俊必然察觉他的境界。本以为雷俊会头也不回冲出去，谁知他猛地刹住脚步，转身折返，一脸关切地把被撞飞的弟子一个个扶起来。没事吧？伤得重不重？我这里有疗伤丹，拿去服下，我赔不是。我刚得知堂弟雷勇的死讯，心急如焚，一时没控制住。雷俊眼眶发红，泪光隐隐闪烁。众弟子连忙摆手说没事没事，还连声道谢接过丹药。随后雷俊走到沈墨面前，自然地拉起他的手，你是沈墨师弟吧？我知道你，我堂弟以前常欺负你，我私下警告过他多次，叫他别欺凌同门，可他就是不听。说着，他不仅给了沈墨一瓶疗伤丹，还额外塞了一瓶淬体丹。沈师弟，这瓶淬体丹给你，过几天我再让人给你送几瓶，有这些丹药，你应该能通过外门考核，算我替雷勇赔罪。哎，你们这些师弟受苦了。说话间，他眼睛直勾勾盯着沈墨。沈墨先是装作愣住，随即双眼一亮，真诚道：多谢雷师兄，你真是好人。他紧紧握住那瓶淬体丹，仿佛捧着救命稻草。雷俊没看出异样，拍了拍沈墨的肩膀，又对其他被撞的弟子道歉一番。众弟子纷纷抱拳表示理解。雷俊这才点头，匆匆出了山门。他一走，周围弟子顿时小声议论开了。雷师兄真是君子，要是我早气炸了。是啊，你们不知道，雷俊一直仰慕柳飞，可他刚打败萧凡，柳飞却去给萧凡疗伤，这打击可大了。堂弟死了，仰慕的女子又移情别恋，啧，换我早气疯了。雷师兄居然还替雷勇给沈墨赔罪，真够意思的。一时间，大家对雷俊既同情又佩服。沈墨站在原地，面上波澜不惊，心里却警铃大作。他早知道雷俊不是表面那副温文尔雅的样子，刚才那一瞬，两人其实已经暗中过了一招。雷俊故意拿出淬体丹，以后再送维尔，分明就是在试探他。淬体丹只对淬体境有用，若我还是淬体入门，雷俊这么一说，我必然激动万分；若我反应平淡，反倒露馅了。望着雷俊离去的方向，不愧是雷家最出色的子弟，果然心机深沉。沈墨迅速离开人群，回到住处。他必须尽快提升实力，只有实力碾压了，才能不用再跟这种笑里藏刀的家伙虚与委蛇。次日清晨，沈墨刚起，就瞥见桌上那瓶瓷瓶，雷俊昨天给的5颗淬体丹，换成淬体初期的家伙，肯定迫不及待吞下去。他二话不说，起身在床底下挖了个小坑，把其中2颗埋进去，涂彩石，再稍作伪装。完美。如今他是宁气境，吃淬体丹非但没用，还会积丹毒，因此只能如此处理。先去膳堂吃早饭，再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机缘。沈墨正要推门出去，门外忽然响起敲门声。他打开门，只见雷俊笑容温文尔雅，一副翩翩君子模样。雷俊手里提着一个食盒。雷俊笑道：看来我来的正好。沈墨一怔：雷师兄，你怎么来了？雷俊微笑：我在调查堂弟死因，顺道来问问你，方便进去说吗？当然。沈墨让开身子，两人落座。从门外角度看，屋里情形一览无余。你还没吃早饭吧？我从膳堂带了些。雷俊从食盒里取出5、6道菜。沈墨确实没吃，便拿起筷子大快朵颐。雷俊见状也跟着动筷。吃到一半，雷俊随手拿起桌上的小瓷瓶：沈师弟，昨日我给你的淬体丹服用了吗？效果如何？沈墨高兴道：我服了2枚，效果极好，感觉根基恢复了一些，若今日努力，说不定能冲到淬体小成。雷俊微微点头，打开瓶子一看，果然剩3颗。他又摸出一瓶新的，我说到做到，再给你1瓶当做赔罪。沈墨激动道：多谢雷师兄。雷俊环顾沈墨简陋的房间，目光落在角落的铁剑上。记得你以前练的是拳掌功夫，怎么现在用剑了？沈墨摇头：师兄有所不知，我早年也练过剑法，学过黄阶中品瞬光剑诀，但总觉得不太适合我，就很少在人前施展。雷俊点头：是我多心了。昨日查验堂弟尸体，
发现他身上有剑伤，所以我对用剑之人格外敏感。我理解。雷俊叹了口气，其实我早就知道雷勇不是好人，私下警告过他无数次，甚至威胁要逐出家门，可他就是不听。我抓到凶手，也只是想交给宗门按规矩处置，估计是雷勇得罪过的人，按宗规不会重罚，最多逐出门派。沈墨点头，我也这么想。雷俊长叹一声，好了，沈师弟，我就不多留了，还要再查几个人。沈墨起身，师兄慢走，多谢淬体丹。雷俊点头，转身离去。沈墨刚坐下继续吃，余光却瞥见雷俊还没走远，站在门外盯着，心头一紧。雷师兄，您还没走？雷俊笑着摆手，没事，就是觉得亏欠你太多，再想是不是该再补些零食给你。此话一出，门外几个外门弟子顿时投来羡慕的目光。沈墨连忙道：大舅，多谢师兄了。说实话，我确实缺零食。雷俊笑道：好，我晚些让人送来。沈师弟后会有期。这次他才真正离开，沈墨的心这才慢慢落回原位。好家伙，临走还来一手回马枪，幸好自己没自言自语的毛病，不然真可能露馅。这家伙太危险了，必须尽快拥有碾压他的实力，打败他，杀了他。念头一起，杀意便如潮水涌上。就在刚才，雷俊身上又浮现出2道机缘。近期机缘一，调查雷勇死因时，发现一名弟子在问话时支支吾吾，该弟子最终承认向其他势力出卖清玄宗情报。雷俊上报宗门，获300下品灵石奖励，并可免费挑选一门武技。近期机缘2，外出调查雷勇死因时，意外发现一头2阶妖兽巢穴，妖兽外出狩猎归来，雷俊与之大战，将其击杀，并在巢穴中发现3枚2阶妖精。第一个机缘不好抢，我现在不能暴露身份。第2道机缘适合我，3枚2阶妖精足够我修炼到凝气小成，等妖兽外出狩猎，我前进去拿就是了。沈墨微微点头，机会已经摆在眼前了。转眼间1个月过去，外门弟子院落一间不起眼的屋子里，沈墨吐出一口浊气，缓缓起身。这1个月，雷俊没再来试探他，但凶手未明，雷俊的调查仍在继续。沈墨截胡雷俊的机缘，夺得3枚2阶妖精后，修为不仅突破到凝气小成，甚至隐隐有冲向凝气大成的迹象。于是他将剩余的地母灵液全部服下，果然一鼓作气，直接冲破关隘，晋升凝气境大成。如今他凝气大成，又有雷影剑法这张底牌，雷俊已完全不是对手。今日便是外门弟子考核之日，我要在众人面前挑战雷俊，将他击败，顺势晋升内门。只要成为内门弟子，便有清玄宗庇护，从此不必再装。我要展露真正实力，我现在强得可怕。沈墨冷笑一声，他推门而出，果然见外门弟子3、5成群，纷纷往半山腰赶去。外门考核之地正是半山腰的演武场。沈墨赶到时，已有数百外门弟子聚集，他一眼便看到人群中2道格外显眼的身影。一名少女紧紧挽着男子手臂，如小鸟依人般靠在他身上。这2人正是萧凡与柳飞。显然，萧凡的红色命格仙姿玉骨已然生效，成功将柳飞收入囊中。周围不少外门弟子围着萧凡恭贺：恭喜萧师兄晋升内门！萧师兄，日后可别忘了我们这些师弟师妹啊！萧凡满面春风，谦逊有礼：诸位放心，我萧凡向来知恩图报，谁帮过我，我定会加倍偿还。沈墨听了几句，才知道这1个月萧凡不再硬碰雷俊，转而挑战一名比雷俊弱的内门弟子，一战功成。那名内门弟子被剥夺身份，贬入外门，萧凡则成功上位，晋升内门。至于萧凡对众弟子的客套话，沈墨听了几句便冷笑：若萧凡真知恩图报，当初自己根基被毁时，他也不会跑得比谁都快。演武场旁边的凉亭里，3名内门弟子正品茶观战，其中1人正是雷俊，另外2人沈墨也认得，皆出身名门，只不过不是青山城，而是古风城。青山城、古风城、西山城以及3城周遭数百镇寨，皆是清玄宗辖下。在这片地域，清玄宗便是绝对霸主，一言九鼎。沈墨远远扫了一眼雷俊的命盘，姓名雷俊，境界凝气境，小成，命格世家子弟，雷灵体，运道惊人，命数最终止步筑基巅峰，任清玄宗外门长老。19年后强行冲击结丹，重伤吐血，数日后身亡。近期机缘遭沈墨挑战，惨败，丹田被废，内门身份被剥，贬为外门弟子。沈墨心中冷笑，自己数次截胡雷俊的机缘，他的命数已然大变，原本可成结丹修士，如今却止步筑基，一生再无寸进。看到近期机缘，沈墨更是心情大好。面板显示的是即将发生之事，显然他现在的实力已足以碾压雷俊。沈墨只扫了一眼，便将目光转向演武场中央，那里一名黑脸执事正负责记录，身后立着一根侧立柱，侧立柱高3米，通体透明，内中空洞，底部一汪银色液体。这液体颇为奇特，平时纹丝不动，一旦遭受外力冲击，便会剧烈膨胀，因此许多宗门都以此为侧立柱，丈量实力。只要一拳能让银液上涨超过1尺，便算通过淬体小成考核；若不足1尺，抱歉，请卷铺盖走人。下一个，陈伯，执事高喝。一名弟子跃上擂台，一拳轰在侧立柱上，嗡，银液上涨2尺。执事点头，2尺1寸，合格。
下一个，早泄！一拳落下，营业勉强9寸，那叫早泄的弟子脸色煞白，只是挥手9寸，不合格，收拾东西走人。下一个，考核进行极快，转眼间已过100人。下一个，沈墨！执事高声喊道。听到这个名字，台下不少外门弟子立刻想起昔日外门第一，他们窃窃私语，有人嘲讽，有人讥笑，有人略带怜悯，大多却是看热闹。沈墨置若罔闻，昂首阔步登上演武台。萧凡瞥了眼沈墨的背影，眼底闪过一丝异色。柳飞靠在他怀里，轻声道：“萧师兄，我记得那人曾给你零食，你后来怎么不帮他了？”萧凡心头一紧，柳飞突然发问，让他警铃大作。这种忘恩负义的事，在女子眼中可是大忌，他还需要柳飞提供修炼资源，绝不能露出半点品性瑕疵。他立刻握紧柳飞的手，宠溺道：“菲儿，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人给我零食，不过是见我有潜力，想结交罢了。我向来厌恶这种投机取巧之辈，便没理他。”柳飞点头，不愧是萧师兄，眼光毒辣，一眼就看穿他了。萧凡忽然反问：“菲儿，你接近我，是不是也因为看到我有潜力，想赌一把？如果是这样，我可要伤心了。”说着，故意松开他的手臂。柳飞一愣，连忙摆手：“萧师兄，你怎能这么说？我对你是一见钟情，从你入门第一天就喜欢你，只是我爹说要先看你资质，再让我接近你。”萧凡立刻将他搂得更紧：“我懂，我知道，菲儿对我最好。”柳飞俏脸通红，紧紧贴在他胸口。萧凡心中冷笑，恋爱中的女人果然好骗。当然，他刚才全在撒谎。当初沈墨根基被毁，修为暴跌时，萧凡果断抛弃，理由很简单，若沈墨还是外门第一，他会继续维持关系，既有靠山，又能得零食。可沈墨跌落淬体入门，彻底失去价值，再纠缠毫无意义。萧凡唯一没想到的是，沈墨竟还没离开宗门，换成他自己，早想着离开宗门回家打铁，根基已毁，仙途无望，还留在清玄宗做什么？凉亭里，与雷俊对坐的高大内门弟子柳月峰远远瞥了眼沈墨，淡淡道：“他人就是沈墨，昔日外门第一，废人还留在宗门，真是浪费资源。”说完连连摇头。雷俊冷笑：“我也这么想，若我是他，早走了。”语气尖刻，与平日君子形象大相径庭。不过，我总觉得他有些不对劲，却找不到证据。雷俊神色凝重。寿轩内门弟子高鹏随口道：“你怀疑他杀了你堂弟？”雷俊点头：“他杀雷勇的动机最强，但我试探他多次，他确实只是淬体入门。”柳月峰哈哈大笑：“你多想了，根基尽毁，他不可能再修炼，除非的上品玄阶灵丹修复根基，可那至少也是上品玄阶。”高鹏附和：“不错，以他的能耐，别说玄阶灵丹，连一枚淬体丹都难弄到。”柳月峰笑道：“谁知道呢？也许他走了狗屎运，捡到一枚呢。”雷俊大笑：“运气这东西虚无缥缈，但沈墨显然不是天生大气运之人。沈墨要册立了，马上就能看出他几斤几两。”高鹏笑着道。三人目光齐齐投向演武台。沈墨已然踏上册立柱前，他左腿半步前探，右臂缓缓蓄力，全身紧绷如拉满的弓弦。下一瞬，一股磅礴巨力瞬间汇聚于右拳，他猛然一拳轰出，砰！银叶瞬间冲天而起，直达1丈，只是嘴巴张得老大，震惊的几乎失声。1丈，这分明是凝气境的实力。他看向沈墨的目光瞬间大变，根基尽毁之人，竟能重修至凝气境。台下原本低声嘲讽、讥笑的声音戛然而止，所有人都呆住了，谁也无法想象，曾经只是淬体入门的沈墨，根基被毁的废人，竟在短短时间内悄无声息地重新踏入凝气境。凉亭里的雷俊、柳月峰、高鹏三人，本来悠然自得的神色也骤然巨变。雷俊脸色阴沉，手中的茶杯被他捏得咔嚓作响，茶水溅出。柳月峰和高鹏对视一眼，眼底皆是骇然与浓烈的杀意。沈墨转过身，面向台下众人，声音清朗：“我沈墨，今日重夺外门第一，有谁不服？”全场寂静，众人低头，无人敢与他对视。萧凡先前心虚，感受到沈墨的目光扫来，更是立刻低下头。只有沈墨一人傲立台上。忽然，雷俊高声喊道：“沈师弟，你根基不是已毁了吗？怎能再度修炼？”他的声音响彻整个演武场，瞬间勾起所有人的好奇。确实，根基被毁还能重修凝气境，太过诡异。许多弟子都曾亲眼见过沈墨那晚的惨状，经脉寸断，鲜血染红了半边床榻，丹田如碎瓷般崩裂，那种绝望根本不可能逆转。沈墨微微一笑：“我运气好，偶得一枚洗髓丹，修复了根基，多谢雷师兄关心。”此话一出，台下顿时哗然。不可能吧？洗髓丹那可是极品玄阶灵丹，天啊，这运气也太逆天了！沈墨这家伙走了什么狗屎运？雷俊忽然笑得更大声：“沈师弟，这1个月你似乎从未展露凝气境实力，为何刻意隐藏？”沈墨回忆一笑：“自然是怕有人害我。”两人目光在空中交锋，仿佛有无形之力碰撞，火花四溅。一些精明弟子立刻察觉两人之间暗流涌动。高鹏凑近雷俊，低声道：“此人多半与你堂弟之死有关。”柳月峰也压低声音：“今晚动手，引他出宗，杀了便是。”雷俊冷笑：“你们都小看他了，我也小看了。他今日敢展露实力，说明已有所准备。如果我没猜错，
他下一步就是要挑战我。演武台上，沈墨转向身旁执事师兄，我现在可以挑战内门弟子吗？执事愣了愣，忙道：当然可以，外门前3可随时挑战内门弟子，胜了便可取而代之。话音刚落，执事忽然想到什么，骇然道：沈师弟，你该不会是要挑战雷俊？可是宁气小城，一般外门弟子挑战内门，多选宁气入门的对手，胜算才大，谁会傻到去挑战宁气小城的内门弟子？那不是挑战，那是送死。沈墨却指着凉亭里的雷俊，依旧带着那抹笑意：雷师兄，可敢接我一战？声音不大，却震得全场哗然。刚踏入宁气境就敢挑战雷俊，天啊，沈墨疯了吧？是啊，连萧凡挑战雷俊都败了，萧凡可是天才，沈墨连萧凡都不如，怎可能是雷俊的对手？弟子们议论纷纷，个个瞪大眼睛看着沈墨，这家伙是不是疯了？那么多内门弟子不挑，偏挑雷俊。众人目光齐刷刷转向雷俊，想看他反应。雷俊一笑：我向来喜欢切磋，沈师弟既有此意，我自然不会推辞，只是我实力稍强，若伤了师弟，可别怪我。他身形一闪，如落叶般轻盈落地，随即大步走向演武台。弟子们纷纷让开道路。雷俊登台与沈墨对峙，只是赶紧退后。两位宁气境修士交手，靠太近会被波及，两人相距数丈。雷俊依旧含笑，只以两人能听到的声音道：我真是没想到，我试探你那么多次，你竟次次躲过，今日展露实力，定是自认已胜过我了。年轻人还是太年轻，太急躁。沈墨也笑，以装得一副高人模样，其实也不过比我大3岁。雷俊脸色一僵，随即冷笑：现在只会耍嘴皮子了。下一刻，他如猛虎下山，右臂肌肉球结，狂风骤起，一记重拳直去沈墨面门。沈墨同样一拳迎上，砰，双拳相撞，两人同时后退。沈墨退了5步，雷俊退了3步。台下外门弟子瞪大眼睛，什么情况？才差3步和5步，这岂不是说沈墨的实力已与雷俊相当？外门弟子一片哗然，短时间内难以接受这个事实。雷俊脸色也沉了下来，他没想到沈墨藏得这么深。刚才对拳，他清楚感受到对方力量只比自己稍弱，若不用武技，就算赢了也难看，必须用武技速战速决，干净利落。沈墨神色不变，他刚才故意留了3分力，这一切都是演给众人看的，只有这样，后续全力击败雷俊才显得合情合理。雷俊忽然大笑：沈师弟果然深藏不露，好，我便用雷奔拳接招。萧凡眼中金光一闪，雷俊要用压箱底的雷奔拳了，听说他已将此拳修到第4层，威力大增。柳飞点头，没错，雷奔拳第4层是个质变，威力至少提升3成。雷俊就是凭此拳压制了不少内门弟子。面对呼啸而来的雷奔拳，沈墨眼神淡漠。雷奔拳不过是黄阶上品武技，不值一提，他甚至不用动底牌雷影剑法，仅凭虎啸拳便足以轻松应对。毕竟他是宁气大成，雷俊不过宁气小成，这境界差距不是一门雷奔拳能弥补的。沈墨也高声喝道：雷师兄果然厉害，我也不能藏拙了，我的压箱底绝技便是虎啸拳，不过我这虎啸拳威力极大，一旦全力施展，连我自己都怕，若伤了雷师兄，可别怪我。沈墨话音刚落，不光是雷俊，连带着台下看热闹的一群外门弟子都差点笑出声来。好家伙，把一本低阶黄品武技虎啸拳当底牌不说，还一本正经的说全力施展，连自己都怕，谁信啊？雷俊嘴角抽了抽，却强装出一副宽厚仁慈的模样：沈师弟，你放心，不管伤得多重，都跟你没关系，我雷俊可不是小赌鸡肠的人。好，我就佩服雷师兄这份胸襟。沈墨赞道。话音刚落，他突然一拳轰出，看似平平无奇，速度却快得离谱。空气中隐隐传来一声虎啸，雷俊同样一拳迎上，拳风呼啸，隐有雷鸣之声。砰，两拳在半空相撞，拳头相接之处顿时爆出一团细密的尘雾，咔嚓，骨头断裂的脆响骤然炸响。雷俊的右臂寸寸崩裂，血肉飞溅，他还没来得及惨叫，沈墨的左拳已经毒蛇般递出，直奔丹田。咔，一股磅礴巨力轰然爆发，直接将丹田震碎，灵气漩涡瞬间崩解，雷俊的修为瞬间跌落回淬体境。雷俊整个人如断线的风筝，倒飞而出，狠狠砸在演武场边缘的石阶上，口中鲜血狂喷。沈墨哎呀一声，急忙上前扶住雷俊：不好，雷师兄，我下手太重了，你没事吧？他一边说一边满脸愧疚，声音都在颤抖。哎，我早就说了，我的虎啸拳威力太大，你非不信，现在可怎么办啊？雷师兄，我心里真的好愧疚。沈墨声音颤抖，像真要哭了。雷俊睁开眼，正对上沈墨那张夸张到离谱的脸，震惊、痛苦、愤怒、屈辱，各种情绪一股脑涌上来，气得雷俊一口老血喷出，他两眼一翻，当场昏死过去。全场寂静，台下外门弟子呆若木鸡，楼阁里的柳月峰和高鹏也傻了眼。沈墨抬头叹了口气：雷师兄怎么虚成这样？我真没留手啊！他大喊道：快来人啊，把雷师兄送去医务堂！雷师兄对我这么好，送我淬体丹和灵石，我可不能辜负他。几名外门弟子连忙上前，七手八脚的把雷俊抬走，匆匆离开演武场。沈墨还不忘追着喊：等雷师兄醒来，
麻烦告诉他，我一定会亲自去向他赔罪。我心里真的过意不去。说完，他抹了把根本不存在的眼泪，转向呆愣的执事。执事师兄，这场挑战我赢了吧？应该能升内门弟子了吧？执事回过神，深深看了沈墨一眼，重重点头，恭喜沈师弟，你现在是内门弟子了。沈师弟若有空，不妨随我去领内门弟子的赏赐。沈墨连忙道：现在就去吧，我还得赶着给雷师兄赔罪呢。执事嘴角抽了抽，却没说什么，点头道：好。他抬头朝阁楼喊：柳月峰、高鹏，你们2个下来，帮忙监督外门考核，我要带沈师弟去登记。是。柳月峰和高鹏还处在震惊中，茫然点头。沈墨走在前面，执事跟在旁边，两人缓缓离去，身后是弟子们一片敬畏的目光，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弟子们才彻底炸锅。我靠，我是不是在做梦？沈墨这么轻松就把雷俊干翻了？快掐我！哎呦，太励志了！沈墨能做到，我为什么不行？从今天起，我一天练12个时辰。你先说说路上能不能捡到洗髓丹？别提了，再说我揍你！另一边，沈墨和执事正走向一座阁楼，他脸上的焦急早就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云淡风轻。执事偷瞄了沈墨几眼，见他神色淡定如常，心中不由生出一丝敬佩。一个外门弟子晋升内门，本是天大的跃升，可沈墨却像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波澜不惊。沈墨这会儿其实在盘算更重要的是怎么弄死雷俊。正如他所料，雷俊昏迷后，命盘再次发生了变化。姓名雷俊，境界最体境巅峰，命格世家子弟，雷灵体，运道惊人，命数丹田被毁，无法继续修炼，在家族沦为边缘人物。3年后郁郁而终。近期变数1已发生，被沈墨挑战惨败，丹田被毁，剥夺内门弟子身份，贬为外门弟子。近期变数2，苏醒后意识到自己远非沈墨对手，当晚匆忙离开清玄宗，欲返回青山城雷家禀报家族，却在途中遭遇一头异阶妖兽伏击，虽击杀妖兽，却身受重伤。雷俊倒是不傻，沈墨暗道知道自己废了，立马想跑回家族搬救兵。这种人跟那些一根筋的反派不一样，所以今晚必须让他永远闭嘴，以绝后患。雷俊连夜逃走，反而给了沈墨一个绝佳的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他。两人继续前行，沈墨随口问道：师兄，内门弟子都有什么奖励？执事连忙答道：奖励不少。首先是内门弟子袍服，不同于外门袍子，它冬暖夏凉，还能抵御普通兵器，属于顶尖黄阶法器。另外，宗门直接奖励100枚下品灵石。最后是内门弟子令牌，持令牌可在宝器阁免费挑选1件兵器和2瓶凝气丹，还能去药池泡1次，有机会觉醒强大体质。沈墨微微点头，果然奖励颇为丰厚。很快，他们来到一座高阁前，执事压低声音道：这里住的是吴怀仁长老，他负责内门弟子的各项后勤事务。执事眼中带着一丝警告，不管吴长老说什么做什么，沈师弟都千万别惹他。吴长老管后勤的，手里捏着资源大权，随便动动手指就能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沈墨眉头微皱，还是点了点头。两人快入门内，很快看见一个瘦削的中年男子躺在竹椅上，他身旁站着2个年轻貌美的女弟子，每人手里一把大蒲扇，正卖力地给他扇风。2个女弟子额头已布满汗珠，而吴怀仁的手正肆无忌惮地搭在其中一个女弟子大腿上。那女弟子强忍着不适，一动不敢动，只能咬牙忍着，任由他上下其手。执事轻咳一声：吴长老，我带了一位新进内门弟子来登记。哼！吴怀仁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显然对被人打断好事极为不满。他从竹椅上起身，瞥了2人一眼，目光落在了沈墨身上。沈墨随意瞥了一眼自己的命盘，姓名吴怀仁，境界筑基境巅峰，命格富商之子，土灵体，经商头脑，气运平平，命数3年后在野外厮杀中力竭而死。近期机缘10日后采摘壮阳草时，误入山中妖兽坟场，获得21枚2阶妖精，3枚3阶妖精。你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吴怀仁微微皱眉问道。执事连忙答道：这是外门沈墨，曾经的外门第1人，之前中了血毒散，根基被毁，但最近又重新开始修炼。就在刚才，他击败了内门弟子雷俊，因此晋升为内门弟子。吴怀仁眼中闪过一丝异色，血毒散毁了根基，还能恢复？小子，你是怎么做到的？沈墨直接了当地回答：长老，弟子侥幸得到1枚洗髓丹，才得以重塑根基。吴怀仁惊讶道：洗髓丹？你居然能找到这种玄阶丹药，从哪里得来的？沈墨随口编了个故事。吴怀仁冷笑一声：你小子运气倒是不错，不过即便重塑根基，你日后成就也有限，等着我去给你拿内门弟子的奖励。他转身走向后院的库房，片刻后他抱着几样东西回来。吴怀仁递出1件墨绿色弟子袍，这是内门弟子袍，用天蚕丝织成，冬暖夏凉，还能驱虫，第1套免费，若是损坏了再找我买要35枚下品灵石。接着他递上1枚崭新的令牌，这是内门弟子令牌，象征你的身份。最后他扔出一个布袋给沈墨，里面是80枚下品灵石。说完，吴怀仁不耐烦地挥挥手：行了，东西都给你了，赶紧走吧，我很忙。沈墨皱眉：80枚下品灵石，不是应该有100枚吗？吴怀仁淡然道：灵石数量因人而异，天资绝顶的最多可得150枚，平庸的只给50枚，毕竟宗门资源有限，
与其浪费在庸才身上，不如集中给天才。沈墨，你身为清玄宗弟子，总该以宗门利益为重吧？沈墨眉头皱得更深，胡说八道，说的冠冕堂皇，分明就是他自己私吞了20枚。只是连忙扯沈墨的袖子，急忙打圆场，多谢吴长老，我这就带沈墨去选住所。快走！吴怀仁重新躺回主椅，继续对2名女弟子上下其手，只是急忙拉着沈墨离开。吴怀仁看着2人背影，冷哼一声，他自认看透了沈墨的未来，根基被毁过，即便修复也改不了曾经受损的事实，日后就算榨干潜力，最多也只到您气境巅峰，给这种人灵石纯属浪费。那20枚灵石留在自己手里，才算物尽其用。离开高阁后，执事压低声音道：“沈师弟，别生气，咱们惹不起吴怀仁。”沈墨吐出一口浊气，我只是没想到，他竟敢克扣内门弟子的奖励，这么做肯定会让许多刚晋升的弟子心寒。执事无奈叹息，他精明得很，如果来的是萧凡师兄那样的天才，他没准还会额外送些宝贝。他待人看身份，咱们这些小人物管不了这些。走吧，我带你去挑住所。不少内门弟子潜力耗尽后，选择了去做执事，去青山城、西山城、古风城驻守，他们的住所现在都空着。沈墨点头，那3座城池都在清玄宗掌控之下，许多弟子去那里做执事，也是帮宗门拓展势力。不久，沈墨挑了一处住所，院内有个小池塘，还有一棵香樟树，就这里吧。沈墨满意道。执事补充，你在外门的住处有贵重物品吗？我可以让人帮你搬过来。现在你是内门弟子，随便一招手，就有许多外门弟子抢着帮你。沈墨摇头，不用，那里没什么重要的东西，多谢师兄好意。只是摆手，客气什么？以后你发达了，记得照拂我这个师兄。沈墨拱手道谢，2人就此告别。迄今为止，沈墨在清玄宗没遇到几个正经人，这位执事师兄勉强算一个。执事走后，沈墨关上门，露出一丝笑意。晋升内门弟子，果然好处多多。明天就去阴坟山，把那妖兽坟场里的妖精全收了。敢薅我的羊毛，我就全给你薅回来。沈墨冷冷想着吴怀仁克扣内门弟子奖励的手段。不过今晚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沈墨开始准备。夜色渐深，雷峻、柳岳峰和高鹏3人悄悄离开清玄宗，借着夜色走了一条小路，急行了10多里，远离宗门后，雷峻才终于松了口气。柳岳峰见他这副模样，笑道：“小峻，别这么紧张，有我们2个护着你，绝对安全。”高鹏也连连点头。沈墨不可能知道你今晚出宗，放心吧。雷峻看看2个朋友，苦涩的点点头，希望如此。可我总觉得心慌，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对了，小峻，你答应我们的东西什么时候给？柳岳峰忍不住低声问道。雷峻深深看了他们一眼，沉默片刻，才道：“我说话算话，只要你们护送我到青山城，我一定把雷灵丹和土灵丹给你们。雷灵丹、土灵丹乃是顶尖黄阶丹药，能略微提升雷、土灵根，这能加快雷、土属性功法和武技的修炼速度。提升一丝灵根，就相当于节省数日苦修。每个修士都想方设法提升灵根，因此雷灵丹、土灵丹价格极高，一枚至少500枚下品灵石。柳岳峰和高鹏虽是世家子弟，但家族资源并非只给他们2人，许多都要自己争取。雷峻许诺的雷灵丹和土灵丹，才是他们愿意护送他去青山城的原因，否则顶多送他出清玄宗，已是仁至义尽。毕竟雷峻丹田被毁，若无神丹庙要修复，几乎不可能重回您气境。这样的朋友，价值已所剩无几。柳岳峰干笑2声：“小峻，你放心，我们还是朋友。不过你也知道，亲兄弟还得明算账。”高鹏连忙附和：“就是。”雷峻的表情越来越苦涩。我明白了。就在1天前，他还是备受尊崇的内门弟子，雷家最杰出的年轻一代，前途一片光明。柳岳峰和高鹏这样潜力有限的人，一直都是他的跟班。然而短短1天，形势就彻底逆转。实力和地位，只要我还有这些，他们怎么敢这样对我？怎么敢向我索要报酬？雷峻心中仿佛有一头猛兽在咆哮。我必须尽快回家，把一切告诉父亲。不管怎样，一定要活捉沈墨。我要让他跪在地上求饶。我一定要从沈九鼎那里得到那枚神秘丹药。雷峻深吸几口气，渐渐平复下来。3人继续前行，又走了几里，柳岳峰忽然道：“你们听到声音了吗？好像有妖兽在跟踪我们。”高鹏脸色一沉：“我也听到了。”身法轻盈，可能是狼群。一声狼嚎骤然响起，黑暗的林子里，几双忧虑的眼睛亮起，一群饥饿的野狼正朝3人逼近。柳岳峰冷笑一声：“如果是狼群，我还会小心几分，可就6头1级妖兽，也敢袭击您气境修士？”2人立刻摆开架势，手持铁剑和长刀，迎向狼群。雷峻稍稍安心，只是些饿疯了的1级妖兽，他还以为是有人埋伏。这个念头刚起，雷峻忽然感到身后一阵劲风，他本能地转过身，只见一道雷霆般的黑影扑面来，唰，剑光迅疾而决绝，直接刺穿雷峻的心脏。玄阶武技的强大威力瞬间摧毁了他的生机。黑影一把抓住雷峻的尸体，几个起落便消失在幽暗的林中。柳岳峰和高鹏听到剑锋破空声才察觉不对，转头看向雷峻，却只见地上留下一滩尚温的鲜血，人已不见。2人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惊恐。高鹏颤声道：“人呢？谁干的？”柳月风道：“雷俊丹田虽毁，但您气劲的反应还在，却连一声都没出就没了。”高鹏脸色铁青，这说明出手的人比我们强。你不会觉得是他吧？他想到了沈墨。柳月风迅速捂住高鹏的嘴，给了他一个眼神。雷俊是被路过的强盗带走了。高鹏立刻会意，对，是被强盗带走了，我们追不上，只能回宗门。两人不敢多留，匆忙离开。阴影中，一道身影看着他们离去，冷笑一声：“这两个家伙倒是机灵，懂得趋利避害。我没留下任何证据，就算他们回宗门，也无法指证我杀了雷俊。”他脚下正是雷俊冰冷的尸体，那身影自然是沈墨。他一路尾随三人，等到野狼出现才出手。雷少爷，我怎么可能让你活着回家搬救兵？沈墨看着尸体，神色平静。雷家日后肯定会有反应，但以沈墨的成长速度，等雷家发现雷俊失踪并怀疑到他头上时，他早已强大到足以对抗雷家。沈墨搜了搜雷俊的尸体，收获颇丰。首先是一个精致的丝绸小囊，里面装着3枚晶莹剔透的中品灵石，还有几十枚品质稍逊的中品灵石。沈墨微微一笑，雷俊这些年果然攒了不少家底，逃离宗门时肯定把下品灵石换成了中品，便于携带。如今全便宜了沈墨，一枚中品灵石相当于100枚下品灵石，这些加起来足有330枚下品灵石，足够换一门玄阶武技了。兑换价格根据灵石品质不同，大约在100-120枚下品灵石兑1枚中品。沈墨微微点头，当然他已有雷影剑法，无需把所有灵石都用来换另一门玄阶武技。除了灵石，沈墨还在雷俊身上搜到4瓶丹药，1瓶雷灵丹，1瓶土灵丹，另外2瓶都是凝气丹。沈墨全部收起。离开前，他照例在雷俊尸体上画出无数伤口，鲜血的腥气迅速在林中弥漫，随山风飘散。很快会有许多妖兽蜂拥而至，他们会替沈墨清理尸体。沈墨远远看着妖兽们将残骸啃食干净，才满意离去。就算有人想查，也查不出雷俊的死因。即便柳月风和高鹏去告状，没有证据，宗门也不会仅凭他们一面之词就定沈墨的罪。雷勇和雷俊都死了，我肩上的重担终于卸下了。走在幽暗的林间小道上，沈墨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次日，沈墨难得睡了个好觉，起床洗漱后径直前往善堂。一路上遇到的外门弟子纷纷恭敬行礼，他们的眼神满是敬畏。沈墨只是微微颔首。他走过之后，这些外门弟子聚成一群，热烈讨论着昨日这位新晋内门师兄的惊人战绩。在善堂用早膳时，投向沈墨的目光同样充满了崇敬与仰慕。他心中暗叹，地位与实力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昨日之前，他还是个任人欺凌、无人问津的外门弟子，短短1天，他已跃升为新晋内门弟子。如今，外门弟子对他恭恭敬敬行礼，就连一些内门弟子见到他也会主动拱手致敬，因为那些内门弟子都比昔日的雷俊弱。既然能击败雷俊，沈墨自然也能击败他们。吃完早饭，沈墨直奔宝器阁。昨日那位执事曾说过，成为内门弟子后有诸多好处，其中之一便是持内门弟子令牌，可在宝器阁免费领取1件兵器和2瓶凝气丹。沈墨手中的铁剑不过是1枚下品灵石买来的粗陋货色，不值一提。施展几次雷影剑法后，剑身已出现裂纹，他必须换一把好剑。宝器阁1楼有执事值守，见到沈墨的内门弟子令牌，那执事立刻热情恭敬地迎上前，将他请入内。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道好奇的女声：“萧凡哥哥，要好兵器直接跟我说嘛，何必亲自来宝器阁？我让我爹给你挑一把最好的就行了。”紧接着是萧凡的声音：“不行，我若什么都靠你，岂不成了吃软饭的？我萧凡的一切都要靠自己挣来。再说，我刚晋升内门，有机会免费领兵器，说不定能在宝器阁淘到一把灵剑呢。”柳飞一脸仰慕地看着他：“萧凡哥哥，我就喜欢你这自立自强的性格，太吸引人了。”两人形影不离，也跟着走进了宝器阁。沈墨眼中闪过一丝异色，他也来了。萧凡可是公认的天命之子命格，他来宝器阁必定有大机缘等着他。沈墨瞥了萧凡一眼，命盘立刻浮现在眼前。命运没变，看来自己截胡的那些机缘对萧凡还没造成什么持久的影响，毕竟是主角命，机缘多得像不要钱似的。沈墨继续往下看，目光落在了萧凡的近期机缘上。近期机缘1，今日在宝器阁共鸣玄阶兵器，获得黄阶极品兵器雷赤剑，此剑蕴含微弱灵力，精血继后将晋升为玄阶极品兵器。近期机缘2冒号3日后，浸泡清玄宗3号药池，池底藏有长久封存的烈阳岩髓，吸收后觉醒天阶体质烈阳粉体。近期机缘3、10日后，在清玄宗深潭中发现洞府，获得烈焰真仙留下的天阶功法地狱焚灭点。近期机缘4，沈墨眼睛一亮，差点笑出声，果然没猜错，萧凡又给他送来了新机缘。他忍不住在心里给萧凡比了个大拇指：“好兄弟，辛苦了，沈师兄。”就在这时，萧凡和柳飞显然也注意到了他。萧凡脑海里闪过昨日演舞台上那惊人一幕，语气多少有些不自然，却还是勉强挤出笑脸：“师兄好。”沈墨淡淡了一声，径直走向2楼。宝器阁和藏经阁差不多，1楼是黄阶兵器，2楼才是玄阶兵器。沈墨上了2楼，
只见架子上那些玄阶兵器大多裹着一层光球，只有黄阶兵器裸露在外。那些光球是宗门长老设下的禁制，弟子若能与光球里的兵器产生共鸣，就能拿走。这么做也是没办法，玄阶兵器和玄阶功法一样，稀罕得很。更何况兵器不像功法还能抄录拓印，拿一把少一把，所以才得设这层门槛，免得被随意拿走。沈墨没理会那些光球里的玄阶兵器，转而在黄阶兵器堆里翻找。没多久，他就找到了那把雷翅剑。乍一看，普普通通，没什么光泽，甚至上面还有些灰尘和锈斑。要说神兵利器，倒更像从废铁堆里随便捡来的破烂。萧凡这时也上了2楼，10名外门弟子分成5组，在张威虎的指挥下，正往池子里添药液。张威虎远远看见沈墨，笑着招手。沈墨点头回应，环顾四周，他看到4名身穿墨绿弟子袍的年轻人，其中一个正是萧凡，其余3人想必也是来浸泡药池的新内门弟子。他们正聊得热火朝天，见沈墨出现，立刻停下，目光齐刷刷投过来。除了萧凡，另外3人纷纷拱手，笑容温和，眼神里带着几分敬意。萧凡见状也不好太鹤立鸡群，只得敷衍地拱了拱手，应付过去。沈墨微微一笑，回了个礼。这3人眼里的敬畏，自然是因为他当众击败了雷俊，他们仨的实力还没到雷俊那步，自然对能轻松碾压雷俊的沈墨心生佩服。没一会，其中一位女弟子很快就凑了过来，她长得谈不上惊艳，但五官精致，肤色白皙，看上去挺舒服。尤其是那腰肢细得惊人，却又透着股矫健的劲儿，像头小母豹，一看就让人移不开眼。女弟子走到沈墨跟前，热情满满：“沈师兄，你好呀，我叫赵柔，有空的话，咱们一起接任务呗。”他笑着点点头：“行，有空再说。”得了肯定答复，赵柔高兴坏了，叽叽喳喳的又聊了好一会儿。萧凡忍不住多瞄了赵柔的腰几眼，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心想：我长得帅，实力强，前途无量，怎么就没人家那么受欢迎呢？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沈墨回头一看，3位中年男子大步流星的走来，为首那位两鬓微霜，身披紫锦袍，走路龙行虎步，一看就是位高权重。旁边跟着个年轻姑娘，模样俏丽，身后2人40、50岁模样，月白长袍，气势沉稳，胸口都绣着青色山纹。月白袍配青衫，那可是清玄宗内门长老的标配。一见到那姑娘，萧凡眼睛顿时亮了。沈墨微微皱眉，这不是柳妃吗？这么说，旁边这位就是清玄宗副宗主柳元丰，他们跑这儿来干嘛？柳副宗主，别卖关子了，带我们来到底所为何事？这不就是几个新内门弟子泡药池吗？那位高个长老皱眉道：“可不是，我正闭关呢，你这不是耽误功夫吗？”寿长老也忍不住抱怨。柳元丰哈哈大笑：“二位别急，我带你们来是想让你们见见我未来的徒弟。”高个长老一愣：“你不是说再不收徒了？怎么今天改主意了？”寿长老点头附和：“对啊，我记得10年前宗主和你都放话了，说不收徒，免得耽误自家修行。”柳元丰又是一阵大笑，很快就知道了。现在说了，可就没意思了。2位长老无奈的笑笑：“行行行，看看是什么样的天才，能让你破例收徒。”他们这一来，在场的弟子们顿时都紧张起来，包括沈墨在内，所有人赶紧行礼。柳元丰大手一挥：“你们继续泡药池，我们就看看，不打扰。”柳飞远远的朝萧凡眨了眨眼，萧凡心里一热，顿时明白柳元丰是冲着他来的。今天他萧凡要在清玄宗彻底出名了。沈墨很快也反应过来，柳元丰这是想在2位长老面前显摆一把。瞧，我未来的徒弟觉醒了强大体质，不过结局恐怕要让他们失望了。沈墨嘴角微微一翘。这时候5座池子的药液已经全部倒好，张威虎微微点头：“5位师弟，药液备好了，可以开始了。”赵柔扫了一眼池子，看起来都没差别，便走向2号池。沈墨大步流星直奔3号池：“我选3号。”萧凡本来也对3号池有种莫名的亲近感，想选这个，可沈墨已经开口，他又不好在柳元丰和2位长老面前发脾气，只得悻悻选了5号池。很快5位新内门弟子各自选好池子，赵柔动作麻利，脱了外袍，里面早备了贴身的白色内衣，要是只穿小衣，那可就尴尬了。其余4个都是男弟子，光着膀子跳进去，倒也没什么顾忌。沈墨一个纵身直前池底，他眼睛在池底一扫，果然在一个不起眼的缝隙里看到一颗拳头大的火红晶体，表面被多年药液沉淀裹着，才一直没被人察觉。沈墨伸手一把抓住，握在掌心，烈阳盐水摸上去并不烫手，反而温润舒适，像块暖玉。他浮回水面，和萧凡、赵柔他们一样闭目养神，专心吸收药液。不过别人只吸药液，他却在同时悄无声息地炼化烈阳盐水的力量。嗡嗡嗡，一股暖流如火红小蛇般在他体内游走，滋养着每一寸皮肉筋骨。与此同时，5号池那边起了变化，药液开始沸腾，萧凡皮肤泛红，仿佛随时要燃起来，周围空气温度骤升。张威虎和柳飞先感觉到一股热浪，2位长老唰地站起，满脸震惊，这弟子要觉醒体质了，体质还没完全觉醒，就影响了数10丈内的温度，这一项至少是地阶中品。他们转头看向柳元丰，眼睛发亮：“柳副宗主，怪不得把我们拉来，
原来是想显摆啊！柳元风笑得合不拢嘴。他原本只指望萧凡觉醒一门玄阶极品体质，已是天大的运气，没想到竟是地阶。有了这体质，萧凡将来冲击筑基巅峰都大有希望。清玄宗后继有人了！刷刷刷，几道身影从宗门各处御风而来，落在谷中，几乎清一色月白袍青衫纹，全都是内门长老。平日里高高在上，普通弟子难见一面，如今竟齐聚于此。他们的实力与柳元风相当，都是宗主之下的顶尖存在。怎么回事？我远远感觉到温度暴涨，过来看看。有弟子觉醒体质，好像还是地阶，新晋内门弟子，这得收我门下。长老们震惊地看着5号池的萧凡。柳元风轻咳一声，淡定道：“他已是我徒，你们就别费口舌了啊！”长老们顿时一脸遗憾，这家伙下手也太快了。咕嘟咕嘟咕嘟，药液沸腾得更厉害，浓绿蒸汽彻底笼罩5号池，药液化作气体，以更快速度涌入萧凡体内。片刻后，萧凡猛地睁眼，仰天长吼：“轰！”一股狂风炸开，吹散蒸汽，一个健硕身影显露出来。萧凡全身皮肤鲜红，仿佛烈焰附体，心口处更像藏着一团跳动的火球，几道赤红纹路从心脏辐射而出，蔓延至肩臂腿部。这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牢牢锁在了萧凡身上。柳元风、2位长老、张威虎还有柳飞，全都死死盯着那边，仿佛在看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尤其是柳飞，此刻心里甜得像灌了蜜。聚光灯下的那个人，可是他的男人。早在萧凡刚进宗门，还是个青涩的外门新弟子时，柳飞就在山门那儿对他一见钟情。他当时就觉得这少年前途无量。如今一切努力总算有了回报，萧凡开始展露他那惊人的潜力了。这到底是什么体质？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一位长老惊讶地叫出声。我也没印象，或许是我孤陋寡闻了。旁边的长老挠挠头，我好像见过那些纹路。我想起来了。高个长老盯着那些赤红纹路看了半天，忽然大喊一声。柳元风激动得不行，忙问是什么？快说！高个长老深吸几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终于想起当年翻过的古籍，是地阶中品体质的焰玄体，修炼火属性功法武技，进度比别人快得多。平时吸纳天地灵气转化成自身灵力的速度，更是普通修士的2倍有余。柳元风激动得手都在抖。飞儿，太好了，简直太好了！柳飞那张俏脸满是骄傲和喜悦，觉醒的阶体质的年轻人是他的男人。萧凡缓缓睁眼，轻身落地，柳飞赶紧迎上去，给他披上袍子，遮住赤裸的上身。什么体质？萧凡低声问。地阶中品，地焰玄体。我爹他们高兴坏了。柳飞压不住兴奋。柳元风快步走来，看着萧凡的眼神满是赞赏。好小子，愿不愿意拜我为师？萧凡多机灵啊，当即半跪下去，恭恭敬敬，弟子萧凡拜见师傅。哈哈哈，好，跟我走，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亲传弟子。今天我就传你赤焰玄诀，你的地焰玄体，修炼这个再合适不过。柳元风拉着萧凡的手，心里那叫一个满足。清玄宗历史上地阶体质凤毛麟角，今天他柳元风有幸调教一个地阶体质。他带着萧凡就要走，其他长老也纷纷跟上。内门弟子觉醒体质不算稀奇，可地阶体质那可不得了。赤焰玄诀是清玄宗3大玄阶功法之一，已到中品。柳元风自己就修的这门，长老们都想看看地焰玄体配上赤焰玄诀会擦出什么火花。就在这时，药池又是一阵颤动，这次是沈墨所在的3号池。柳元风脚步一顿，转过头去，长老们也齐刷刷回头，他们何等敏锐，立马察觉不对劲。3号池也沸腾了，那弟子也要觉醒体质，不知道会是什么品级。看这架势，似乎只是玄阶，玄阶也不错了，至少能冲到筑基巅峰。那弟子叫什么名字？有人认识吗？长老们又兴奋起来。平时2、3年都难出一个觉醒体质的，今天一下来了俩。我好像见过他，曾经的外门第一人，后来莫名中毒，根基被毁，修为尽废，没想到又重修回来了。一位长老惊讶道：“我想起来了，他叫沈墨。”一位年长女长老顿了顿，才记起来，1年多前，这是他还经手过，当时闹得挺大，可惜凶手没抓到。他一直觉得遗憾，没想到1年多后，这年轻人居然修好了根基，又开始修炼。萧凡眼里闪过一丝意外，心想沈墨也要觉醒体质，潜力倒是不错，可肯定比不上我这地阶中品的地焰玄体。嗡嗡嗡！忽然一道火柱冲天而起，将3号药池彻底笼罩。轰！火柱直冲云霄，撕裂云层。这异象，方圆10里都看得清清楚楚。清玄宗外门内门弟子，不管在干什么，全都停下来，朝火柱方向望去。炙热的气浪逼得旁边几池的弟子赶紧后退，他们的药池水面药液蒸发得飞快。萧凡嘴巴张得老大，居然出现真火了！柳元风和其他长老全都看傻了。高个长老失声惊呼：这种异象，只有天阶体质才有可能。唰！一道光芒从青苍山深处掠来，转眼落到谷中，一股香风拂过，长老们下意识让开道路。一位海蓝宫装的美妇人翩然落地，紧身衣裙将她那丰腴曼妙的身段勾勒得淋漓尽致，像一颗熟透的水蜜桃。她神情冷傲，仿佛万年不化的冰山。美妇人一现身，长老们齐齐行礼，见过慕容宗主。柳元风眼神微动，
扫过那曼妙身姿，眼底掠过一丝热意。宗主，您闭关10多年，怎么今天出关了？他忽然问。女子望着火柱，精致的脸上难得露出喜色。天阶体质出世，我岂能不来？真是天阶体质？长老们又惊又喜。这时，火柱渐渐淡去，一个健硕完美的身影缓缓浮现。沈墨的衣服早已被烈焰烧得干干净净，整个人一丝不挂，火红纹路如龙般在他体表游走，片刻后才隐退消失。远处，赵柔瞪大眼睛看着，不自觉舔了舔嘴唇。这肌肉！美妇人激动万分，朗声道：“天阶极品体质，烈阳粉体。”长老们既震撼又狂喜。女子满面喜色，问他叫什么名字。张威虎赶紧答回宗主，他叫沈墨。好。女子语气陡然转冷，在场所有人，此事必须严守秘密，谁敢泄露沈墨觉醒天阶体质半点消息，便以判宗论处，杀无赦。是。长老和弟子们心里一凛，赶紧低头应声。天阶体质异象太大，青苍山方圆内瞒不住，但只要沈墨身份能多瞒一阵子，就有益无害。清玄宗上一次天阶体质早夭的悲剧，绝不能重演。女子环顾一周，微微颔首。另外，自今日起，沈墨为我做下弟子，诸位长老随我去宗义大殿，我要立他为清玄宗第5位真传弟子。长老们面面相觑，有的立刻跟上女子，有的看了眼愣在原地的柳元峰。柳元峰深深看了渐渐苏醒的沈墨一眼，快步离开。其余长老这才匆匆跟上。这时，萧凡咬牙切齿，满心嫉妒。今天本该是他大放光彩的日子，谁知全被沈墨抢了风头。柳飞见他脸色难看，赶紧安慰萧凡哥哥，别在意，在我心里，你才是最有天赋的。再说，沈墨之前根基被毁，就算勉强补上，也藏不住受损的事实。有天阶体质加持，修炼速度也未必赶得上你。萧凡心情这才慢慢好转。菲儿，你说的对，我没必要嫉妒他，我才是真正的天才。两人也快步离开。没过多久，现场就只剩寥寥几人，张伟虎、赵柔，还有几个贴身伺候的弟子。赵柔和其他几个新晋内门弟子眼巴巴地看着张伟虎，只是师兄，我们的份儿呢？张伟虎苦笑一声，摊摊手，下次吧，这东西可不是我能控制的，我回头跟长老说说，多练几分给你们补上。这时，沈墨的意识渐渐清醒，他缓缓从池中落地。赵柔脸颊微红，赶紧捧着弟子袍冲过来，帮他遮住身子。沈墨挠挠头，有点尴尬，谢了。刚才到底怎么回事？赵柔飞快地把事情前后说了一遍，就算只是复述，他自己心跳都还加快。连闭关多年的宗主都被沈墨惊动了，这家伙前途简直亮得晃眼，可得紧紧抱住这根粗大腿。沈墨也没料到觉醒体质会闹出这么大阵仗，烈阳粉体果然是天平体质，而且还是顶尖的那种。他心里暗叹，有了这层身份，他直接成了宗主亲传弟子，雷家再有什么打算也得掂量掂量，得罪他就等于得罪清玄宗宗主。一个小小雷家哪来的底气去捅这么大马蜂窝？分分钟被灭门都不带眨眼的。张威虎热情地凑上来，沈师弟，走走走，去善堂大吃一顿，我请客。沈墨笑了笑，那我就不客气了。那天，一条惊人消息像飓风一样席卷整个清玄宗，有人觉醒了天阶体质，可谁也不知道那人到底是谁。对张威虎、赵柔他们几个憋得最难受，明明知道答案，却一个字都不敢往外露，那感觉简直要命。夜幕降临，沈墨盘腿坐在床上，静静感受着新觉醒的体质。命盘变了，他凝视命盘，若有所思。姓名沈墨，境界灵气境大成，命格药师之后，天生慧根，剑道痴迷，运道尚可，命数最终修至筑基境巅峰。5年后，神剑宗公打清玄宗时战死，近期机缘，今日正式成为清玄宗宗主弟子。神剑宗完全没听说过，看来的补课，了解一下周边的势力了。以前是安安稳稳寿元耗尽，现在却要死在宗门大战里。明白了，跟身份有关。以前我只是清玄宗普通弟子，就算神剑宗打赢了，大家顶多换个门牌，继续当弟子。可现在不一样，天阶体质又成了宗主亲传，宗主跟神剑宗死磕到底，我这颗宗主嫡系的钉子，他们铁定拔不掉。神剑宗要是赢了，肯定不会放过我。就算我想投降，他们的弟子也不乐意看到我去分资源，战场上随便找个机会就能把我做了。沈墨略一琢磨，就把前因后果理得清清楚楚。没想到实力上来了，反而卷进更大的漩涡。他自嘲地笑了笑，随即眼神一凛。不过我能截胡机缘，这就是最大的变数。这注定的命，我偏要打破。嘟嘟嘟，敲门声响起，开门一看，是白天见过的赵柔。赵柔笑得甜甜的，沈师兄，宗主找你。去哪儿？山顶。哦，对了，赵柔又从储物袋里掏出一件崭新的内门弟子袍，吴长老那儿新领的，给你备好了。沈墨一愣，他觉醒烈阳粉体时，衣服全烧了，本打算明天再去领，没想到赵柔先给他办好了。沈墨有点纳闷，你怎么知道我尺码？赵柔脸刷得红透，小声嘀咕，一眼就看出来了吗？沈墨点点头，多少零食？我还你。赵柔眨眨眼，就当师妹送师兄的小礼物了。你要觉得过意不去，随手回个小礼就行。沈墨想了想，行，我厨艺还凑合，改天给你煮碗面。跟赵柔分开后，他径直往山顶去。
山顶只有一处朴素的小院，跟半山腰那些雕梁画栋的洞府完全不一样。沈墨轻轻叩门：“宗主，弟子沈墨求见。”里面传来一道清亮如溪流壮石的女声：“进来吧。”沈墨推门进去，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小院，两边各一棵枣树，树下各有一个小池塘，里面金鱼悠悠游着。一位海蓝宫装的美妇人背对他，正捡着枣树上的枯枝。白天觉醒体质时，沈墨神识内敛，根本没注意外面发生了什么，所以这还是他第一次真正见到这位清玄宗宗主。沈墨望着那曼妙的背影，心里生出几分敬畏。身段勾人，风情万种，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像在撩拨人的神经。可当他转过身，那张冷若冰霜的绝艳容颜却让沈墨心跳猛地漏了一拍。热情似火，冷若冰霜，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偏偏在他身上融得毫无违和，说不清的奇妙。沈墨下意识瞥了眼他的命盘，姓名慕容月，境界结丹境巅峰，命格福星，绝世美人，幸运光环，早夭，赤火冰破体，命数止步结丹境巅峰。5年后，神剑宗统一玄江府诸宗，战至力竭，与清玄宗共存亡，死于清苍山最高峰。沈墨眉梢一挑，又细看了气运详情。福星成懂能遇到贵人相助，比如拜的强力师尊，收的天资绝顶的徒弟。绝世美人成容貌倾城，常惹异性注目。幸运光环成福泽深厚，亲近之人一沾福运。早夭白因身边背叛，英年早逝。赤火冰破体子火冰灵根极佳，双属性修炼事半功倍，机缘需要结丹实力才能拿。沈墨便没细看。慕容月跟清玄宗一起陨落，我也是死在这场大战里。看来清玄宗的命数比想象中还要凶险。沈墨暗想，他心头沉了沉，通过命盘已经摸到不少有价值的信息。沈墨，从今往后，你便是我亲传弟子，我从不收徒，你是第一个，也会是最后一个。美妇人淡淡道。沈墨一怔，连忙点头，谢宗主。你大概不知我名讳，我叫慕容月，以后唤我师尊便是。美妇人摆摆手，是，多谢师尊。慕容月看着他，天阶体质，是福也是祸，你可明白？沈墨点头，弟子明白。天阶体质，修炼如吃饭喝水般简单，只要不出大岔子，将来冲元婴都大有希望。这种逆天妖孽，周边宗门哪能不眼红？尤其跟清玄宗有仇的，更不会放过。我已下令封口，可纸包不住火，或长或短，总有露出去的一天，短则数月，最多3-5年。你天阶体质的事就会传遍玄江府。我希望你在这3-5年里尽快成长起来。我不指望你3年结丹，但至少要到筑基巅峰。当年那位天阶天才的悲剧，我绝不会让他重演。慕容月说完，递过来一枚古朴戒指和一块玉佩。这枚下品储物戒里面有300枚中品灵石，30瓶凝气丹，50瓶疗伤丹，50瓶回气丹，50瓶解毒丹，还有一本试验玄诀，附了我修炼时的心得，都给你。另外里面有一册记了清玄宗的有敌势力，你仔细研读。这玉佩里有我3道全力一击，可保命。多谢师尊。沈墨接过玉佩和储物戒，心里挺美，有靠山就是爽。灵石丹要直接砸过来，眼都不眨。储物戒这种硬通货，直接白送。里面自成小空间，只要不是活物，什么都能装。下品储物戒市价1000下品灵石，相当于10枚中品，普通人根本买不起。慕容月却直接给了他1枚。至于玉佩，价值更没法算，外门内门长老怕是抢破头都要买。毕竟里面装着慕容月这位结丹强者的全力3击。玄江府的情势也记在那册子里，回去细看记牢。慕容月随口道：“是。”沈墨点头。他所在的国家叫大晋，大晋分9州，这里是豫州玄江府，因境内有玄江而得名。玄江府到底多大，有多少城池，多少宗门，清玄宗排第几，神剑宗又有多强，他一概不知。毕竟前身就在青山城长大，稍大些来了清玄宗，没去过别处。行了，继续去修炼吧，我不爱叫弟子，也不会管你太多。慕容月挥挥手。沈墨心里更乐，没人盯着，反倒自在。是，弟子告退。沈墨行礼离开。转身离开时，他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极轻的叹息。闭关太久，宗门竟腐朽成这样，连立第5位真传弟子都被长老们联名驳回。宗内派系林立，利益纠缠，稍有大动作就可能招来强烈反弹。若我一意孤行，反倒把自己逼到对立面。可若什么都不做，宗门只会继续烂下去。我到底该怎么办？师傅说的对，我这优柔寡断的性子确实不适合当宗主。第2天清晨，天色刚泛起鱼肚白，沈墨便从床上翻身坐起，脑子里还满是昨晚熬到眼发酸才勉强合上的那本册子，字迹遒劲又飘逸，一看就不是寻常抄录，10有8九是慕容月亲手写的。玄江府的水还真够深的，方圆千里，86座城池，规模跟清玄宗差不多的宗门就有10来个，每家手里差不多都攥着3-5座城。而真正称霸玄江府的，只有那玄江5宗：神剑宗、旭日宗、雷火宗、青藤宗、天水宗。5宗之间谁高谁低，说白了全看结丹修士的数量，随便拎出一家，明面上的结丹修士都在30位以上。神剑宗更夸张，已经突破了35这个门槛。清玄宗曾经也是5宗之一，可30年前那场惨烈大战，宗主带着12位结丹全军覆没，元气大伤，
排名直接被后来居上的天水宗挤了下去，被迫南退，守着青山城、西山城、古风城这几块老地盘。好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周边小势力暂时没人敢来硬碰。沈墨揉了揉眉心，叹了口气，前身还觉得自己宗门天下第一，哪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武宗才是玄江府真正的天。草草吃过早饭，他没多耽搁，直奔后山深潭而去。慕容月给了他一本玄阶的《赤焰玄诀》，还贴心的附上了自己的心得，细致入微，确实用了心思。可他有更好的选择，天阶功法呀。深潭底下那本《地狱焚灭典》，他惦记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之前没赶来，一来太扎眼，深潭附近常年有人修炼，你一个外门弟子突然猛扎下去，别人肯定起疑。可现在不一样了，天阶体制，宗主亲传，再加上正面碾压雷峻的战绩，他在内门已算顶尖弟子，就算大摇大摆跳进潭里，也没几个人敢多嘴。走着走着，沈墨忽然想起昨晚的事。昨天觉醒体质后，张威虎和赵柔都提过，慕容月曾召集长老们议事，似乎想立他为第5位真传弟子。可昨晚见面，他却只字未提，多半是被那帮老家伙联手否决了。沈墨眼神微微一沉，看来慕容月虽贵为宗主，实则在宗门里的掌控力其实有限，很多时候只能凭一身最高修为勉强压住所有人，包括那位柳元峰。高层不齐心，除了慕容月真心帮我，其余人都得防一手。至于真传弟子这身份，他倒不怎么在意，有当然更好，没有也无所谓。那点资源撑死让他领先别人1、2年，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得靠自己去截胡那些大机缘。想着想着，人已经到了深潭边，瀑布自100丈高处倾泻而下，几名壮硕弟子光着膀子盘坐在水帘下，硬抗水压淬体。用水压淬体这法子常见，很多人都练，可从山顶倾泻而下的水压极大，可真正能撑住的却不多，绝大多数人撑不过半盏茶就灰溜溜爬上来。沈墨一露面，周围目光立刻齐刷刷聚了过来。师兄好。沈师兄，外门内门的弟子全都恭敬行礼。沈师兄也来练体。赵柔也在，眼睛一亮，笑盈盈的迎上来。比起这些懵懂的弟子，他可是知道沈墨真正身份，已经不是简单的内门新秀了。沈墨点点头，试试看。他3两下脱掉外袍，正要随手往地上一扔，赵柔眼疾手快接过去，地上脏，我帮你拿着吧。沈墨笑了笑，行，那就麻烦你了，顺手把袍子递给他。旁边几名弟子看在眼里，心里直冒酸水。平日里多少男弟子追他都爱搭不理，今天倒像变了个人似的。沈墨没多想，纵身一跃，扑通一声扎进深潭，100丈瀑布如败炼般砸下，水压瞬间压得人骨骼作响。他咬紧牙关，强行稳住身形，1吸2吸3吸，直撑到第11吸，这才觉得扛不住了，便不再逞强，缓缓浮出水面。11吸已经超过宁气境里坚持最久的柳云轩了。当年柳云轩宁气巅峰时挑战也才9吸吧，宁气境能撑过5吸的都不多。沈师兄这也太夸张了。议论声四起，甚至有人提起了沈墨曾经根基尽毁，重修的旧事，语气里既有惋惜，也有由衷的佩服。柳云轩是谁？沈墨靠在潭边，随口问。赵柔掩嘴一笑，眼波流转，沈师兄你居然不知道？柳云轩是柳副宗主唯一的儿子，清玄宗4大真传之一，现在已经是筑基了。不少内门长老私下都觉得他是最有希望的下一任宗主。沈墨微微颔首，下一刻身形一沉，再次潜入潭底。没游多远，他从储物界摸出一颗青色丹药，塞进嘴里。辟息丹，黄阶下品，最基础的东西，唯一作用就是能在水下多喘几口气。为了深潭底下的地狱焚灭典，他早做足了准备。视线在幽暗潭水中搜寻，没多久，一股奇异的悸动从心底升起，像有根无形的线在轻轻牵引。目光落在一处不起眼的裂缝上，原来如此，是我的烈阳粉体在和传承之地共鸣。难怪以前没人发现，想来那是研磨真仙故意设下的门槛，只有天品火属性体质才能感应到。沈墨心里一喜，立刻朝裂缝游了过去。裂缝起初窄的只能侧身挤过，再往前10来丈，空间骤然开阔，却仍有一堵石壁挡在面前。沈墨仔细端详，忽然心头一动，掌心贴上石壁，嗡，一股奇异的力量从石壁涌出，顺着手掌瞬间游遍全身，像在扫描他的体质。几息后，石壁如水波般缓缓消散，露出后面幽深的洞府。沈墨穿过那层屏障，水流被无形屏障隔绝在外。他吐掉辟息丹，深深吸了口气。洞府简朴的不像话，完全没有那些传承地惯有的金光璀璨，机关重重，就一张石桌，一把石椅。不过这里的火灵气浓郁的惊人，比地面至少浓郁数倍。桌上一团光球静静悬浮，里面金色符文游走闪烁，像一条条活过来的小金蛇，熠熠生辉，刺得人眼生疼。沈墨盯着那团光，喉结微微滚动。来了，这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沈墨一眼就认出来了，没错，这团金光里藏着的正是那传说中的地狱焚灭典。他没半点迟疑，手掌径直探向那团光球。刹那间，所有金色符文像找到了宣泄口，蜂拥而至，疯狂涌进他眉心。不过眨眼的功夫，这些符文就一股脑冲进他的识海，剧痛瞬间炸开，脑袋仿佛要裂成2半。沈墨死死咬住牙关，
硬扛着不让自己叫出声。烈阳粉体自行运转起来，疯狂地吞噬着洞府里所有的火灵气，通过灵气漩涡转化成自身灵力，拼命护住他的识海，免得脑子真被撑爆。几息过后，痛感才慢慢退去，洞里的火灵气也被烈阳粉体吸了个干净，一丝不剩。沈墨喘了口气，知道自己不能在水下待太久，不然岸上那些弟子该起疑了，于是赶紧出了洞府，一路向上游。没多久，他就浮出水面。这时候，赵柔他们已经下水找他了。沈墨从一处隐蔽的缝隙冒头，没惊动任何人。等到他游到赵柔身边，轻轻现身，他才长长松了口气。两人一起浮出水面，爬上岸。赵柔忙不迭道：“沈师兄，你刚才跑哪去了？吓死我了！”沈墨看着他湿发贴在脸颊，像一朵刚出水的白莲，笑了笑，好奇心作祟罢了，下去探了探深潭底，可惜运气差了点，什么宝贝也没捞着。赵柔白了他一眼，这深潭早不知道被多少人翻了个底朝天。沈师兄要是真能淘到宝贝，那才叫见鬼呢！旁边几个弟子也善意的笑起来：“是啊是啊，好多人当初都觉得潭底肯定藏着东西，翻来覆去找了好几年，最后全空手而归。咱们宗门这地方，宝贝哪有那么好捡？”沈墨上了岸，赵柔立刻递过来一条干净毛巾，他接过，毛巾上还带着淡淡的幽香，笑了笑没说话。赵柔这点小心思，他看得透透的，无非是看他前途无量，想抱条粗腿罢了。说实话，赵柔长得不错，尤其是那腰细得惊人，盈盈一握，要是发展点若即若离的关系，倒也无妨。可自从昨晚见了慕容月，赵柔这点姿色好像就少了点味道，要求被拉高了呀。他暗自咂舌，轻笑一声，擦着身子，他无意间瞥见萧凡和柳飞也手牵手过来了。看萧凡那跃跃欲试的模样，分明也想挑战百丈瀑布的水压。沈墨眼底闪过一丝光，又扫了眼萧凡的机缘。萧凡原本的两大顶尖机缘，烈阳粉体和地狱焚灭点，全被他半路截了胡。这家伙的命数恐怕已经大变样了。姓名萧凡，境界凝气境小成，命格天命之子，仙姿玉骨，大能转世，绝处逢生。命数止不化神境圆满，任焚天殿殿主，尊称赤峰真仙。夺一上古修士转成宝物时，被数位元婴修士围攻，斩杀2人，重创1人，最终陨落。近期机缘1，今日尝试深潭瀑布水压，失败后潜入潭底，无意中发现一枚中品灵石。近期机缘2冒号5日后，接取猎杀青灵蟒任务，杀死后在蟒腹中发现一枚未消化的上品玄阶宝物龙血树心，炼化吸收后晋升凝气境大成。近期机缘3冒号半月后，接取剿灭黑风匪寨任务，清剿后在匪寨宝库中发现残缺地阶灵气森罗剑诀。近期机缘4、1月后，带柳元丰副宗主前往西山城处理3家恶性争斗，途中遇一老者惊叹其天赋赠天阶功法紫霄阵月诀。近期机缘5，沈墨暗暗咂舌，不愧是天命之子，这韧性真强。我刚薅了地狱焚灭点，这家伙立马又冒出个紫霄阵月诀，还是天阶的。偏偏这紫霄阵月诀还截不了胡，人家一个路过的散修老头，硬是被他的天赋惊艳，直接塞给他。沈墨摇摇头，那就只能委屈自己，把龙血树心和森罗剑诀也收了。穿好衣服，他离开深潭。这时候萧凡也撑不住水压，从瀑布下狼狈爬出。九溪，萧凡哥哥，你跟我哥坚持的时间一样长。柳飞拍着小手，高兴的不行。萧凡顿时又找回点自信，抹了把脸，心想果然我就是天才，刚来就平了记录，等我凝气巅峰再来肯定能轻松破9系。赵柔在一旁轻咳一声，现在最长的记录是11系。萧凡和柳飞齐一愣，柳飞惊讶道：记录什么时候破的？我怎么不知道？虽说瀑布水压只是凝气境弟子间的私下较量，没什么奖励，可也不是轻易能破的。柳云轩的9系记录足足保持5年没人撼动。赵柔指了指沈墨，远去的背影语气里带着点崇拜，就是沈师兄破的。我还觉得沈师兄刚才压根没尽全力，要是再咬牙，说不定还能撑更久。他一本正经地说。周围弟子纷纷点头附和，我也这么觉得。沈师兄刚才看起来挺游刃有余的。沈师兄现在还没到凝气巅峰吧？等他巅峰再来，肯定时间更长，12系、13系都不是梦。听着这些议论，萧凡和柳飞都沉默了。萧凡心里那股嫉妒又翻腾上来，明明自己天赋绝顶，怎么总被沈墨压一头？另一边，沈墨拐了个弯，没多停留，直奔任务阁。任务阁占地不小，分2层，每层都立着一块大石碑，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各种任务，2层分别对应外门和内门弟子，得是内门弟子才能接2楼的任务。发布任务也简单，去每层柜台跟管事说一声就行，管事会把任务挂到石碑上。宗门发布的任务通常稳妥，危险可控，奖励也中规中矩。弟子自己发的任务，危险往往捉摸不透，奖励有时高的离谱，有时又低的可怜。一大早，正是任务阁最热闹的时候，弟子们吃完早饭就过来接任务，进进出出，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大堂里还有不少人在交换情报，比如哪片林子最近出了凶兽，或者哪个地方有弟子失踪，危险不明。沈墨熟门熟路上了2楼，目光在石碑上一扫，9星任务寻找研魔真仙传承之地，奖励50枚上品灵石，直接晋升内门弟子。
9星任务：低杀青苍山妖元谷大力魔元，奖励40枚上品灵石，免费挑选一门玄阶功法或武技。柳元峰副宗主亲自指点一次。8星任务：附近3个内门弟子正聊得热火朝天，语气里满是羡慕。听说炎魔真仙的洞府就在青苍山某处，要是我能找到，把地狱焚灭点弄到手，这辈子算是彻底躺平了。得了吧，多少大能找了几百年都没影，就你这宁气小城也想捡漏？就是传闻那是天阶功法，宗主、副宗主，还有一堆长老私底下肯定也翻了个遍。既然一点消息都没露出来，说明他们也没辙。啧，也不知道最后便宜谁了。3人一边说着，一边领了任务，摇头晃脑的走了，估计脑子里还做着白日梦。沈墨摸了摸鼻子，其实他很想冲过去来一句省省吧，别白费劲了。地狱焚灭点早就在他兜里揣着呢，再怎么找也是白搭。可惜这话不能说，真说了，别说别人，连他现在这位师傅慕容月恐怕都会逼着他交出来。沈墨收回目光，继续在石碑上扫，没一会儿就锁定了目标。4星任务：猎杀青灵蟒，奖励30枚下品灵石。3星任务：清剿骚扰铁木镇的黑风匪，奖励20枚下品灵石。2个任务都是宗门发的，星级对应难度，最体劲能接的才1、2星，灵气劲一般3、4星，再往上就是筑基结丹的活儿了。铁木镇我还真没去过。沈墨走到2楼柜台前，管事是个圆脸女修，灵气巅峰，正拖着下巴打盹。他轻轻敲了敲桌面，师姐，麻烦你给我一份宗门周边地图。圆脸女修抬眼瞪了他一下，从抽屉里摸出一张图纸，3枚下品灵石。沈墨点点头，痛快付了钱，明码标价，没多收。沈墨付了钱，摊开地图扫了一眼，青灵蟒在这片谷，黑风匪在铁木镇附近，挺巧，先把蟒解决，回城顺手把匪寨端了。他微微点头，不过在那之前得先把实力再提一提。拿到地狱焚灭点后，他还没正式练功，直觉告诉他第一遍运转绝对会给他个大惊喜。回到内门小院，沈墨关门落锁，盘腿坐到床上，按照口诀开始运转，引导灵气。所谓功法，说白了就是一套高级呼吸法，吸天地灵气，过灵力漩涡，转化成自己的东西，品级越高，转化速度越夸张。沈墨从储物戒里摸出2瓶凝气丹，拔开塞子，直接往嘴里倒，10颗丹药下肚，再配合天阶功法运转，体内灵力像开了闸的洪水，蹭蹭往上窜。2个时辰后，他自然而然到了灵气圆满，甚至能感觉到灵力在经脉里胀得发疼，离灵气巅峰似乎也就差临门一脚了。沈墨猛地睁开眼，感受着那股汹涌奔腾的力量，脸上露出几分惊奇，不愧是天阶功法，这么快就圆满。地狱焚灭点总共6重，悟透第1重可入筑基，第2重筑基巅峰，第3重结丹，第4重结丹巅峰，第5重元婴，第6重直通元婴巅峰。沈墨心里痒痒的，恨不得立刻把第1重参透，直接迈进筑基。他起身抽出雷赤剑，在小院里舞了一套雷影剑，刷刷刷，剑影交错，破空声骤起，火属性灵力缠绕剑锋，每一击都带着灼热杀意。同阶灵气修士正面硬扛他3剑都选，圆满之后全力能劈出4剑。沈墨满意的点点头，该动身了。一袭青玄宗内门墨绿袍，雷赤剑背在身后，沈墨独自出了山门，朝青灵蟒所在的无名山谷而去。越往那边走，人影越少。青苍山脉浩瀚无边，名义上归青玄宗管，可真正能掌控的也就那么几块地，很多深山老林，宗门也鞭长莫及。沈墨走在郁郁葱葱的林间小道上，看着满目绿意，心情难得放松。忽然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飘来，前方还传来野兽微弱的哀鸣。沈墨脚步一顿，循着血气快速靠近，没走多远，就看见一头奄奄一息的巨兽横在草丛里。这家伙足有3米多长，通体雪白，体型堪比前世的小轿车，身上刀伤，烧痕交错，一看就是被刀法娴熟带火灵根的修士重创。靠近时，沈墨隐隐感到一股威压，那是高境界对低境界的天然压制。这么大个头，这股压迫力，3阶妖兽。沈墨眼睛一亮，3阶妖兽相当于筑基修士，杀了他，妖丹铁定到手。这种货色拿到市面上绝对值大价钱。难道自己那运到尚可的命格真的让他撞上濒死妖兽？他下意识扫了眼命盘，没记录这种机缘啊。沈墨有点纳闷，琢磨半天没想通，索性懒得管了。天上掉馅饼，不捡是傻子。他抽出小刀，干净利落地结果了巨兽。果然，腹中一枚拳头大的妖丹，晶莹剔透，灵力充沛。不过3阶妖丹的灵力太霸道，灵气修士强行吸收，十有八九爆体而亡。沈墨只打算带回去换资源，换自己需要的东西。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道冷冰冰的声音：“把妖丹交出来！”沈墨心头一沉，猛地转身，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的青年，剑眉星目，气度不凡，一身白袍，气势凌厉，修为明显高出他一大截。没听见？把妖丹交出来！青年见他没反应，皱眉呵斥。沈墨也皱眉：“你谁啊？”青年眉头皱得更深：“清玄宗弟子，连我都不认识，我是柳云轩。”沈墨微微一怔，原来这就是柳云轩，不愧是4大真传之一，这气场确实够唬人。柳师兄，
这头妖兽是我发现的，妖丹自然归我。沈墨拱手，言语客气，对方好歹是筑基修士，实力差距摆在那，所以他想先试着讲道理。柳云轩冷笑一声，带着几分不屑，胡说八道。我追这头畜生已经追了小半个山林，他临死前拼死反扑，才勉强把我逼退，侥幸逃到这儿。你瞧瞧他身上的刀伤、烧痕，哪一处不是我留下的？你凭几句话就想白捡便宜？沈墨瞥了眼他腰间那柄寒光凛冽的长剑，又感受到对方周身隐隐流转的冰寒灵力，再低头看看巨兽身上的刀痕与焦黑烧伤，顿时沉默了。行吧，你追了半天，确实是你的人头，是我唐突了。这妖丹确实该归柳师兄。他扯了扯嘴角，笑得有点无奈，顺手就把那拳头大小的3阶妖丹抛了过去。柳云轩稳稳接住，在掌心掂了掂，脸上终于浮起一丝满意的弧度，算你识相。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沈墨站在原地，远远望着那道渐行渐远的背影，默默调出命盘。姓名柳云轩，境界筑基大成，命格福星，风度翩翩，逢凶化吉，一帆风顺，少阴玄冰体。命数止步结丹巅峰，后投神剑宗任副宗主。59年后，在神剑宗对外征战中陨落。再往下看，几条近期机缘赫然在目。近期机缘1，今日前往西山城会见神剑宗大长老孙女，途中偶遇沈墨捡漏濒死妖兽，逼其交出3级妖丹。近期机缘2冒号5日后，路过清玄宗剑崖，突逢暴雨，竹叶翻飞间顿悟，参透雷影剑法，第1中。近期机缘3、10日后，执行柳元峰颁布的任务中击杀花斑虎，竟意外发现天然地下冰湖，其冰湖内藏有上品玄宝玄阴冰髓，炼化后体质大进，一举冲上筑基圆满。沈墨摸着下巴，若有所思，怪不得自己命盘里压根没这条机缘，原来这是人家的机缘，自己不过是个被顺手敲竹杠的路人甲。萧凡的命格全是红色，这家伙全橙色，差了一档。可他怎么跟神剑宗大长老的孙女扯上关系，最后还跑去当神剑宗副宗主？念头一转，他就猜到了几种可能：要么清玄宗被灭，他改投神剑宗；要么他直接背叛清玄宗，直接投了敌营。则看着人模狗样，原来是个内奸。想到自己刚到手的妖丹被抢，沈墨又补了一句，还是个贪心的内奸。不过这点小插曲，他倒真没往心里去。3级妖丹虽值钱，可跟玄阴冰髓一比，差得远了。既然你抢了我的妖丹，他轻哼一声，唇角勾起一抹冷笑，那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你的玄阴冰髓好了。心情莫名舒坦了些，他转身继续朝无名山谷走去。猎杀青灵蟒的过程说不上惊心动魄，甚至有点无聊。青灵蟒不过2阶大成，相当于灵气大成修士，而沈墨已是灵气圆满，境界碾压，灵力碾压，剑法更是碾压，3剑而已，蟒手落地。他抽出小刀，熟练剖开蟒腹，果然在里面找到那一节晶莹剔透的龙血属性，玄阶上品，木灵气浓郁的几乎要凝成液滴。沈墨从储物戒里摸出水囊，小心翼翼洗去上面的粘液，捧在手里端详片刻，满意地点了点头。这玩意儿够做我道基的底子之一了。淬体和凝气阶段其实没那么大的鸿沟，有丹药，肯吃苦，谁都能往前拱一拱。真正拉开差距的是筑基这一关，灵气圆满想冲击筑基，得在灵力漩涡里凝出一座道基，道基品级才是修士真正的第一道分水岭。普通、圆满2种，用5件下品或中品玄宝对应5行，就能凝普通道基；5重上品玄阶才能铸就最强的圆满道基。沈墨轻轻叹了口气，普通灵气弟子哪有他到处截胡的本事，他们只能拼命攒灵石，咬牙买玄宝来筑基。可下品玄宝也就300-400下品灵石一件，中玄宝动辄上千，上品更是3000起步，这价格差把多少人卡死在这一步？不是天赋不行，就是兜里没钱。就算攒够了，年纪也大了，黄金修炼期早悄悄溜走。道基又叫道台，乃大道之根。既然老天给了我这金手指，我不搞个圆满道基，都对不起自己。沈墨暗暗定了个小目标，筑基之前先把圆满道基给我整出来。他把龙血树心收入储物戒，转身朝铁木镇方向赶去。黑风匪实力稀松，喽啰大多淬体小成、大成，匪首也不过淬体圆满。这种货色，清玄宗随便派1-2个凝气大成弟子就能扫平。之所以一直没动，纯粹是没钱，事多划不来。派1-2个淬体弟子打不过，派多了赏钱又不够分。凝气弟子倒是有实力，可谁稀罕这点微薄赏金？于是黑风匪横行了好几年，苦了周遭的凡人百姓。沈墨没费多少功夫就把匪寨杀了个干净，然后径直奔向匪首的宝库。翻找没多久就摸到了目标，半截残破的古旧卷轴。他屏息凝神，他小心翼翼展开，上面只有孤零零一个狂草大字森，笔锋凌厉，像是狂风卷过的野草，又像是无数剑意在纸上乱舞。地阶灵气。沈墨皱了皱眉，看着也不怎么样啊。沈墨试着滴血炼化，没反应，又注入灵力，卷轴忽然一颤，下一瞬，一股彻骨寒意直冲天灵盖。沈墨几乎是本能的偏头，唰，一道灵力剑气从卷轴中激射而出，瞬间将身后岩壁一分为2，切口平滑如镜，仿佛切豆腐。沈墨眼皮直跳，刚才要不是躲得快，脑袋怕是已经搬家了。这一击起码有筑基级威力。他大喜过望，
赶紧把卷轴收好。这下总算明白为什么叫森罗剑诀了。离开黑风寨，路过铁木镇时，沈墨远远就看见镇口挤着一群瑟瑟发抖的百姓，旁边停着几辆牛车，车上堆得满满当当，粮食、干肉，祖传的几件值钱玩意儿，全是镇民们攒了大半辈子的家底。有对父母正红着眼抹泪，跟自家闺女告别，那模样像要把孩子推进火坑，再也出不来似的。沈墨一身墨绿内门袍子太过扎眼，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颤颤巍巍地赶过来，受的风一吹就散架，他声音发抖，却急切的不行。仙师，您可是清玄宗的弟子吧？沈墨微微颔首，扑通一声，老头直接跪了下去，求仙师救救我们铁木镇啊！黑风寨那帮畜生祸害我们好几年了，清玄宗从来没人来管，我们实在交不出粮食了，再这样下去，镇上的人都要饿死了。话音刚落，他身后那些面黄肌瘦的百姓也扑通扑通齐刷刷跪了一片，哭声此起彼伏，听得人心头发堵。沈墨胸口一紧，不管哪个世界，吃苦最多的永远是这些最普通的老百姓。黑风寨那点人对他来说就是抬手的事，可这些年他们给铁木镇带来的伤痛是实打实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个年轻后生冲上来，想把老头扶起，声音里带着哭腔又带着怒气：爷爷别给他跪，黑风寨盘踞6年，清玄宗哪次管过？凭什么给他下跪？他狠狠瞪了沈墨一眼。沈墨没生气，伸手把老人扶起来，换成他站在那后生的位置，恐怕也得这么骂。他提高声音，平静却清晰：黑风寨没了，你们放心吧。老头愣住，身后百姓也呆了。真的？老人颤声问：仙师，您真把黑风寨灭了？沈墨摆摆手，转身就走。寨子里仓库里粮食堆成山，你们自己去分吧，他还有更要紧的事。那后生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嗤了一声：吹牛吧，就他一个人，怎么可能灭了黑风寨那么多人？老头又是惊又是疑，去看看。几个后生去黑风寨瞧瞧。我去。后生第一个举手。很快5个人自告奋勇，撒腿就往黑风寨跑。等他们回来时，一个个眼睛都红了。爷爷，黑风寨真没了。年轻后生第一个冲回来，声音都在抖。老头老泪纵横，颤巍巍地朝沈墨离开的方向跪下，用尽全身力气大喊：仙长大恩，铁木镇永世不忘。身后铁木镇的百姓也跟着跪了一地，发自肺腑地喊：多谢仙师。连那后生也红着脸跪了下去，为自己刚才那句气话羞愧得抬不起头。这会儿沈墨已经回了清玄宗，木型底子有了，还差另外4行。他轻轻点头，之前得到的烈阳岩髓是天阶宝贝，早跟身体融为一体，用来筑基基反而不合适，是时候闭关，把灵气推到巅峰了。在您气境，我应该是无敌了。沈墨盘腿坐下，开始按照地狱焚灭点吞吐天地灵气。储物界里慕容月给的那几10瓶灵气丹还躺着呢，就算当糖豆吃，也够他冲到灵气巅峰。这么没日没夜的练，3天一晃而过。3日里，他吃了10瓶灵气丹，足足30颗，灵力像脱缰野马，一路狂飙，境界毫无阻碍的迈进了灵气巅峰。沈墨睁开眼，感受着体内那股磅礴气息，嘴角忍不住勾起。该去任务阁交差了，每个任务都有时限，最多7天。超时不但没奖励，还得挨罚。虽然这俩任务的赏钱对他来说9牛1毛，但罚分他也不想吃。任务阁里还是那位爱打盹的圆脸师姐。沈墨轻敲桌子：师姐，交任务。他拿出2块令牌，杀青灵蟒的凭证是他那颗碧绿獠牙，仿不了，只能从蟒口里取。剿黑风寨的凭证则是寨旗。圆脸师姐迷迷糊糊的点点头，把灵石递给他。沈墨接过，转身离开。接下来该去解柳云轩的玄阴冰髓了。路过演武场时，他发现那儿围了一大群人，而且大多是内门弟子，外门反倒没几个。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着什么。高台上，一位青白袍老妪负手而立，看样子是负责监督的内门长老。沈墨觉得他有点眼熟，好像当初自己中散血毒那事儿就是他负责查的。他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便随手拉住一个弟子问怎么回事。那弟子本来不耐烦，一看是沈墨，新进内门，刚把雷俊按在地上摩擦的那位，顿时换了副嘴脸。沈师兄，4位真传弟子在招收亲传内门弟子。沈墨皱眉，我怎么没听说？弟子挠挠头，2天前刚放的消息，4位真传亲自出面，拜入他们门下有凝气丹、中品灵石啥的，所以大家都挤破头。沈墨瞬间明白了，这3天他闭关炼化龙血树心，外头的事儿一点没关注。不过4位真传公开收徒，只会让宗门派系斗争更白热化。慕容月怎么会同意这种事？他摇摇头，不想掺和这些破事儿，转身要走。没走出2步，2个女弟子眼睛一亮，齐刷刷拦住他。师弟，你就是最近把雷俊打得找不着北的沈墨吧？左边那姑娘笑盈盈地问。沈墨摇头，认错人了，我叫张翼德。姑娘笑容僵在脸上。右边那位尴尬地笑了笑，沈师弟，别装了，我一眼就认出你了。沈墨皱眉，有事？右边姑娘赶紧道，当然是请你加入宋俊杰师兄的阵营。宋师兄他爹是宋超峰大长老，他本人潜力惊人，实力强悍，已经筑基小成，将来铁定结丹。沈师弟，你这么能打，要是肯加入我们，立马送3瓶凝气丹，
一枚中品灵石，怎么样？沈墨沉默了，一股无名火从心底冒上来，想让他当小弟，就给这么点东西，也太瞧不起人了。别说3瓶灵气丹，一枚中品灵石，储物界里慕容月给的那鸡10瓶，他吃都吃不完，这算什么？打发叫花子吗？沈墨摆摆手，懒得跟他们多纠缠，甩下一句没兴趣，转身就要走。2个女弟子的脸色顿时更难看了。左边那个尤其来气，抬手直接指到他鼻尖，声音拔高了好几度：沈墨，你可别给脸不要脸，我们请你加入宋师兄阵营，那是因为看得起你的实力，能被我们看上是你的荣幸，别不识好歹。沈墨冷笑了一声，他最烦的就是这种人，自以为高人一等，开口闭口一副施恩的嘴脸，仿佛全世界都欠他磕头谢恩似的。不过他懒得跟这种货色浪费口舌，头也不回的继续往前走。就在这时，一阵慢悠悠的笑声从旁边飘过来：沈师弟，久仰大名啊，正面干翻雷俊，确实有点本事，要不要考虑加入我这边？沈墨转过身，看见一个身材挺拔的年轻人，这家伙跟柳云轩一个路数，偏爱端着那副温文尔雅的架子，可惜那张脸差了点火候，学人精髓没学到家，硬装出来的从容显得有些生涩。4大真传他早有耳闻，这位姓宋的自然就是排行老2的宋俊杰。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另一边又炸起一道粗豪的嗓音：你就是沈墨？我家妹子整天在我耳边念叨你，烦都烦死了，来我赵廷这边吧，跟着宋俊杰那软蛋魂，迟早把你豪情壮志磨平。沈墨循声看去，一个肌肉虬结的壮汉，宽松的墨绿袍子硬是被他撑得像紧身衣，胸肌骨的吓人。赵廷，古风城赵家的人。沈墨挑了挑眉，原来是赵柔的哥哥。这会儿赵柔就站在赵廷身侧，听见这话，俏脸刷得红透，伸手狠狠掐了他腰间一把，力道大的那壮汉都忍不住哎呦一声。宋俊杰眉毛一扬：赵廷，说话注意点，别动不动就嘴贱，不然有你好看。我宋俊杰也不是吃素的。赵廷嗤笑：等你哪天能打过我，再来跟我摆谱。2人你一言我一语，火药味儿瞬间拉满，把周围内门弟子的目光全吸引过来。大家伙儿看着沈墨，想起前阵子这新人把雷俊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场面，眼里都带了点看好戏的味道。柳云轩和另一位真传洛胜男也看了过来。柳云轩一眼认出沈墨，眉头微皱。3天前他去西山城外，他半路截胡一个内门弟子手里的3级妖丹，顺手逼着对方交出来，没想到那人就是沈墨。他爹柳元峰私下跟他提过这个名字，原来爹说的那人就是他。柳云轩眼底掠过一丝急色，尽管慕容月严令封口，柳元峰还是忍不住跟他透露了沈墨觉醒天阶体质的事。柳云轩心里酸得冒泡，他自己不过中品的阶体质，这小子却是上品天阶，只要不出意外，将来成就铁定甩他几条街。洛胜男上下打量沈墨一眼，撇撇嘴，这小子长得娘里娘气，没劲，我可不要这种小白脸。他舔了舔嘴唇，目光落在赵廷宽阔的后背上，可惜赵廷已经是真传，不然我第一个挑他。他叹了口气，继续在人群里挑那些5大3粗的壮汉。洛胜男虽是女的，可肌肉虬结，身板比很多男人都宽，招揽的自然也全是硬汉类型。沈墨这清秀匀称的模样，在他眼里压根不入流。可即便如此，2位真传同时争抢一个内门弟子，还是让整个演武场瞬间炸了锅。谁都想知道这事儿最后会怎么收场。选宋俊杰得罪赵廷，选赵廷又得罪宋俊杰，两头不讨好，选谁都尴尬。人群里，萧凡和柳飞也在。萧凡冷笑一声，心说那小子已经是宗主亲传，哪会去给别人当小弟？这热闹怕是要砸自己脚上了。沈墨揉了揉太阳穴，我这是招谁惹谁了？我就是路过。他声音沉下来，现在谁的阵营都不想掺和，告辞。说完转身就走。有美貌师遵照着，资源管够，再者自己出去截胡机缘都比给人当狗腿子强100倍。这话一出，周围反应各异，有人摇头，有人啧啧称奇竖大拇指，还有人暴毙冷笑。赵廷哼了一声，哎呦，话没说完，赵柔又掐了他一把。宋俊杰眉毛挑得更高，不给我面子，当众这么拒绝，不是打他脸吗？沈墨毫不示弱地对上他的目光，筑基修士又怎样？高我一个大境界又怎样？我可是宗主亲传，这还是宗门地盘，你能把我怎样？宋俊杰眼神彻底冷下来，站住！沈墨当没听见，继续往外走。我让你站住！宋俊杰怒喝一声，脚下猛一跺，整个人如离弦之箭冲出，拳头直奔沈墨后心。宗门禁地，私斗者重罚！一道苍老而威严的声音骤然响起，空气里的灵气猛地一凝，宋俊杰冲到半空的身形陡然僵住，像被无形巨手死死攥紧。他额头青筋暴起，脸长得通红，好不容易挤出几个字：李长老。弟子们下意识抬头看向高台上那位青白袍老妪，眼里满是敬畏。内门长老，结丹大能。李长老连手指都没抬，单凭灵压就能让低阶修士动弹不得。宋俊杰，看在你是真传的份上，免去责罚，去见衙面壁思过。老妪淡淡道。宋俊杰拳头攥得咯吱作响，最终还是低头。是真传又怎样？在结丹长老面前也得低头。真杠起来，处罚只会更重。要是被他爹的对头抓住把柄，真传之位都未必保得住。宋俊杰一步步离开演武场，背影写满屈辱。
弟子们看得目瞪口呆，李长老怎么帮沈墨说话？大多数内门长老对真传动手都是睁只眼闭只眼，何况宋俊杰他爹还是大长老宋超峰。沈墨也有些意外，不由多看了老妪一眼。李长老朝他微微点头，沈墨瞬间懂了，这位李长老是慕容月那边的人，他心里一暖，有靠山的感觉，还真挺踏实。远远行了一礼，多谢李长老主持公道，清玄宗就该如此，公平二字缺一不可。李长老点点头，没再多言。沈墨也不多留，转身离开演武场，他还有一堆事要做，没工夫在这儿耗。身后演武场渐渐又热闹起来，可弟子们的话题全绕着刚才那场戏打转。李长老竟成了沈墨的靠山，他真敢为了一个新进弟子得罪宋超峰，这种八卦最挠人心痒。柳云轩心里门儿清，自然知道李长老为何出手，他冷哼一声，眼底阴鸷一闪而过。要是刚才宋俊杰那一拳真砸实了，沈墨轻则重伤，重则根基受损，说不定连那天阶体质都得废掉。可惜他暗暗咬牙，指节捏得发白。沈墨出了演武场，脑子里还转着刚才瞥到的那块命盘，姓名宋俊杰，境界筑基初期，命格气运惊人，相貌俊朗，刀剑双绝，风雷刀剑体，命数止步结丹大成，任神剑宗内门长老。56年后突破之际，被狄宗长老暗算身陨，则典型的墙头草。再往下翻，近期机缘倒是有趣。近期机缘一，今天在演武场拉拢沈墨失败，一怒之下动手，结果被内门长老拦下，罚去剑崖思过，却意外顿悟，把风雷剑诀推到第3重。近期机缘二，受罚3日后，心有不甘，离开宗门到青苍山散心，误入猛虎灵虎王洞，发现一具修士干尸，尸体手上戴着枚下品储物戒，里面躺着一块上品玄阶真材虎金，正好可以拿来做金属性道基。虎金上品玄宝，金属性上品货色。沈墨嘴角一勾，要不是今天跟宋俊杰杠上，这块虎金他8成就要错过了。这么一想，宋俊杰那张脸忽然顺眼了不少，毕竟人家间接送了他一块完美金型材料。不过看他命格，则也是个吃里扒外的货。沈墨轻嗤一声，先去地下冰湖薅玄阴冰髓，再顺路去猛虎林把虎金也收入囊中，路线刚好一条直线，省时省力。沈墨忍不住自夸，我这脑子简直是时间管理大师。他脚下不停，径直出了宗门，直奔地下冰湖。那地方隐秘的离谱，要不是柳元峰误打误撞撞见，估计再过100年都没人知道。沈墨到时果然空无一人，刺骨寒气扑面而来，连不少妖兽都不敢靠近。好在他早有准备，从宗门宝器阁顺手买了几颗暖阳丹，跟辟西丹同级，黄阶下品，便宜得很，含在舌下，源源不断散出暖意，冻不死人。于是他轻轻松松潜入湖底，把玄阴冰髓收入囊中。冰髓一入手，寒意瞬间被烈阳粉体吞没，化作一股清冽灵流，在经脉里游走一圈，舒服的他差点哼出声。成了，东西到手，他掉头就往猛虎林赶。猛虎林也在青苍山脉里，但跟宗门管辖区不一样，这片林子早就向散修开放，这也正常。清玄宗名义上是青苍山脉的主人，可山脉太大，鞭长莫及，总有管不到的死角，这些死角就成了散修的乐园。早些年甚至有宗门弟子被散修截杀，后来上代宗主看明白了，赶不进，索性开几个口子，条件就一条，不准对清玄宗弟子下手。散修有了活路，也不敢轻易惹宗门。猛虎林就是其中之一，林子大，虎多，故名猛虎林。虎皮、虎骨、虎血、虎鞭，哪样拿出去都能卖个好价钱。于是散修扎堆来这儿打虎，再加上林子里还出几样珍稀灵药，清玄宗高价回购，散修们更是趋之若鹜。沈墨到猛虎林入口时，正赶上最热闹的时候，入口处硬生生挤出个小集市，人来人往，叫卖声此起彼伏，连清玄宗的外门内门弟子都混在里面。不过摊位上大多是些以假乱真的货色，专坑外行。沈墨饶有兴致地逛过去，左边摊主扯着嗓子喊：“道友们瞧一瞧，3枚金蟒蛋，最低也能涨到3件，错过这村没这店，3枚只要100中品灵石。”地上摆着3个黄澄澄的大蛋，看起来倒是唬人。路过一修士问：“能便宜点不？”“必须呢。”“那100下品，成交，快付钱。”那修士当场脸绿，亏大发了。周围哄笑一片。沈墨摇摇头，快步穿过集市，来到组队点。这儿是临时抱团的地方，实力不够的散修往往会临时抱团，有熟人最好，没熟人就只能跟陌生人凑合。这种临时队风险极大，没收获还好，一旦挖到大宝贝，说不定连自己都成别人的收获。沈墨刚到，就见一个妖娆女子眼睛一亮，腰肢像水蛇似的扭过来：“小兄弟，我叫蛇燕，要不要一起组队做任务呀？”他凑近了些，压低声音，只有2人能听见：“我知道一处隐秘地方，有虎鲸哦，咱们55分账，怎么样？”说话间故意贴得很近，胸前那对软肉几乎蹭到沈墨胳膊。沈墨微微皱眉，这对靠枕确实规模惊人，可越是这么主动的，十有八九没安好心。他下意识扫了眼命板，姓名古兰，境界名气圆满，命格气运惊人，蛇蝎美人，是毒，天生毒体，命数止步筑基圆满。16年后故技重施害雷火宗弟子，惹怒太上长老，
数位结单追杀，最终惨死。近期纪元一今日哄骗无知散修组队探猛虎林，趁其不备偷袭得手，杀之，获3枚中品灵石，2件上品黄阶兵器。近期纪元2 1月后，试图骗亲玄宗真传赵廷，被追杀坠入地洞，意外获得上品玄宝地脉髓，炼化后冲上凝气巅峰。沈墨眼神微动，好家伙，蛇蝎美人果然是个老手，化名蛇焰，真名吴兰。日常营生就是骗菜鸟组队，然后黑吃黑，结局倒也惨，被雷火宗追杀致死。不过的脉髓可是好东西，正好做土行道基，不用组队。沈墨淡淡拒绝，径直从他身边走过，进了猛虎林。吴兰撇撇嘴，这小子看着机灵，不好色，聪明又不好色的男人最难骗。他懒得再浪费口舌，转头又去物色那些下半身思考的优质客户。没一会儿，他目光就锁定了新目标，一个面嫩的年轻公子哥，身后跟着3个老成持重的中年武者，一看就是从小养在深宅大院，刚出来历练的世家子弟。小公子，看你气度不凡，定是世家子弟吧？吴兰扭着腰肢走过去，笑得甜腻。小女子送礼，不知公子高姓大名，来猛虎林所为何事啊？年轻公子乃见过这阵仗，顿时有点晕乎。老实交代，在夏洛妃古风城骆家的，我是来猎杀虎王的，这3位是我请来的护卫。吴兰不动声色地打量那3人，娇笑：虎王，我正好知道点门路，不如一起。好啊，多谢姐姐。洛妃大喜过望。沈墨一脚将那头七窍流血的猛虎踹飞出去，尸体翻滚着撞在树干上，震得枝叶乱颤。他站在原地，抬手挠了挠头，脸色有点黑。靠，这猛虎林也太绕了，在林子里兜兜转转大半天，愣是没找到命盘里提到的虎王洞。一路上倒是撞见几个散修，本想随便拉个人问路，结果对方一看他这一身墨绿内门袍，最后二话不说掉头就跑，话都没留半句。沈墨当时就有点无语，没办法，沈墨只好自己继续瞎猫撞死耗子。除了顺手宰了几头不长眼的猛虎和几头皮糙肉厚的野猪，啥有价值的东西也没捞着。正郁闷着，忽然耳边传来一声震天虎啸。沈墨脚步一顿，东南方向，那声音不对劲，那声吼跟之前那些普通货色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带着股睥睨山林的霸道和凶戾，妥妥的百兽之王。沈墨眼睛一亮，虎王，脚下灵力爆发，直奔声音传来的方向。另一边，虎王洞口，洛妃整个人都傻了，他亲眼看着自己花重金请来的2名护卫被那头庞然大物一口咬掉上半截，滚烫的鲜血劈头盖脸溅下来，糊住了他的视线，腥甜的味道直冲鼻腔。这一刻，他才真正意识到外面的世界能残酷到这个地步，更没料到那个妖娆风情的带路女人在虎王现身的一瞬间，连回头看他一眼都没有，转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洛妃这才后知后觉地明白自己被人卖了，而且卖得极其彻底。洛公子，快跑！这虎王太猛了，咱们根本不是对手。最后一个护卫一边狼狈闪躲虎爪，一边破口大骂。话音刚落，虎王利爪横扫而过，扑哧一声，人头落地，脖腔断口处鲜血狂喷如注。洛妃双腿一软，却发现自己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像是被定死在原地。他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苦笑。虎王俯下身，张开血盆大口，腥臭的热气扑面而来，几乎要将他整个人吞没。那一瞬间，脑海里闪过的不是自己，是父亲病榻上的模样，姐姐在宗门苦熬的背影。要不是我偷偷溜出来，要不是我妄想着猎虎王取骨给爹治病，或许现在也不会死在这儿。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刺目剑光如雷霆般划破长空，噗，热血喷涌，溅了满地。虎王庞大的身躯被劈开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痛得他仰天惨嚎，声音里满是惊怒与不解。找了你半天，总算带到你了。沈墨冷笑一声，雷影剑法瞬间催动，身形再度暴起。他来之前就打听清楚了，这头虎王不过2阶圆满，战力撑死也就凝气巅峰水准，而现在的他同样也是凝气巅峰，对付这种货色简直手到擒来。刚才那一剑其实已经差不多要了他的命，只是虎王本能一偏，躲开了要害，这才勉强多活了几息。当当当，接连3剑，快得几乎只剩残影，招招奔着死穴而去。虎王起初还能凭借蛮力硬扛，可要害接连被破，鲜血狂喷，气势肉眼可见的萎靡下去，最后发出一声不甘的怒吼，猛地发力，试图撞开沈墨逃命。沈墨哪会给他机会？第4剑干净利落，直透心窝，咔嚓，心脏炸裂的声音清晰可闻。虎王发出最后一声绝望的长啸，庞大的身躯轰然到地。沈墨还是不放心，抬手又补了几剑，直到确认彻底没气了，才缓缓收剑归鞘。一旁洛妃看得目瞪口呆，那么多护卫围攻都奈何不了的凶物，在这人手里几剑就解决了。回过神来，洛妃几乎是扑上来的，激动的几乎语无伦次。恩人，虎王的骨头能不能卖给我？我愿意出双倍价钱。沈墨斜了他一眼，凭什么卖给你？洛妃连忙解释，我叫洛妃，古风城洛家的，我爹当年跟人交手受了重伤，现在病得快不行了。我姐在清玄宗拼命攒灵石，我想我也得做点什么。他说到这儿，眼圈已经红了。虎骨是那味药的主材，错过这头，
下次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再碰上。您开个价吧。洛妃几乎要跪下了。您也是清玄宗的弟子吧？灵石不够，我可以带您去找我姐，她肯定有办法。沈墨皱眉，这小子实诚的有点过头了，谁家底牌一上来就全抖干净，换别人早把他当冤大头狠狠宰一刀了。2级圆满妖兽的材料，市价大概150下品灵石，这是虎王，品质更高。200下品灵石，拿走。200。洛妃顿时蔫了，尴尬的搓着手，我身上就剩100了，一路上被坑惨了。随即又急忙补充，不过我姐肯定有，她也是清玄宗的，穿的跟您一样的那门袍。哦，你姐叫什么名字？洛胜男。洛妃眼睛一亮，恩人认识我姐。沈墨叹了口气，真难想象，那个一身腱子肉、走路带风的女汉子洛胜男，竟然会有这么个天真到冒泡的弟弟。在这儿等着，一会儿跟我回宗门。沈墨说完，把虎王尸体收进储物戒，径直走进虎王洞。没费多少功夫，就在洞底找到那具面目模糊的干尸。尸骨旁果然有个低阶储物戒，里面静静躺着一块拳头大的虎筋。东西到手，沈墨转身出来，走吧，去找你姐。两人离开没多久，乌兰才从藏身处探出头，脸色发白，心有余悸。幸好没跟那清玄宗弟子组队，这家伙下手也太狠了，下次得挑软柿子捏才行。他又在几具尸体上翻了一圈，啥值钱玩意儿都没捞着，只能骂骂咧咧的走了。另一边，沈墨带着洛妃回到清玄宗山门，这会儿4大真传收徒的热闹已经散场，他直接找到洛胜男，把他弟弟和虎王尸体一起交给他。洛妃当场眼泪哗哗往下掉，把前因后果一五一十交代完。洛胜男听完，看向沈墨的目光满是感激，多谢了，这虎王我找了好几次都没影，你几件就给收拾了。他上下打量沈墨一眼，咧嘴笑道，我以前还觉得你瘦巴巴的，没想到这么能打。说着抬手就是一巴掌拍在他肩上，沈墨肩膀猛地一沉，差点没站稳，倒吸一口凉气。洛胜男哈哈大笑，我这手劲儿大，有时候收不住，还是得谢谢你。整头虎王我都要了，400下品灵石，怎么样？行。沈墨点头。洛胜男干脆利落，直接甩出4枚中品灵石。事情办妥，沈墨转身就走。洛妃看着他的背影，满眼崇拜，姐，我以后能不能变得跟沈大哥一样？洛胜男一愣，怎么想学他？姐还不够强？洛妃瞅了瞅自己姐姐那身比男人还壮实的肌肉，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强是强，可我更喜欢耍剑，帅。洛胜男脸一僵，抬手就是一记大蒲扇，看来我离家太久，你小子胆肥了呀？姐，别。夜深，沈墨盘腿坐在床榻上，正准备入定修炼，嘟嘟嘟，门外又响起熟悉的叩门声。他起身开门，果然是赵柔，腰肢细韧，曲线勾人。他冲沈墨甜甜一笑，沈师兄，宗主唤你过去一趟。沈墨点点头，没多话。两人穿过夜色，很快来到山顶那座朴素小院。池边，师尊慕容月正懒洋洋地撒着鱼食，金鱼争先恐后地跃出水面，抢食的模样活像极了人间那些贪婪的嘴脸。今晚他换了身火红紧身工装，腰肢被勾勒得盈盈一握，胸前起伏更是惊心动魄，可眉心却微微蹙着，显然藏着点心事。见沈墨来了，他眉眼才舒展开些，唇角带笑，徒儿最近修为如何了？沈墨拱手，语气平稳，回师尊，弟子已突破到凝气巅峰，这事没必要瞒他。他心里清楚得很，自己的命运已经跟慕容月绑得死死的，越是表现出惊人的潜力，恐怖的境界，他才会越发看重，越发护短。只有这样，他才能越走越稳，越活越长。果然，慕容月闻言，眼底闪过一丝诧异，你说什么？凝气巅峰？他手一抖，鱼食哗啦全洒进了池子里。前几天你不是才凝气大圆满吗？金鱼顿时炸了窝，争抢的水花四溅。慕容月却顾不上他们，几步走到沈墨身前，素手直接按在他小腹。沈墨浑身一僵，要不是感觉到他掌心灵力是在探查丹田灵气漩涡，他差点条件反射拔剑。开什么玩笑，男人的小腹也不是随便能碰的呀。倒还真挺舒服。一股奇异的灵力顺着他右手涌入，温中带凉，竟是水火双属性。沈墨咬紧牙关，硬是没让自己发出声音，可喉咙里还是露出几声含糊的低哼。慕容月疑惑地瞥他一眼，又认真探查起来。几时息后，他才收回手，脸上绽开笑意。确实很大。他轻点下巴，凝气巅峰，没错，而且气旋比寻常人圆满境的还要凝实许多。这大概是他近日听到的唯一好消息了。你没修赤焰玄诀吧？他忽然问。沈墨点头，以慕容月的修为，刚才那一探，什么样地功法都藏不住。他本已准备好一套说辞，可话还没出口，慕容月就摆摆手，每个人都有点小秘密，我不强求。沈墨心里一暖，多体贴的师傅啊，怎么能这么懂事？今晚叫你来，一是看看你修行进度，二是聊聊道基的事。慕容月语气随意，你知道怎么筑基吧？知道。他点点头，玉手轻抬，左掌心浮现4枚不同颜色的晶体，水、木、土、金4种纯净属性的上品玄阶灵晶，纯度极高，可做道基底子。你是我徒儿，这4枚我直接给你，最后1枚火形你自己去找，总不能什么都靠师傅。用5枚上品玄宝筑基，能成圆满道基，比普通货色强太多。他顿了顿，
第二条路，右掌摊开，露出一枚通体漆黑却散发炽热气息的晶体，这是我早年机缘巧合得来的暗焰晶，上品玄宝，暗焰师体内凝结而成，可做火形圆满道基，但我只能给你这一枚，剩下4枚上品玄宝你得自己去弄。慕容月直视他眼睛，平静道：2条路，你只能选1条，现在选吧。沈墨眼睛亮了，他现在已经有了金、虎金、木、龙血、树心、水、玄阴冰髓、土、地脉髓，也有了眉目，唯独缺火形，正发愁上哪找这最后一块，结果师尊直接把现成的送到眼前。师傅，我选暗焰晶。他毫不犹豫。慕容月明显愣了一下，第1条路只差1枚高频火形玄宝就能助圆满道基，他本以为沈墨会选这个稳妥的，没想到他想都没想，直接奔着最难的那条去了。跟年轻时的我一个德行，眼高于顶，野心不小。他心里暗笑，罢了，随他去，等他撞得头破血流，几年后找不到上品玄宝，自然会回头找我要那4枚高品灵晶。他答应的事从不反悔，堂堂宗主说出去的话还能收回来。沈墨选定后，他便将暗焰晶递了过去，心情似乎好了许多。他在池边来回踱步，裙摆轻荡，像个得了糖的孩子，步子都带了点轻快。说说吧，你跟青山城雷家有什么过节？沈墨心头一紧，老实交代了雷俊和雷勇如何欺压自己，当然杀人那段自动删减。慕容月听完，眸光转冷，仗势欺凌弱小弟子，这毛病真是屡禁不止。他轻吐一口气，雷家昨天来告状，说雷俊回城路上失踪，怀疑是你下的手。我已经驳回，青山城那边有人罩着你，雷家就算有疑心，也不敢动你和你父亲，安心修炼便是。沈墨深深一揖，多谢师尊。这结果他早料到了，展露足够的天赋与实力，换来的就是慕容月毫不犹豫的庇护。回去吧，有急事再来找我。慕容月挥挥手，是，弟子告退。沈墨退下，转身离开时，他隐约听见慕容月哼起一支陌生的曲调，脚步轻快，显然对这个徒弟的静静很是满意。出了山顶小院，沈墨没回住处，而是趁夜色溜出宗门，直奔吴兰的机缘。这种靠骗、抢、杀过日子的女人，截他的胡，沈墨心里没半点负担，反而有点痛快。地脉髓不难找，不到2个时辰，他已带着新到手的地脉髓悄然返回，重新坐回床榻。他看着眼前5件宝贝，嘴角忍不住上扬：金、虎金、木、龙血、树心、土、地脉髓、水、玄阴冰髓、火、暗焰晶，5枚上品玄宝，市价少说1万下品灵石起步。若没命盘，没有这一桩装结壶，他哪可能这么短时间凑齐？筑基开始。沈墨深吸一口气，同时炼化5宝，5道截然不同的灵力瞬间绽放，涌入丹田气旋，飞速转化。漩涡深处5种灵力开始沉凝，一座小小平台缓缓成型，仿佛有一柄无形的命运之锤正在敲打出一座完美无瑕的道基。叮叮叮，体内传来一阵细碎清脆的敲击声，仿佛有人拿小锤在敲他的骨头，又像远处寺庙的钟，余音在神魂深处回荡。沈墨双眼紧闭，呼吸绵长而沉稳，地狱焚灭点在经脉里一圈圈流转，每一次循环都像在炉火里锻打铁胚，气息被反复锻打、压缩、升华，从凝气到筑基，本就是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3天后，灵力漩涡上方，道基终于彻底成型。5色交融的平台悬浮在那儿，光滑内敛，却又圆满的近乎不真实，仿佛天地间最精巧的一件瓷器。就在平台成型的刹那，它猛地往下镇压，气旋像被一座大山当头砸中，里面的灵气瞬间被挤压到极致，最底层的气态灵力最先发生质变，从雾气到水滴，一点一点，缓慢却坚定。又过了3天，第一滴液态灵力终于凝出，那一瞬就像久旱逢甘霖前的第一声雷。紧接着，气旋里储存的所有气态灵力像被点燃的引线，疯狂转化为液体。第2滴、第3滴，直到整个漩涡彻底消失，化作一汪灵泉般的小池，池水清澈，波光粼粼，约莫一口泉眼大小。而那沉甸甸的道基，此刻就像一叶扁舟，稳稳漂浮在池面上。就在这一刻，沈墨猛地睁眼，轰！一股惊人的气息如朝阳喷薄而出，院子里的尘土被瞬间卷飞，10丈之内干干净净。他嘴角终于勾起一抹笑，筑基成了。丹田里那汪液态灵力让他整个人都轻了3分。沈墨随手拿起雷翅剑，对着院中一根特制的铁木桩挥出一记雷影剑法，轰！剑光一闪，雷火交织，整根铁木桩瞬间炸成数百块碎屑，四散飞溅。他满意的点点头，这根铁木桩是专门给他练手做的，硬度堪比低阶法器，普通灵气修士砍上1天都留不下白银，光这一根就值300下品灵石，普通弟子哪舍得这么糟蹋？可对他来说，师尊给的资源堆成山，坏了就坏了，验证实力才最值。沈墨低头再看命盘，其他都没变，只在气运一栏多了条新词，负责灵身、灵石，这是拜入慕容月门下后才出现的。继续往下翻，又跳出一条新机缘，近期机缘前往清玄宗山顶小院，向师尊慕容月禀报已铸成圆满道基。慕容月大喜，将赐予丰厚修行资源，并特许进入清玄洞天修行。沈墨心里一乐，正合他意。
他本来就打算立刻去见师尊，铸成圆满道基，又成功筑基，这么大的喜事，当然得第一时间告诉师尊。慕容月知道了，保准更宝贝他几分，安全感直接拉满。清玄洞天没听说过呀，他嘀咕一句，带着好奇直奔山顶小院。路上遇见不少弟子，三五成群，兴奋地议论着什么。沈墨随手拉住一个问了问，对方一看是他，立马站得笔直，老实回答。听完后，沈墨放开人，若有所思。原来我闭关这几天，外面闹这么大动静，赵廷和洛胜男家里出了事，被迫离宗回家。清玄洞天昨天出现提前开启的迹象，这地方50年一开，里面灵气凝成液滴，在里面修炼一天，等于吞10瓶固基丹。沈墨暗暗咂舌，固基丹是玄阶下品，筑基修士用来稳固道基的，吃的越多，境界长得越快，只有筑基境才能进，低于筑基进去直接爆体。里面的灵液也不多，那些年纪大、潜力耗尽的老筑基没资格，所以理论上只有4大真传能进。偏偏这时候赵廷和洛胜男家里出事，双双被迫离宗。要说这背后没猫腻，谁信？看来师尊也在为这事头疼。沈墨加快脚步，很快到了山顶小院。今日慕容月穿了件渐变蓝紫的紧身工装，裙摆开插到小腿，露出雪白修长的腿和纤细的脚踝，风情万种。可比起上次见面，他眉心皱得更深，明显心事重重。他甚至都没注意到沈墨进来，自顾自低声喃喃。清玄洞天提前开启，本该是好事，可怎么偏偏这时候？洛胜男父亲病危，3天前就赶回家，错过了进洞的机会。赵廷家族被敌对势力围攻，也被迫离宗。如今只剩柳云轩和宋俊杰能进，可他们，要是沈墨已经筑基就好了。沈墨挠挠头，连喊了好几声师尊师尊。慕容月正自言自语，冷不丁被打断，吓得一哆嗦，抬头见是宝贝徒弟，他才松了口气，板起脸，故作严肃，下次别这么突然，吓死人了。沈墨憋着笑，弟子不是故意的，毕竟弟子也没想到师尊会走什么。你今天来干嘛？没事的话，师尊可要罚你了。慕容月故作严肃，语气却软了几分。沈墨一看他这表情，就猜到几分心思，忍不住暗笑。堂堂宗主，平日里在人前从不失态，今天在徒弟面前露了怯，8成想找个由头发落他几句，好找回点师道尊严。可惜这次不仅罚不成，还得再失态一次。沈墨清了清嗓子，拱手道：师尊，弟子已铸成圆满道基，成功踏入筑基境。慕容月表情瞬间凝固，满脸写着我没听清。胡说！他脱口而出：6天前我才给你按验经，你哪来的时间凑齐另外4块上品玄阶真彩？说完，他似乎反应过来，觉得自己语气重了，又软下来安慰：我知道你想让我宽心，可这种事别拿来骗我，我最讨厌撒谎的孩子。沈墨也不解释，就那么静静看着他。见徒弟神色平静，没半点慌乱，慕容月心头一悸，该不会是真的？他几乎是下意识地伸出手，再次按向沈墨小腹，冰凉的掌心贴上紧实腹肌。沈墨喉咙里露出一声低闷的哼。慕容月疑惑：怎么了？沈墨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师尊的手太凉了。慕容月点点头，没再多说什么。他那双凉丝丝、滑得像上好羊脂玉的手在沈墨小腹上来回游走，灵力细密地渗进去，像一条冰凉的小溪，仔细感知着里面的动静。没多久，他果然感应到了那座五色交融、圆满无瑕的道基，还有一汪已经液化的灵力池。慕容月张了张嘴，愣了好半天才找回声音：你真的筑基了？震惊过后是按捺不住的狂喜。他素手一挥，储物戒里哗啦啦掉出一堆宝贝，直接堆在沈墨脚边：10瓶固基丹，300枚中品灵石，2柄上品玄阶灵气，整整7码在沈墨脚边。这些赏你的。他声音都带了点颤：固基丹助你稳固境界，灵石和灵兵你拿着用。沈墨看着眼前这堆灵光氤氲的宝贝，眼都直了。好家伙，师尊一出手就是大手笔。沈墨赶紧全收进戒指，好东西谁不爱呢？他抬头试探着问：刚才听师尊好像有心事？慕容月眼睛一亮，笑意更深：现在你筑基了，正好能进清玄洞天。话音未落，一阵带着淡淡幽香的风掠过，下一秒沈墨只觉得身子一轻，整个人已经腾云驾雾，旁边是师尊柔软又微凉的身子。我在飞。沈墨低头一看，脚下云雾翻滚，眼睛瞬间瞪圆。脚下云雾翻滚，山峦如掌中物，这感觉太爽了，怪不得凡人削尖脑袋想修仙，原来在天上御风而行是这么逍遥。几息之后，慕容月带着他稳稳落在半山腰的大殿前，路过的弟子全看傻了，他们盯着慕容月，又盯着他身边的沈墨，眼睛都快掉下来。前些年慕容月闭关，很多人根本没见过宗主长什么样，可昨天他刚露面开过会，如今谁不知道这位风姿绰约的美妇就是宗主慕容月？今天他又出现了，还带着个男弟子，弟子们顿时炸了锅，低声议论：那男的是谁？长得挺俊啊，宗主对他好像很重视，我看他们是从山顶直接飞下来的。你新来的吧？那可是沈墨啊，前阵子把雷俊正面按着打的那个，实力猛的一批，有人甚至说他才是第5真传的有力竞争者。得了吧，最近不是传出咱们宗门出了个天阶体质的弟子，都没被立成真传吗？就凭沈墨长得帅。沈墨听着底下嗡嗡声，
无奈地扯了扯嘴角。这时候，慕容月抬手一弹，一道灵力射向殿前那口巨大的青铜钟。咚咚咚，悠长浑厚的钟声瞬间响彻整个清玄宗。这是宗主召集长老议事的信号，不管长老们正在干什么，都得立刻放下手头事，火速赶往大殿。外面的弟子们面面相觑。昨天不是刚为清玄洞天提前开过会吗？今天怎么又敲钟？议论声顿时更大了。而大殿内，慕容月刚把沈墨带进去，门一关，气氛顿时炸了。什么？这个弟子已经筑基了？宋超峰第一个叫出声，满脸不可置信。柳元峰脸色阴沉，死死盯着沈墨，一言不发。其他长老反应各异，但无一例外，全都惊呆了。见他们这副模样，慕容月唇角微微一勾，露出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得意。然后他扔出了更大的炸弹，沈墨不仅踏入筑基，还铸成了圆满道基。此言一出，山顶小院，慕容月和沈墨轻轻落地。这位丰腴美人似乎有些疲惫，径直走到桌前坐下，胸前饱满的弧度压在桌沿，微微变形。别拘束，坐。他随意挥挥手，沈墨点点头，找了张椅子坐下。慕容月指尖轻扣桌面，沉默片刻，才严肃开口：明日你进清玄洞天，洞府会封闭3月，里面发生什么，外界一无所知，所以务必小心。沈墨微微点头，对宋俊杰他倒不怎么担心。同是筑基初期，他有天阶功法、天阶体质、圆满道基，硬实力稳压对方一头。可柳云轩是筑基大成，差距摆在那，真打起来，沈墨自保性命没问题，但想赢难。慕容月看出他的顾虑，唇角勾起一抹浅笑：别怕，有我给你的玉佩，他杀不了你。再说柳元峰和宋超峰急成那样，甚至不惜用下作手段逼走赵婷和洛胜男，肯定是因为清玄洞天最深处出了不得了的东西。你若能拿到那东西，柳云轩根本不是你对手。沈墨好奇心瞬间被勾起，什么东西能让他越2个小境界反杀？慕容月眼中掠过一丝向往，一缕天地道焰。清玄洞天最深处有一朵红莲天焰，是多年汲取地火精华而成。他继续道，红莲天焰威力极强，一旦附着攻击，可将威力凭空翻上数倍。你有天阶体质烈阳粉体，最适合驯服这朵红莲天焰。驯服过程中，你还能疯狂吞噬洞内浓郁灵液。以你的天赋，短时间内冲到筑基小成，完全有可能。到时候身怀红莲天焰，柳云轩拿什么跟你斗？他说到最后，语气里竟带了点期待。沈墨听得心潮澎湃，红莲天焰，听名字就带感，这趟清玄洞天，他非去不可。听完慕容月一番讲述，沈墨眼底燃起一抹炽热。师尊，他忍不住追问，天地道焰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弟子此前从未听过。慕容月唇角微扬，目光柔和地落在他身上。天地道焰并非后天炼制，乃天地自然孕育而生的一火，其属性千奇百怪，有的能控人心神，令人迷失；有的狂暴至极，焚尽万物；有的具备诡异吞噬之能；有的能化水为冰；有的以雷为石。世间共49种天地道焰，凡得其一者，皆是大气运之人。沈墨心头一震，天地道焰5品阶之分，却有天地道焰榜，榜上排名越靠前，通常威能越强。不过榜单也并非绝对，新生之焰再强也难敌一团成长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老焰。沈墨听得连连点头，原来这世间竟真有如此逆天之物。慕容月看着他，目光中多了几分期许，为师相信你，以你的烈阳粉体与红莲天焰天生契合，若换旁人，我尚且要犹豫3分，但你未必不能驯服这朵天地道焰。沈墨抱拳，弟子绝不负师尊所望。他心里同样激动，若能驯服红莲天焰，他的战力必将迎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蜕变。次日，清玄宗深坛前，弟子云集。谁都没想到，清玄洞天入口竟就在瀑布之后，这一点出乎很多弟子意料。此刻，瀑布后方被一层青色火焰笼罩，火焰翻滚，热浪扑面，哪怕隔着数丈远，也令人气息发紧。哪怕是结丹修士，也无人敢贸然靠近。慕容月、柳元峰、宋超峰3人同时催动灵力，攻向洞口火焰。3股雄魂之力轰然撞向青焰，青色火幕剧烈震荡，肉眼可见的削弱下来。3人身后站着沈墨、柳云轩、宋俊杰，这3人正是本次获准进入清玄洞天的3名弟子。下方人群中，萧凡和柳飞也在。萧凡死死盯着前方那3道身影，眼中的嫉妒与不甘几乎不加掩饰。站在那里的本该是我，他心中仿佛有头凶兽在咆哮。柳飞察觉他的情绪，连忙柔声安慰：萧凡哥哥，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最好的。清玄洞天而已，错过又如何？我爹能给你提供更多别的资源。萧凡勉强扯了扯嘴角，可他心里清楚，他本该是那个进去然后驯服红莲天焰的人，可如今却只能站在远处，像个局外人，看着自己的机缘被别人一步步夺走。难道天道真的不眷顾我了吗？他眼神黯淡，我当真算不上天才。沈墨远远扫了人群一眼，看见了那道失魂落魄的身影，却只是神色平静。第一次见到萧凡时，他的命盘上确实写着他会入清玄洞天，并驯服红莲天焰，可天阶功法、天阶体质全被自己先一步劫走，修行节奏一乱，便是满盘皆输。清玄洞天开启前，萧凡连筑基都未踏入，如今还卡在凝气巅峰，自然没资格入选。命运这东西，
有时候轻轻一推就能彻底改写。沈墨收回目光，默默看向自己命盘，姓名沈墨，境界筑基初期，命格药师之后，天生慧心，剑道痴迷，运道尚可，烈阳粉体，命数最终修至筑基巅峰。5年后，神剑宗公打清玄宗时战死，近期机缘今日进入清玄洞天修炼。近期变数1月后，在清玄洞天修炼时被以驯服红莲天焰的柳云轩重创，境界毫无寸进。近期变数21个半月后，出清玄洞天时被柳云轩栽赃诬陷，称沈墨害死宋俊杰。沈墨心中一叹，看来红莲天焰多半还是会先落入柳云轩之手。他好奇对方究竟凭什么能驯服那么狂暴的天地道焰。念头一动，他顺势扫了眼柳云轩的命盘，姓名柳云轩，境界筑基大成，命格福星，风度翩翩，逢凶化吉，一帆风顺，少阴玄冰体，命数修至结丹巅峰，后投神剑宗任内门长老。40年后夺取一枚地阶宝物时，被3位结丹修士围攻，旧伤复发，外伤并发，被3人联手击杀。近期机缘1今日获得清玄洞天修行资格。近期机缘21月后，在父亲柳元峰提供的天地道经帮助下，于清玄洞天第4重洞窟找到红莲天焰，勉强驯服，实力大增，但留下严重暗伤。天地道经没听过，但光名字就知道不是凡物，想来是驯服天地道焰的至宝，难怪他能那么快找到并驯服。但也不出我所料，只是勉强驯服，毕竟他体质是冰属性，更适合冰系天地道焰，而红莲天焰是纯火属性。他又看向宋俊杰，姓名宋俊杰，境界筑基初期，命格气运惊人，相貌俊朗，刀剑双绝，风雷刀剑体，命数1月后，在天地道经帮助下找到红莲天焰，却发现已被柳云轩抢先，为夺柳云轩天地道焰，被柳云轩反杀。近期机缘今日获得清玄洞天修行资格。沈墨摇摇头，实力不行，运气也一般，还想抢天地道焰，能不被反杀都算烧高香了。就在这时，慕容月忽然挑眉，柳元峰与宋超峰也同时察觉青焰的威势正在迅速衰减，3人暗松了口气，直接以灵力硬汉青焰开动，消耗极大，哪怕他们皆是结丹修士，也撑不了太久。慕容月当即开口，清玄洞天入口火焰即将消散，你们只有30息时间。2个月后，本座副宗主大长老会再度联手开启洞口，记住时辰，若错过出洞时机，就得再等50年。沈墨3人齐声应道，明白。几息后，青焰彻底消失，3人足尖轻点，化作3道流光，瞬间掠入清玄洞天。3人进去后，慕容月3人同时收手，青焰重新升腾，将洞口彻底封死。柳元峰忽然轻笑，宗主不走。慕容月直接盘膝坐下，神色淡然，我在这儿等他们2个月。柳元峰与宋超峰对视一眼，心中冷笑，却未多言，转身离去。瀑布轰鸣不息，只剩慕容月一人静静等待。穿过那层青焰，沈墨眼前豁然开朗，四周是泛着幽蓝的岩壁，嵌着点点晶石，散发着幽幽冷光。没有阳光，可视线一点不打折扣。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他们现在站在清玄洞天的最顶端，往下望去，密密麻麻的岔道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层层叠叠，望一眼就头晕。好热呀！宋俊杰忍不住嘀咕。沈墨斜了他一眼，自己也感觉到了，洞里的温度至少是外面的2倍，热浪像蒸笼一样扑面而来。还好他们都是筑基修士，体魄远超凝气期，换成以前的自己，恐怕早就汗如雨下了。这里的灵气确实浓得离谱。柳云轩深吸一口气，脸上露出惊叹。沈墨也试着吸了一口，灼热的灵气直冲丹田，那座5色道基像个贪吃的饕餮，把灵气一口吞下，迅速炼化成精纯的液态灵力。气旋早就被道基镇压得无影无踪，如今丹田里只有那一汪清亮的灵液池，静静承载着5色平台。柳云轩和宋俊杰也在调整状态，适应这股热浪。宋俊杰忽然转头沈墨，阴阳怪气的开口，听说沈师弟铸就了圆满道基。沈墨懒得搭理，随手选了条岔路往下走。这种不咸不淡的态度最气人，像一拳打在棉花上。宋俊杰顿时火气上头，有天阶体质又怎样？有圆满道基又怎样？不成长起来还不是废物一个？沈墨脚步一顿，回头似笑非笑，你怎么知道我有天阶体质？宋俊杰一愣，顿时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师尊严令任何人不得泄露我的体质。沈墨声音很轻，宋师兄，你消息挺灵通啊。他顿了顿，语气更嘲讽，对了，你爹是大长老，看来是大长老走漏了风声。啧，大长老这是什么意思？公然无视宗主禁令，莫非另有图谋？几句话下来，宋俊杰脸长得通红，你胡说，我爹对清玄宗忠心耿耿，我是从……他支支吾吾半天憋不出个像样的借口。等出了清玄洞天，我会如实禀告师尊。宋俊杰气急败坏，本能的就要冲上来。柳云轩一把拉住他，低声喝道：“俊杰，别冲动。”他压低声音：“你忘了咱们进清玄洞天的真正目的？现在不是跟他翻脸的时候，等拿到那东西，再收拾他不迟。”宋俊杰深吸几口气，勉强压下火气，差点被他激怒了。多谢云轩兄提醒。柳云轩笑了笑：“兄弟之间说什么谢？咱们比亲兄弟还亲，我当然站在你这边。要是拿不到那宝贝，我就让给你。”
总之绝不能落到沈墨手里。好，云轩兄果然够义气。宋俊杰心里一热，沈墨远远听着两人的窃窃私语，可怜的宋俊杰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柳云轩挖坑挖得这么深，他还觉得对方是真兄弟，难怪两人手里都有天地道经，可最后红莲天焰却落到了柳云轩手里，而不是宋俊杰。这孩子的脑子确实让人担忧。三人很快分道扬镳，沈墨头也不回，直奔最深处。他早从柳云轩的命格面板里看到了关键信息：第4重洞窟。也就是说，清玄洞天最深处不止一个洞窟，而是层层嵌套。至于编号，多半是前人刻下的标记。他必须抢在柳云轩用天地道经定位驯服红莲天焰之前，先一步找到他。有了明确目标，路上的诱惑就变得可有可无。哪怕路过灵气浓郁30倍的洞窟，他也只是扫一眼，没做停留。目标明确的好处就在这儿，其他都是浮云。几天后，他来到一处岔路口，这里的温度已经高得让人不舒服。幸好他有烈阳粉体，对高温的耐受远超常人，所以现在感觉就像泡了个热水澡，还没到灼痛的地步。果然有好几条深窟，面前6条幽深的隧道，每条都继续往下延伸，不知通向何处。隧道口旁有人用兵器刻下数字1到6，沈墨毫不犹豫选择第4条，毫不犹豫地往下走。路上热浪越来越猛，他不得不几次停下，从储物戒里取出清水大口灌下。又过了10天，周围温度突然疯狂飙升，洞窟里的光亮也越来越刺眼。沈墨非但不惊，反而大喜，这温度，这亮度，绝对是红莲天焰。宝贝，我来了。他脸上露出笑意，脚步更快，转过一个弯，一汪碧绿的湖泊骤然出现在眼前。仔细一看，哪是什么湖，分明是火海，绿莹莹的火焰海洋，翻滚着液态的火灵气，也就是火灵液。而在这片火海中央，一朵莲花状的火焰安静燃烧，9片花瓣环绕中央，像一朵盛开的红莲，正是红莲天焰。察觉到陌生气息，红莲天焰微微一颤，本能的就要抱起攻击。沈墨眼神一闪，迅速脱下弟子袍，随即运转地狱焚灭点，烈阳粉体彻底显露，胸口亮起炽热红芒，滚烫如烙铁。9道火线从心口蔓延，向头、手、脚延伸。原本正要爆发的红莲天焰忽然顿住，然后他以更快的速度朝沈墨扑来。沈墨深吸一口气，站定不动。红莲天焰很快贴近，火焰很快缠上他脚踝，靴子瞬间化为灰烬，火焰缠上小腿，裤子也跟着烧成飞灰。眨眼间，沈墨赤身裸体，露出精壮的身躯，火焰所过之处带来强烈的灼烧感。沈墨咬紧牙关，硬扛着疼痛，一动不动。他怕自己稍有动作就会把这小东西吓跑。红莲天焰绕着他转了一圈，像在打量确认，最后他似乎发出一丝满意的情绪。下一刻，他直直扑向沈墨小腹。沈墨倒吸一口凉气，牙关紧咬。好家伙，再往下一点，老子就成太监了。小家伙，别这么急嘛，来，慢慢来，哥哥带你回家。他忍着剧痛，伸手引导红莲天焰往自己嘴里去。红莲天焰见缝就钻，欢快地冲进他口中。红莲天焰刚一钻进体内，沈墨就觉得像是生吞把一块烧得通红的炭塞进了五脏六腑，灼热在瞬间炸开，经脉、血肉、骨骼几乎是同时做出反应，本能的排斥、收缩，拼命想把这团异物挤出去。他死死咬着牙，任由额头青筋暴起，硬生生把那股撕裂般的痛楚压了下去，一点一点引导他往下沉，直奔丹田。火焰所过之处，经络仿佛被火舌钻过，皮肉发出细微却刺耳的滋滋声，骨头缝里像是有熔岩在翻滚流淌。沈墨脑子里莫名闪过前世听过的中暑、高温让人器官衰竭、功能停摆，现在的感觉跟那差不多。撑住，再撑一会儿。他咬紧牙关，抬手直接倒出2瓶固肌丹、3瓶疗伤丹，一股脑倒进嘴里，直接吞下。与此同时，地狱焚灭点被他运转到极致，残破的血肉开始再生，可新生的组织刚刚恢复，就又被恐怖的高温烤得焦黑。毁坏，再生，毁坏，再生，整整10天，他的身体就在这2种极端之间反复拉扯，直到某一刻，红莲天焰终于抵达丹田。那一瞬间，所有暴躁仿佛被按下了开关，火焰轻轻一旋，像是找到了真正的归宿，安静地浮在那座5色道基之上。紧接着，异变陡生，海量灵力如决堤洪水般蜂拥而至，疯狂灌入红莲天焰之中，火势节节攀升，气息暴涨。几乎是眨眼之间，沈墨体内3成灵力被抽得一干二净。好在这种近乎掠夺的吞噬只持续了10几息，便逐渐平复下来，红莲天焰重新归于沉寂。沈墨缓缓吐出一口浊气，成了。从今往后，这朵红莲天焰会听他的心念，只要一个念头就能召之即来，威能大小皆在掌控之中。他低头看看自己，忍不住苦笑了一声，瘦得跟竹竿似的，确实惨，体内水分几乎被蒸掉了一半，整个人像是硬生生蜕了一层皮。要不是他已经筑基，体魄远超凡俗，又恰好拥有烈阳粉体这种顶尖火属性体质，换成寻常修士强行驯服红莲天焰，怕是连骨灰都剩不下。柳云轩明显是硬抗的，难怪会留下那么重的暗伤。沈墨沉下心神，
那是丹田。原本那是一片灵力湖泊，道基悬浮其上，而此刻湖面明显缩水了一圈，道基之上一朵赤红火焰静静燃烧。他粗略估算了一下，就算什么都不干，单是红莲天焰这么躺着，每10息也要吞掉他1/10的灵力，这数字有点吓人。要知道，他修的是天阶功法，地狱焚灭点，道基又是圆满道基，灵力恢复速度本就远超同阶修士，即便如此，也才勉强跟得上这种消耗。要是真拿红莲天焰跟人动手，消耗只会更恐怖。难怪沈墨摇头失笑，普通修士几乎不可能驯服这东西，这根本不是天地异宝，这是个赤裸裸的灵力吸尘器。对寻常筑基修士来说，就算侥幸修的玄阶上品功法铸成圆满道基，也已经算得上天骄。可那种层次的恢复速度，10息顶多补回1/30的灵力，再怎么拼命修炼，也填不满红莲天焰这个无底洞。最终的下场，无非是被一点点抽干，变成一具干尸。等等，沈墨正准备起身，忽然动作一顿，我的境界！沈墨愣住，我什么时候到筑基小成了？方才全副心神都放在驯服红莲天焰上，根本没顾及自身变化。现在细细一想，也对，这10天里，他固基丹几乎没停过，地狱焚灭点全程高速运转，再加上红莲天焰那恐怖的高温，反倒加速了药力炼化。于是他不知不觉就冲到了筑基小成。我这儿还有一大堆固基丹。沈墨扫了一眼储物袋，又感受了一下洞窟内浓郁到近乎粘稠的灵气，忍不住放声大笑。这种机会不往死里冲，简直对不起自己。他把慕容月给的所有固基丹一股脑倒出来，像吃糖豆似的往嘴里塞，随后功法全力运转，刹那间他仿佛成了风暴中心，周围灵气像疯了一样往他身上涌来。更重要的是，受红莲天焰影响，清玄洞天内的灵气几乎清一色都是火属性，而他的体质同样如此，天作之合。与此同时，柳云轩喘着粗气，终于赶到第4重洞窟。天地道经的指引本就不算精准，他只能大致判断红莲天焰在第4或第5重之间，可他猜错了，先去了第5重，最深处空空如也，只好折返赶来第4重。现在他总算赶到了，温度怎么跟第5重差不多？柳云轩眉头紧锁，心中隐隐升起一丝不安。转过一道弯，他整个人猛地僵住，眼前是一片赤橙色的广阔湖泊，不对，不是湖，是火海，满满当当的火灵液。在这儿，柳云轩几乎是失声低吼，红莲天焰一定在这儿。狂喜之下，他赶紧摸出一颗散发寒气的珠子，狠狠捏碎，层层冰雾瞬间爆开，将他整个人包裹其中。这是冰雾珠，父亲柳元封在他进洞前给的玄阶宝物，每用一次便能隔绝高温，一次至少支撑1刻钟，不算顶级，却也不便宜。一路走来，他已经用了6颗，手中所剩无几，必须留着对付红莲天焰。靠着冰雾珠的保护，柳云轩毫不犹豫踏入火海，朝中央走去。1步、2步、3步，他咬紧牙关，死命坚持，因为他知道希望就在眼前，只要撑过去，就能得到红莲天焰，驯服他，成为掌控天地道焰的天才。清玄宗立宗以来，从未有人成功驯服过天地道焰，哪怕是开宗祖师，也未曾做到。若他成功，他便是清玄宗史上第1人，将来就算改投他宗，凭红莲天焰也足以横压同辈天骄。所以他必须得到。100步、200步，柳云轩终于走到岸边，然后他在火焰中看到了一个人影。那人盘膝坐在地上，一丝不挂，赤红火焰如实质般缠绕全身，肌肉线条在火光下显得冷硬而凌厉，宛如执掌烈焰的王者。柳云轩的呼吸骤然一滞，那张脸他太熟悉了，日日夜夜恨不得生吞活剥。沈墨缠绕在他身上的，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红莲天焰？柳云轩那张俊脸瞬间扭曲，目眦欲裂。沈墨，我杀了你！他怒吼一声，拔出腰间长剑，朝着沈墨冲了过去。杀意骤起，沈墨本能地察觉到危险，猛地睁开眼，剑尖直刺咽喉，他几乎是条件反射般侧身一闪，剑锋堪堪擦过脖子，带起一丝凉意。与此同时，沈墨掌心红焰一闪，迅如雷霆，反手一掌，狠狠拍向柳云轩胸口，全力一击，轰！柳云轩整个人像断了线的风筝，倒飞出去，长剑脱手，还没落地，人在半空就喷出一大口血，那血还没落的就在高温中瞬间蒸发成白气，消散得干干净净。柳云轩满脸惊恐，你的境界？沈墨眼神渐渐聚焦，刚才他完全沉浸在修炼中，那一躲一击纯属肌肉记忆，现在才反应过来，借红莲天焰之力调动全部灵力，一掌就把柳云轩打成重伤。这威力绝不是筑基小成该有的。他那是自身发现丹田里的灵力湖已经扩大了好几圈，我筑基大成了。沈墨大喜过望，环顾四周火海，他瞬间明白了，这片火海里全是火灵液，可现在比他刚来时少了大半，至少被他吞了3/4。难怪境界长这么快，师尊还是低估了我，也低估了清玄洞天灵气浓度。沈墨笑得合不拢嘴，而柳云轩那边脸色已经从惊恐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恐惧。还没等沈墨再动手，他挣扎着爬起来，踉跄着就往外跑，生怕沈墨追上来杀了他。沈墨看着他狼狈逃窜的背影，冷笑一声，他不会现在杀柳云轩，爽是爽，
可杀了就彻底撕破脸，宗主一脉和柳元丰副宗主一脉再无缓和余地，这对宗门来说不是好事。柳元丰虽然暗中勾搭神剑宗，可表面上还尊慕容月为宗主，至少维持着基本秩序。现在沈墨已经全面碾压柳云轩，将来有的是办法收拾他，不急这一时。现在最要紧的是先把这里的火灵液全吸了，不能浪费。沈墨重心盘坐，继续修炼。柳云轩的出现不过是个小插曲，没掀起什么风浪。时间一天天过去，眨眼2个月，沈墨把红莲天焰聚拢的火灵液吞了个干净，这里的温度明显降了下来。他的境界没再往上突破，但他能清晰感觉到筑基大成已经彻底稳固。出了清玄洞天，就算靠固基丹狂堆，最多3个月就能冲到筑基巅峰。该走了。沈墨从储物戒里摸出一件新内门弟子袍穿上，大步朝入口走去。他掐的时间很准，全速赶路，5天就能到入口。担心柳云轩或宋俊杰半路搞鬼，他特意提前1天结束修炼。柳云轩被我打成重伤，体内还残留红莲天焰的余威，就算有疗伤至宝，也不可能短时间恢复。他现在最多3成战力。至于宋俊杰，进洞时才筑基初期，现在顶多小成，对我没威胁。虽然他有信心碾压2人，但还是想确认一下有没有变数。姓名沈墨，境界筑基大成，命格药师之后，天生慧根，剑道痴迷，运道尚可，烈阳粉体，命数最终修至筑基巅峰。40年后，清玄洞天内太过寂寞，自尽而亡。近期变数，今日前往清玄洞天入口途中，在第4重洞窟入口处中了柳云轩与宋俊杰的毒弩陷阱，腿部重伤，无法及时抵达入口，被困洞内。沈墨眼神一闪，果然有埋伏。他原本以为2人会在入口附近设伏，没想到提前在第4重洞窟入口就动手了。既然知道陷阱位置，拆起来就不难了。他自信一笑，继续原路返回。没多久就到了第4重洞窟入口，仔细一看，地上果然有几根细若游丝，几乎看不见的线，线两端深深嵌入2侧岩壁。沈墨从储物戒摸出一把飞刀，远远扔过去，刀刃落在线上，啪，细线断裂。咻咻，2根婴儿手臂粗的弩箭瞬间从2侧岩壁射出，箭头锋利无比，狠狠钉进地面半尺深。沈墨扫了一眼，发现箭头上泛着淡淡绿芒，有毒，而且这毒很特别，不光剧毒，还能穿透修士灵力。沈墨眼神微动，之前慕容月给过他一本册子，里面详细写了清玄宗的势力分布，敌有关系，还提到了玄江5宗，其中有一个叫青藤宗。青藤宗以毒闻名，他们地盘上有种独门植物叫断灵花，其毒液能直接穿透灵力，常用在各种武器上，包括弩箭。看来宋超峰背后有青藤宗撑腰。沈墨轻笑，他又小心扔了件武器过去，确认没弩箭了，才小心翼翼穿过这片区域。走之前顺手把2具弩机和箭矢全收进储物戒。清玄洞天入口，柳云轩和宋俊杰盘膝而坐，静静等着洞开。他们已经交换过情报，宋俊杰早就知道沈墨收复了红莲天焰，一开始他还想找沈墨麻烦，看能不能抢过来，可听说柳云轩重伤后，立刻打消了念头。此刻柳云轩胸口裹着绷带，每呼吸一次，绷带上就渗出血迹，显然伤势极重。宋俊杰每次看到他这样，都忍不住心里发凉，因为他清楚柳云轩实力远超自己，连柳云轩都被沈墨打成重伤，可见沈墨有多恐怖，自己根本不是对手。此刻柳云轩脸色泛着病态的潮红，按我的计算，那家伙很快就会经过第4重洞窟入口。他阴恻恻的笑。宋俊杰点头，没错，俊杰，你确定弩箭布置妥当？那些细线，沈墨不会提前察觉吧？柳云轩问。宋俊杰摆摆手，放心，我爹从青藤宗买来的重型弩机，一次齐射足以击穿筑基大成的护体灵力，箭头上淬的是青藤宗的蚀骨毒，除了他们自己，天下无人能解。至于那些细线，宋俊杰嘿嘿一笑，那是用我爹用百年冰蚕丝做的，3尺之外都看不见。柳云轩重重点头，布置的确实周密。沈墨必中招，绝无可能按时回到入口。有天阶体质，圆满道基，还驯服了天地道焰，又怎样？被困清玄洞天50年，再天才也得给我死。柳云轩阴笑，哒哒哒哒，远处忽然传来脚步声。柳云轩和宋俊杰脸色骤变，2人几乎同时转头，循着脚步声望去。当那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时，他们的表情瞬间凝固。怎么可能？他怎么会这么快就到入口了？柳云轩下意识瞪向宋俊杰，眼神里全是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你不是说筑基修士的护体灵力随便就能撕碎吗？宋俊杰也懵了，满脑子都是这到底怎么回事。沈墨看着他们这副见了鬼的样子，忍不住乐了。哟，2位师兄怎么这表情？见到我这么不高兴？不等他们回答，他又自顾自接了一句，不过我能理解，要是换我，看到计划泡汤，心情肯定也不太好。你……宋俊杰张了张嘴，设伏害人这种事本就见不得光，更别说还被当场点破。沈墨笑意更深，想知道我是怎么躲过你们那陷阱的？宋俊杰下意识点头。沈墨轻笑，就你们那破玩意儿，说实话，傻子都能看出来，躲起来都嫌麻烦。你放屁！宋俊杰瞬间炸毛，我爹从青藤宗花大价钱买来的蚀骨毒弩，还有百年冰蚕丝布下的陷阱，
3尺之内肉眼难辨。你怎么可能？话说到一半，他自己先卡壳了，完了，又自爆了。柳云轩恨不得当场一巴掌拍死这个猪队友，一句话把底子抖得干干净净。沈墨声音冷下来，宋俊杰，设伏暗算宗主亲传，你觉得这该当何罪？宋俊杰心头狠狠一颤，他很清楚自己站不住理，更何况现在的沈墨实力已经完全压他一头，连柳云轩都被打成了这样，他哪还有半点硬刚的底气？面对质问，他僵在原地，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沈墨冷笑，这家伙明显已经怂了，别太得意。一旁的柳云轩阴沉开口，别以为你是宗主亲传就没人敢动你。沈墨走到他面前，柳云轩话还没说完，啪一记耳光，干脆利落，清脆的声响在洞口回荡。柳云轩那张一向引以为傲的俊脸，左侧瞬间肿起，鲜红的掌印清晰可见，他整个人都懵了。从小到大，别说被人扇脸，就连他爹都没下过这种重手。你，他瞬间暴怒，啪！话没说完，沈墨又是一巴掌扇在右脸，声响更脆，左右对称，干净利索。柳云轩气得发抖，刚要发作，沈墨抬腿一脚把他踹翻在地，顺势一脚踩在他胸口，正踩在之前的伤处。啊！柳云轩痛得惨叫，红莲天燕留下的伤还没好，这一脚下去，伤口直接崩开，鲜血瞬间染透绷带。你敢这么对我，我爹不会放过你的！柳云轩怒吼，啪！我爹，啪！这次是右脸，我啪啪！这次左右开弓。柳云轩气得发抖，却终于一个字都不敢再说，只能捂着脸，死死瞪着沈墨。沈墨笑眯眯的又扇了一巴掌。柳云轩终于崩溃，我什么都没说啊，扇你还需要理由？沈墨笑得更灿烂了，可对柳云轩来说，这笑容却比厉鬼还要瘆人。他绝望地看向沈墨身后的宋俊杰，想求助，却见宋俊杰早就缩在角落，像只受惊的小鸡，连大气都不敢喘，仿佛刚才那一连串耳光声只是无关紧要的背景音。柳云轩心底彻底凉了，这白痴不仅蠢，还怂得要命。就在这时，清玄洞天入口的青焰开始剧烈颤动，火焰的温度一点点降低，颜色也逐渐暗淡。柳云轩和宋俊杰顿时激动起来，终于能出去了，再也不想在这鬼地方多待一秒，快放我们出去！洞外，慕容月、柳元峰、宋超峰三人并肩而立，灵力齐出，持续轰击着洞口的焰障。更外一圈是9位内门长老，数十名外门长老，还有诸多执事与密密麻麻的内外门弟子。人群中，赵廷和洛胜男也在。两人处理完家族事务后，几乎是一路急行赶回宗门，错过清玄洞天开启，让他们懊悔不已。如今洞府即将重开，自然要来看看那三人到底有了什么变化。洛胜男瞥了眼赵廷，他那宽松袍子愣是穿成了紧身衣，舔了舔嘴唇。赵廷，这次清玄洞天提前开启，据说是出了重宝，你觉得谁最有可能拿到？沈墨、柳云轩还是宋俊杰？赵廷目光平静，首先宋俊杰可以排除，他就是个仗着爹嚣张的白痴。沈墨潜力虽大，但硬实力比柳云轩差一截，如果沈墨先拿到宝贝，多半会被柳云轩抢走。反过来，柳云轩若先得手，沈墨没机会翻盘，所以我还是看好柳云轩。洛胜男轻轻一笑，我倒不这么想，沈墨这小子挺有意思的，没准会给我们个惊喜。他转头看向赵廷的妹妹赵柔，小丫头，你觉得呢？赵柔斩钉截铁，我相信沈墨。内门弟子中还有一对引人注目，男子俊朗挺拔，女子娇媚动人，正是萧凡和柳飞。柳飞整个人贴在萧凡臂弯，脑袋靠在他肩上，声音甜腻，萧凡哥哥，我爹说了，天地道焰肯定是我哥拿到，沈墨10有8九会被困死在清玄洞天里。萧凡冷笑，活该，他根本看不清玄宗现在的形势。慕容月靠不住，副宗主和大长老才是正道，但同时得罪2位，他能活到现在已经是奇迹。柳飞手指在他胸口画圈，媚声道，没了他，萧凡哥哥心情会好很多吧？萧凡笑起来，当然。萧凡低笑，抓住他后腕，在他耳边压低声音，今晚去后山池塘，咱们是试水戏。柳飞脸颊绯红，像蚊子哼哼，好。就在这时，清玄洞天入口的青焰急速暗淡，所有人精神一振，齐齐望向洞口。慕容月瞥了眼柳元峰和宋超峰，见他们神情笃定，心里不由一沉。可他毕竟执掌宗门多年，早不是当年那个40出头的小姑娘，再焦虑也绝不会表露半分。沈墨，你一定要平安。他在心里默念。然后洞内传来脚步声，第一个冲出来的是宋俊杰，像被什么东西追杀似的，一头扎进他爹怀里。宋超峰本来看见儿子出来还挺高兴，可看到儿子那副惊魂未定、脸色惨白的模样，眉头瞬间拧紧。只是碍于场合，他没多问，只拍了拍宋俊杰的背。紧接着又是一阵脚步声，这次是柳云轩，那张原本俊朗的脸，此刻肿得像发面馒头，胸口绷带被鲜血浸透，血迹一滴一滴落在地上，一步一晃，狼狈不堪。看到柳云轩这副惨状，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清玄洞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在那一瞬，第3个身影从洞口冒了出来。沈墨大步跨出清玄洞天，迎面扑来的清凉空气让他忍不住深吸了几口，整个人都像被洗过一遍似的舒坦。
他刚站定，宋俊杰那张脸就白得像见了鬼，赶紧往宋超峰身后缩了缩，仿佛沈墨是头吃人的恶鬼。这一幕让柳元峰和宋超峰的心同时往下沉。人群里，萧凡和柳飞的脸色也瞬间变了。沈墨不该活着出来的，更不该站在这儿。柳云轩半死不活，宋俊杰吓得魂不附体，而沈墨非但毫发无损，气息还隐隐比之前更凝实几分。这分明是又精进了一层。到底洞里发生了什么？萧凡脑子嗡嗡作响，像被人塞了一团浆糊。他相信柳元峰和宋超峰此刻也同样一头雾水。宋超峰脸色铁青，第一个开口，声音压得极低，却带着结丹修士的威压。沈墨，你对我儿做了什么？无形的威势如山岳压来，带着毫不掩饰的杀意。慕容月冷哼一声，身形一闪，已挡在沈墨身前。那股威压被他轻描淡写的化解。大长老，你这是什么口气？美貌宗主声音冷得像寒冬腊月的冰。沈犯人呢？还是觉得我徒儿欠你一个交代？他这话一出，全场空气都仿佛凝固了几分。不管对错，沈墨是他的人，就算真错了，在他这儿也得是对的。谁敢这么对他徒儿说话，他就敢对回去。沈墨是宗主亲传。人群里有人低呼：什么时候的事？宗主闭关多年，从不收徒啊！沈墨到底什么来头，能让宗主破例？沈墨忽然笑了笑，声音不高，却清清楚楚传遍全场。大长老，我可以解释，不过您确定要我当着这么多人说？说有什么不敢说的？宋超峰怒喝：把我儿吓成这样，你必须给个交代！慕容月转头看向沈墨，美眸中带着询问。沈墨与他对视一眼，轻轻点头。慕容月心下了然，往旁退开半步。沈墨这才开口，声音不大：几天前我修炼完毕，正准备返回入口，半路上遇到了个陷阱。大长老，您猜是什么陷阱？弩箭，专门能穿透灵力的弩箭。宋超峰脸色骤变，慕容月眉心一皱，显然想到了什么。柳元峰眼神闪烁，沉默不语。沈墨手一翻，从储物戒里取出2具弩机和几支箭矢，往地上一扔。不知道哪位高人在我回城的必经之路上设了这么个玩意儿，我猜应该不是柳师兄和宋师兄的手笔吧，多半是50年前进洞的前辈留下的老古董。他笑得灿烂，目光却直落在柳元峰和宋超峰身上。慕容月抬手一招，弩机和箭矢悬浮到他面前。他目光一凝，作为宗主，他太熟悉玄江武宗的标记了。青藤宗的弩机箭头淬的是断灵花毒，只是弩身上原本的青藤标记已经被生生磨掉。慕容月冷冷扫向两人，两位给本做一个解释。平日里温婉如水的美貌宗主，一旦真动怒，那气场可怕的让人喘不过气。就算他此刻强压着火，眼底那抹寒芒也让柳元峰和宋超峰同时心头一颤。老夫对此一无所知。柳元峰摇头，宋超峰咬牙，我也一无所知。召集所有长老议会。慕容月声音冷冽，轰轰轰，震天钟声再次响彻清玄宗。沈墨他们没去凑热闹，也没必要。他把弩机和箭矢当众拿出来，就已经给了慕容月足够大的把柄。他完全可以借机压宋超峰让步，逼他吐出足够多的利益。除非宋超峰铁了心要公然反出宗门，否则他只能低头。沈墨故意当众亮出这些东西，就是要效果最大化。那老家伙脑子还不算太笨，可惜他儿子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要是他真被困在清玄洞天50年，这些青藤宗的弩箭和毒药早就风干，谁也查不出痕迹。可惜通过命盘，他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当沈墨、柳云轩、宋俊杰3人从洞口走下来，所有弟子的目光都落在沈墨身上。柳云轩和宋俊杰这2个真传反而成了背景板。赵婷、洛胜男、赵柔、张威虎等熟人很快围上来。洛胜男上来就是一拳砸在他胸口，你小子可以啊！沈墨哈哈大笑。洛胜男一愣，他这一拳力道不小，换成筑基大成弟子都得疼得龇牙。可沈墨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赵婷压低声音，得了宝贝。沈墨笑眯眯，非要我说没有吗？别装了。赵婷瞥了眼远处灰溜溜离开的宋俊杰，又看了看重伤的柳云轩。宋俊杰那怂样不像赢家，柳云轩伤成那样也捞不着好处，最后的赢家肯定是你。沈墨笑而不语。没想到赵婷看着5大3粗，脑子却转得飞快。宗门机密，难说难说，就当宋俊杰得了宝贝吧，他配得上。沈墨哈哈一笑。远处独自离开的宋俊杰听见身后的嘲笑声，背影更显萧索，像条丧家之犬，脚步不由加快。柳云轩在萧凡和柳飞的搀扶下离开。临走前，他深深看了沈墨一眼。夜渐深，大殿里的争吵还在继续。路过的弟子能看见殿内各种光芒冲天而起，那是情绪激动的结丹修士无意间泄露的威压。整整一天，弟子们都在热议这件事。吴怀仁忐忑不安地走在通往内门弟子院落的路上，遇到的内门弟子表面恭敬，可等他走过去，背后就是一片嘲笑。这位外门长老的龌龊事，早就在宗门传得人尽皆知。但凡不是特别天才的新进内门弟子，奖励多多少少都被他克扣过，连新进内门都敢黑，更何况别人。吴怀仁没心思理会那些背后的风言风语，他几乎是凭着本能往前走。没多久，就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院。让他意外的是，门口居然有人，看穿着是藏经阁的执事。吴长老，你也来了。
藏经阁执事惊讶道。吴怀仁嗯了一声，有点事，找沈墨。我也是，要不你先进。执事尴尬道。不，你先请，我的事不急。吴怀仁难得客气。别，吴长老你先，你是长老，理应长辈优先。不用，你先，我从不倚老卖老。就在两人推来让去时，院门开了，沈墨皱眉站在门口，看着他们俩，你们俩在这儿干嘛？扰我清修？两人瞬间尴尬的脚趾抠地。沈墨瞥了眼吴怀仁，淡淡开口，我认得你。吴怀仁脸色顿时尴尬的像吞了只死苍蝇，赶紧弯腰作揖，枕师弟，当初老朽鬼迷心窍，克扣了本该给你的奖励，今儿特意来还给你。说着，他双手捧上10枚中品灵石，恭恭敬敬。沈墨嘴角微微一勾，没急着接。当初刚晋升内门时，在张威虎的陪同下，他从吴怀仁手里领过一次内门弟子的福利，按规矩该有100下品灵石，结果被硬生生扣了20，只给了80，理由冠冕堂皇，说什么资源得向天才倾斜。时间一长，这事儿他都快忘到脑后了。没想到今天吴怀仁竟自己送上门来，不但把欠的补上，还多送了好几倍，这让沈墨多少有点意外。他又转头看向旁边的藏经阁执事，你呢？那执事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声音抖得像筛糠，沈师兄，我错了，我真的大错特错了。当初你第一次进藏经阁，本该正常借阅，我却见钱眼开，收了你1枚灵石。这些年我夜里长睡不着，总觉得自己对不起你，今天终于下定决心，特意来赔罪。说完，他也颤巍巍捧上1枚中品灵石，双手举过头顶。沈墨看着两人在这里扯淡，这两个家伙为什么突然跑来低头认错？说白了就一个原因，沈墨成了宗主亲传弟子。这事儿已经闹得清玄宗上下人尽皆知，更别提还有传言说他在清玄洞天里得了疑似天地道验的至宝。虽然沈墨本人没承认，可不少弟子已经信了7、8分。风声传到吴怀仁和藏经阁执事耳朵里，自然吓得魂飞魄散。他们没想到，当年被自己敲诈勒索的小子，如今竟成了宗主亲传。这要是记仇，他们的小日子怕是到头了。沈墨随手接过那枚灵石，东西我收了，滚吧！再让我听说你敢坑普通弟子，别想在清玄宗待下去。是，多谢沈师兄。执事如蒙大赦，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不过沈墨话锋一转，吴长老这些年可不止黑了我一个吧？区10枚中品灵石就想打发？他瞥了眼藏经阁执事，一看这位兄弟多有诚意，1枚中品灵石就赔罪了。你堂堂长老，总不能被一个执事比下去吧？吴怀仁脸红一阵白一阵，咬咬牙，只好再翻储物戒，硬着头皮又掏出20枚中品灵石。这样够了吗？他小心翼翼地问。沈墨没吭声。吴怀仁心在滴血，又摸出一件灵蟒皮炼制的内甲，这是用灵蟒皮炼制的，坚韧耐久，普通兵器难伤，还带点防火的效用。沈墨这才微微点头。30枚中品灵石，外加1件中品内甲，勉强能接受。吴长老，日后好自为之，别再犯同样的错误。沈墨淡淡道。是，老朽再也不敢了。吴怀仁如蒙大赦，千恩万谢地退了下去。藏经阁执事也忙不迭告辞。等两人身影消失，沈墨关上门，随手把灵石和内甲扔进储物戒，盘腿在床上坐下，缓缓运转地狱焚灭点的吐纳法门。清玄洞天2个月的疯狂修炼，已经让他稳稳筑基小成。他隐隐有种预感，第2重应该快成了。要是抓住这个机会，说不定能一口气冲到筑基巅峰。就在这时，一阵带着淡淡幽香的风忽然吹进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道曼妙身影已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床前。是慕容月，依旧美得惊心动魄，只是眉宇间那抹幽色比平日更深了几分。他随意一挥手，在床边的木椅上坐下，胸前沉甸甸的分量轻轻搁在桌沿。师尊这次来，应该是事情都处理完了吧？沈墨起身行礼。慕容月点点头。宋超峰说，宋俊杰只是把青藤宗的弩箭当作防身底牌，那些东西是他通过黑市买的，并非直接跟青藤宗交易，他是一时冲动才对你出手。沈墨嗤笑一声，这种鬼话3岁小孩都不信，慕容月何等阅历，自然更不会当真。宋超峰自认教子无方，已辞去大长老之位，今后4年将在剑崖闭关思过。宋俊杰因私购青藤宗弩箭案算同门，即日起逐出清玄宗，永不录用。至于空出来的真传之位，慕容月看向他，归你了。沈墨拱手，多谢师尊。这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按原本的命盘轨迹，神剑宗公打玄江府诸宗还要再过4年多。宋超峰没跟慕容月彻底翻脸，反而选择退让。显然他觉得时机未到，实力还没攒够。徒儿，我师尊常说大事不可逆，只能顺势而为，绝不可逆流而上。慕容月忽然开口，可有时候我在想，真的是不可逆吗？要是实力够强，直接一巴掌把柳元峰和宋超峰拍死，不就什么都解决了？沈墨眉梢一挑，看来慕容月也察觉到玄江府的暗流涌动了。不过直接拍死柳元峰和宋超峰这种想法虽痛快，后果却太危险。柳元峰暗通神剑宗，宋超峰跟青藤宗关系密切，两人一死，2大宗门必定报复，搞不好清玄宗会提前覆灭。沈墨正色道，师尊，弟子有个想法。慕容月微微颔首。沈墨斟酌着措辞，对大多数人来说，大事确实不可逆，但若一人实力足够强大，那么大事也只能匍匐在他脚下。慕容月眼中闪过异彩，
好徒儿。他沉默良久，忽然轻笑出声，带着由衷的喜悦。下一刻，他的气息突然失控，时强时弱，波动剧烈。沈墨一惊：“师尊，您这是？”慕容月笑得眉眼弯弯，为师顿悟了，这或许是我突破结丹巅峰的契机。沈墨拱手：“恭喜师尊。”在他实力足够前，他当然希望这位美貌师尊越强越好。何况他知道慕容月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心为他好，他巴不得慕容月成为天下第一。慕容月心情大好，眉间那抹愁云也散了大半。你已经把红莲天焰驯服了吧？给为师瞧瞧，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天地道焰呢。沈墨点头，心念一动，掌心浮现一朵静静燃烧的赤红莲花，火焰安静的像一汪春水，没有半点狂暴凶戾。慕容月好奇的伸手去触碰红莲天焰，本能的一卷，朝他指尖烧去。慕容月惊呼一声，飞快缩回手指。沈墨连忙收起火焰，挠头道：“抱歉师尊，他还野得很，有时候不听使唤。”慕容月却笑得更开心：“没事，月夜我越喜欢。我要闭关一段时间，你若有事，尽管去找李长老。还有，这些给你。”话音刚落，他身影一晃，身影瞬间消失。沈墨低头一看，桌上多了一枚崭新的储物戒，打开一看，里面堆满了丹药、灵石、宝物，像座小山。啧，被师尊这么砸资源的滋味，简直不要太爽。日子一天天过去，清玄洞天那场风波渐渐平息下来。大长老宋超峰闭关剑崖去了，他儿子宋俊杰直接被逐出宗门，彻底没了真传资格。与此同时，沈墨成了清玄宗第4位真传弟子的消息也渐渐传遍了整个宗门。就算有人不知道宗主长啥样，副宗主是谁，但提起沈墨这匹黑马，那绝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半个月后，沈墨终于从床上爬起来，结束了这段时间的闭关苦修。自从出清玄洞天，他就没闲着，天天靠吞固鸡丹、运转地狱焚灭点、吐纳功法，一门心思往筑基巅峰冲。丹田里的灵力早就蓄满，道基也稳得像铁打的一样，可偏偏就是捅不破那层窗户纸，总觉得缺了点什么。闭门造车果然不行，他自言自语的出去走走，看看这花花世界。沈墨轻轻点头，说白了就是该出去撞机缘了。肚子恰好咕咕叫了2声，正好肚子饿了，去膳堂蹭口饭。沈墨起身推门而出，他现在穿的不再是以前那身墨绿内门袍，而是真传弟子专属的深绿镶金袍，腰间佩玉，行走间隐隐有灵光流转。一路上遇到的内门弟子不管在干嘛，全都停下来恭恭敬敬行礼。沈墨微微颔首，心里有点感慨。几个月前他还是个随时可能被扫地出门的边缘外门弟子，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清玄宗4大真传之一，资源随便砸，内门长老见了也得客客气气，毕竟得罪一个真传等于得罪一个未来的结丹修士，谁敢赌这个未来？路过一处深潭时，脚步一顿，看见了萧凡和柳飞，那边围了一大圈弟子，正七嘴八舌地捧着萧凡。萧师兄，你真筑成元满道基了？牛啊，可不是吗？咱们清玄宗能筑元满道基的，估计一只手都数得过来。面对这波彩虹屁，萧凡脸上写满得意，正准备再谦虚2句，又有人接茬。据我所知，玄宗也就慕容宗主和沈师兄铸成了元满道基，所以萧师兄现在是第3人，跟宗主沈师兄并肩，能跟沈师兄齐名，萧师兄真是了不得。这话一出，萧凡脸上的笑意瞬间僵住，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不爽。拿我跟沈墨比，什么意思？我还不如他。就在这时，有人忽然喊：“快看，沈师兄在那儿！”我操，真的是沈师兄，我粉他好久了。沈师兄，我仰慕你很久了，能不能跟我结为道侣？滚开，你配吗？让开，让我来。呼啦一下，刚才还围着萧凡的弟子像潮水般退去，全都蜂拥般朝沈墨扑过去。眨眼间，萧凡身边只剩寥寥几人，而沈墨那边已经里3层外3层，水泄不通。萧凡脸色从僵硬变成铁青，他刚踏入筑基，刚开始享受众星捧月的滋味，转眼风头就被抢得一干二净，这口气憋得他胸口发闷。那边几名姿色出挑的女弟子围着沈墨，各种类型都有，胆子大的甚至直接上手去摸胳膊摸肩膀。沈墨无奈地笑了笑，只好撑起护体灵力，把那些不安分的小手轻轻挡开。萧凡远远看着这一幕，气得一甩袖子，拉着柳飞转身就走，背影透着股说不出的憋屈。沈墨远远看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思。不愧是大能转世，天命之子，我结了他那么多机缘，他居然还是铸成了圆满道基，以后宗门资源怕是会重点倾泻给他。不过他身上还有不少大机缘，我可不能错过。沈墨笑了笑，刚才他又扫了眼萧凡的命盘，新机缘已经刷出来了。姓名萧凡，境界筑基初期，命格天命之子，仙风道骨，大能转世，绝处逢生，地焰玄体。命格止步元婴大成，成为炎天殿殿主，尊称赤凤真仙。因拍卖会上进的重宝，身份暴露，被宿敌追杀，最终战死。近期机缘一，今日接取猎杀紫金狮任务，前往青苍山狮吼谷，被狮王和散修追杀，逃命途中误入谷东南角一处元婴修士残洞，丹炉里发现3枚纯元固基丹，服下后连破境界，直达筑基大成。近期机缘2冒号3日后，筑基大成出洞，当场反杀狮王和散修，
夺狮王妖丹及散修宝物。近期纪元30日后，奉柳元丰之命去青山城密会神剑宗副宗主之女欧阳倩，两人一见钟情。欧阳倩赠5瓶大固鸡丹，服下后直冲筑基巅峰。近期纪元1月后，再赴青山城见欧阳倩，途中遭散修拦截，杀敌后在其储物界中找到森罗剑诀残卷。近期纪元5冒号2月后，去青山城欲与欧阳倩双修，途中却遭洪风折袭击，追至蜂巢，发现储物界内有3枚地阶长生护体丹。沈墨摸了摸下巴，纯元固基丹，他听说过，据说是用失传秘法炼制的玄阶顶品固基丹，一颗药力顶普通固基丹30克，可惜炼制之法早已失传。大固基丹也差不多，是神剑宗独门秘方，一枚顶10枚普通固基丹。大固基丹是欧阳倩送给萧凡的，我抢不到，但纯元固基丹我必须拿到手，3枚下去，我有很大把握直接冲到筑基巅峰。另外，森罗剑诀残卷也不能放过，这可是他的杀手锏之一，虽然现在只有半部，但仍是地阶灵器，要是完整版的话，哪怕结丹修士都会眼红。还有长生护体丹，正好用得上。地狱焚灭点突破结丹需要9次凝丹碎丹，每次碎丹都伤及本源，得用海量生机宝物修复。长生护体丹正是这类至宝。沈墨心里一乐，既然如此，他也不去善堂了，直接转身奔向任务阁。任务阁里的弟子一见他，立刻齐刷刷行礼，态度恭敬的不能再恭敬。虽说他刚成真传没多久，但不少人亲眼见过柳云轩从清玄洞天出来时那副半死不活的惨样，不少人私底下都觉得沈墨的实力恐怕已经超过柳云轩，稳坐4大真传第1人，名副其实。对这种人物，恭敬点总没错。沈墨一踏进任务阁2楼，还没来得及抬头瞧石碑上的任务列表，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就迎面而来。沈师弟来了，想接什么任务？我这就帮你找。说话的是管事的师姐，语气热络的有些过分。沈墨瞥了他一眼，正是上回那个趴在桌上打盹，怎么叫都爱答不理的圆脸姑娘，如今精神抖擞，眼睛亮得像见了财神爷。他嘴角微微一勾，真传弟子的牌子果然好使。上次来时，这位师姐爱答不理，今儿倒像换了个人。他笑了笑，猎杀子金狮。圆脸师姐手脚麻利，3两下就翻出任务牌，5星任务，猎杀紫金狮，赏60枚下品灵石，外加1瓶固基丹。说完，他又补一句，以沈师弟的实力，这种任务应该是轻轻松松。5星、6星任务，本就是给筑基修士乃至宗门执事准备的，5星难度，大致对应筑基初期到大成。沈墨笑了笑，没接话。表面看是5星，可真要动手，等同于去童子金狮王的老巢，不光要面对发狂的狮王，还得提防闻风而来的散修围追堵截，真实难度妥妥6星。不过这种事他才不会说破，毕竟是萧凡命盘里刷出来的内部情报。咦，沈师兄，你也在这儿？身后忽然响起一道清脆的女声。沈墨回头，一道身形窈窕的倩影映入眼帘，是赵柔。他显然有些意外，眼睛一亮，语气里带着几分惊喜：师兄也是来接任务的，要不我们一起组队？沈墨本想拒绝，可视线下意识扫了眼他的命盘，姓名赵柔，境界名气巅峰，命格世家子弟，运道不俗，命不久矣，枪棒双绝，纯水凝体。命数今日接取盗取紫金狮幼崽任务，却撞上被萧凡激怒的狮王，逃命途中被萧凡当诱饵阻挡狮王，虽拼死挣扎，仍难逃被狮王吞噬的下场，最终身死。近期纪元1今日，在狮巢发现一头变异紫金狮幼崽。近期纪元2今日逃命时，在狮吼谷一处小潭边偶然得几品玄阶宝物长生藤，却无福带走。沈墨心头微微一沉，赵柔这姑娘人其实不错，模样清秀，腰身纤细，说话不浮不躁。更重要的是，当初在药池那件事上，他是少数几个明确站在他这边的人，认定他不是那种靠不住的角色。按原本轨迹，他若不死，不仅能得到那头变异幼崽，实力还会迎来一波不小的飞跃。可惜既然抢了他的机缘，那顺手救他一命也算两清。念头一定，沈墨点点头，行，一起吧。赵柔愣了一下，随即笑容绽开，眉眼弯弯，多谢沈师兄。两人说走就走，接了任务便直接出了任务阁，朝青苍山麦子金狮出没的区域而去。阁内不少弟子看着他们并肩离开的背影，眼神里满是复杂。赵柔在内门向来有名，清冷疏离，柳云轩、宋俊杰、萧凡这些风度翩翩的师兄，没一个能让他多看一眼。甚至还有人私下嘀咕，他是不是压根不喜欢男人？谁能想到他居然对沈墨这么上心。约莫1个多时辰，萧凡也晃晃悠悠进了任务阁。他刚筑基成功，正是手痒的时候，满脑子想着找点高难度任务练手。圆脸师姐一见他，眼睛又亮了起来。萧师弟想接什么任务？我帮你挑。萧凡不着痕迹地扫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胸前曲线略作停留，随即露出一抹温润笑意。多谢师姐，我刚筑基，想接个5星任务练手。5星。圆脸师姐翻了翻记录，略带遗憾，最合适的猎杀紫金狮已经被沈墨师弟和赵柔师妹接了。萧凡的笑容一致，萧凡眼神一沉，又是沈墨，怎么走到哪儿都能撞见这个人。更气人的是，沈墨居然还跟赵柔组队了。
那个细腰长腿的姑娘，他惦记的不是1天2天了，可人家连正眼都不给他，如今却被沈墨轻轻松松的拐跑了。宇直视见他脸色不对，赶紧补了一句：不过这儿还有个盗取紫晶师幼崽的任务，奖赏也不错，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遇到落单的紫晶师，正好练手。萧凡点点头，就这个吧。接了任务，他转身出宗，直奔青苍山脉。另一边，沈墨和赵柔并肩走在密林里。筑基修士可以御剑飞行，当然御剑只是个统称，法器什么形制都有，只是御剑飞行虽拉风，却耗灵力。眼下行程不算远，也没必要刻意张扬。真正潇洒的是结丹之后，那时才能真正凌空虚度，借的是天地灵气，自身消耗反倒成了小头，长途赶路才算轻松自在。两人边走边聊。对了，沈墨忽然想起什么，随口问道：最近怎么回事？听说你和你哥急匆匆赶回古风城。赵柔叹了口气，古风城附近最近冒出一伙散修土匪窝，专劫商队，把城里几家商会坑得不轻。3年前，我们赵家牵头联合几家小家族，花大价钱请高手把那窝端了，除了匪首跑了，其他全宰了。谁知最近那匪首不知怎么突破到了筑基，还弄到一件玄阶灵器，又拉起一帮灵气散修，专冲我们赵家的产业下手。说到这儿，他声音低了几分。我二叔被杀，3叔重伤，我爹也断了一只手，家里实在撑不住了，才发信让我们赶紧回去。赵柔摇摇头，谁想到刚到家，宗门这边清玄洞天就提前开启了。沈墨若有所思，这事巧得有点过头。柳元峰暗通神剑宗，宋超峰与青藤宗眉来眼去，再加上这次针对赵家的布局，显然不是散修土匪能做出来的手笔。以他们的手段，帮一个宁气巅峰散修突破筑基，再送一件玄阶灵器，对那些人来说不过小事一桩。你是不是也猜到什么了？赵柔忽然问。我哥也猜到了，但他不肯告诉我，说我知道反而更危险。沈墨轻轻嗯了一声，现在知道确实没好处，幕后那人早晚会自己露头，等着就行。赵柔连连点头，我信沈师兄。他看向沈墨的目光里没有犹豫，只有毫无保留的信任。两人沿着崎岖山路继续前行。沈墨抬手指向前方山谷，语气平静，到了，这里便是狮吼谷，紫金狮群的核心栖息地，外围一圈都是他们的狩猎范围。赵柔望着谷口，眼睛微微发亮，经说这群紫金狮一共有11头，其中还有一头第3阶巅峰的紫金狮王。师兄有什么计划？沈墨笑了笑，语气轻松，竖起3根手指，计划很简单，分3步，进谷、杀光、收拾战场。赵柔一时愣住，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他就看见沈墨衣袍猎猎，身影干脆利落，孤身一人往狮吼谷深处走了进去。这本该是萧凡的机缘，原来的剧本里萧凡实力不够，面对11头3阶妖兽加1头3阶巅峰狮王，只能狼狈跑路。可现在的沈墨已是筑基大成，天阶功法，中品玄阶武技，天地道焰加持，以他如今的底蕴，只要让紫金狮王露出一丝破绽，便能一击毙命。至于那些普通紫金狮，不过是多挥几次剑的问题。吼！震耳欲聋的狮吼在山谷中回荡，赵柔还未来得及反应，便听见接连不断的凄厉惨嚎。赵柔心头一紧，赶紧抓起长枪冲进谷中。然而映入眼帘的一幕还是让他呼吸一滞。不到一会功夫，11头紫金狮全倒在了血泊中，就连那头曾经威风凛凛，在青苍山脉斩杀过不少清玄宗弟子与散修的3阶狮王，此刻也眼神暗淡，躺在地上再无生机。沈墨站在尸堆中央，金边真传袍随风轻摆，一尘不染，连一滴血都未曾沾上。赵柔怔怔望着他的背影，眼里满是惊艳和仰慕。从小到大，他最崇拜的人始终是哥哥赵廷，可这一刻，这个年轻的身影却以一种近乎碾压的姿态，硬生生闯进了他心里。相比之下，连哥哥都显得有些暗淡了。或许我真的喜欢上他了。这个念头刚一浮现，心跳便不受控制的快了几分。沈墨回过头，随意道：这些妖兽尸体你来处理吧，那边好像有点动静，我过去看看。好。赵柔下意识应声，脸颊微红。沈墨转身朝狮吼谷东南角走去，那里的石壁上果然有一道极为细微的裂缝，裂缝几乎与石纹融为一体，若非细看很难发现。他伸手一推，裂缝便松动起来，再一用力，岩壁忽然张开，露出一道幽深入口。沈墨早有准备，轻点地面，身形稳稳落地。不过动静不小，惊动了赵柔，他急忙跑过来，只看到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窟，寒气隐隐往外冒。他急切喊道：沈师兄，怎么了？下面传来沈墨的声音：没事，下来看一眼，或许会有意外收获。赵柔立刻道：师兄，我跟你一起下去。不用。沈墨声音平静，你守着那些紫金狮尸体，还有巢里的幼崽，那些东西值钱，别让散修捡了漏。赵柔秒懂，乖乖点头，好，我听师兄的。洞窟里黑漆漆的，沈墨点起火把，四下搜寻，片刻后便发现了一处简陋洞府。洞中陈设极少，只有一张石床和一尊丹炉，石床上盘坐着一具枯骨，衣袍早已腐朽，气息尽散，看模样是寿元耗尽自然作化。沈墨向骷髅恭敬地行了一礼，这才走到丹炉前，掀开炉盖。炉子封存不知多少年，竟仍残留一丝温热。炉盖一开，一缕清香顿时弥漫开来。
炉底静静躺着3枚弹珠大小的丹药，通体五彩流转，纹路精妙复杂，纯元固鸡丹。沈墨眼中掠过一抹喜色，赶紧取出一个小玉瓶，把3枚丹药小心装好，收入储物戒，又打量了一眼丹炉。这丹炉看着也不错，一并带走。临走前，他又朝枯谷微微躬身，拿了人家的东西，总归要给点尊重。随后，他沿着洞中另一条通道离开。然而当他回到地面时，刚一现身，眼神变冷了下来。谷中4名散修正围着赵柔出手。狮吼谷常年被紫金狮占据，凶险异常，散修很少涉足。这几人本来是在附近外围采摘灵药，但半天没听见狮吼，觉得不对劲，才壮着胆子过来探查。结果一看，11头紫金狮全死了，现场只剩一个清玄宗女弟子，顿时起了贪念，不仅觊觎紫金狮尸体和幼崽，还对赵柔本人起了色心。赵柔姿色出众，身段柔韧如柳，对他们来说都是送上门的机缘。眼下他不过灵气巅峰，1、2个散修他还能应付，4人一起上，很快便落入下风。我警告你们，狮吼谷里有我助激进的师兄，他要是回来，你们一个都跑不了。赵柔怒喝，为首散修哈哈大笑，小娘子，这话你喊半天了，人呢？编瞎话也得像样点。旁边一个猥琐笑道，嘿嘿，快点动手，把他打晕再说。就算真有筑基师兄，等他回来，咱们早跑了，他能拿我们怎么样？话音刚落，一道清冷声音响起，有人找我。突如其来的声音让4人齐齐一惊。为首那人抬头看见沈墨，感受到那股筑基气息，腿肚子当场发软。师兄！赵柔眼睛一亮，满脸喜色，我就知道师兄会回来。筑基！为首散修咽了口唾沫，旁边一人还嘴硬，老大别怕，咱们4个。啪！为首的直接一巴掌扇过去，怒骂找死！你知道筑基修士有多强吗？他扑通跪下，大爷，不，仙长，小的有眼无珠，冒犯了您的道侣，求您大人有大量，饶我们一命。道侣2个字一出，赵柔脸刷得红了。他和沈墨可不是道侣，这散修瞎说什么呢？沈墨没吭声。为首散修见他不表态，赶紧补救，仙长，我们其实跟清玄宗是一伙的，是盟友。哦，沈墨似笑非笑，此话怎讲？散修忙解释，我们老大替柳副宗主办事，奉命在青苍山脉寻找一座丹尸洞府，已经找了3、4年了。柳副宗主还夸我们老大办事靠谱，所以我们真是一伙的。沈墨眼神一凝，丹尸洞府是他刚才找到的那个？不可能，柳元峰要找的显然层次更高。原来如此，沈墨笑了笑，看来我们真是盟友。4人顿时松了口气。不过沈墨笑容骤冷，我跟柳元峰可不是一伙的。话音未落，血光迸溅，4人甚至来不及反应，就捂着喉咙倒下，气息迅速消散。赵柔看着这一幕，心里反而更甜了。在他看来，这就是沈墨在护他，还愣着看戏。沈墨拍了拍他肩膀，忽然朝一旁扬声道：“同门师兄妹被围攻，你就这么看着？”赵柔心头一震，还有人？听沈墨的语气，似乎也是清玄宗弟子。言毕后，传来一声生硬的干笑：“沈师兄在这儿，我也就没必要再藏着了。”萧凡从阴影里走出来，嘴角挂着笑，却怎么看都有点勉强。他原以为自己藏得天衣无缝，没想到还是被沈墨一眼看穿。赵柔先是一愣，随即神色陡然冷了下来：“刚才我遇险，你明明有能力出手，为什么躲在暗处一动不动？”他直直盯着萧凡的眼睛，质问道。萧凡脸色更尴尬了，他原本的打算是等赵柔被逼到绝境，心理防线崩溃的那一刻，再跳出来英雄救美，雪中送炭，顺势撬开他的心理防线，拿下这个冷美人，几乎是水到渠成。可偏偏在他听到赵柔喊出筑基师兄也在狮吼谷的瞬间，就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萧凡很清楚，现在的自己根本不是沈墨的对手，同门遇险，有能力却袖手旁观。沈墨开口，语气平淡：“这件事回宗之后，我会如实禀报长老。”听到这话，萧凡眼神一冷：“那就去报吧，沈师兄。”说完，他转身就走，没有半点留恋。沈墨眯起了眼睛，他当然有实力现在杀了萧凡，但他担心萧凡的绝处逢生命格会发动，反倒容易生出变数。更重要的是，这家伙身上还有太多机缘等着他去薅，现在就把羊杀了，以后哪来的羊毛？算了。沈墨在心里轻叹一声，目送萧凡的身影消失在山道尽头。赵柔则气得咬牙切齿，长得人母狗样，心肠却这么恶心。沈墨淡淡一笑，他以前对我也是这副做派。接着他简单说了自己曾经救过萧凡，结果自己中了血散毒，修为暴跌之后却被萧凡抛弃的往事。赵柔听完火气更盛，这种人渣，副宗主女儿眼瞎了才会看上他。他骂道：“迟早有一天，他也会甩了柳飞，另找新欢。”沈墨心里默默点头，你还真猜对了。过不了多久，这家伙就会跟神剑宗副宗主之女欧阳倩一见钟情。别提他了。沈墨岔开话题，这次收获如何？赵柔的情绪立刻被拉了回来，顿时眉开眼笑，从储物戒里取出一块晶莹剔透的紫色妖晶，是往脑袋里。这块妖晶足有巴掌大，纯度还这么高，咱们这回发财了。他越说越兴奋，而且巢穴里还有3只幼崽，我总觉得其中1只不太一样，像是血脉变异。说着，他把3只幼崽都抱了出来，兴奋地指着其中1只。沈墨看了一眼那只小兽，微微点头。
那只幼崽体型明显比同伴大上一圈，紫色的毛发间隐约夹杂着几缕经纹，气息内敛却不凡。这头子金狮留下来养。沈墨笑道：将来有望踏入4阶，4阶妖兽相当于结丹修士，放在清玄宗绝对是能镇一方的存在，身份地位水涨船高。这是沈师兄送我的。赵柔脸颊微微泛红，沈墨故意逗他，你要是不想要的话，那我就收回了。他说着伸手去拿，赵柔吓了一跳，赶紧把幼崽紧紧抱进怀里。小家伙往他怀里一钻，他的脸顿时红得更厉害了。两人很快清点完战利品，除了幼崽，其他东西赵柔死活不肯多要。离开狮吼谷时，沈墨刻意换了条路，果不其然，让赵柔在一处小水潭旁发现了那株长生藤。沈墨提出用部分紫金狮材料交换，赵柔连犹豫都没有，直接点头答应。随后两人一同返回清玄宗。第二天，沈墨早早醒来，洗漱更衣，刚理好衣袍，门外便传来叩门声。开门一看，是熟人张威虎。张师兄，有什么事吗？沈墨笑着招呼。张威虎挠挠头，李长老让我来传话，说萧凡被柳副宗主保下了，处罚是停发3个月内门资源。沈墨点了点头，神色并不意外。昨天回宗后，他和赵柔第一时间将狮吼谷的事情禀报了李长老。李长老心里有数，知道萧凡背后站着柳元丰，也只能借机敲打一下，不过也只能小惩大戒，比如停发3个月资源。话带到了，我就先回去了。张威虎起身告辞。沈墨忽然开口：张师兄，能不能再帮我给李长老带句话？张威虎连忙点头：好说好说，沈师弟尽管开口。如今沈墨已是清玄宗4大真传之一，身份不同往日，能替他带话，张威虎自然乐意，也不是什么要紧事。沈墨笑了笑，就告诉李长老一声，我准备回一趟青山城，自12岁入宗到现在6年多了，一直没回去看过我爹。张威虎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带到。师弟放心。他很快离开。沈墨开始整理储物界里的物品。这次回青山城，一来是为了截胡、森罗剑诀后半部分和长生护体丹的机缘，二来是想见见父亲沈九鼎，顺便解开一些埋在心里的疑惑。没过多久，一股强横气息悄然降临。你要回青山城？一道苍老的女声传来。沈墨转头看见一位白发老妪拄着拐杖站在院中，正是李长老。他多少有点意外，连忙拱手：弟子思念家人，想回去看看父亲身体如何。李长老点点头，在外修行多年，惦记家人也属人之常情。他想了想，取出了一枚玉佩抛了过来。玉佩悬停在沈墨面前，灵光内敛。眼下宗主柳元丰、宋超峰还没彻底撕破脸，你独自出宗未必安全。拿着这枚玉佩，里面封了我3道护体灵力，可保你1炷香时间。虽然比不上宗主给你的青山佩，却也是一张保命底牌。玉佩一旦激发，1炷香之内我必赶到。他笑了笑，结丹修士的速度你不用怀疑。沈墨郑重行礼，多谢李长老。李长老微微颔首，拐杖在地上一点，身形已然消失。有了这枚玉佩，再加上青山佩，此行就更稳了。一切准备妥当，沈墨不再迟疑，动身离宗。沈墨刚离开清玄宗山门没多久，一名外门弟子便飞快跑去把消息禀报给了柳元丰。柳元丰正在闭目养神，闻言缓缓睁开眼，眸底掠过一抹异样的光泽。下去吧。他挥了挥手，那弟子恭恭敬敬退了出去。不远处，柳云轩急匆匆赶来，语气急切：父亲，这是个绝佳机会。沈墨的修炼速度太快了，他的实力已经在我之上，如果不趁他独自外出的时候除掉他，更待何时？柳云轩胸口旧伤早已痊愈，他就对沈墨恨之入骨，无时无刻不想将他除之而后快。然而即便沈墨外出，也从不走得太远，那点距离对于慕容月这样的结丹长老来说，不过几个呼吸就能赶到，根本不是动手的理想时机。如今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他自然按捺不住。柳元丰淡淡一笑：云轩，你还是太急躁了，你该做的是把这个消息告诉宋超峰，看看他怎么做。柳云轩一愣，但还是耐下性子点头：好。他迅速离开云雾峰，前往剑崖。剑崖是一面光滑如镜的百丈岩壁，据传是清玄宗开派祖师一剑劈成，许多弟子常来此地悟剑，提升剑道。自清玄洞天事件后，宋超峰主动辞去大长老之位，一直在此壁前闭关思过。柳云轩赶到时，却见宋超峰正坐在矮桌前，大口吃肉喝酒，一点不像在反省的样子。宋超峰挑眉：你爹派你来做什么？柳云轩把沈墨独自出宗的消息一说，宋超峰顿时了然，原来如此，小子，你果然还是太急。柳云轩不解：宋长老，我们杀沈墨的立场是一致的，您难道忘了他是如何让俊杰受辱的？宋超峰淡淡道：当然记得。那为何？柳云轩更加困惑。宋超峰继续道：你可知沈墨离宗时，李长老亲自去见了他？柳云轩一怔。宋超峰又道：身为慕容月的亲传弟子，你觉得他会不给他保命的东西？柳云轩沉默。宋超峰逼问：他身上保命底牌那么多，寻常筑基修士根本奈何不了他，你说派谁去？结丹长老。柳云轩无言以对。宋超峰冷哼一声：做事多动动脑子，沈墨必须死，但不是现在，现在对他出手费时费力，还要面对慕容月的怒火，我们还没准备好，
他们也一样。宋超峰指了指头顶，柳云轩点头，明白他指的是神剑宗和青藤宗。回去吧，时机未到，等到时机成熟，沈墨会死得比谁都快。宋超峰挥挥手，柳云轩恭敬行礼，弟子明白了，宋长老。他很快返回云雾峰，再次见到柳元峰。柳元峰微微一笑，看来你想通了。是，孩儿确实太急躁了。柳云轩叹了口气。柳元峰沉吟片刻，开始准备着手药王洞府的事吧。确切位置已经差不多摸清了，只差钥匙，也就是他亲手炼制的丹药。据我所知，药王当年把丹药给了3个人，第一个是沈墨的父亲沈九鼎，但有慕容月的人盯着，不能轻举妄动。第二个是古风城赵家家主，可赵家已经和罗家联手，很难渗透。最后一个是西山城青衣阁的一位女子，当年药王顾三秋与她朝夕相处数日，留给她一枚驻颜丹。我的人已经找到她了，这件事你亲自去办，我信不过别人。柳云轩大喜，是，孩儿这就去。他忍不住又问父亲，传闻药王洞府里丹药堆成山，是真的吗？柳元峰微微颔首，是真的。若能开启洞府，我必能突破结丹巅峰，超越慕容月。到那时，宋超峰也会忌惮我，所有行动都将由我主导。那些还在摇摆的结丹长老，自然知道该站哪一边。好，孩儿期待那一天。柳云轩兴奋不已，迅速离去。青山城，重回这座充满记忆的古城，沈墨心中泛起一阵久违的涟漪。虽然他从未真正在这里生活过，可那些遥远的记忆碎片却让他感到一种奇妙的归属感。身着青玄宗金边真传袍的他，刚进城门就引来无数目光。没过多久，城卫便带着一位老者和一名中年男子匆匆赶来。老者躬身行礼，见过沈上仙，鄙人青山城城主高远。中年男子也恭敬拱手，见过沈上仙，属下青玄宗驻青山城总执事宋友。青玄宗4大真传，稍一打听就知道是谁。沈墨微微颔首回礼。身为青玄宗真传弟子，出门在外自动享受上仙待遇，更何况他身份特殊，总执事和城主都得小心伺候。城主是城中几大世家推选的管理者，地位比总执事低，但比普通执事高。沈上仙可是奉宗门之命前来巡查。宋友小心翼翼地凑近问道。沈墨笑了笑，摇头道：宋师兄不必紧张，我只是回来看望家人，宗门巡查自有他人负责。宋友这才松了口气。青玄宗每年都会派专人巡查3城，若管理不善，招收弟子不力，轻则训斥，重则严惩。若是贪腐懒惰，后果更严重。几次责罚下来，执事之位都可能不保。所以3城执事最怕巡查2字。高远连忙道：沈上仙，令尊此刻正在医馆，可要属下带您过去。有劳城主了。沈墨微笑。沈药师乃青山城神医，宋某也想一同前去拜访。宋友连忙附和。于是在青山城总执事、城主以及一群城卫的簇拥下，沈墨如众星捧月一般被护送向城中央的医馆而去。一路上百姓议论纷纷，这是怎么回事？总执事和城主亲自护送一个年轻人，那是沈药师的儿子沈墨啊。可为什么总执事和城主都要亲自陪同？没看到他袍子上的金边吗？那是青玄宗真传弟子的服饰。什么真传弟子？我的天，我记得他才入宗几年，怎么这么快就成了真传？在热烈的议论声中，沈墨终于来到沈氏医馆，见到了多年未见的父亲沈九鼎。沈墨刚踏进医馆，一眼就看见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沈九鼎身材高大，面容白净无须，两鬓已见斑白，眼角虽爬上了细纹，但五官轮廓依旧清晰，年轻时定是个颇为俊朗的男子。他身上那件素白衣袍已经被洗得发旧，几处布料都已泛起毛边，袖口甚至能看见反复缝补的痕迹，却始终舍不得换一件新的。自穿越以来，沈墨只在原主记忆中见过这位父亲，如今真正面对面相见，他心里忽然生出一种奇异的错位感，既熟悉又陌生，心中竟有些莫名的局促。爹！沈墨快步上前，轻声唤道，就像记忆中那样。此时沈九鼎正低头在为一名病人写方子，听到这声呼唤，他手腕微微一顿，整个人愣住。他豁然抬头，目光瞬间落在沈墨身上。墨儿，你回来了。沈九鼎声音发颤，高远和宋友也跟着进门，齐齐拱手。沈药师久仰大名。沈九鼎一愣，认出青山城城主和宗门总执事，慌忙起身想要行礼。高远连忙上前扶住沈药师，使不得，使不得呀，这是何意？沈九鼎满脸茫然，这两位可是青山城中屈指可数的大人物，平日里极少露面，怎么今天一左一右站在自己儿子身后？高远哈哈一笑，语气爽朗，沈老，您真是养了个好儿子。沈墨如今已是青玄宗的真传弟子。宋友也微微颔首，真传弟子出门在外里应以跪礼相待，我们若不随行护送，反倒失了礼数。真传？沈九鼎整个人都呆住了。我不是在做梦吧？6年前沈墨还是个外门弟子，那时候他甚至不敢奢望儿子能在宗门站稳脚跟，怎么一眨眼就成了真传？看到父亲那副难以置信的表情，沈墨唇角微微上扬，也难怪沈九鼎不知情。爹，这金边就是青玄宗真传弟子的袍服。沈墨笑着解释，孩儿确实是真传，您没做梦。沈九鼎眼眶瞬间通红，猛地上前紧紧抱住儿子，声音哽咽，哦，好，爹这辈子值了。
高远和宋友对视一眼，悄然挥手示意旁人退下。那些慕名前来抓药的病人见不是急症，也都识趣离开。毕竟父子二人6年未见，确实该留些时间好好叙旧。沈墨望着眼前这个两鬓斑白的男人，记忆里的轮廓渐渐与现实重合。沈九鼎给他的感觉与穿越前自己的父亲极为相似，沉默寡言，却把所有牵挂都藏在日复一日的琐碎里。寒暄几句后，沈墨没有兜圈子，沈墨很快切入正题。爹，您曾说过多年前救过一名重伤的修士，那人为了报恩给了您几枚丹药，对吗？沈九鼎点头，是有这么回事。那时你才1、2岁，太小，不记得也正常。沈墨又问，那修士可曾留下姓名？沈九鼎摇头，没有，他只给了我2枚丹药，说是能增益慧根，但一人一生只能服1枚，且必须在10岁前服用。我把另1枚一直留着。沈墨微微颔首，随即将雷家觊觎这枚丹药的事和盘托出，也说了自己如何中了血散毒，根基被毁，又如何机缘巧合找到洗髓丹重塑根基。什么？沈九鼎听完勃然大怒，雷家竟做出这种事，后来呢？他们可还敢再害你？沈墨摇头，没有。自从我拜入宗主门下，青山城也有宗门耳目，雷家不敢再轻举妄动，也不敢直接从您这里抢单。沈九鼎怔住，眼眶忽然湿润，他连忙转过身，快速擦了擦眼角，再转回来时已恢复平静。他重重拍了拍沈墨的肩膀，神情满是欣慰，没想到有朝一日竟要靠你来护着爹了。沈墨笑了笑，爹，孩儿如今修为远超您，以后换我护着您。沈九鼎愈发欣慰，好。沈墨此生只有这一位父亲，至于母亲，在他3、4岁时就因病去世了。也正因如此，沈九鼎才立誓一生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爹，那枚丹药还是交给我吧。沈墨想了想，说道，放在我这里更稳妥些。对，该给你。沈九鼎点头。沈九鼎没有犹豫，转身回屋，从暗格里取出那枚丹药，郑重交到沈墨手里。沈墨打开一看，果然是悟道丹。丹药表面纹路繁复晦涩，怎么看都更像一件精雕细琢的器物，而非凡俗能入口的东西。夜幕降临，城主高远特意请来青山城最好的厨子，在城中最好的酒楼摆了一桌盛宴，为沈墨父子接风。父子2人酒足饭饱后，各自回房歇息。沈墨关上门，从储物戒里取出3枚纯元固肌丹，他拿起1枚，直接吞服。嗡！纯净磅礴的药力瞬间爆发，疯狂涌向丹田。这药力比普通固肌丹强了数十倍，专门用来稳固道基。然而，还未等药力真正融入道台，头顶那朵红莲天焰就张口一吞，如同鲸吞江海一般，瞬间吸走了大半。剩下的药力大概只相当于5、6枚普通固肌丹。沈墨不禁苦笑，这也是他这段时间始终无法将筑基境推至圆满的原因。红莲天焰简直是个无底洞，待机状态下都吞他1/10灵力，每次服丹，他更是直接抢走1半药效。等等，有动静！忽然，沈墨察觉道台传来一丝细微变化。沈墨见状，连忙运转功法，调整呼吸节奏。2个时辰后，功法顺利突破第2层，境界也水到渠成的迈入筑基圆满，感受体内更加磅礴汹涌的灵力。沈墨露出满意的笑容。筑基圆满，再加上我弟功法武技与天地道焰，即便是巅峰筑基修士，我也足以立于不败之地。同阶修士更可轻松碾压。沈墨在青山城一共停留3天，父子2人朝夕相处，其乐融融。得益于他的真传身份，高远和宋友都拍着胸脯保证以后将全力支持沈氏医馆的发展。沈九鼎高兴得合不拢嘴。3天后，沈墨告别父亲，启程返回清玄宗。回宗途中，他依照命盘指引，顺路扫荡了一处被散修占据的匪窝。这些散修专干劫掠勾当，经常打劫青山城商队，死有余辜。杀光匪窝后，沈墨很快找到了森罗剑诀下半部，随后又循着线索在附近密林找到赤峰渊的巢穴，斩杀2头成熟的3阶赤峰渊后，在巢中发现一具骸骨，骸骨手指上戴着1枚低阶储物戒，里面静静躺着3枚长生护体丹。成了。沈墨微微点头，迅速返回清玄宗。沈墨刚离开青山城没多久，路过一处山涧时，忽然觉得口干舌燥，便停下脚步，走向旁边一眼清泉，泉水清澈见底，底下有东西在反光。他俯身舀水喝了几口，顺手往水底一捞，掌心顿时多了一块晶莹剔透的赤红晶石，入手温热，内里仿佛封着一滴鲜红龙血，火灵气浓郁的几乎要从晶体中溢出来。沈墨微微一笑，打开命盘一看，近期机缘，今日返回清玄宗途中，口渴之际路过一处山泉，饮水时发现泉底晶石，拾起一看，乃上品玄阶至宝赤龙晶。沈墨唇角微扬，露出一抹欣喜。运到尚可福泽灵身2道气运叠加，果然不是摆设。这赤龙晶通体赤红，火属性灵气纯净至极，正好能作为他结丹的5行根基材料之一。沈墨微微点头。功法中对结丹仪式记载的极为详尽。所谓结丹，本质上便是凝结金丹，与构筑道台相似，同样需要5种对应5行的基材作为根基。不同功法所凝金丹各有不同，而金丹的优劣向来只看一点，表面裂纹的多少，裂纹越少，品质越高，结丹后实力越强。而功法所要凝结的是焰玉金丹，此种金丹
乃研磨真仙穹毕生参悟所创。它不属于普通、无瑕、圆满3类金丹范畴，准确地说，它甚至凌驾于圆满金丹之上。毕竟，即便是圆满金丹，也无需反复碎丹9次，而燕玉金丹却必须碎丹9次才能淬炼到极致。当然，代价也同样惊人。这也意味着它所需的机材数量是常人的9倍，整整45份上品玄阶宝物。这枚赤龙晶不过是路上的一个小插曲。没过多久，沈墨便返回宗门，继续闭关苦修。半年光阴转瞬即逝，清玄宗依旧平静，与半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各地传来的消息也显示，玄江府境内同样风平浪静。直到某一日，沈墨在膳堂用饭时，偶然听见几名外门弟子压低声音议论，话题是豫州南部的凌云府。凌云府官府以金阳宗附近有士兵失踪为由，强行要求搜查宗门，金阳宗自然不肯。结果官府当夜便调动大军，将宗门直接踏平，宗主、副宗主当场身死。别比谁睡得少，先看清楚，10个名额看似多，其实也就6个。对，4位真传弟子实力最强，谁争得过？前4名铁定是他们的。弟子们议论纷纷，个个眼睛发亮，热血沸腾。不过不少人认为，想进前10，至少得住激进，才有希望在选拔中胜出，否则光凭宁气境，哪怕宁气巅峰，碰上筑基初期的对手，2招之内必败，两境差距实在太大。在这喧嚣之中，沈墨却显得异常平静，他甚至连选拔的奖励都不放在眼里。对别人来说，那堆灵石、丹药、玄阶灵气是天大的诱惑，对他而言却不值一提。储物界里，光是慕容月给的中品灵石就有500枚，此外还有几10瓶固基丹。至于玄品灵气，虽然有些用处，但沈墨也不缺。平日厮杀有雷赤剑，日常防护有灵蟒皮内甲，压箱底的底牌还有森罗剑诀。他要这些做什么？这些天，沈墨一直窝在小院里，专心打磨武技。之前忙着到处截胡机缘，剑法一直没好练。雷影剑法至今还停在1层，我有见到痴迷家天生慧根，双重天赋加持，就算不截胡机缘，单凭自己努力，也能把雷影剑法悟到第2层。沈墨微微点头，果然，半个月后，命盘上刷出一条新机缘。近期机缘，今日修炼雷影剑法时，天空呼起雷雨，引发顿悟，雷影剑法领悟至第2层。沈墨一笑，果然，他照常练剑。不多时，原本晴朗的天空天色骤变，乌云压顶，雷声轰鸣，转眼间大雨倾盆而下。沈墨站在雨中一动不动，很快陷入顿悟之境。10几个呼吸后，一道惊雷炸响，闪电如利剑撕裂黑幕。那一瞬，雷光仿佛化作一道灵光，刺穿他混沌的思绪。沈墨豁然睁眼，当即提起雷赤剑，继续演练。剑光再起，果然威力暴增。雷影剑法第2层，沈墨惊喜不已。转眼又过去几日，这天如常，沈墨前往膳堂用饭。途中，他注意到一群弟子围着柳云轩，似乎在热烈讨论什么。远远看去，柳云轩站在人群中央，一脸得意之色。沈墨懒得理会这些琐事，打算径直去膳堂。不想柳云轩远远瞧见了他，眼中闪过一丝阴鸷，忽然高声喊道：“沈墨，好久不见啊！”声音落下，四周弟子齐刷刷转头。谁不知道沈墨和柳云轩之间的恩怨？更敏锐的弟子甚至能看出，这2人之间的冲突其实是慕容宗主与柳副宗主之间矛盾的缩影。柳云轩一开口，所有人都意识到有好戏看了。沈墨皱眉：“有事？”柳云轩微微一笑：“百宗大典选拔在即，沈墨，你可敢与我一较高下，看看谁能夺得头名？”沈墨有些纳闷，这家伙哪来的自信，敢挑战自己？下意识的，他瞥了一眼柳云轩的命盘，姓名柳云轩，境界筑基巅峰，命格福星，风度翩翩，逢凶化吉，一帆风顺，少阴玄冰体，命数止步结丹大成，后投神剑宗任内门长老，41年后死于神剑宗外征。近期机缘，3日后参加清玄宗百宗大典选拔战，动用冰晶焰，暗中使用天地道焰，试图击败沈墨，夺取夺魁，却被慕容月当场厉声斥责。连夜离开清玄宗后，与神剑宗大长老孙女秘密会面，从其手中获得2枚暗焰晶，大幅提升冰晶焰威力。沈墨嘴角抽了抽，冰晶焰这并非天地道焰，而是冰焰狼体内诞生的兽火。不过冰晶焰颇为罕见，唯有达到4阶的成年冰焰狼体内才有，极小概率凝结。想必是柳元风为儿子弄来的，确实很契合柳云轩的少阴玄冰体。虽然稀有，但跟红莲天焰一比，差了不知道多少个档次。更别提柳云轩命盘里明写着，他挑战失败了。失败之后，才有了后续机缘。见状，沈墨摆摆手，没兴趣。第1名也就多几枚中品灵石，能有什么奖励？他宝贝多的是，不稀罕这所谓的虚名。柳云轩还想继续挑衅，却见沈墨已经头也不回的走了。他有些憋屈，感觉像一拳打在棉花上。凭我的冰晶焰，加上筑基巅峰的修为，谁强谁弱还不一定。柳云轩心中冷哼。3日后，清玄宗弟子选拔正式开始。沈墨早早起床，洗漱完毕，前往演武场。一路上遇到的弟子无不自觉停步，恭敬行礼。宗主曾为他当面怒斥柳副宗主与宋大长老，可见他在慕容月心中的地位。沈墨来到演武场时，
弟子们自然而然让开一条路。前方，洛胜男哈哈大笑：“沈墨，过来这边，这位置视野最好，能看清整个演舞台。”对面坐着的赵婷也朝沈墨招手，赵柔坐在一旁，朝他微微点头，眼中带着笑意。沈墨微微颔首，走过去落座。以他如今的身份，确实不该站在人群里。很快，演武场旁的凉亭中，沈墨、赵婷、洛胜男、赵柔四人围桌而坐，四人围坐在靠窗的位置，正好能清楚看到演武场上的比试。咱们是真传，不用现在下去打。洛胜男大手一挥，豪气道：“等他们决出前6，咱们再上场就行。”沈墨笑了笑，没说话。他心里清楚，这场选拔对他而言只是走个过场。沈墨随意瞥了赵柔一眼，察觉到他周身气息有了明显变化，不由挑眉道：“赵柔，你突破筑基了？”赵柔甜甜一笑：“刚突破不久，不过不像沈师兄是圆满道基，我只是无瑕道基而已。”沈墨点头，无瑕道基已经很不错了，放眼宗门也远超绝大多数人。这话并非客套。赵婷与洛胜男对视一眼，神色都有些复杂。话是这么说，赵婷低声叹了口气，可和圆满道基一比，终究还是差了一截。道基乃修行根本，他们3人都是无瑕道基，未来成就天花板天然就比沈墨低一截。几人闲聊片刻，气氛倒也轻松。期间，赵柔上台比试，以筑基修为，便一路杀进前6。回到凉亭时，洛胜男忍不住多看了沈墨几眼，终于还是没憋住：“沈墨，你现在是什么境界？”沈墨平静答道：“筑基巅峰，境界迟早会在战斗中暴露，没必要藏着掖着。”“嗨，这么快？”赵婷一口茶差点喷出来。洛胜男挠挠头：“我前几天才刚突破筑基大成，没想到你进步更快。”赵柔美眸中满是崇拜，不愧是天阶体质，果然不是常理能衡量的。沈墨的修炼速度不止在清玄宗，放眼整个玄江府也能排在前列。赵婷感慨道：“沈墨，你听说过玄江五少吗？”沈墨摇头：“没听说过。”哼。洛胜男嗤笑一声，号称五少，谁知道背地里干了多少龌龊事。赵婷清了清嗓子，还是认真解释：神剑宗周清仓，旭日宗洪赤龙，雷火宗万人杰，青藤宗莫玉衡，天水宗尹雪歌。沈墨微微沉思，很快明白过来，这5人恐怕是玄江5宗最顶尖的一批天才，甚至很可能也拥有天阶体质。他们5人如今都是筑基巅峰，迟迟没有结丹的原因，便是在搜集圆满金丹的材料。赵婷叹了口气，他们天资绝顶，自然要冲击圆满金丹，天赋摆在那里，自然不肯将就。洛胜男也有些感慨：我要是能结丹，有个无瑕金丹就心满意足了。沈墨摇头：居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一开始就把目标定低，将来走到哪一步，基本也就定了。3人闻言都是一怔。洛胜男愣了愣，随即哈哈大笑：这话说得好，难怪宗主看中你。赵婷点头：受教了，我也要试一试冲击圆满金丹。就在这时，下方传来一阵骚动，4人齐齐看向演舞台。台上，萧凡以雷霆之势击败对手，对手同样是筑基弟子，本有很大希望通过选拔，可偏偏遇上萧凡，显然运气不佳。沈墨看了一眼，便收回目光，轻轻摇头：气运之子，普通人拿什么比？萧凡的境界好像也到筑基小成了，这家伙实力也不弱呀。洛胜男挠头道。赵柔脸色一冷：伪君子，真小人，有地阶体质简直是浪费。萧凡的地阶体质并未像沈墨那样被刻意隐瞒，宗门内知道的人不少。洛胜男好奇，这里头还有事？赵柔就把那天在石猴谷自己险些被散修欺辱，而萧凡躲在暗处见死不救的事简单说了。赵婷早已知晓，没什么反应。洛胜男却是第一次听说，脸色当场沉了下来。明明有能力救人，却袖手旁观，这算什么东西？原本看他实力不错，还想结交一下，现在看真是恶心。洛胜男像吃了苍蝇一样嫌弃。别理他。赵婷摆摆手，他跟副宗主那一系走得近，本来就不是一路人。就在这时，演舞台上的仲裁长老微微点头，灵力灌注声音，朗声道：6名弟子已定，现在有请4位真传弟子入场。声音如洪钟，响彻全宗。看，柳云轩也来了。洛胜男忽然指向一个方向，4人看去，只见柳云轩一身锦袍，大步流星朝演舞台走来，沿途弟子纷纷避让。终于轮到我们了。洛胜男摩拳擦掌：我抽签，要是抽到萧凡，师妹你看着，我替你揍他。赵柔掩嘴轻笑：好。沈墨、赵婷、洛胜男3人自凉亭中走下，远远与柳云轩对峙而立。演舞台上加上萧凡与赵柔以及另外4名通过选拔的弟子，总共10人。四周围观的弟子早已按捺不住，等了这么久，终于要看到最顶尖的交锋了。就在此时，天边几道遁光急掠而至，嗖嗖嗖，数道身影出现在半空。为首之人身着赤红宫袍，正是清玄宗宗主沈墨的师尊慕容月。他身旁跟着几位结丹长老，其中就有副宗主柳元峰。他们的到来意味着最终决战正式开始。清玄宗这一代最强的10名弟子即将一较高下。柳元峰忽然朗声开口：此次选拔虽是为百宗大典挑选精锐弟子，但若无重赏，未免寒了弟子们的心。既然如此，身为副宗主，我自当带头做个表率。话音落下，他随手抛出一本古籍，
悬浮半空，被一团灵光紧紧包裹。此乃上品玄阶武技8级雷动，便是头名奖励。此言一出，弟子们顿时倒吸一口冷气，因为这明显不是宗门藏经阁的藏品，分明是柳元峰的私藏。他竟拿出一门上品玄阶武技。慕容月微微皱眉，显然没料到他会拿出如此重宝。就连他们这些结丹修士，地阶功法都极少拥有。慕容月、柳元峰等人平日所用，大多也是上品玄阶。柳元峰淡然道：“宗主，您身为掌教，总该也拿出些彩头吧？”慕容月沉吟片刻，抬手抛出一截玉枝和一滴赤红血液。上品玄阶宝物，金木枝，可作为木属性道基或金丹基材。上品玄阶宝物，少龙血，可稳固肉身，提升结丹成功率30%。两物一出，弟子们再度惊呼，每一件都价值1000枚中品灵石以上。许多内门弟子穷其一生，也未必攒得起其中一件的零头。继慕容月之后，其余长老也纷纷拿出奖励，最差的也是中品玄阶宝物。7、8件宝物悬浮空中，光华四射，晃得人眼花缭乱。所有弟子都屏住呼吸。这一届选拔奖励之丰厚，前所未有。赵婷、洛胜男等人个个眼神炽热，战意高涨，就连沈墨对那些悬浮的宝物也有些心动。金木枝、少龙血、上品玄阶武技，这些东西对他确实有用，能进一步夯实根基，提升战力。他侧头瞥了眼柳云轩，对方满脸自信，仿佛胜券在握。沈墨不动声色地扫了眼柳云轩的命盘，依旧淡定。命盘上，柳云轩的气运确实提前发生了变化，暗焰经比原轨迹早到手，冰晶焰威力大增。但即便如此，那团冰晶焰跟他的红莲天焰相比，依旧差了不止一个档次。命盘结局没变，柳云轩依旧会输，而且输得更惨。沈墨并不意外，他的对手早已不只是清玄宗的真传弟子，而是赵婷之前提到的那5人。玄江五少，一位面容和蔼的老者抬手一挥，一根竹筒凭空出现在众人面前。诸位上前来抽签，筒中有10根签，分别标有1至10号，抽到1号与2号者先行上台，然后3号与4号，以此类推。明白了吗？沈墨等人齐齐点头。沈墨抽出一根，上面写着2，也就是说他的对手是抽到1的人。就在这时，旁边传来熟悉的声音：“谁抽到了2号？”沈墨抬头一看，正是柳云轩。两人目光交汇，瞬间明白对方就是自己的对手。抽到1号与2号的弟子，请上台。长老高声宣布。柳云轩身形一跃，轻盈落地，嘴角带着笑意。沈墨则步伐稳健，如山岳般一步步走上演武台。其余8名弟子纷纷退下。见此情形，下方弟子们一片哗然，包括赵婷、洛胜男、萧凡在内，全都愣住。没想到第一场就是沈师兄对柳师兄，这2个人绝对是弟子中最强的，有些外门长老恐怕都不是他们对手吧。嘿嘿，有好戏看了，我看他们俩谁胜谁负，基本就是前2名了。弟子们议论纷纷，兴奋异常。高台上，慕容月、柳元峰等人神色如常。宗主，真没想到咱们的弟子这么快就碰上了。柳元峰悠然开口。慕容月面无表情，希望令郎别输得太难看。柳元峰演武台上，柳云轩晃了晃手中的竹签，得意笑道：“看见没，连老天都在告诉我，我第一，你第二。”沈墨随手将竹签丢到一边，你以为这是天意？那我就把天意打碎。柳云轩冷笑，以为沈墨只是在嘴硬。开始！长老一声令下，柳云轩骤然出剑，一道寒光直取沈墨咽喉，剑光速度极快，带起凌厉破空声。然而在沈墨眼中却慢得离谱，与他雷影剑法相比，简直天壤之别。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快。沈墨反手拔剑，雷赤剑铮然出鞘，空气中骤然响起雷鸣，漫天剑光夹杂雷影，铺天盖地。后发先至，两柄剑尖在半空猛然相撞，轰！一声剧烈爆响，刺目雷光与寒芒交织，湮灭。两人同时后退，沈墨只退3步，柳云轩却踉跄退了7、8步。交锋看似缓慢，其实只在电光石火之间。下方弟子这才反应过来，两人已经硬拼了一招，而且柳云轩明显落了下风。柳云轩脸色阴沉，看来得动真格了。他猛地调动灵力，从丹田深处抽出一团异焰，随手一抹，剑身上顿时燃起一层冰蓝色的火焰。火焰一现，演武台温度骤降，靠近台边的弟子甚至感到一丝寒意。慕容月微微蹙眉，冰晶焰，但与寻常冰晶焰不同。柳元峰得意一笑，原子有幸驯服冰晶焰，又机缘巧合得到数枚暗焰晶，大幅提升了此焰威力，如今几乎可与道焰媲美。他这话倒有几分底气。完全成熟的道焰威力远超兽火，但道焰需要持续灵力滋养，成长周期漫长，兽火则成长迅速，见效快。以数枚顶阶玄品暗焰晶加持，兽火威力追平甚至短暂超越道焰，完全有可能。沈墨驯服的红莲天焰尚未成长1000年，甚至连100年都不到，只成长了50年就意外现世。若要形容，就像一个全副武装的婴儿。而柳云轩的冰晶焰虽然赤手空拳，却如一个成年男子。去吧，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他打飞。柳元峰意气风发，仿佛已看到沈墨被轰飞。慕容月心痛冲上前救人的画面，下方弟子们也震惊不已。那是什么火焰？难道是传说中的道焰？好强悍的威压！
好像是冰晶焰、冰焰狼体内诞生的兽火。没错，但兽火能驯服可不容易。弟子们议论纷纷，满眼羡慕。能找到冰晶焰已是极难，更别说成功驯服。不愧是4大真传之一。接招！柳云轩大喝一声，剑锋裹挟极寒之意，仿佛要将沈墨彻底冻结。沈墨神色平静，他早已感觉到丹田内红莲天焰蠢蠢欲动。现在就放你出来吧。沈墨低语，话音落下，一团惊人的赤红火焰凭空浮现，迅速沿着手臂蔓延至雷赤剑上。铮！雷赤剑发出一声高亢剑鸣，剑中微弱的灵性仿佛感受到自身被增强10倍、100倍，欣喜若狂。雷影剑法，沈墨一剑刺出，滔天火焰如洪流般席卷而出。相比之下，柳云轩的冰晶焰显得渺小可怜。两股火焰在半空相撞的瞬间，冰晶焰节节败退，被红莲天焰死死压制。柳云轩瞳孔骤缩，他惊呼：“你的红莲天焰怎么可能这么强？”沈墨默然不语。轰！双剑再次碰撞，一声震天剑鸣响彻云霄，紧接着是兵器碎裂的声音。咔嚓！柳云轩的玄阶兵器在极热与极寒的双重冲击下脆弱不堪，当场崩碎成无数碎片。红莲天焰势头不减，直接轰在柳云轩胸口，他整个人像破布袋一样倒飞而出，足足飞出数10米。若非柳元峰眼疾手快接住，柳云轩怕是直接飞进旁边的深潭。演武台上只剩沈墨一人傲然而立，手持雷赤剑，周身赤焰缭绕，威严凛然，气势如虹。全场寂静，精彩！慕容月的赞叹声率先响起，脸上绽开明媚的笑容。妙极，妙极！沈师兄威武！沈师兄太强了！弟子们瞬间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掌声如雷，经久不息。许多人拍得手掌通红。人群中，萧凡脸色阴沉，嘴角紧绷，一言不发。而柳飞则匆匆赶过去查看柳云轩的伤势。赵婷、洛胜男等人则露出由衷的钦佩之色，赵柔的目光则带着毫不掩饰的崇拜。赵婷瞥了妹妹一眼，无奈摇头。显然，沈墨在他心中的形象又高大了几分。长老，该宣布结果了。沈墨出声提醒。演武台上的长老还沉浸在震撼中，被沈墨一语点醒，才猛地回神。他连忙朝沈墨点头。沈墨对柳云轩：“沈墨胜。”沈墨转身走下演武台，人群自发分开一条通道，所有视线齐刷刷地落在他身上。继续看啊，都盯着我干什么？沈墨微微一笑。长老干咳一声：“呵，下一场，3号赵婷，4号刘勇。”这一战就显得平淡得多。赵婷毕竟是筑基大成的真传弟子，击败一名筑基小成的弟子，轻而易举。很快，轮到第5场，5号洛胜男，6号萧凡。看到眼前这位身材魁梧、肌肉虬结的女子，萧凡脸色顿时难看起来。洛胜男咧嘴一笑，捏的指关节咔咔作响。他压低声音：“小子，你对柔妹做过什么？我心里一清二楚。今天我替他好好教训教训你。”萧凡眼皮狂跳，连忙高声：“长老，我认输。”长老一愣：“这么快？”洛胜男气得咬牙：“一个！”话还没说完，萧凡头也不回地跳下台去。他很清楚，真要动手，自己恐怕连完整走下台的机会都没有。下方的弟子们一阵叹息，纷纷鄙夷萧凡：“这也太怂了吧！打不过也好歹撑2下呀，直接认输，脸都不要了。”后续几场比试虽有来有回，但无论声势还是观感，都没有一场能比得上沈墨与柳云轩那一战那般惊心动魄。最终第1轮结束，开始第2轮抽签。第2轮剩下5人，抽到1、2号、3、4号者对战，5号轮空。沈墨恰好抽到5号，他乐得清闲，其余4人则暗暗松了口气。最终，沈墨、赵婷、洛胜男3人顺利晋级第3轮，又是1人轮空。沈墨抽到3号，再次轮空。没人觉得他运气好，他的实力有目共睹。无论赵婷与洛胜男谁都不是他的对手，让他轮空反而对其他人有利。最终，赵婷击败洛胜男，沈墨与赵婷并肩站上演武台，这才是名义上的决赛。不过，许多人都觉得沈墨与柳云轩那一场才是真正的巅峰对决，前10第一早已注定是沈墨。其实我想直接认输，但那样太丢人了。咱们过几招吧。赵婷清了清嗓子：“咱俩过2招，你稍微放点水，我还想在妹妹面前保持点形象。”沈墨失笑，点头：“好。”两人你来我往，斗了10余回合，互有攻守。第16回合，沈墨瞅准机会，一掌击中赵婷胸口，将她轰下台去。裁决长老会意的朝沈墨点点头。沈墨对赵婷：“沈墨胜。”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沈墨留手了，但那又如何？沈墨是未来的结丹修士，多少人巴结还来不及，谁敢拆穿？于是第1名尘埃落定。慕容月满意点头，先指轻弹，将半空悬浮的光团尽数送入沈墨怀中。选拔战结束，本作宣布沈墨名列第1。演武场再度爆发出震天欢呼。沈墨收起所有奖励，神色愉悦。可就在这时，他心头忽然一动。对了，柳云轩好像又有了新的机缘。目光扫向被柳元峰与柳飞搀扶离去的柳云轩。近期机缘1个月后，在青山城附近的寒水涧发现药王传承地，柳氏父子利用药王所炼丹药，开启传承地。柳云轩境界直达筑基巅峰，体质提升至极品地阶。沈墨心头微动，药王传承地
柳云轩的境界与体质都将大幅提升，看来传承地里的东西价值非凡，这个机缘必须截胡。但念头刚落，他又皱了皱眉。但这药王究竟是谁？得问问师尊。当夜，沈墨来到山顶的小院，还没来得及敲门，木门已自行开启。何事？慕容月背对着他，正低头浇花，语气平静，显然他早已感知到他的到来。沈墨依礼行礼，师尊，弟子有事请教。问吧。慕容月放下水壶，转身看向他，眼神满是满意。沈墨点头，师尊可曾听过药王之名？弟子在一次任务中偶然听闻药王传承地的说法。慕容月闻言一怔，呼吸微微急促，你从何处得知？沈墨早已想好说辞，弟子曾接过剿灭匪寨的任务，在清点那些散修储物时，偶然在一本残书中看到相关记录，只是些零散记载，并未找到确切位置。慕容月略显失望，但很快掩饰过去。也罢，告诉你也无妨。他抬手一招，一只青花瓷杯飞到沈墨面前，紧接着一壶热茶出现，他亲自为他斟茶。药王本名顾三秋，乃是一位结丹散修，但炼丹之术通神。以他的炼丹造诣，玄江五宗本该奉为上宾，但他拒绝所有宗门邀请，始终独来独往。约10年前，药王突然失踪，有人说他寿元将近自然作化，有人说他遭遇意外，说法不一。其后不久，药王唯一的弟子放出消息，药王在玄江府留有3处传承地，每一处都堆积海量的丹药与各种宝物，开启传承地的钥匙正是他亲手炼制的丹药。沈墨震惊，听起来与研磨真仙的传闻有些相似，莫非又是药王故弄玄虚？慕容月轻笑，我也曾这么想，直到3年前神剑宗真的找到了一处药王传承地。沈墨更加惊讶，是真的？千真万确。慕容月感慨道，那处传承的内丹药堆积如山，其中更有可提升体质的丹药。正因如此，神剑宗一名弟子的体质从极品地阶直接提升到天阶，那人便是如今号称无少的周清仓。沈墨眼中金光一闪，看来柳云轩父子发现的那处传承地正是药王留下的3处之一，而地点竟就在青山城附近。至于要是沈墨瞬间明白了雷家为何死盯着神九鼎的那枚丹药，那枚丹药必是药王亲手所炼。沈墨又询问了几句关于百宗大典的相关事宜，得到想要的答案后，这才拱手告辞离开了山顶小院。回到自己住处，沈墨盘膝坐下，目光落在今日所得的奖励上，眼神微微一凝。8级雷动，乃上品玄阶身法，我得尽快参悟。他取出那本薄薄的书册古籍，封皮上4个大字遒劲有力，8级雷动。沈墨仔细翻阅一遍，合上书页的瞬间便已经心中有数，这是一门纯粹的身法武技，功法用于提升境界，武技则用于实战，因此武技的分类远比修炼功法复杂得多，最基本的便可分为攻击类、防御类以及身法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无法直接用于战斗，却能在其他方面带来巨大增益的特殊武技。雷影剑法虽是玄阶中品，但威力已足以比肩玄阶上品。攻击类武技我已有所依仗，可防御和身法却一直是短板，这8级雷动正好弥补这一点。念及此处，沈墨立刻静下心来，开始参悟修炼。8级雷动共分8层，速度都会得到显著增强。他打算在出发去青山城寒水涧寻找药王传承的之前，至少将第2层练成，这样一来也能多一分把握。半个月后，小院内一道身影如疾风掠过，呼啸的风声在院内回荡，卷起的落叶瞬间被撕裂成无数碎屑。呼！沈墨稳稳站定，胸口微微起伏，长长吐出一口气，虽满身大汗，但脸上却满是喜色。8级雷动的速度远比他最初预想的还要快，才刚练成第2层，他的身法速度便已远远超出寻常玄阶身法武技。清玄宗内现存的8门玄阶武技中，有2门为身法，分别是灵蛇步与连影步。赵柔修炼的是灵蛇步，赵婷修炼的则是连影步。沈墨曾亲眼见过他们施展身法，但无论哪一个，在速度上都远远比不上8级雷动。不错，是时候动身前往药王传承地了。沈墨仔细检查随身物品，又吞下一枚辟谷丹，确保万无一失。临行前瞥了一眼自己的命盘，近期机缘，今日前往青山城附近寒水涧，发现药王传承地，以身上所携悟道丹为钥匙开门，成功进入其中，获得全部传承与宝物。沈墨大喜，命盘既然如此显示，说明即便传承地内有阵法或陷阱禁止，以他如今的实力也足以应对。药王传承是我的了，若能找到足够多的玄阶顶级资源，用来辅助结丹，那就再好不过了。哪怕只有20件以上，也足够让我满意。沈墨笑了笑，他并未从正门离开，而是悄然绕行，无声无息地出了清玄宗，随后一路疾行，直奔青山城外的寒水涧。寒水涧表面看去不过是一条普通的山涧溪流，溪水看似清澈见底，却冷冽刺骨，寻常凡人若是饮下，轻则腹痛如绞，重则直接丧命。沈墨观察片刻，发现水中蕴含极浓郁的冰系灵气，凡人无法承受如此海量的冰灵气，自然会引发剧烈反噬，至少得凝气境修士才能勉强承受。沈墨没有犹豫，吞下一枚碧溪丹，纵身跃入寒水涧中。他径直向寒水涧深处游去，深度远超预期。好在他早有准备，身上带了数10枚碧溪丹，只要深度不超过1000米，
他便有把握潜到底部。下潜约300米后，沈墨终于触底。他从储物戒中取出一颗拳头大小的珠子，珠子一触水，便立刻绽放出明亮光芒，将四周照得清清楚楚。此物名为水明珠，只在接触水时才会发光。黄阶宝物，不值钱，却极为实用。沈墨沿着石壁仔细搜寻，约莫半个时辰后，才终于发现了一处异常。这里的岩壁异常光滑，宛如被人精心打磨过。而在光滑岩壁的正中央，赫然有一个圆形凹槽。沈墨心中一动，取出悟道丹，缓缓嵌入其中。咔咔咔，岩壁内部传来细微的击扩声，紧接着一股强大吸力骤然爆发。沈墨根本来不及反应，整个人便被强行卷入其中，天旋地转，意识一阵恍惚，四周陷入黑暗。在睁眼时，他发现自己站在一间石室中。沈墨低头一看，衣衫干燥，没有半点水痕。显然，在进入传承地的瞬间，所有水汽都被隔绝在外。不愧是药王，手段果然高明。沈墨环顾四周，谨慎地打量起环境。石室内部雕琢得极为精致，线条流畅，没有丝毫粗糙之感。石桌、石椅、石床一应俱全，显然曾有人在此居住修行。沈墨走进石桌，发现上面放着一枚玉简与一枚储物戒。他刚一拿起玉简，一道声音便在石海中响起：此传承地内并无杀阵与毒物，可放心行事。沈墨心头微动，这显然是药王留下的神念讯息。这储物戒，他小心翼翼地探入神时，顿时倒吸一口冷气。戒指中静静躺着2只玉瓶，瓶身上赫然标注着纯元固鸡丹。但真正让他震撼的，并非丹药本身，而是这枚储物戒的空间远超他的想象，长宽高个10丈。这顶级储物戒，沈墨狂喜。慕容月给他的不过是低阶储物戒，1立方米大小，中阶储物戒3丈空间，通常是慕容月、柳元峰这样的结丹修士所用。至于顶级储物戒，整个清玄宗他还没见过谁拥有。刚进来就得如此大礼，光是这枚戒指便不虚此行。沈墨心情大好，走向石门，伸手轻轻一推，石门应声而开。下一刻，耀眼的宝光扑面而来，浓郁的灵气几乎化为实质。3座玄黑石台之上，各自悬浮着一团宝光，宛如静候新主的无主之物。左侧是一枚暗紫色丹药，中间是一团赤红色的妖魂，右侧则是一枚碧绿色丹药。沈墨抬手一招，3件宝物乖乖落入掌中。每座石台前都有铭文，沈墨逐一查看。暗紫丹药名为太乙养魂丹，地阶下品，可提升体质。赤红妖魂属于4阶巅峰妖兽赤焰蟒，可作为灵气器灵。翠绿丹药名为大悟道丹，同为地阶下品，悟性增幅远胜悟道丹。地阶丹药，不愧是药王，这定是他毕生得意之作。沈墨由衷感叹，地阶丹药炼制极难，不仅需要大量地阶灵材，成功率还低得可怜，光是搜集材料就可能耗费数十年。药王不仅炼成还不止一枚，单凭这一点便足以让后世修士心生敬仰。沈墨盘膝坐下，目光扫过2枚地阶丹药，随即深吸了一口气。太乙养魂丹和大悟道丹，现在就服。虽说我的体质已是极品天阶，但仅凭一枚太乙养魂丹，恐怕还不足以将我的体质直接推至天阶巅峰。不过聊胜于无，总比没有好。而且此地灵气充沛，正好一鼓作气，将修为推到筑基巅峰。他先取出那枚深紫色的太乙养魂丹，丹药入手冰凉，内里却似有魂力流转，隐隐有紫色光晕。沈墨目光一凝，一口吞下，丹药入腹，刹那间化作一股清凉魂力，瞬间冲入4肢百骸，直达神魂深处。他只觉得脑海中仿佛有一道紫色洪流奔腾，原本就已强大的神魂被不断冲刷、淬炼、夯实，骨骼、经脉、血肉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升华。嗡，体表浮现一层淡淡紫光，体质强度再度攀升。虽仍未真正踏入天阶巅峰，但已无限接近，隐隐约约间触摸到那层门槛。果然有效，再来！沈墨毫不停顿，又取出碧绿的大悟道丹。此丹入口即化，化作一股清明意念，直冲石海。原本参悟8级雷动时还有些许晦涩之处，此刻瞬间变得通透无比，仿佛原本蒙尘的明镜被擦得锃亮。他甚至能清晰感知到体内每一丝灵力流动的轨迹。好，就是现在！沈墨取出储物戒中的纯元固鸡丹，一口气吞下3枚。寻常筑基修士3枚纯元固鸡丹足以从入门冲到圆满，但沈墨体内有红莲天焰吞噬大半药力，实际作用到道基的只有1半左右。可即便如此，轰！磅礴药力如火山爆发，疯狂涌入丹田。沈墨当即运转功法，引导药力一变便淬炼到台。时间1分1秒过去，半个月后，石室内，沈墨猛地睁眼，周身灵气轰然炸开，化作一道道赤红火光冲天而起。筑基巅峰，他缓缓起身，感受着体内那近乎无穷无尽的灵力，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成了，筑基巅峰加上天阶体质，红莲天焰、雷影剑法第2层，8级雷动第2层，百宗大典上，我倒要看看谁能挡我。话音落下，沈墨身形一闪，已然离开传承地。清玄宗演武场，柳云轩、赵婷等9人早已整装待发，唯独还缺1人。慕容月一袭墨绿宫袍，来回踱步，眉间隐有忧色。柳元峰皱眉，沈墨人呢？来不来？我们都等了他快2个时辰。慕容月淡然道：他曾跟我说，
要在青苍山脉闭关一段时日，现在应该在赶回来的路上。人群中，萧凡冷哼一声，怪出闭关，外面能有什么机缘？赵婷与洛胜男虽未开口，但眼神也透着几分不以为然。修行一道，从来不是闭门造车，与同阶修士切磋交流功法武技，往往收益更大。有时好友一席话，便能引发顿悟，反倒是一个人闷头修炼，往往收效甚微。毕竟不是谁都生来便是天才。再等等，慕容月下令。然而话音未落，一道熟悉的身影已经出现在演武场边缘，正是沈墨。慕容月见爱徒安然归来，暗暗松了口气。他当然知道沈墨活着，但关心则乱，他依旧放心不下。直到真正见到人，他才算彻底放心。柳元风脸色一沉，斥道：“你跑哪儿去了？知不知道我们等了你快2个时辰？”沈墨拱手致歉：“抱歉，昨夜弟子正在突破，直至今晨方才结束，耽搁了些时间。”突破？柳元风眼睛瞪大。若他没记错，选拔战时沈墨已是筑基圆满，突破岂不就是踏入筑基巅峰？沈墨此言一出，所有人都看向他。慕容月激动地走到他身边，认真问道：“成功了？成功了！如今弟子已是筑基巅峰。”沈墨含笑答道：“他并不打算隐瞒，即便现在藏着，等到了大比之时，万众瞩目之下，也根本瞒不住。好，我就知道你外出历练必有收获，你从未让我失望。”慕容月满脸欣慰。赵婷、洛胜男等人也纷纷上前道贺，尤其是赵婷。沈墨重修至今时间并不长，从淬体到凝气，再到筑基，如今竟已反超他们所有人，率先踏入筑基巅峰。这样的修炼速度简直骇人听闻。行了，柳元风黑着脸打断众人，人齐了就出发，别再耽误时辰。慕容月收敛笑意，点了点头。他取出竹哨，注入灵力，哨声悠扬绵长，传出极远，甚至深入青苍山脉。不多时，天边传来一声高亢音鸣，一只一展10余丈的巨鸟从山中冲出，盘旋在清玄宗上空，随即稳稳落在演武场。沈墨等人皆是一惊，沈墨也是头一次见到如此庞大的妖兽。慕容月微笑：“此乃我师尊所养的青羽雕，平日栖于青苍山脉，此行将由他载我们前往神剑城。”他轻轻拍了拍青羽雕的喙，青羽鹰似乎听懂了他的意思，缓缓收拢羽翼，形成一道可供攀登的阶梯。沈墨等人依次攀上雕背，飞行途中务必抓住青羽雕的羽毛。至于飞行时的罡风，由我和柳副宗主负责抵挡。慕容月环视众人，神色严肃：“是。”众人齐声应道：“诸位长老，柳副宗主与我此行前往神剑城参加百宗大典，宗门事务就拜托诸位了。”慕容月对在场长老们说道：“遵命。”长老们抱拳。走。慕容月轻拍雕手，下一刻，青羽雕双翼猛然一展，冲天而起，宗门山门迅速化为一个小点。顷刻之间，沈墨等人已置身云海之间，白云从身旁掠过，这般景象足以令任何人心神震撼，目不暇接。慕容月在前，柳元风在后，以灵力阻隔罡风，否则青羽雕飞行时产生的风压，足以将10名筑基弟子的脸颊割出血痕。师尊，结丹修士不是可以带人御空飞行吗？为何还要借助妖兽赶路？沈墨好奇问道。赵婷、洛胜男、赵柔也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慕容月轻笑解释：神剑城位于玄江府最北端，我们清玄宗在最南端，相距800余里。结丹修士1日可飞完这段距离，但耗费灵力极大，途中还需多次停下调息。为稳妥起见，还是用大型妖兽载人更安全，虽慢了些，却安全得多。我们只需抵挡罡风，灵力消耗极小，途中若遇危险，也更容易应对。沈墨点头，途中可能出现4阶妖兽，堪比结丹修士。慕容月与柳元风确实要留力应对突发危险。4日后，前方一座雄伟巨城映入眼帘，城中央一柄100丈巨剑直插云霄，剑身如山，气势磅礴。神剑城外已画出多片空地，专供大型妖兽降落之用。众人精神一振，那就是神剑城。赵柔兴奋道：“不错，快到了。”慕容月颔首。很快，青羽雕降落在神剑城外一处空地上。沈墨纵身跃下，双脚踏在坚实的地面上，心中不免生出几分感慨。这4日并不顺利，途中遇袭2次，皆是4阶妖兽，但好在慕容月与柳元风早有防备，灵力充沛，轻松击退，无惊无险。如今终于抵达神剑城，沈墨这才真正放下心来。毕竟过去4天，他们一直在空中，若真出事，他可不会飞。沈墨抬头，目光落在眼前这座雄伟巨城上。神剑城城墙高达10丈，通体由漆黑玄武岩垒砌而成，巍峨壮阔，气势磅礴。城楼如一柄利剑直刺苍穹，仿佛一位巨人镇守城池，威慑四方来客。此外，神剑城外还有一条护城河，河中豢养着大量神剑宗精心培育的妖兽，一旦有敌来犯，只需拉起吊桥，便可将任何入侵者阻挡在这座坚不可摧的雄关之外。神剑城旁便是贯穿整个玄江府的玄江河，江面上商船货舰川流不息，翻涌如织，无数物资在此中转，也将源源不断的灵石与财富输送进这座城池。平日里，神剑城便是玄江府最繁华的城市，其热闹程度甚至超过府城巨江城。而如今百宗大典在即，整个玄江府上下无人不知，修士、
商贾、散修蜂拥而至，各大宗门宗主齐聚一堂，明面寒暄，暗中博弈，精锐弟子针锋相对，只待一鸣惊人，普通百姓也趁机发财，商贾云集，种种因素叠加，神剑城比平日热闹了5倍有余。望着这座恢宏巨城，赵廷、柳云轩等人心中皆涌起一股雄心壮志。谁不想变得更强？谁不想与最顶尖的天才一较高下，证明自己？这里就是他们证明自己的舞台。萧凡站在沈墨身侧，满眼惊叹，不愧是玄江府第一城，果然名不虚传。洛胜南冷哼一声，你这话什么意思？别忘了，我们清玄宗当年也是玄江5宗之一，与神剑宗平起平坐。萧凡尴尬一笑，连忙收声。柳元风淡淡开口，一味沉溺于往昔荣光，只会让人看不清现实，别总盯着从前不放。洛胜南一时语塞，索性转过头去，不再理会柳元风，本就不是一路人，说再多也是白费。走吧，随我入城。慕容月平静说道。众人跟随，城门早已洞开，城门两侧站着一队银甲卫兵，盔甲锃亮，杀气凛然。青羽凋现身时，就已引起他们注意。清玄宗一行人走近，为首的银甲将领上前一步，拱手行礼，敢问诸位来自何宗？慕容月道：清玄宗。宗主慕容月。银甲将军神色愈发恭敬，示意身旁士兵登记名册，随即递上一枚令牌。慕容宗主，这是贵宗落脚之处的令牌。他又唤来一名士兵，以带清玄宗诸位前往住所。是。士兵领命，在前引路。一路上，行人纷纷投来好奇目光，尤其是走在最前面的慕容月，美貌绝伦，气质清冷出尘，引得无数目光追随。不过他们也只敢远远观望，不敢生出半点非分之想。最近神剑城各宗高手云集，能带队来的几乎都是结丹修士。眼前这位冷艳绝尘的女子，显然也是其中之一。冒犯结丹修士，那不是胆子大，是嫌命长。不多时，一行人来到一座大型府邸前，门楣上悬着一块匾额，3个篆字龙飞凤舞。乾隆阁。乾隆阁门口同样站着2名银甲卫兵。慕容月亮出令牌后，顺利进入，引路士卒完成任务，便折返回城门。乾隆阁内布局开阔，分区井然，内有幽灵、青湖、假山，曲径通幽，还有数座雅致亭台，甚至还有几处大型演武场，一看便是专为修士切磋修炼而设。慕容月带着众人绕了一圈，赵柔疑惑道：宗主，好像我们刚才来过这里。慕容月脚步一顿，啊，是吗？沈墨暗暗咂舌，若他没猜错，他们这是迷路了。没想到这位貌美如花的便宜师尊方向感居然这么差。他偷偷瞥了慕容月一眼，只见他白皙脸颊上浮起一抹红晕，显然他也意识到自己带错了路。就在这时，前方出现一群身影，来者皆身着青蓝长袍，胸前绣着水墨山河纹样。沈墨目光微凝，青蓝袍，山水纹，天水宗。当年清玄宗原本是玄江5宗之一，却因一场变故，结丹修士折损过半，整体实力大损。天水宗趁势而上，将清玄宗击败，最终得到其余4宗认可，挤入玄江5宗之列。自那以后，清玄宗跌落2流，退守就地，仅掌控3城，2宗之间旧怨已久。如今狭路相逢，气氛顿时变得微妙起来。为首的天水宗宗主是一位身材高挑的美妇，与慕容月气质截然不同。相比慕容月的清冷疏离，她更多了几分阴鸷冰寒，薄唇微抿，一看便知不是善茬。哟，这不是慕容宗主吗？没想到咱们2宗竟被安排住在一处。天水宗宗主水清烟嘲讽一笑，慕容月神色不变，让开。水清烟却横身拦住去路，惊说：“你们清玄宗出了个天阶体质的弟子，是谁啊？让咱们天水宗开开眼界如何？”天水宗弟子闻言，全都将目光投向清玄宗众人。他们也听过这个传闻，据说不久前，清玄宗上空出现一道冲天火柱，异象极其壮观，定是天阶体质觉醒所致。不过清玄宗从未证实此事。慕容月冷声道：“我宗之事与你无关。”水清烟一笑：“那地阶呢？听说你们清玄宗还有各地阶中品的体质，是叫萧凡？你们谁是萧凡？”萧凡闻言，立刻挺直腰杆，昂首挺胸，一脸骄傲。没想到天水宗宗主竟知道他的名字，他心中定是激动万分。水清烟见他神色，忍不住大笑：“你就是萧凡？不错不错，若在清玄宗混不下去，欢迎来我天水宗，我亲自为你开山门。”萧凡不敢多言，只能恭敬行礼。慕容月蹙眉，当着我的面挖我弟子水清烟，你身为宗主也太不要脸了。水清烟哈哈大笑，带着弟子从沈墨等人身旁走过。临走时，水清烟冷笑：“慕容月，我记得上届百宗大典，你们清玄宗排第26，这次又要跌到第几？30、40？” 慕容月沉默不语。所谓百宗大典，数字只是虚数，就像古籍中常以3、6、9为喻，虽称百宗，实则最多50余宗有资格参与。毕竟能入围的宗门，至少需有一位结丹修士坐镇。多数结丹修士更愿在大宗做长老，而不愿独自支撑一个小宗，事事亲力亲为，资源全靠自己争取。此番清玄宗决不再重蹈覆辙。慕容月说道。水清烟冷哼一声，不再多言，扬长而去。过了一会儿，清玄宗一行人终于找对了路，抵达预先安排好的住处。这是一座独立的院落，
位于乾隆阁东南角，院内假山湖泊错落有致，空气清新，住起来极为舒适。你们各自挑选房间吧。慕容月挥挥手，我出去走走，随便选。沈墨立刻扫了一眼萧凡与柳云轩的生命命盘，果然，萧凡的命盘上出现了一条新的机缘提示：近期机缘，今日进入乾隆阁东南区域，选择4号房。萧凡夜间修炼时，无意激活地下日水花种子，日水花一夜绽放，服用其花露后，体质大幅提升。沈墨心头一动，他听说过日水花，地阶下品灵宝，功效正是提升体质。若原本是玄阶体质，极有可能直接晋升的阶，就算已是地阶体质，运气好也能小幅提升一阶。不知道对天阶体质有没有用，但无论如何，服下肯定有益。积累足够多的地阶灵物，应该也能让天阶体质更进一步。沈墨微微点头，随即他没等其他人选房，径直朝4号房走去。萧凡眉头一皱，他本也想选那间房，可沈墨先一步走过去，他也不好说什么，毕竟每间房看起来都一模一样，而且这些房间本来就是专门给外来弟子暂住，不太可能藏着什么宝贝。萧凡只得放弃，选了6号房。沈墨走进4号房，仔细打量一番，房间布置低调奢华，每间都独立设有隔音阵法，单凭这一点就足以看出神剑宗财大气粗。隔音阵法可是顶阶皇品阵法，每套阵旗加上每日3枚下品灵石的消耗，在这座院落上100间房里加起来，数目相当惊人。不愧是玄江5宗之首，底蕴深厚，但这一手清玄宗就远远比不上。沈墨心中暗叹，他懒得出门，索性关上门，开始闭关修炼。夜色很快降临，3名仆役送来饭菜，一一送到个人房中。没多久，夜深人静，沈墨立刻进入深度修炼状态。按照功法的吐纳法门，他一浅一深，有节奏的呼吸。神剑城乃风水宝地，据说城下布有巨型聚灵阵，将方圆灵气尽数吸纳。此处灵气浓郁活泼，至少是清玄宗的2、3倍。在此修炼，事半功倍，很快便进入空明之境。与此同时，地面一块石板悄然松动，仿佛有什么东西正要破土而出。不久，石板发出细微声响，无声碎成数10块，一株金色植物缓缓生长，舒展茎叶，其形极为神异，茎干笔直，2片叶子宛如2轮小太阳。刹那间，整个房间都被金光照亮。不过其他房间也都有灯火，这异象并未引起注意。察觉到变化，沈墨睁开眼，朝地面看去。金色植物顶端，一朵小花苞正在缓缓成型，花苞内蕴含的正是日水花露，那才是真正的地阶宝物。此刻尚未到绽放之时。就在这时，沈墨心头一动，猛然看向窗外。窗台上有一条小蛇，此蛇通体雪白，无一丝杂色，纯净如玉雕琢，唯独双目血红，宛如2颗小红宝石。小蛇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沈墨，猩红蛇性吞吐，似乎对他极感兴趣。灵兽，这机缘里可没提过。沈墨能感受到它的灵性与不凡。小家伙，过来。他朝小蛇招了招手，小蛇歪了歪脑袋，好奇地打量沈墨。他很聪明，谨慎的没有直接靠近。他先从窗台滑到地面，看了眼日水花，视若无睹，又绕着沈墨的床榻游走几圈，才终于来到他身边。小蛇轻轻用脑袋蹭了蹭他的手，像是在索要什么。沈墨不解，想吃东西。他从储物戒取出几枚丹药与灵石，小蛇只嗅了嗅，便毫无兴趣。他忽然张口，喷出一缕高温火系灵气。沈墨顿时明白，他拥有顶阶天阶体质，烈阳粉体，天生吸引大量火系灵气，又正在修炼天阶功法地狱焚灭点，引来的火灵气更浓更纯。这小东西是被火灵气吸引而来。好吧，给你。沈墨当即运转地狱焚灭点，丝丝缕缕火系灵气从4面8方汇来。小蛇舒服地蜷缩进沈墨怀中，全身放松，鳞片在灵气滋养下微微发光，惬意无比。大约3成火灵气被小蛇吸收，沈墨只是笑了笑，并未驱赶。这小家伙颇为可爱，他也不忍赶走。不过以他的灵性，定是有人豢养。是谁养的？某宗弟子，还是某宗长老？宗主。既然小蛇乖巧，不扰他修炼，沈墨便由着他。然而没过多久，门外传来脚步声。沈墨抬头望向窗外，只见一名身姿曼妙、曲线玲珑的年轻女子。她一头乌黑长发随意披散，肌肤胜雪，如羊脂白玉，身上衣衫极薄，露出雪白双臂与平坦小腹，胸前仅以一块黑纱堪堪遮掩，呼之欲出，引人遐想。五官妖艳魅惑，勾魂夺魄，任何男子见到窗外这番景象，怕是都难以保持平静。何况沈墨才18岁，可沈墨却从他身上嗅到极度危险的气息，非常真实，极度强烈的危险。若说慕容月是冰冷仙子，此人便是蛇蝎美人。任何被她美色迷惑之人，恐怕都要付出性命代价。沈墨心头一紧，立刻查看他的命盘。姓名莫玉衡，境界筑基巅峰，命格宗门弟子，时来运转，医毒双绝，奇术传人，万寿灵体，命数修炼至元婴初期。61年后突破之际遭遇兽潮，被数万狂兽围攻而亡。近期机缘暂无。沈墨再看详细描述：宗门弟子蓝，你乃玄江5宗之一青藤宗弟子，自幼得宗主亲传，修炼速度远超常人。医毒双绝红，你修习医毒之道远比常人更快。奇术传人
兰以擅长使用鞭、镖等奇门兵器。万兽灵体呈下品天阶体质，可与万兽无障碍沟通，更易获得兽类亲近。沈墨若有所思，莫玉衡就是赵婷提起过的玄江五少之一的莫玉衡。他原本以为莫玉衡是男子，没想到竟是这么一位艳丽却危险至极的年轻女子。莫玉衡瞥了沈墨一眼，眨了眨眼：“你是筑基巅峰？”他笑盈盈地问，声音清泉般悦耳动听。沈墨没有回应，莫玉衡也不恼，反而只是轻声吹了个口哨，声音轻灵飘渺。听到哨声，沈墨怀中的小蛇忽然惊醒过来。小蛇抬头看了莫玉衡一眼，似乎有些不情愿。莫玉衡微微一笑，先指轻轻一勾，小蛇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沈墨怀抱，如一道白色闪电，眨眼间便回到莫玉衡肩头。莫玉衡轻轻敲了敲蛇头，像是在责怪他。一人一蛇转身没入夜色。与此同时，柳云轩因心绪难平，难以入眠，索性走出房间，在院中赏月。谁知无意间，他竟看见一道妖娆高挑的身影从沈墨窗边掠过。月光下，那近乎透明的黑裙下，雪白修长的美腿若隐若现，盈盈生辉，诱人至极。柳云轩目光瞬间被牢牢吸住，下意识想开口叫住对方。莫玉衡在门口停下脚步，侧头看了他一眼，唇角勾起一抹勾魂摄魄的笑意。随后他腰肢轻摆，身影消失在夜幕中，哪怕只是一个背影，也媚得让人心神荡漾。柳云轩怔怔望着那背影，久久回不过神。他认出了这女人，妖女莫玉衡。她的美名早已传遍玄江，多少年轻俊杰甘愿拜倒在她的裙下，俯首称臣。莫玉衡似乎很享受这种高高在上、众星捧月的感觉，时常与众多仰慕者调笑，却从不真正选定一人。他半夜出现在沈墨窗外干什么？他对沈墨有兴趣？不可能。还是说青藤宗宗主一脉在向沈墨抛橄榄枝？可这也说不通。沈墨的天阶体质知道的人并不多。柳云轩深吸几口气，强行甩开脑海中旖旎念头，开始认真思索。然而想破头，他依旧想不通莫玉衡为何会出现在沈墨窗外。沈墨房中，莫玉衡这妖艳女子的突然出现，确实让沈墨有些意外。不过也只是一个小插曲，沈墨很快重新进入修炼状态，地上的日水花反而因此生长得更加旺盛。约3个时辰后，日水花的花苞终于缓缓绽开，浓郁花香瞬间充斥整个房间。沈墨起身走进日水花，取出玉瓶，小心翼翼地将花瓣上的露珠全部收集。日水花仿佛耗尽生机，几息之间开始迅速枯萎凋零，最终重新没入地面。日水花一次绽放需要吸纳海量灵气，下一次再开至少也要50年。沈墨轻叹，世间机缘便是如此。过去49年，这间房住了无数人，却无一人等到日水花开的那一刻，唯独今日被沈墨撞见。沈墨回到床榻，将花露倒入口中，一饮而尽，腹中顿时升起一股暖流，温和的药力缓缓滋养全身。直到天明时分，沈墨已将药力全部炼化，修为略有精进。不过他本就是筑基巅峰，进步空间本就有限，同时他也感觉体质也略有提升，对天地间火灵气的感应更敏锐了些。修炼火属性功法武技的速度以及领悟速度都应有小幅提升，但幅度不大。我之前服过太乙养魂丹，以大幅提升体质，估算下来还需再服6份日水漏，才能将烈阳粉体推到极品天阶。前路漫漫啊！沈墨倒不气馁，毕竟这个机缘他已经成功截胡了，以后机会还多着呢。又过去2日，玄江府各宗终于齐聚。与6年前的百宗大典相比，这一次宗门数量明显减少。上届有52宗，这次却只有49宗。有几家宗门因资源匮乏，选择合并，才导致宗门总数减少。当夜，各宗掌教齐聚神建成建塔议事，这是百宗大典最核心的一环。49宗宗主将商议玄江府整体利益以及各自宗门存亡，尤其是凌云府局势突变，更让此次商议显得至关重要。是战是将，必须有个决断。与此同时，49宗参会弟子名单也同时公布出来，名单按弟子修为高低排列，最上方赫然是玄江五少，其下便是各宗筑基巅峰弟子。神剑宗最多有2人，旭日宗次之也是2人，雷火宗、青藤宗、天水宗各1人。再往下出现一个陌生名字，清玄宗沈墨，修为同样筑基巅峰。清玄宗，这是哪家宗门竟然能培养出筑基巅峰弟子？我倒有点印象，30年前清玄宗也曾是玄江5宗之一，后来结丹修士死伤惨重，被天水宗挤了下去。哦，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清玄宗确实还有些底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吗？看来这个沈墨就是清玄宗新生代最强的。不过想跟玄江5宗的那些天才相比，恐怕还是差得远。弟子们议论纷纷之余，也开始频繁接触走动，都想通过私下接触摸清对方底细，至少多做些准备。又过1日，宗主们的商议终于结束，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许多人看到大量结丹修士从剑塔飞出，神色皆是铁青。乾隆阁东南区，沈墨、赵婷、洛胜南3人正坐在院中闲聊，话题正是各宗精锐弟子的情报。洛胜南家做药材生意，常年在玄江府各地走动，情报渠道极广，能打听到不少消息。各宗精锐弟子的资料
大多是他提供的。就在这时，一道盾光骤然落下，出现在院中。沈墨三人立刻起身行礼，见过宗主。沈墨偷偷打量慕容月，他注意到慕容月气息有些不稳，似乎刚刚发过火。沈墨，来我房中一趟，你们继续聊。慕容月挥挥手，是。沈墨跟着慕容月进了他的房间。慕容月坐下，亲手沏了一壶凉茶，给两人各倒一杯，随后自己端起，大口大口喝了起来，完全不像平日里清冷沉静的模样。师尊，会议不顺利。沈墨抿了一口茶，低声问道。慕容月长叹一声，像是终于找到倾诉对象，当即说道：何止不顺利，简直糟透了。玄江五宗打算联合对抗朝廷，这一点我赞同，但他们竟要求所有其他宗门全部并入五宗旗下。玄江五宗又以神剑宗为首，这次提议明显就是神剑宗提出来的。沈墨皱了皱眉，并入他们旗下，意思是合并？不是合并，是吞并。慕容月叹了口气，合并还讲个平等，吞并就完全是强弱分明了。若是清玄宗被神剑宗吞并，你们这些弟子充其量也就是神剑宗的普通外门弟子，根本不可能享受真正神剑宗弟子的待遇。更何况，身为外来者，必定会遭神剑宗长老与弟子的排挤与敌视。沈墨沉思，慕容月继续道：除去玄江五宗之外的44位掌门里，有20位明确反对此事，最终这场会议不欢而散。沈墨点点头，他心里清楚，无论是慕容月还是他自己的命盘，都清清楚楚地显示，清玄宗的最终结局并没有任何改变。清玄宗终究还是会被神剑宗夷为平地，众多长老弟子陨落，慕容月会死在青苍山上，而沈墨自己也难逃一劫。慕容月又叹了口气，我不该跟你说这些的，徒增烦恼，影响你在百宗大典上的发挥，是为师多嘴了。沈墨轻轻摇头，扰乱心绪倒不至于，毕竟他早就通过命盘看到了最终的走向。师尊不必自责，弟子与清玄宗荣辱与共，早知道总比蒙在鼓里强。沈墨温声安慰，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这位平日里清冷如冰山的美貌师尊，内心其实也和寻常女子一样脆弱。好，慕容月深深看了他一眼，眼底泛起一丝欣慰。你回去修炼吧，2日后便是百宗大典的弟子比武，玄江五宗会拿出许多重宝，对你对宗门都大有好处。弟子明白。沈墨拱手告退，慕容月目送他的背影离去，先前郁结在胸中的烦闷竟烟消云散。他的确收了个好徒弟。2日后，百宗大典如期举行，地点设在神剑城中央的演武台。这座巨型演武台比清玄宗的足足大了4倍有余，四周建有4座看台，由低到高，可同时容纳4万人观战。当当当，钟声响起，49宗依次入场，每一宗皆带来了10名精英弟子，凑不齐10人的宗门，连入场资格都没有。看台上早已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看那个穿金边袍子，身材挺拔的，就是清玄宗的沈墨，确实生得俊逸，气度不凡啊。周清仓，神剑宗首席弟子来了，快看那边，青藤宗的莫玉衡也来了。啧，瞧那身段，那风姿，我愿意少活20年换他做道侣。喂，谁知道这次比试的规矩啊？一名年轻公子急切问道。我能不能看到莫仙子出手？这你都不知道？我来给你讲。一个摇着折扇的公子哥得意一笑。刘公子，快说说。周围公子小姐连忙催促，他们纯粹是来凑热闹的，对具体流程并不清楚。刘公子自信满满，摇着扇子。百宗大典分3轮，第1轮所有49宗490人混战，一直打到只剩100人为止。周围顿时炸开锅。不是吧？第1轮就淘汰近4/5？当然，能在百宗大典胜出的，必须是精英中的精英。刘公子被打断，不满地咳了一声。你们到底听不听？别打岔，听。刘公子继续。打岔者尴尬陪笑。刘公子清了清嗓子。第2轮明日进行，100人2-2对决，决出前50，50强再2-2对决，决出前25强。第3轮后日开始，25强继续2-2对决，中间会有轮空，直到决出前10，百宗大典才算结束。前10及其宗门皆有重赏。众人恍然大悟，百宗大典每10年一届，能来这里的皆是各宗天才，各有独到武学见解与手段，好好看，好好学，对咱们以后大有裨益。刘公子一副指点江山的模样，看台气氛热烈至极，众人早已按耐不住，目光频频扫向场中各宗弟子，迫不及待想看比试开始。弟子休憩区里，气氛同样剑拔弩张，各宗弟子互相对视，暗自评估对手实力。清玄宗这边，刘云轩沉声道：今年各宗队伍极强，大家做好准备，千万别留手。洛胜南斜了他一眼，这话轮不到你说，要发号施令，也该是我们最强的沈墨来。柳云轩脸色一沉，他差点忘了，如今4位真传弟子中最强的已经不是他，而是沈墨。刚才那番话无意中把自己摆在了领头的位置。沈墨微微颔首，第1轮混战变数极大。柳师兄说的对，大家务必抱团，全力以赴，尤其要小心天水宗联合其他宗门针对我们。赵廷点头，指了指不远处几家宗门，那几宗跟天水宗关系密切，基本算是附属宗门，需多加小心。沈墨目光扫过全场，忽然一道惊艳身影映入眼帘，火辣身材，绝美容颜，雪白肌肤，衣衫暴露，极度吸睛，超过半数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不过众人似乎有些忌惮，不敢长时间直视，只敢偶尔偷瞄。正是妖女莫玉衡，她正把玩着怀里的一条白玉小蛇，察觉到沈墨的目光，莫玉衡朝他看过来，一双紫眸妖也勾魂，仿佛多看一眼就会彻底沦陷。青藤宗弟子顺着他的视线，也纷纷看向沈墨。柳元风注意到这一幕，立刻皱眉，低声喝道：“别看了，现在招惹青藤宗，只会给混战多添一个敌人。”柳云轩也压低声音：“沈墨，收回目光。”沈墨收回视线，淡淡问道：“她就是妖女莫玉衡？”赵婷点头：“不错，她还是青藤宗宗主之女，擅长用毒，据说拥有天阶体质，能与灵兽无障碍沟通。”沈墨点点头，继续观察其他宗门。他虽然不再看，莫玉衡却依旧远远凝视着他。于是青藤宗弟子也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青玄宗这边，表情冷淡，毫无波澜。这一幕顿时引起其他宗门乃至看台观众的注意。怎么回事？青玄宗这是什么时候得罪青藤宗了？水清烟将这一幕尽收眼底，阴恻恻地笑了起来。有意思，青玄宗如今倒是硬气起来了。雪哥、紫月，还有你们几个听着，等混战一开始，先别管别人，先把青玄宗给我拿下。他身后除了副宗主外，便是天水宗10名弟子，为首之人正是尹雪歌，一名阴柔俊美的男子，修为已达筑基巅峰。在他身后还有一人白子月，同样是筑基巅峰。当然，即便同为筑基巅峰，停留5、6年的老牌巅峰，与刚刚踏入这一境界的人实力差距依旧不小。明白。尹雪歌、白子月等人齐齐点头。其余各宗见到这一幕，却让不少人暗暗松了口气。看来青藤宗已盯上青玄宗了，再加上天水宗与青玄宗本就积怨已久，两大宗同时针对青玄宗，这意味着青藤宗与天水宗必然会被青玄宗牵制住火力。这样一来，其余宗门的压力自然就小了不少。就连慕容月与柳元风也觉得奇怪，青玄宗跟青藤宗素来没什么深仇大恨，即便当年青玄宗还是5宗之一时，跟青藤宗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极少往来，怎么突然就被青藤宗这么盯上了？就在这时，莫玉衡怀里的白玉小蛇忽然不见了踪影，它化作一道白色闪电，在人群中穿梭，眨眼间便来到青玄宗众人身前，缠上沈墨的小腿，一路向上攀到膝盖处。猩红的小蛇轻轻吞吐，似乎对沈墨的气息极为依恋。沈墨伸出手指，轻轻点了点他的小脑袋，白玉小蛇却用脑袋蹭了蹭他的手掌，分明是在向他索要火灵气。沈墨不禁苦笑，这里可不是修炼的地方。师姐，怎么回事？青藤宗弟子们满脸疑惑。莫玉衡养这条白玉小蛇多年，从不让旁人触碰，怎么现在主动跑到一个陌生人那里，还一副亲昵模样？其他宗门的人同样面露惊讶。寻常灵兽只认主人，对外人向来不屑一顾，更何况莫玉衡乃是青藤宗公开承认的天阶体质，万兽灵体，天生便能吸引灵兽，使其心甘情愿臣服。在这种情况下，这条小蛇居然叛变得如此自然。莫玉衡吹了声口哨，试图唤回小蛇，可小蛇完全不理，依旧赖在沈墨怀里，一个劲儿的索要火灵气。灵兽不听召唤，这一幕顿时引来更多目光。玉衡，你认识青玄宗的那小子？青藤宗队伍中一名身材魁梧、满脸络腮胡的绿袍男子压低声音问道。莫玉衡摇头，只见过一面。络腮胡男子挠挠头，怪了，这只天蛇连我都不怎么搭理，怎么对一个外人这么亲近？莫玉衡低声道：“先别管这些了，父亲，让神剑宗宗主宣布开始吧，以免节外生枝。”络腮胡男子点点头，转向神剑宗方向：“骆宗主，请。”神剑宗主罗朝天微微颔首，说了几句场面话，随即朗声宣布：“百宗大典第1轮即将开始，请各宗队伍上台。”声音灌注凌厉，响彻全场，演武场的气氛瞬间沸腾，无数目光齐刷刷锁定演武场。终于要开始了，嗖嗖嗖，一道身影纷纷跃上擂台。沈墨本想把小蛇放下再上台，可小家伙却死死缠住他的手，怎么也不肯松开。你待会儿要是被打伤，我可赔不起。沈墨低声道。白玉蛇晃了晃脑袋，像是在说不用他赔。沈墨无奈，只得带着他一同登台。青玄宗10名弟子紧随其后。出发前，慕容月曾低声叮嘱所有人，一切听沈墨指挥。是。赵婷、洛胜男、赵柔齐声应下。柳云轩与萧凡虽然嘴上答应，心中却各有算盘。第1轮现在开始！罗朝天大喝，这一声彻底引爆了本就紧绷的气氛。演武场上49宗490人瞬间乱作一团。大混战一旦开启，就不会停下，4/5的人将被淘汰，只有最后100人才能晋级第2轮。怒吼声乍然响起，刹那间，所有人杀红了眼。吭吭吭，砰砰砰，金铁之声与闷响交织在一起，充斥着全场。青玄宗弟子也被这气氛感染，个个战意高涨，恨不得立刻杀入人群。柳云轩却开口：“我建议立刻后撤，退到角落，保存实力。”萧凡点头：“我赞同柳师兄的看法。”赵婷与洛胜男若有所思，这是一种策略，保存实力，等人数减少后再伺机而动。许多弱小宗门都会这么选，虽然看着不威风，但至少能多撑一会儿。可沈墨却淡淡一笑：“不能退，我们要打，而且要打得狠。先发制人，
以狠制胜，只要我们够狠，就没人敢轻易招惹我们。柳云轩皱眉，你疯了？这么打，我们第一轮都未必过得了。萧凡也质疑沈墨，你这是拿清玄宗的未来冒险。我不同意。沈墨语气平静，上台前，宗主是怎么说的？你们是聋了还是瞎了？萧凡脸色涨红，正要反驳，柳云轩冷笑一声，拉住他，行，就听你的，希望你到时候别后悔。清玄宗10人在沈墨带领下，如同一柄利刃，直接插入人群之中。沈墨的目标根本不是什么小宗门，从一开始，他的矛头就直指天水宗。身为玄江5宗之一，天水宗实力足够硬，如果能在保全自身的情况下重创天水宗，其他队伍自然不敢再来招惹。谁都知道，能重创天水宗的队伍，要收拾那些弱宗不过是轻而易举。银雪哥与白子月眼神一凝，他们正准备朝清玄宗那边杀过去，没想到清玄宗竟在沈墨带领下直接朝他们冲来。可笑，以为能拿我们立威？银雪哥苍白病态的脸上浮现一抹冷笑，他很快便看穿了沈墨的打算，但在他看来，这无异于自取其辱。区区一个小小的2流宗门，就算沈墨是筑基巅峰又如何？又如何能与他相提并论？更别说清玄宗其余弟子根本不可能是天水宗的对手。正面迎击，银雪哥挥手示意，是。他身后9名弟子脸上也挂起冷笑，战斗瞬间爆发。虽然赵廷、洛胜男、柳云轩等人皆是清玄宗年轻一代的顶尖天才，实力不俗，但在面对天水宗弟子时，仍旧稍逊一筹。无论是修为、兵器、功法、武技，几乎各方面都略有差距。这些差距叠加在一起，带来的便是天堑般的鸿沟。因此，从一开始，他们便落入下风。而沈墨的对手正是银雪哥。两人刚一照面，银雪哥便伸出一只手，语气淡淡：“5招之内把你拿下。”沈墨嗤笑一声：“我不跟你打，你怎么5招拿下我？你这话说服力不太够啊！”银雪哥脸色一僵，沈墨说的没错，若是对方根本不接战，他这5招又从何谈起？我说话向来算数，3招我把你拿下。沈墨微微一笑，下一刻他果断拔剑，雷赤剑铮然出鞘，雷影剑法瞬间施展，漫天剑光如雷影交织，迅猛凌厉，直取银雪哥咽喉。银雪哥完全没料到沈墨开场就如此狠辣，剑锋未至，他便感觉咽喉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心头猛地一跳。他小看了沈墨，你用剑，我同样用剑，你不可能是我的对手。银雪哥深吸一口气，迅即拔剑，他的剑极为诡异，剑身一分为2，左侧湛蓝如水，右侧猩红如血，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在剑身上流转。沈墨丝毫不惧，反而欺身更近，当，剑尖骤然相撞，一声刺耳，金铁交鸣响彻，当当当。沈墨后退2步，银雪哥却足足退了5步，他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手掌传来一阵酥麻，几乎握不住兵器。沈墨的力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第一次正面交锋，他竟落了下风。以他的实力，本该轻松碾压沈墨才对，他可是玄江5少之一。再来！银雪哥怒喝一声，再度挥剑。沈墨唇角微扬，通过刚才那一剑，他已经摸清了对方的底细，弱，而且弱得离谱。体质与功法的差距才是决定性因素，武技不过是力量的展现方式，体质够强，功法够猛，完全可以碾压大多数对手。刚才算错了，不用3招，2招足矣。沈墨脚掌猛踏地面，施展8级雷动，速度瞬间飙升到极致。刹那间，他仿佛化作一道雷影，从银雪哥视线中消失。银雪哥失去目标，表情僵住，但他还是凭借本能反手向身后斩去。有这反应不错，可惜还是太慢了。沈墨平静的声音从他身后响起，下一瞬，雷赤剑直刺入他的后心。银雪哥虽本能格挡，卸掉大部分力道，但仍有部分余劲涌入体内，狂暴力量轰然炸开。银雪哥整个人倒飞7、8米，狠狠撞到倒数名其他宗门的弟子。他挣扎着想起身，却发现身下鲜血汩汩，力气迅速流失，羞愤交加，怒火攻心。他又地喷出一大口血，厉害！沈墨，你的实力竟然暴涨到这种程度！洛胜男惊呼，白子月更是脸色大变，急忙喝道：“护住他！”银雪哥身为玄江5少之一，又是天水宗新生代最强象征，是整个天水宗的脸面。其他人可以牺牲，银雪哥绝不能有事，否则天水宗颜面何存？刹那间，战局逆转，原本被压着打的赵柔忽然发现对手撤退，转而回防银雪哥。赵婷立刻护在妹妹身前，追！现在反击！沈墨大喝。赵婷、洛胜男、赵柔齐声应道。白子月等人咬牙撤，保存实力。他们且战且退，试图脱离清玄宗的攻击范围。银雪哥被沈墨2招重创，短时间内无法恢复战力。见沈墨依旧状态巅峰，他们自知不敌，如今唯一选择便是撤退。沈墨冷笑：“撤？往哪里撤？追！把天水宗弟子一个不留，全轰下擂台！”他率先冲出，雷赤剑直指白子月胸口。赵婷、洛胜男、赵柔眼睛一亮，立即跟上。萧凡皱眉看向柳云轩，柳云轩叹了口气：“跟上吧。”在沈墨带领下，清玄宗10人如同一柄锋锐无比的利刃，疯狂追杀天水宗。其他宗门弟子纷纷避让，生怕被殃及池鱼。这一幕落在看台观众眼中，顿时哗然。清玄宗竟然在追着天水宗打，
那个领头的青玄宗小子是谁？太猛了，2招就把殷雪哥打成重伤。没想到啊，今年百宗大典的黑马竟然是青玄宗。水青烟眉头紧锁，那小子什么实力，竟能在2招内重创雪哥？身旁副宗主同样震惊，多半就是青玄宗一直藏着的天阶体质。水青烟语气凝重，副宗主道西一口冷气，怪不得。丁景点，形势对我们极为不利，希望紫月能撑住，谁都可以淘汰，唯独雪哥不行。水青烟深吸几口气，心中隐隐不安。若尹雪歌真在第1轮被淘汰，他都没脸继续坐在这儿了。与天水宗的压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慕容月的欣喜，他意识到自己还是低估了这位宝贝徒弟的实力。好，干得漂亮！慕容月忍不住脱口而出。一旁的柳元风眉头紧锁，沈墨的成长速度太恐怖了，竟已强到这种地步，不愧是天阶体质。神剑宗、旭日宗、雷火宗、青藤宗的宗主与副宗主远远看着这一幕，神色各异，有的玩味，有的惊讶，有的欣赏。演武场上，神剑宗、旭日宗、雷火宗、青藤宗的队伍全都抱臂旁观，凭他们的绝对实力，首轮混战根本没人敢招惹。百宗大典向来如此，悬江前5宗只需看戏便可轻松晋级第2轮，唯独今年天水宗踢到了铁板。旭日宗队伍中有些日子没见，尹雪哥的实力倒是退步了，红赤龙头也不抬，擦拭着手中巨剑。那小子只会些阴损手段，真论硬实力，连给我们师兄提鞋都不配。身旁一名旭日宗弟子傲然笑道。红赤龙再次开口，你们觉得那个沈墨怎么样？也就一般般吧，别说跟咱们大师兄比，就连2师兄都甩他几条街。对啊，刚才也没看出什么特别。旭日宗弟子们更加吹嘘道。错了，红赤龙淡淡道。旭日宗弟子们顿时愣住。红赤龙平静道，他刚才对战尹雪歌时根本没用全力，你们还觉得他不强？师兄，要不要我去试试他的深浅？一名弟子站起身，他同样是筑基巅峰，在旭日宗年轻一代中仅次于红赤龙。不急，再等等。红赤龙笑了笑，我想先看看他能不能把天水宗彻底打趴下。可是师兄你看，那边已经有宗门在聚集了，全是天水宗的盟友。那弟子指了指人群，红赤龙扫了一眼，轻笑出声，一群乌合之众罢了。神剑宗、雷火宗内部也在发生类似的对话。青玄宗追着天水宗打，对他们而言纯粹是看热闹。若尹雪哥状态完好，必定会找其他4宗麻烦，说不定还会把其中1、2个的弟子轰下擂台。如今风水轮流转，天水宗被压着打，其他宗门反倒能保存实力，轻松过第1轮。4宗40名弟子，只要不主动掺和，或许能轻轻松松熬过第1轮混战。有人甚至已经开始在心里盘算接下来的对手。青藤宗队伍中，师姐，咱们不去插手吗？你不是一直看那家伙不顺眼？一名弟子问道。莫玉恒翻了个白眼，我哪有看他不顺眼，我只是对他有点好奇罢了。说到这里，他顿了顿，轻哼一声，再说我的小蛇还在他那儿呢。青藤宗弟子们挠挠头，啊，咱们就这么看着？对，就看着，谁都不许插手。莫玉恒挥挥手，他美眸远远望着正在追杀天水宗的沈墨，心想他既能吸引我的小蛇，还让他违抗我，他到底是什么体质？难道比我的还高？想到这里，他眸色微微发亮。另一边，沈墨带领青玄宗众人穷追猛打天水宗，气势如虹。短短片刻，已有3名天水宗弟子被沈墨从背后一剑击中，直接轰下擂台。白子月背着殷雪歌跑在最前面，不时回头，眼中寒光闪烁。就在这时，赵婷大喊，左侧有宗门靠近，是白鹤宗。洛胜男也喊道，右侧是血河宗。柳云轩与萧凡扫视后方，后面是灵溪宗，四面合围。天水宗队伍也停下脚步。白子月冷笑，追啊，怎么不追了？现在被4家宗门包围，青玄宗今日就要葬身于此。沈墨淡淡一笑，一群蝼蚁也配叫包围？他在追杀途中早已留意4周，对3家宗门的实力心中有数。白鹤宗、血河宗、灵溪宗3家的实力，3家最强者也不过筑基圆满，其余弟子修为参差不齐。只要他迅速解决3家领头弟子，局面自然瓦解。其余人交给赵婷、洛胜男他们足以应对。狂妄，你能？白子月冷笑，话音未落，沈墨已如狂风暴雨般冲来，砰砰砰！白鹤宗筑基圆满弟子还未反应过来，胸口便挨了沉重一击。下一瞬，他整个人倒飞而出，口中鲜血狂喷，如断线风筝般砸落在人群中。附近其他宗门的弟子正杀红眼，顺势一拥而上，将他又是一阵暴打。白鹤宗众人面色大变，顾不得围攻，急忙冲上去救援。虽说是天水宗附庸，但若自家最强弟子重伤，他们也担待不起，必须立刻救人。击飞一人后，沈墨又冲向血河宗领头弟子，那人正被白鹤宗弟子被轰飞的景象惊得呆住。等他反应过来，沈墨的拳影却已逼近面门，仓促间他只能双臂交叉格挡。砰！事实证明，在绝对力量面前，格挡毫无意义。他跟前一人一样，同样被轰飞老远。沈墨故意将他打向人群最密集处，若血河宗弟子不救，他必定重伤，甚至有性命之忧。接连轰飞2人后，沈墨又奔向第3人。说时迟那时快，实则沈墨凭借身法8级雷动，速度快到极致，每一击都迅猛果决，一击毙命。
当他冲到灵犀宗领头弟子面前时，对方才刚刚反应过来，但有天水宗命令，他不敢躲也不敢逃。思量片刻，他咬牙做出了决定，硬抗。灵犀宗以防御武技闻名，筑基圆满弟子硬抗筑基巅峰一击并非难事。他怒吼一声，周身浮现一头巨蜥虚影，肉身坚如磐石，韧如山岳。下一刻，沈墨一拳轰下，砰！不到3息，防御轰然崩碎，与前2人一样被轰飞出去。灵犀宗的防御武技倒也起了点作用，他只飞出4、5丈，还愣着做什么？不去救人？沈墨淡淡道。灵犀宗弟子脸色铁青，却只能冲上去救人。3拳下去，沈墨瞬间破开清玄宗的包围圈。如今他们的对手只剩天水宗一队。白子月表情从冷笑转为震惊，最后变成极度难看。撤！白子月怒喝。撤！说的倒是好听。沈墨淡淡一笑，脚掌猛踏地面，再度追杀。刚苏醒的银雪哥听到这话，怒火攻心，气得一口血喷出，又昏死过去。这一幕落在看台观众眼中，顿时惊呼连连，太猛了！3拳连轰3位筑基圆满，从被围杀到瞬间翻盘，这实力差距也太恐怖了。只有实力碾压才能这么打，换成其他宗门早被围殴死了。厉害！清玄宗这次真是最黑的黑马。水清烟猛地一拍桌子，脸色黑的几乎滴出水来，眼中满是怨毒。周围观众顿时噤若寒蝉，生怕惹怒这位天水宗宗主。与水清烟的阴沉形成鲜明对比，慕容月笑得合不拢嘴，甜得发腻，引来无数艳羡目光。我就知道没看错人，他心中无比满足。清玄宗在前紧追，天水宗一路仓皇而逃。这场猫捉老鼠的戏码，不仅看台上的每一位观众都看得清清楚楚，演武场上的弟子们也全都目睹。每当沈墨带着清玄宗众人杀穿人群追来，原本还打得你死我活的小宗门弟子都会识趣地让出一条路。尤其是在亲眼见过那3拳的威力后，在许多弟子眼中，如今清玄宗的队伍如今已隐隐有了与崛起的资本。旭日宗队伍中，洪赤龙一边擦拭着手中的巨刀，刀锋被打磨得寒光逼人。听到弟子们还在惊叹沈墨3拳败敌，他终于抬起头，他远远看着一追一逃的2支队伍，忽然笑了。有意思，清玄宗竟出了个像样的天才。我看银雪哥那武少的名号该让给沈墨才对。旭日宗弟子们顿时哄笑起来。银雪哥确实是玄江五少之一，但他与其他4人交过手，从未赢过。最好的成绩是与雷火宗雷君子万人劫战成平手。可众所周知，万人劫与银雪哥私交甚好，有人说是万人劫有意留守，才有了那场平局。因此银雪哥背地里也被一直当作茶余饭后的笑料。雷火宗队伍中9名弟子围着万人劫，目光也齐齐落在沈墨身上。万人劫身材瘦高，此刻气得浑身发抖，看到银雪哥被打得如此狼狈，他心头怒火翻涌，仿佛那些伤是打在他自己身上。动手，拦住他们！万人劫低吼。青藤宗队伍中，莫玉衡望向沈墨的目光越来越玩味，也越来越好奇。青藤宗弟子注意到雷火宗的动静，师姐，看来雷火宗要出手了。无聊，莫玉衡轻笑，看戏多有趣，插什么手？师姐的意思是？青藤宗弟子跃跃欲试，拦住他们，别让他们坏了兴致。莫玉衡轻描淡写道。是。青藤宗弟子瞬间散开，眨眼间便挡在雷火宗前方，截断去路。万人劫眉头深锁，莫玉衡，你想干什么？莫玉衡掩嘴轻笑，我喜欢这里的风景，不行吗？万人劫深吸几口气，压下怒火，好，这地方让给你们，我们换条路走。他挥手示意雷火宗弟子绕过青藤宗，莫玉衡却再次上前拦住去路。万人劫额头青筋暴起，你到底想怎样？莫玉衡笑意更浓，你猜？让开！万人劫低喝，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莫玉衡大笑，来啊，试试看能不能打得过我。万人劫咬牙，他知道自己不是莫玉衡对手，玄江五少中莫玉衡的实力仅次于周清仓，我或许打不过你，可你护得住青藤宗其他弟子吗？你想让青藤宗只有你一人进第2轮？万人劫冷笑。莫玉衡反问，哦，那你护得住雷火宗所有人不受我毒吗？你忘了青藤宗最拿手的是什么？他伸出纤手轻轻撩了撩发丝。万人劫眉毛一挑，本能后退半步。莫玉衡笑得更欢，放心，我还没下毒呢。万人劫脸色阴晴不定，青藤宗最擅长的就是毒，毒粉、毒水、毒烟，一旦真用上，万人劫顶多护得住自己，其余人只能自求多福，希望他们身上带的解药够多。刚才莫玉衡那一下轻抚发丝，正是他惯用的下毒起手式。万人劫曾经吃过亏，几乎形成了条件反射，没想到这次莫玉衡只是虚晃一枪，双方僵持不下。师兄怎么办？一名雷火宗弟子低声问。万人劫反复思量，最终咬牙道，撤！银雪哥，让他自求多福吧。雷火宗队伍无奈退去，这一幕让周围人颇为震惊。妖女莫玉衡向来自视甚高，视男人如草芥，这次为何帮沈墨？莫玉衡懒得理会万人劫，继续远远看着清玄宗追杀天水宗的好戏。趁着2宗僵持，沈墨带队又接连轰下几名天水宗弟子。如今天水宗只剩银雪哥与白子月2人，白子月背着银雪哥在人群中左突右闪，步伐渐渐沉重。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跑。擂台上的人数也在迅速锐减，从490人到200人，
只用了1炷香时间，随后200人则陷入漫长的对峙，谁都清楚，再坚持一会儿，或许就能晋级第2轮。战斗进入白热化。即便如此，也无人敢去招惹神剑宗、旭日宗、青藤宗、雷火宗4家。这4支队伍从头到尾都相当悠闲，若不是要维持形象，他们说不定已经坐下来打牌了。沈墨带队追杀银雪歌与白子月的画面越来越显眼，越来越吸睛，近70%观众的目光都集中在沈墨身上，所有人都想看看沈墨最终能不能把银雪歌也轰下擂台。若真能做到，那可就更有意思了。距离一点点拉近，白子月只觉背后寒意骤起，本能一闪，可沈墨更快，现在才躲，晚了。沈墨平静的声音响起，下一刻他巨拳重砸在白子月后背，白子月只觉五脏翻江倒海，口中涌起心田，拼尽全力。他猛地将银雪歌甩出，自己则被沈墨一拳轰得飞出擂台，他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长时间逃窜早已耗尽灵力，如今连一拳都接不住。银雪歌狂喷几口鲜血，缓缓站起。沈墨、赵婷、洛胜男等人迅速将他围住，可银雪歌却毫无惧色，反而冷冷盯着沈墨：“你真要对我动手？”与玄江5宗之一的天水宗彻底撕破脸。银雪歌威胁道：“若我在第1轮被淘汰……”就在这时，青藤宗一行人走了过来，他们的到来让赵婷、洛胜男等人立刻收起笑容，转身戒备。赵柔怔怔地望着为首的绝色女子，世上怎会有人长得如此惊艳，身材这么勾人的女人？跟莫玉衡一比，他觉得自己哪里都差一点，该大的不大，该长的不长，该翘的不翘。洛胜男则目光警惕地盯着莫玉衡，心想这妖女到底想干什么？莫玉衡轻笑一声：“现在可以把我的小蛇还给我了吧？”沈墨耸了耸肩，从怀中取出那条白蛇递过去，他自己跑过来的。白蛇张嘴发出细细软软的声音，临走前轻轻咬了沈墨手指一口，没出血也没破皮，更像宠物对主人撒娇的轻咬。莫玉衡笑着接过小蛇，用仙指敲了敲他脑袋：“谁才是你主人？”白蛇扭过头，一副不高兴的样子。片刻后，他钻进莫玉衡胸前的薄纱里，惹得他身子微微轻颤。“再见，希望你能闯过第2轮。”莫玉衡挥挥手，朝沈墨抛了个飞吻，便转身离去。一个飞吻抛出，人已转身离去，那惊鸿一瞥让不少男人看得停住了脚步。沈墨心跳也快了几分，好一会儿才平复下来。慕容月微微蹙眉，往前一步挡在沈墨身前，他不能让自家优秀弟子轻易被女人勾了魂。莫宗主，还请好好管管令爱。他看向莫玉衡身后那位络腮胡绿袍男子，络腮胡男子轻咳一声：“小女长大了，不好管了。”可他又提醒道：“慕容宗主小心些，水宗主恐怕不会善罢甘休。”慕容月点点头，目送青藤宗一行人离去。百宗大典第1轮正式结束，各宗弟子陆续回到各自的临时驻地，演武场的看台也渐渐空了下来。然而，即便在离开时，仍有许多人激动地讨论着清玄宗队伍追杀天水宗队伍的那一幕，干脆利落，叫人看得热血翻涌。就算有人不想聊，也架不住身边人都在说。尤其令人难忘的是银雪歌大声威胁沈墨，结果沈墨果断一掌将他轰下擂台的那一瞬，那一幕已深深烙印在无数人脑海中。沈墨这个名字开始在神剑城中传开，起初只是私下议论，随后是酒楼、茶馆、房市街巷，越传越广，甚至因为他是横空出世的黑马，声势隐隐压过玄江五少。砰！废物，一群废物！水青烟猛地捏碎手中茶杯，滚烫的茶水溅到手上，顺着指尖滴落到地面，他却浑然不觉，满腔怒火。白子月连忙重新沏了一杯茶，恭恭敬敬端到他身边。宗主息怒。水青烟强压怒火：“雪哥的伤势如何？”白子月立刻答道：“回宗主，师兄伤势不重，多为内息紊乱，加之心神受挫所致。”水青烟放下茶盏，起身，大步走向银雪哥的房间。房内，银雪哥呆呆望着天花板，往日那份傲气与锋芒荡然无存，如今的他更像一条被人踢出场的丧家之犬。水青烟坐到床边，握住他的手，轻声安慰：“雪哥，别太放在心上，这对你是一次历练。你向来自傲，为师一直担心你的心性，这次挫折未尝不是好事。”银雪哥依旧眼神空洞，仿佛生机全失。水青烟忽然起身，抬手就是狠狠一耳光，啪！银雪哥脸颊瞬间肿起一个鲜红掌印。白子月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吓得一哆嗦，却也仿佛把银雪哥打醒了。他瞳孔微缩，眼中终于有了神采。水青烟冷声道：“若你因这一次失败就自暴自弃，为师立刻剥夺你的真传弟子身份，滚回家族去，永远别回天水宗，就当是为师当年瞎了眼，收了你这个徒弟。”银雪哥转头看向水青烟，嘴唇微微颤抖：“师尊，我只是没想到会输得这么惨，他不过是个二流宗门的弟子罢了。”水青烟平静道：“沈墨拥有上品天阶体质，输给他不丢人。”银雪哥愣住，白子月眼睛瞪大：“上品天阶？玄江五少中体质最强的红赤龙也不过中品天阶，沈墨竟是上品天阶？师尊，这消息从何而来？”银雪哥眼中重新燃起光芒，急切问道。“清玄宗副宗主柳元峰亲口说的。”水青烟冷笑。白子月震惊得说不出话。银雪哥瞬间明白过来，清玄宗
已经分裂到这种地步，上品天阶体质，他们不护着，反而对外泄露。水清烟嗤笑，如今的清玄宗就像筛子一样，千疮百孔。副宗主柳元丰与神剑宗勾结紧密，前大长老宋朝风又与青藤宗有勾连。就算沈墨有上品天阶体质，也未必能得到足够资源。只要你重拾信心，刻苦修炼，未必会输给他。况且水清烟目光深邃，神剑宗迟早会统一玄江府，我们天水宗紧随其后，清玄宗多半不会臣服。到那时，由你来亲自取他性命，亲手洗刷今日耻辱。水清烟紧紧抓住尹雪歌的肩膀，直视他的双眼。是。尹雪歌眼中重燃斗志，斩钉截铁。神剑城东市，沈墨、赵婷、骆胜男、赵柔四人正在市集闲逛，受赵婷等人邀请，再加上沈墨自己有事要办，四人便一起来了。神剑城极大，共分4大市集，分布在不同区域。东市是4个集市里规模最小的一个，却离乾隆阁最近，正好是清玄宗弟子暂住的地方。沈墨来此有明确目的。混战时，他瞥见了尹雪歌的命盘，上面标注了属于尹雪歌的重大机缘。沈墨回忆起尹雪歌命盘的细节，姓名尹雪歌，境界筑基巅峰，命格世家子弟，福星天生剑胎，9阴之体，命数止步金丹巅峰，后成神剑宗任内门长老。62年后死于神剑宗内部派系斗争。近期机缘一，今日受天水宗主水清烟鼓励，重振精神。下午闲逛东市，在一名秃头老者摊位上发现上品地阶宝物腰甲残片。近期机缘二，明日于乾隆阁东南区域练剑时，在假山下发现一株近乎成熟的真异草，获得此上品宝物。真异草上品宝物，可作为我结丹时的木属性根基。地阶腰甲残片，听名字就很强。沈墨暗自思忖，既然是上品地阶，必定价值不菲，绝非鸡肋。无论是什么，都值得截胡。此时东市也有许多修士摆摊，摊主修为高低不一，最低凝气7，最高的已达金丹。摊位上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稀奇古怪，有所谓天阶灵气残片，有千年石化的妖兽化石蛋，还有琥珀封存的古丹，当然大部分都是假货。沈墨忍不住感慨，可惜这世界没有打假系统，否则他光靠揭穿骗局就能发大财。4人逛着逛着，赵婷、骆胜男、赵柔都买了不少东西，他们眼力不俗，能避开大部分假货，从中淘到真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赵柔运气极好，买到一瓶元灵血，这是上品宝物，并非真血，而是炼丹产物，不是给人喝的，而是给妖兽用的，服用后可提升妖兽血脉与肉身。之前赵柔得到的变异紫金狮幼崽，一直被他养在御兽袋里，这瓶元灵血就是为他准备的。沈墨，你怎么什么都不买？宗主没给你零花钱啊？骆胜男大大咧咧，一把搂住沈墨肩膀问道。沈墨无奈笑了笑。就在这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前方左侧的一名秃头老者身上。老者正专心抠脚，完全没有半点修饰的仙风道骨。摊位上的东西同样不起眼，大多蒙着厚厚尘土与污垢。即便4人走到摊前，老者依旧埋头抠脚，目不斜视，专注的仿佛世上只剩他的脚。然而沈墨的目光却陡然亮起，因为在那堆不起眼的杂物里，他看到了一块紫黑色的金属碎片。沈墨指着金属碎片周围的几件杂物，最后指向那块碎片本身。老丈，我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开个价吧。秃头老者忽然停下抠脚的动作，抬起头盯着沈墨，手指掐了个诀，嘴里念念有词：已不是有缘人，此物不卖给你。他刚要低下头继续抠脚，又猛地一愣，再次掐诀算了算，眼睛瞪得溜圆。咦，等等，怎么你现在又变成有缘人了？老者满脸震惊。沈墨心头一动，这老丈似乎精通卜算之术或某种相命之法。他显然知道这块腰甲残片乃地阶重宝，但他只卖给有缘人。原本的剧情里，有缘人应该是尹雪歌，如今机缘被沈墨截胡，导致老者前后矛盾，一时搞不清谁才是有缘人。骆胜男皱眉：老头，你叨叨什么呢？卖不卖？给剧痛快话。老者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终于一拍大腿：来，当然卖。这些加起来多少钱？沈墨问。老者伸出一只手，5指张开50枚中品灵石。3人齐齐倒吸一口冷气。骆胜男直接炸了：你怎么不去抢啊？沈墨却直接指向那块腰甲残片：如果我只买这一块呢？老者咧嘴一笑：还是50中品灵石。骆胜男破口大骂：操，不就一块裹着泥巴的破甲片吗？是甲片是金子做的，还是泥巴是金子做的？老者摇头晃脑：有缘就买，无缘拉倒。沈墨扫了一眼老者的命盘，眉头微皱，这老丈不过筑基巅峰，一辈子无望结丹，再过几年就会寿元耗尽老死，并非什么隐世大能。好，我买了。沈墨直接取出50枚中品灵石递过去，多亏美貌师尊给的资源充足，这点灵石他还出得起。啥？你真买？骆胜男傻眼，那可是50中品灵石，不是50下品。沈墨看向老者，把灵石递过去，值这个价。老者只是嘿嘿一笑，飞快收起灵石。回乾隆阁的路上，赵柔忍不住好奇问道：沈师兄，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赵婷也一脸疑惑：是啊，50中品灵石可不是小数目，可别买了个废物。沈墨笑了笑：有可能是一件的接宝物。3人瞬间呆住。真的假的？骆胜男眼睛瞪圆，不过只是残片，
我觉得可能有用，就买了。沈墨点头。赵婷叹道：原来如此，地阶宝物确实可能碎裂，有些残片极有用，有些则一文不值。稍后四人各自回房。沈墨关上门，用清水洗去腰甲残片上的泥垢，露出真容。那是一块紫黑色的金属片，表面布满繁复深奥的纹路，仅只是看上一眼，沈墨就觉得头晕目眩，赶紧移开视线。好诡异！沈墨震惊，区一块碎片竟有如此奇异效果。若是一整套腰甲，得多么恐怖！单块残片已是极品地阶，整套腰甲恐怕是天阶重宝。沈墨兴奋起来，开始尝试激活腰甲残片，尝试炼化。用意念，用鲜血，还是灵力？他一一尝试，意念、灵力皆无反应。最后，沈墨咬破指尖，将一滴鲜血按在残片上。下一瞬，一股恐怖吸力从残片传来，鲜血被瞬间抽离而出。几息之间，沈墨脸色惨白，这残片已吸走他近1/4的血液。见势不妙，他赶紧吞下几枚疗伤丹药。这些丹药专治内伤，能加速血液再生，总算勉强稳住。30多息后，吸力才终于减弱。沈墨大口喘气，储物戒里的疗伤丹几乎耗尽。紧接着，让他震惊的一幕出现了，腰甲残片竟然开始缓缓沉入他掌心。沈墨瞪大眼睛，试图把它抠出来，可残片已完全融入体内。沈墨连忙内视，却找不到任何踪迹。去哪了？沈墨纳闷。忽然，他心念一动，掌心大小的紫黑腰甲骤然浮现在胸口，再一动念，腰甲出现在肩头，然后手臂、大腿。沈墨狂喜，他明白了，此宝可随意出现在身体任何部位皮肤表面，作用显然是抵挡攻击。心念在动，腰甲出现在左掌，沈墨右手抽出雷翅剑，狠狠斩向左掌腰甲。当一声金铁交鸣，雷翅剑剧烈震颤，沈墨却丝毫不痛，防御力惊人。沈墨更加激动，他又运转雷影剑法，全力斩向左掌。当又是一声脆响，腰甲完好无损。沈墨正要狂喜之际，忽然一阵眩晕，他连忙停手，稍一思索，他便明白了，原来如此。腰甲残片可直接挡下部分攻击，挡不住的则消耗我的鲜血，强化防御，继续抵挡。明白这一点，沈墨更加欣喜。多亏他拥有上品天阶体质，造血能力远超常人。这件腰甲残片，他完全可以驾驭。日后若有机会遇到能加速血液再生的宝物，一定要弄到手。这件宝物将是我的最强底牌。沈墨坚定点头。转眼已是第2日，演武场再次人山人海，各宗弟子齐聚。不过这次大多数弟子只能坐在看台当观众，唯有昨日通过第1轮的100人才有资格登台。身为玄江5宗之一的天水宗，如今竟沦为看客，这在他们挤入5宗行列后还是头一遭。无数目光投向他们，天水宗弟子们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四周仿佛全是嘲讽、轻蔑、鄙夷的目光。他们从未受过如此奇耻大辱，记住这些眼神，每一刻都要记住。每当你们骄傲自满时，就想想这些目光，想想昨日被清玄宗轰下擂台的耻辱。天水宗宗主水青烟平静开口：明白。天水宗10名弟子低声应道：现在好好看戏，今天的戏码会很精彩。水青烟神色平静：是。银雪哥远远望向清玄宗队伍，昨日师尊已联系10几个宗门，或威逼或利诱，唯一要求今日联手针对清玄宗。今日清玄宗将成为众矢之的。神剑宗宗主罗朝天环视其他4位宗主，高声宣布：诸位，今日将公布百宗大典前10名的奖赏。天水宗宗主水青烟第一个起身，衣袂清扬，眉目清冷。既然如此，便由我天水宗带头，拿出10块寒水石。话音未落，他袖袍轻拂，10团幽寒光芒腾空而起，悬于半空。全场倒吸一口冷气。寒水石，极品玄阶重宝，无论是铸造道基还是凝结金丹，都是极佳选择。寻常修士若能得其1块，便已是天大机缘。天水宗拥有一座寒水石矿脉，才敢如此豪横出手。每一块寒水石市价至少3000下品灵石。烈阳宗宗主随即也抛出5团暗红光团，水宗主家底丰厚，我烈阳宗不敢比，就拿出5枚暗焰晶作为奖赏，以表心意。众人再度哗然。暗焰晶同样是极品玄阶重宝，功效丝毫不逊寒水石，对筑基、结丹皆有奇效，尤其对火属性修士而言，更是难得之物。沈墨心头微动，当初他准备凝练圆满道基时，慕容月曾给过他1枚暗焰晶，如今旭日宗随手就能拿出5枚，清玄宗与玄江5宗的差距确实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旭日宗宗主坐下后，青藤宗宗主朗声道：我青藤宗愿为百宗大典前3弟子，提供3枚青藤珠。话落，3道青绿光团飞出，气息柔和，却蕴藏澎湃生机，与其他光团融为一体。青藤珠，全场人群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此物虽同样是极品玄阶重宝，但比寒水石、暗焰晶还要珍贵。青藤珠极其罕见，炼化1枚后，可大幅提升肉身强度，伤口愈合速度也将暴增数倍。然而一人一生只能炼化1枚，多服则效果大减，几乎等同于无用。每1枚青藤珠市价至少4000下品灵石，而且青藤宗需深入地底开采，产量极低，市面上常年抢破头都未必能见到1枚。没想到一次就拿出3枚，沈墨眉毛一挑，青藤珠对他很有用，看来要认真应对了。
这时，雷火宗宗主袖袍一震，3道气纹破空而出，悬浮半空。此乃3座雷金矿的矿器，前3名弟子所在宗门各得1座雷金矿。他平静说道：“嘶！”全场集体倒吸冷气，大手笔。矿脉乃宗门根基，1座雷金矿意味着源源不断的雷金出产和未来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底蕴积累，所以常由结丹修士镇守。雷金矿出产的雷金所蕴雷源之力，不仅对雷属性修士大有裨益，更能加速雷属性功法、武技的修炼，价值连城。这样的资源，没有宗门会不动心。所有目光瞬间转向神剑宗主罗朝天，前面4位宗主出的奖赏一个比一个重。作为5宗之首，罗朝天的出手必然更加惊人。果不其然，罗朝天面色从容，屈指一弹，一道金光灿灿的物件飞入光团中央。地阶丹药太乙养魂丹，可提升体质。此丹得自药王洞府，当年共有2枚，其中1枚已被我宗弟子周清仓服下，将其体质从极品的阶提升至天阶，这是剩下的1枚。罗朝天语气淡然，声音响彻全场。话音刚落，整个演武台瞬间沸腾。提升体质的丹药极其罕见，稀世珍宝，多少修士中其一生也无法突破体质桎梏。玄阶体质永远是玄阶，地阶体质也往往止步于地阶，而如今提升体质的机会就摆在眼前，很可能是他们此生仅有的一次机会。无数目光投向场中100名弟子，眼神里满是羡慕与嫉妒，场中100名弟子更是眼热无比，个个都渴望夺得头筹。沈墨却想得更深，神剑宗此举何意？连太乙养魂丹都拿出来了，难道不怕落入外人之手？但转念一想，沈墨就明白，神剑宗根本不怕。周清仓、玄江无少之首，实力公认最强。在神剑宗看来，本届百宗大典，周清仓夺冠的概率至少70%。即便周清仓没拿第1，太乙养魂丹也大概率落入5宗弟子手中。无论如何，神剑宗都不亏。此举既显神剑宗大气与底蕴，吸引其他宗门长老弟子目光与敬仰，又确保丹药不落入外人之手，名利双收。看台最高处，罗朝天环顾四周，对气氛颇为满意。他大手一挥，100块玉牌浮空而起，声音洪亮。这100块玉牌编号从1到100，伸手触碰玉牌便可随机获得1块，1号对2号，3号对4号，以此类推。开始。言罢，他回到座位，包括沈墨在内的100名弟子纷纷伸手，玉牌仿佛通灵一般，主动飞向众人。沈墨接住1块，低头一看，上面写着11，对手是12号。他微微点头。一名神剑宗长老上前，高声宣布演武场已分为10个区域，同时10组弟子对战，请1号对2号，3号对4号，19号对20号的弟子上台。沈墨踏上一座擂台，他的对手是灵犀宗1名弟子。看台许多观众的目光都集中在沈墨这边。沈墨对手只是筑基大成，完全不是对手。昨日他2拳重创银雪哥，你觉得这人能撑几招？我看连碰到沈墨1脚都难。几乎所有人都对沈墨信心十足。昨日沈墨追杀天水宗一幕，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擂台上，每座擂台都有1名神剑宗长老担任裁决。这位长老看向2人，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2人齐声道：开始。长老微微点头。话音刚落，灵犀宗弟子猛地怒吼一声，周身气血暴涨，皮肤泛起古铜色光泽，整个人仿佛瞬间膨胀几分，散发出一股凶厉如野兽的气息。沈墨眉头一皱，他认得这一招，灵犀宗秘术灵犀化身、灵犀变，施展后可获得极强的肉身力量与防御，但此术会对施术者身体造成不可逆损伤，通常只有灵犀宗弟子在生死搏杀时才会动用，在宗门大比中根本没必要用这种自毁招数。担任裁决的神剑宗长老也愣住，显然没想到灵犀宗弟子会如此拼命。看台上的观众更是震惊不已，怎么回事？他怎么用上了灵犀变？虽然短时间内可以实力暴增，但至少要卧床半年才能恢复啊！难不成灵犀宗和清玄宗是死仇？不可能吧？我记得2宗几乎没什么往来。等等，灵犀宗一直尊奉天水宗为首，你们说会不会是天水宗宗主下的命令？很有可能。擂台上，那名灵犀宗弟子怒吼一声，如同一头疯魔犀牛般朝沈墨冲来，速度极快，气势骇人。他虽只是筑基大成，但在灵犀变的加持下，气息暴涨，战力堪比筑基巅峰。这一击若是正面命中，沈墨即便不重伤，也难免受创。沈墨眉头一皱，身形一闪，瞬间发动8级雷动，身形快到极致。就在灵犀宗弟子即将撞上的刹那，沈墨险之又险地侧身避开，但这种极限闪避消耗的灵力和体力都极大，他微微喘了几口气。可灵犀宗弟子根本不管这些，再度如疯牛般冲来，沈墨只能继续以8级雷动步周旋闪避。灵犀变的加持下，对方防御惊人，若沈墨无法一击命中要害，不仅伤不到人，反而可能激起对方更狂暴的反扑，反过来自己倒可能受伤。此时受伤，后续战局必受影响。砰砰砰，擂台震动，灵犀宗弟子一次次疯狂冲撞，沈墨也持续以8级雷动闪避。他极限操作，看得观众屏息凝神。约半炷香时间过去，灵犀宗弟子气势终于开始衰减，显然灵犀变的时限要到了。
沈墨目光一凝，抓住机会，一拳轰向对方脸门。就在拳锋即将触及的瞬间，灵犀宗弟子忽然大喊：“我认输！”沈墨拳头堪堪停在对方面前，停在对方脸前1寸处。神剑宗裁决长老微微点头：“子战，清玄宗沈墨胜。”沈墨拱手向长老行礼，目光却若有所思地看向另一座擂台。临近擂台上，赵柔正对战白鹤宗一名弟子。不出所料，对方开场就悍然动用自损秘术，面对如野兽般凶猛的攻击，赵柔根本招架不住。10余回合后，他被轰下擂台。沈墨眉头微皱，他不是傻子，瞬间就明白了这些异常背后的联系。看来水清烟为了针对清玄宗，费了不少心思。沈墨回到清玄宗队伍，将自己的猜测告诉众人。赵廷冷哼一声：“我们早就猜到了，那女人心胸太狭隘了。”洛胜男捏的指关节咔咔响，管他是谁，敢上来我就打到他服。洛胜男见赵柔眼圈发红，连忙安慰：“柔儿，别难过，以你的实力，能进第2轮已经很不错了。”赵廷翻了个白眼，以这叫安慰人？沈墨也忍不住笑出声，连赵柔都被他们逗乐了。我知道，只是没想到对手会这么拼命。赵柔叹了口气。这时慕容月也沉声开口：“接下来要更小心，接下来的比斗，类似的对手只会更多，尤其要提防与天水宗关系密切的宗门。”是。清玄宗弟子齐声应道。很快，清玄宗众人皆已出战完毕。赵廷败，洛胜男胜，柳云轩胜，萧凡败。10人中只有沈墨、洛胜男、柳云轩3人晋级，其余7人全都败给了动用自损秘术的对手。接下来是争夺前25强的战斗。沈墨开口，神剑宗主罗朝天朗声开口，抬手一招，所有弟子手中的玉牌尽数飞回掌中。他将编号50以上的玉牌取出，只留下前50，规则不变，伸手换牌。罗朝天平静道。沈墨伸手一引，一块新玉牌落入掌心。9号，对手是10号。沈墨踏上擂台，几乎同时，对手也出现了。沈墨看清对方，眉头微皱，对方顿了顿，随即露出一抹冷笑：“沈墨，没想到我们这么早遇上，看来你没机会进明天的第3轮了。”声音冰冷，此人正是雷火宗弟子，号称5少之一的万人杰。看到沈墨与万人杰同台，台上观众瞬间兴奋起来，这下有好戏看了。除了沈墨与万人杰的对决，其余3位的对手都较为普通，因此近半数观众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一场对决中。尹雪哥眼睛一亮，他死定了，人杰是我好友，定会替我报仇。水清烟微微点头，沈墨运气太差，撞上万人杰，看来我后续的安排也用不上了。白子月大喜，他到此为止了。清玄宗队伍中，慕容月眉头紧锁，赵柔惊呼：“怎么第2轮就对上5少之一？就算沈墨赢了万人杰，也会惹上大麻烦。”雷火宗也是5宗之一，赵廷眉头深锁，看出了更深层的含义。萧凡也看清局势，冷笑一声：“活该！他当初不顾后果把尹雪哥轰下去，惹怒天水宗，害我这么早就被淘汰，这就是他的报应。”萧凡暗自咒骂。青藤宗队伍里，妖女莫玉衡尚未上场，看到这一幕，他眼中好奇之色更浓。“爹，你说沈墨与万人杰的对决，是不是有人动了手脚？”他低声问道。青藤宗宗主瞪了他一眼：“别胡说，这种事只有罗朝天才知道。”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眼淡定的罗朝天。不过50年前，清玄宗还是5宗之一时，神剑宗确实没少落井下石。水清烟若要说服他，也并非难事。怎么，你对这小子感兴趣？他确实不错，实力强，长得也俊，倒有几分我年轻时的风采。青藤宗宗主笑道。莫玉衡翻了个白眼：“我只是好奇罢了，还谈不上有兴趣的地步。可惜这小子怕是要止步于此了。”青藤宗宗主笑道：“未必，他的体质似乎很不一般。”莫玉衡若有所思：“爹，你不是说过最近清玄宗有异象，疑似天阶体质觉醒吗？不错，你觉得是他？”莫玉衡微微点头。青藤宗宗主深深看向擂台：“那我倒要好好看看他究竟有几分底蕴了。”演武台上，沈墨与万人杰遥遥对视。万人杰只是单纯在观察对手，而沈墨早已悄然唤出命盘。命格宗门弟子，福星拳掌大师，巨力霸体。他微微点头，对对方的底细已有了判断。继续往下看，近期机缘赫然在目。近期机缘，今日百宗大典第2轮被沈墨压制，眼看即将被轰下擂台之际，突然顿悟，领悟雷火诀第3层，逆转局势，打得措手不及的沈墨措手不及，成功晋级第3轮。沈墨眉头微皱，临阵顿悟，还真有这种桥段。他认真思索，他自然知晓雷火诀，那是雷火宗的玄阶顶级武技。玄江5宗每宗都有自己的玄阶功法与武技，但这些功法领悟难度极高，即便5少拥有天阶体质，也未必能完全掌握。雷火诀共分6层，每领悟1层便可习得一式杀招。第1层雷掌，第2层火拳，第3层雷掌与火拳合一，名为雷火双击，同时爆发雷火双属性攻击，威力极其恐怖。同阶修士被这一击正面命中也会重伤。不过既然沈墨从命盘提前得知，他又岂会毫无准备？命盘显示他会被打中，完全是因为措手不及。而他的底牌森罗剑诀、腰甲残片、红莲天焰还一件都没动用，有备而来，区区雷火双击
根本不足为惧。这时，神剑宗裁决长老高喝：“开始！”万人杰踏前一步，地面咚的一震，石板裂纹如蛛网蔓延，冷笑道：“听说你剑法不错，那就拔剑吧。我最强的兵器就是拳头。”话音未落，他周身肌肉微鼓，青筋球结，拳锋之上隐隐有金属光泽流转，仿佛两柄未开锋的重锤。沈墨并未轻敌，当即拔出雷赤剑。他眼下目前没有特别强大的拳掌功夫，最强杀招仍是雷影剑法，自然以剑迎敌。下一瞬，两人同时动了，空气被拉出两道残影，当当当，金铁交鸣之声响彻擂台，拳剑交击，火星四溅，竟发出金属碰撞的脆响，震得近处弟子耳膜发麻。可见万人杰的双拳早已千锤百炼，坚硬如神兵。这一幕看得观众目瞪口呆，这真是筑基巅峰的对决。万人杰不愧是五少之一，果然有真本事。沈墨能跟万人杰交手，无论胜负都足以名震玄江。没错，以后玄江要多出一位能与吴少比肩的人物了。沈墨10回票价，太精彩了！转眼间，台上已斗过30余回合，万人杰已是气喘吁吁，雷火双属性本就消耗极大，加上全力硬拼，他的灵力如泄洪般流失。可再看沈墨，却神色平静，呼吸平稳，连汗都没出一滴，仿佛刚才的交锋对他毫无影响。万人杰深吸一口气，有趣，你也铸就了圆满道基。沈墨淡然道：“自然。你是什么体质？似乎比我的巨力霸体还要强。”万人杰问道。沈墨微微一笑：“明日你便知晓。明日就是第3轮，到时他将对上周清仓、妖女莫玉衡等真正顶尖人物，届时他的底牌将彻底暴露，上品天阶体质也将完全展现。狂妄，以为你能胜我？”万人杰冷笑：“雷掌！”他大喝一声，雷光炸开，他整个人如同被雷霆包裹，一掌自上而下拍落，掌印未至，雷压已压得地面石板寸寸皲裂。沈墨身形一闪，8级雷动展开，人影一闪，雷掌擦着他衣角轰落，擂台被轰出一个焦黑掌印，电蛇乱窜。就等你躲！万人杰狞笑，右拳骤然轰出，烈焰滔天，火拳！这一拳正好封死了沈墨即将落脚的位置。沈墨毫无惧色，剑锋直刺，刹那间漫天雷影，剑光交织，层层叠叠，仿佛一张雷网当空照下。当一声震耳欲聋的金铁交鸣，万人杰闷哼一声，身形踉跄，连退数步，几乎被逼到擂台边缘。他身上衣袍被雷影剑气撕裂成无数布条，胸口也浮现数道血痕。反观沈墨，大步向前，除了衣角略有焦痕，几乎毫发无损。这一幕让观众彻底傻眼。同为筑基巅峰，沈墨竟完全压制万人杰，太猛了，太猛了！万人杰要被轰下去了。击败五少之一银雪哥，沈墨现在又要再干掉万人杰。等等，看万人杰的气息在变，怎么回事？好像是顿悟，万人杰在战斗中顿悟了。观众惊呼，目光齐刷刷聚焦万人杰。万人杰周围气息骤变，原本紊乱的雷火之力竟在他体内交汇融合，形成一个极其玄妙的循环。沈墨也装出一副惊讶模样，静静看着，但实际上他早已掌握森罗剑诀，2份森罗剑诀早已融合，威力更上一层楼。哈哈哈！没想到此刻竟顿悟雷火诀第3层，天助我也！万人杰猛地抬头，死死盯住沈墨。雷火双属性不再冲突，而是交织缠绕，彼此借力，气息几乎翻倍暴涨。莫玉衡皱眉，雷火诀第3层，雷火双击，威力极强。沈墨挡不住。青藤宗宗主耸肩，看来终究还是差了点火候。许多支持沈墨的人纷纷叹息失望，而水清烟、银雪哥等恨沈墨入骨之人则狂喜不已。从沈墨与万人杰登台，到万人杰差点被剑戟轰下台，再到此刻顿悟，他们的情绪如同过山车。现在结果即将揭晓，雷火双击！万人杰怒吼，拳掌同时轰出，左掌雷光炸裂，右拳烈焰滔天，在半空中化作一头狰狞虚影，带着恐怖热浪与刺目光芒，仿佛要将沈墨彻底吞没。沈墨却只是祭出一张破旧纸张，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一个森字。唰，一道水墨剑光自纸上激射而出，当，剑鸣响彻天地。下一瞬，雷光烈焰轰然炸裂，寸寸崩散，烟消云灭。半空中只剩一道深邃漆黑的水墨剑光。万人杰胸口仿佛被无形巨笔狠狠一划，出现一道巨大血口，鲜血狂喷，整个人如遭巨象撞击，倒飞10余丈，重重砸落擂台之外。全场死寂。擂台上的尘埃落定后，无论支持沈墨的人，还是希望他落败的人，此刻所有目光都集中在沈墨身上，或者更准确的说，集中在沈墨手中的那张纸上。青藤宗宗主震惊道：“地阶灵气？不对，是残破的地阶灵气。”莫玉衡美眸闪过一丝异彩，清玄宗竟然舍得给他一件的阶灵气当底牌。青藤宗宗主摇头：“不可能，清玄宗的地阶灵气几乎在当年1役中尽毁，剩下的几件应该也都在结丹修士手中，绝不会给一个筑基弟子。那东西多半是沈墨自己的机缘，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水清烟冷着脸猛地拍了一下椅子扶手，寒意四溢。那小子竟然藏着一件残损的阶灵器，简直匪夷所思。若非那件残破地阶灵器，现在躺在地上的只会是沈墨。至于清玄宗这边，
赵柔眼眶泛红，第一个激动地喊出声：“啊，赢了！”赵廷与其余弟子紧随其后，高声呐喊：“沈墨赢了！”连慕容月都动容了。所有人都以为他必败无疑，可结果却截然相反。那种从绝望到反转的冲击，让清玄宗弟子几乎压抑不住情绪，就连他这位结丹修士也难以控制情绪。赢了！他的弟子击败了玄江五少之一万人劫，成功晋级第3轮。萧凡小声嘀咕：“不过是靠灵气取胜，又不是靠自己实力，算什么本事？”砰！洛胜南沙锅大的拳头结结实实砸在他脸上。萧凡一个踉跄，差点摔倒。他捂着脸，恶狠狠瞪着这位虎背熊腰的师姐，然后怂了。以洛胜南的修为和体格，真要动手，他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他只是没想到自己低声嘀咕几句，他居然听见了。沈墨在台上拼命搏杀，你在这儿阴阳怪气，有没有点宗门荣誉感？洛胜南骂道。萧凡捂着脸，不敢吭声。副宗主柳元峰注意到这边动静，冷声喝道：“怎么回事？”当众殴打同门，成何体统？清玄宗的脸面往哪搁？慕容月也开口：“胜南，回座。”是。洛胜南松开萧凡的衣领，哼了一声，回到座位。这一幕自然也被附近宗门修士看到，纷纷投来好奇目光。清玄宗内部竟真的这么不和？此时擂台上裁决长老高声宣布：沈墨对万人劫，沈墨胜。洛胜南、赵廷、赵柔等人立刻跳起来，大喊：“沈墨胜！沈墨胜！”他们的声音极具感染力。很快，周围的小宗门队伍也跟着喊起来，纷纷附和。再后来，看热闹的观众也加入呐喊。转眼间，整个演武场回荡着一个名字：沈墨。哼！水清烟冷哼一声，袖袍一甩，拂袖而去。银雪哥、白子月以及其他天水宗弟子死死盯着台上那道傲然身影，眼中满是震惊与屈辱。尤其是银雪哥，几乎无法相信沈墨竟然击败了万人劫。随着沈墨与万人劫一战落幕，百宗大典第2轮也正式结束。各宗弟子与台上观众陆续散去。然而离场时，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一战，毕竟其他几场对决时再没什么可说的。神剑宗周清仓、旭日宗洪赤龙、青藤宗莫玉衡3人都在5招之内轻松击败对手，唯有沈墨对万人劫一战才真正值得反复咀嚼。而神剑城本就是武道之城，这一日，城中大街小巷、酒肆茶肆、饭桌之上，全是关于沈墨这一战的议论。有人羡慕，有人钦佩，有人冷嘲热讽乾隆阁。清玄宗一行人返回时，几乎将沈墨围在中间。一路上，赵柔、洛胜南等人兴奋地聊个不停，气氛热烈。慕容月也频频看向沈墨，唇角始终带着温柔笑意。行至半途，萧凡与柳云轩悄然溜走，沈墨余光一扫，瞥见他们的身影，同时又扫了一眼命盘上的变化，若有所思。萧凡的脸怎么肿了？他随口问道。洛胜南得意道：“我揍的。那家伙说你赢万人劫拳靠灵气，不是真本事。”赵廷嗤笑：“一件厉害的兵器，难道不算实力？照这么说，万人劫手里没厉害兵器？”“对啊，我听说万人劫也有底牌，可还没来得及用，就被沈师兄轰下去了。”赵柔咯咯笑。沈墨微微点头，像万人劫、银雪哥这样的武少，身上多半有保命底牌，但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大概率不愿暴露。一旦底牌人尽皆知，就不再是底牌了。师尊，今晚不如咱们找个酒楼庆祝一下如何？洛胜男兴致勃勃提议。对，该庆祝，咱们清玄宗有2人闯进第3轮呢。赵柔附和。今日比斗，洛胜男输了，沈墨与柳云轩胜出，因此清玄宗有2人晋级第3轮。慕容月微笑点头，好，去七皇阁。洛胜男眼睛一亮，那可是神剑城最豪华的酒楼，师尊最好了。沈墨心头一动。刚才萧凡与柳云轩离开时，沈墨已看到萧凡命盘上的新机缘，七皇阁正是萧凡机缘所在之地。此时截胡正合适。近期机缘今夜子时，心情愈发郁闷，萧凡于是前往七皇阁买醉，饮下最顶级的神皇酿，并从楼中凤鸣涅槃图中顿悟，领悟残缺天阶下等功法九阳神皇诀第1层。萧凡的机缘远超银雪哥与柳云轩，此等良机必须截胡。沈墨暗自点头。当晚，七皇阁，慕容月带着沈墨、赵廷、洛胜男、赵柔、柳云轩来到神剑城最奢华的酒楼，门口人声鼎沸，酒香菜香扑鼻而来，勾人食欲。清玄宗一行人刚一出现，立刻吸引四面八方目光。最先引人注目的自然是绝色美人慕容月，她身着一袭渐变蓝紫宫装，将完美身段勾勒得淋漓尽致。与妖艳的莫玉衡相比，慕容月更多了几分成熟妩媚的风情。在注意到慕容月后，人们很快认出了队伍中的年轻身影，沈墨正是今日百宗大典第2轮击败无少万人劫的沈墨。七皇阁门口瞬间乱作一团，无数人争先恐后往前挤，只为一睹这位接连击败无少银雪哥与万人劫的黑马真容，好奇这位横空出世的绝代天骄到底长什么模样。七皇阁掌柜更是亲自迎了出来，在数十名伙计簇拥下，将清玄宗一行人直接请上顶楼，这才算从拥挤的人潮中脱身。顶楼视野极佳，可俯瞰神剑城大片区域，给人一种凌空踏云、俯视天下的豪迈之感。自然，这里的消费也是最高的，最低消费1万下品0食方可入内。当然，
以慕容月的身份，这些规矩自然不适用，他可直接进入。毕竟没人会无故得罪一位结丹修士。沈墨等人落座后，掌柜迅速安排上极品佳肴与美酒。不多时，热气腾腾的菜肴便摆满圆桌，香气四溢，引人垂涎。洛胜男刚想动筷，却被赵婷瞪了一眼：“宗主还没发话，你就想吃？”洛胜男只得可怜巴巴看向慕容月。慕容月温柔一笑：“吃吧，今天是庆祝，不必拘束，大家尽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众人开始谈笑风生。洛胜男忽然大笑：“你们知道七皇哥最牛的东西是什么吗？”“是什么？”赵柔眨眨眼：“凤鸣涅槃图，就在顶楼墙上，我们上来时就看见了。”洛胜男兴奋道：“不就是一幅壁画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柳云轩随口道。洛胜男哼了一声：“你懂什么？”柳云轩：“那壁画可是画神期大能亲手所绘的真迹。”洛胜男一脸崇拜，据说画中蕴含那位前辈对大道的真正感悟，若能参悟，便可获得极其强大地功法。可惜这么多年，无人能参悟。慕容月微笑点头：“胜男说的不错，我年轻时也曾尝试从中参悟绝学，可惜无功而返。”柳云轩来了兴趣：“我去看看。”赵婷与赵柔等人也好奇，一起去瞧瞧。“走吧，徒儿，说不定你就是有缘人。”慕容月含笑对沈墨道。沈墨起身跟上，虽然原本有缘人是萧凡，但如今机缘被沈墨截胡，或许某种意义上他才是有缘人。众人来到壁画前，壁画极为宏大，高约3丈，宽约10丈，寻常人家根本挂不下。壁画中央是一团烈焰，火焰之中，一只凤凰正在浴火重生，经历涅槃，四周环绕着无数妖兽、凶灵、恶鬼、怨魂，主题一目了然。凤凰在这些魔物的围攻下陨落，却在烈焰中涅槃重生。凤凰完成涅槃的那一刻，便是这些魔物覆灭之时。沈墨仔细端详，发现凤凰每一根羽毛都刻画得栩栩如生，仿佛轻轻一触就能感受到羽毛的质感，当然是不能触碰的。壁画外有一层透明结界保护，防止有人好奇触碰而损毁。柳云轩盯着壁画看了许久，试图看出些门道，结果除了眼睛充血，什么也没看出来。接着赵婷、洛胜男、赵柔以及其他清玄宗弟子也纷纷尝试，也都一无所获。就在这时，一声轻笑传来：“小丫头，这凤鸣涅槃图可不是那么容易参悟的。”紧接着，绝艳动人的莫玉衡从另一间包厢款款走出，青藤宗宗主带着几名弟子跟在身后。慕容月朝青藤宗宗主微微颔首，算是打招呼：“又见面了。”莫玉衡朝沈墨挥挥手，抛了个媚眼。沈墨笑了笑，点头回应。慕容月轻哼一声，往前一步，挡在沈墨身前，挡住莫玉衡的视线。就在这时，楼梯口传来一声粗犷大笑：“让让，今天老子要不醉不归。”“咦，你们都在啊？”旭日宗弟子五少之一洪赤龙大步走上顶楼，见到沈墨、莫玉衡等人，他略显意外。莫玉衡往他身后一瞥：“周清仓也来了。”洪赤龙点头：“我硬拖来的。那家伙整天就知道练剑，得让他放松放松。”说完，他大手一捞，周清仓也被拽了出来。如今三少齐聚，再加上刚刚击败银雪哥与万人劫的沈墨，堪称玄江府新生代最顶尖天才的聚会。沈墨，幸会。周清仓远远朝沈墨点头。沈墨微怔，他本以为身为玄江五少之首，又得神剑宗主极力栽培的周清仓会是个傲慢霸道之人，今日一见却颇为随和。不过转念一想，沈墨就明白了，在周清仓眼里，只有强者才配得上尊重。沈墨接连击败银雪哥与万人劫，已有与五少比肩的实力，自然值得周清仓正眼相看。洪赤龙哈哈大笑：“沈墨痛快，把银雪哥那怂货轰下去，干得漂亮！他根本不配进五少，要我看五少该把你加进去。”说着，他大步上前，熟忍的一把搂住沈墨肩膀：“来，喝酒。”沈墨失笑，这家伙倒是个直爽性子。他看向慕容月，征求意见。慕容月点头：“去吧。”是。沈墨微微拱手。周清仓路过柳云轩时，柳云轩连忙道：“周师兄，久仰大名，我是柳云轩，与贵宗也算颇有渊源。”周清仓脚步一顿：“哦，柳，抱歉，没听说过。”说完，便随洪赤龙一起喝酒去了。柳云轩站在原地，嘴唇几乎咬出血来，满眼嫉妒。周清仓、洪赤龙、莫玉衡三人对沈墨的态度，分明已把他视作同辈，而莫玉衡这样绝色女子，也对沈墨另眼相待。凭什么？难道自己就这么差劲，连让他们多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即便他父亲柳元丰早已与神剑宗关系密切，慕容月余光瞥见这一幕，心中对柳云轩的反应嗤之以鼻。周清仓、洪赤龙与沈墨三人推杯换盏，吃得不亦乐乎。洪赤龙时不时爆发出一阵豪迈大笑，把气氛炒得极为热闹。喝到兴起，洪赤龙似对当前酒水不满，大声吼道：“小二，小二呢？”一名年轻伙计连忙跑来：“洪公子，有何吩咐？”洪赤龙大笑：“我记得你们七皇阁最好的酒叫神皇酿，是吧？给我端上来。”年轻小二挠挠头：“洪公子，那酒可贵得很，一坛要1000中品灵石，您今日带够灵石了吗？”洪赤龙的笑声陡然僵住，1000中品灵石确实有些肉疼。周清仓想了想，随手抛出一枚晶莹剔透的灵石，这个够吗？小二接过一看，眼睛瞬间瞪圆，
这是上品灵石，周公子，这东西珍贵的很，可还是不够。一枚上品灵石只能换100中品灵石。哦，周清仓点点头，又接连抛出9枚上品灵石。现在够了吗？够了，够了，太够了！小的这就给3位取神皇酿。小二眼睛放光，激动的声音都发颤。红赤龙嘀咕：“你这么有钱？”周清仓摇头：“要不是小二说，我都不知道。这些都是师尊给的，我身上还有100多枚。”红赤龙与沈墨齐齐无语，不愧是玄江5宗之首的神剑宗，财大气粗，令人发指。沈墨轻咳一声：“这酒太贵了，我还是算了吧。”红赤龙一把搂住他：“那可不行，今日咱们3一起喝酒，那就是兄弟，这杯酒算我们请。”周清仓没说话，只是微微点头表示同意。好吧，那我便不客气了。沈墨笑了笑，推辞的恰到好处。不多时，伙计小心翼翼地端来一个小坛子。沈墨瞥了一眼，那酒坛极小，不过1尺多高。小二擦去坛口风泥，用竹勺舀出3杯酒，恭恭敬敬地到3人手上。红赤龙不满，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么小的杯子，娘们唧唧的，谁能喝得痛快？小二连忙陪笑解释：“红公子，您有所不知，这神皇酿烈性极强，普通人半杯就醉了。3位明日还要参加百宗大典，可千万不能喝多啊！”红赤龙还想再说，周清仓点头，他说的对，1杯足矣。好吧，但坛子留下，这是我兄弟请的酒。当然当然，伙计连忙把坛子封好，把神皇酿放在一旁。红赤龙第一个举杯，来干了。沈墨与周清仓也举杯，叮，3人碰杯，一饮而尽。黄神酿刚入口，沈墨只觉得像吞了一口熔岩，炙热无比，仿佛要将喉咙与胃都烧穿。但这灼痛感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温润暖流，暖意自胃部扩散至4肢百骸，整个人都舒坦的发飘，视野开始模糊，眼前变得一片朦胧。沈墨再次看向那幅凤鸣涅盘图，忽然觉得画中凤凰活了过来，栩栩如生。凤鸣9天，烈焰焚元，浴火重生，凤凰涅盘。沈墨情不自禁模仿画中凤凰，开始挥动双臂，一股奇异的气息瞬间从他周身涌起，随着权势流转，他仿佛真的化作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这一幕立刻吸引了所有人注意。慕容月先是一怔，随即露出惊喜之色。沈墨在顿悟。红赤龙与周清仓也愣住，本能看向凤鸣涅盘图。周清仓依旧毫无感觉，红赤龙却跟沈墨一样有了强烈共鸣。没多久，他也开始模仿凤凰，踏上浴火重生的道路。周清仓微醺，脸上闪过一丝惊讶与欣赏，不多时便想清楚缘由。他自己是冰属性剑体，而沈墨与红赤龙皆是火属性体质，他们与凤鸣涅盘图亲和度更高，所以更容易产生共鸣。他难以参悟，也在情理之中。此地与我无缘，日后自有他处机缘。周清仓没有半点嫉妒，反而主动后退，避免打扰2人悟道。慕容月迅速来到2人身旁，青藤宗宗主也出现在他们身边。慕容月看向青藤宗主、莫宗主，这2个小辈都入了悟道状态。红赤龙虽非我2宗弟子，但也该护他周全，不受外扰。青藤宗主莫汉山点头，那是自然，我还不至于小气到那份上。好，慕容月赞赏点头，随即厉声喝道：“所有人后退！” 2位宗主同时释放强大气息，将沈墨与红赤龙牢牢护在中央，瞬间将周围人群逼退。赵婷、洛胜男、赵柔等人羡慕地看着被2位结丹期大能护在中央的沈墨与红赤龙。不远处，周清仓与莫玉衡也在静静观察2人变化，他们没有嫉妒，只有几分好奇。其他弟子各怀心思。柳云轩远远看着，几乎气得要炸。凤鸣涅盘图100余年无人能参悟，今日怎么就被沈墨悟了？为什么不是我？他心中的嫉妒几乎要将他吞噬。他已经能预见到，一旦沈墨顿悟成功，在场所有人都会对他礼遇有加。周清仓、红赤龙会把他视作同辈天才，莫玉衡会对他刮目相看。沈墨战力将再上一层楼，而他柳云轩却依旧原地踏步。越想越气，柳云轩再也无法忍受，干脆转身离开。此刻，沈墨与红赤龙皆沉浸在各自的精神世界，外界的一切仿佛都不复存在。顶楼有人从凤鸣涅盘图中悟到的消息迅速传开，无数人想上来亲眼目睹。但七皇阁立刻调来大批护卫，守住顶楼入口，将好奇的看客全部拦在外面，以免打扰2人悟道。时间1分1秒过去，红赤龙周身气息逐渐攀升，仿佛真的有一只凤凰在他体内浴火重生。下一刻，他猛地睁眼，口中竟然喷出真正的火焰。红赤龙狂喜，想大喊出声，但慕容月与莫汉山的气息瞬间压下。红赤龙立刻缩了缩脖子，这才瞧见沈墨还在顿悟。他连连点头，表示明白，硬是没敢出声。走出气息范围后，红赤龙长舒一口气。莫汉山轻声问道：“你悟到了什么？”众人都投来好奇目光。这凤凰涅盘图卦在这里100余年，人人都只知道这是化神大能真迹，但究竟能悟出什么，却无人知晓。红赤龙得意道：“九阳神皇诀，我悟到了第一式。”慕容月眸光一凝，只有第一式，品阶如何？红赤龙挠头，不知道，但感觉很强。莫汉山点头，等沈墨悟完，你们2人找个地方演练一番。好，红赤龙兴奋道，他隐约觉得这九阳神皇诀第一式恐怕比旭日宗地阶5技还要强。又过了2个时辰，
沈墨周身气息也开始急速攀升，随之而来的是惊人的温度暴涨。众人神色一凛，沈墨要醒了！轰！赤红火焰骤然腾起，瞬间将沈墨身上的衣袍烧成灰烬，露出他精壮结实的肌肉身躯。这一幕让赵柔等女弟子惊呼出声，慕容月差点就要冲上前去。然而当他看到沈墨在火焰中安然无恙时，顿时明白了，这些火焰正是沈墨之前收服的红莲天焰。如今在顿悟的关键时刻，他自行护主，自动出现。莫汉山看到这赤红火焰，眉毛一挑，看向慕容月，眼神带着询问。以他的阅历，自然一眼认出这是异火红莲天焰。慕容月微微点头，确认了他的猜测。莫汉山得到确认，更加震惊，对沈墨的兴趣也愈发浓厚。轰轰轰！红莲天焰越烧越烈，火焰渐渐凝聚成凤凰之形。就在凤凰成型的刹那，沈墨突然有所感悟，猛地睁开双眼，高温热浪向四面八方席卷而去。慕容月与莫汉山立刻出手，以结丹期灵力强行压制热浪，这才避免周围弟子被波及灼伤。沈墨双眸渐渐清明，他满脸狂喜。师尊！他向慕容月深深一拜，眼中满是喜悦。慕容月脸颊微红，咦，身上应该带了备用的衣袍吧？快换一套！赵柔等几名女弟子连忙捂住眼睛，反倒是莫玉衡咯咯娇笑，眼睛直勾勾盯着沈墨。沈墨低头一看，自己竟然一丝不挂，关键部位被红莲天焰顽强护住，但依旧隐约透出些许轮廓。他尴尬一笑，肯定是顿悟时红莲天焰自行护主，把衣袍烧没了。他赶紧从储物借取出一套新袍穿上，心中暗想，以后得找些耐烧的衣服才行，否则动不动就在人前走光，实在太尴尬。你悟到了什么？慕容月问道。九阳神皇诀第一式与第二式。沈墨点头，还没等其他人惊呼，洪赤龙第一个炸了。什么？我才悟到第一式，你怎么连第二式都悟了？他惊呆了，难道是你的体质？话没说完，但谁都懂。沈墨也笑了起来，他一开始也疑惑，毕竟在萧凡的命盘上，萧凡只悟到了九阳神皇诀第一式，而他却悟到了两式。稍一思索，他就明白了，萧凡的体质是地阶的验玄体，而他自己是天阶烈阳焚天体，亲和度更高，自然悟得更多。凤鸣涅槃图中本就只蕴含这两式。走，去城外找个空旷地方，试试这两式的威力。慕容月兴奋提议。好。沈墨点头。洪赤龙兴奋道，我也去。走，老周，你也来看看。周清仓点头，正有此意。嗖，转瞬之间，所有人离开七皇阁，直奔城外。许多好奇的吃瓜观众追问是谁从凤鸣涅槃图中悟到，却无人回答。有人想跟出城去，但慕容月与莫汉山同时放出气息，那些人顿时吓得不敢再跟。城外，众人找了一处偏僻山谷。洪赤龙嘿嘿一笑，我先来。九阳神皇诀第一式是拳法。他深吸一口气，灵力暴涌，一拳轰向前方巨石。轰轰轰！狂暴火焰咆哮，巨力爆发，刹那间，坚硬巨石在烈焰之下炸成无数碎块。清玄宗与青藤宗弟子全都惊呆，太强了，这绝非玄阶武技，至少是地阶。慕容月与莫汉山见多识广，对视一眼，微微点头，威力至少是上品地阶，甚至可能是顶级地阶，不过也只能猜测。洪赤龙哈哈大笑，总之至少是地阶，比我们旭日宗的武技强。沈墨，你来试试。慕容月道。沈墨点头，第一式我就不掩饰了，第二式是掌刀。他掌心凝聚灵力，刹那间，实质般的火焰灵气在掌中凝聚，化作一柄真实的火焰掌刀。刀长3尺，锋锐无匹，炽热难当。他猛地向前一斩，咔嚓，巨石瞬间被斩成无数碎片，比洪赤龙一拳轰碎还要干脆利落。洪赤龙拍大腿，牛啊，这一式比我的强。慕容月与莫汉山连连点头。慕容月道，这一式的威力至少也是顶级地阶。莫汉山叹道，可惜只是残篇，若是完整的九阳神皇诀，恐怕是天阶武技。天阶这两个字如巨锤，狠狠砸在每个人心头，所有人都忍不住生出强烈渴望，就连慕容月与莫汉山这两位结丹宗主也忍不住心动。天阶功法武技在整个玄镜府都极其罕见，想要得到必须去更大的舞台豫州。当然也有人运气逆天能得到天阶功法武技，但那是极个别情况，至少玄江武宗没有任何天阶功法武技。洪赤龙越看沈墨越欣赏，沈墨，你够个当我对手，希望明天咱们能痛痛快快打一场。沈墨淡笑，你未必能胜我。洪赤龙哈哈大笑，我可不像银雪哥、万人杰那样，胜负无所谓，只要打得公平，我输了也心服口服。这时周清仓也看向沈墨，淡淡开口，明日我在决赛等你。这句话让在场所有人心中一震。周清仓的意思很明显，他认为能与他进行决赛的只有沈墨、洪赤龙、莫玉衡都不够格。好，沈墨淡淡一笑。周清仓点头，宗主，我先回去修炼了。拱手告辞，他独自走向神剑城。要是沈墨和周清仓都是我儿子就好了。莫汉山看着两人离去，叹道。莫玉衡咯咯娇笑，爹，你这话什么意思？莫汉山深吸一口气，没什么，别掐我，走吧，回去了。慕容月挥挥手，慕容宗主，
我有事想与你单独谈谈。莫汉山忽然道。慕容月停下脚步，莫宗主请讲。莫汉山笑了笑，正如清玄宗并非铁板一块，我青藤宗内部也有派系，不要让宗内某些人的所作所为影响了我们两宗的交情。慕容月动容，既然莫宗主这么说，那咱们就拭目以待。沈墨也若有所思，莫汉山指的多半是宋朝风与青藤宗某些人的勾结，看来这并非莫汉山本意，而是青藤宗内有人背着他行事。这一夜注定不平静。七皇阁上有人从凤鸣涅槃图中悟到的消息如野火般迅速传开，尽管慕容月与莫汉山极力掩盖消息，但却根本压不住。不过究竟是谁悟道，至今仍是个谜。毕竟当时在场之人众多，谁也不知道具体是谁。周清仓、洪赤龙、莫玉衡、沈墨这4人皆是顶尖年轻天才，再加上其他不少年轻弟子也在七皇阁，悟道者也可能是他们中的某一位。消息一传开，整个神剑城瞬间沸腾，无数人热烈讨论此事，气氛愈发紧张而火热。在这样的氛围中，太阳升起，新的一天到来，演武场再次喧闹起来。比前2日，观众至少增加了5成，甚至有不少人连夜从玄江府其他地方赶来观战。毕竟今日是百宗大典最后一轮，前10名即将决出，光是想想前10名的丰厚奖励，就让许多未参赛之人热血沸腾，恨不得立马踹开几个弟子自己上去打一场。而且很多人听说今年提前举行的百宗大典与往届大不相同，首轮吴少银雪哥被击败，次轮吴少万人杰被击败，而击败2人的竟是同一个人。这位光芒耀眼，堪比玄江吴少的黑马，自然吸引了无数目光。原本没打算来的人，听到消息后连夜赶来。观众席上，许多人热切讨论，究竟是谁从凤鸣涅槃图中悟到了一招半式？涅槃图中的招式会不会给第3轮带来新的变数？这些都是极具看点的焦点，光是想想就让人热血沸腾。在这样的氛围中，通过第2轮的25名弟子陆续入场，这25人每一个都是人中龙凤，假以时日必成大器。夸张一点说，这25人就是未来玄江府结丹巅峰前25的种子选手。神剑宗宗主罗朝天朗声开口，我向来不喜欢废话，但有件事必须告知诸位，为加快比试速度，尽可能消除不公平因素，我与另外4位宗主商议后，决定对第3轮规则稍作调整。话音刚落，长老、弟子、观众全都愣住。虽然百宗大典规则每届都有细微变化，可规则不是早在开赛前就公布了吗？为何突然更改？但罗朝天毕竟是神剑宗宗主，顶尖结丹强者，玄江5宗其他4位宗主也已同意，其他人自然无话可说。罗朝天环顾四周，微微点头，大手一挥，100块玉牌浮空而起，光华流转。有的玉牌静止不动，有的如活物般游动，有的甚至仿佛生出虚幻翅膀，速度快得惊人。罗朝天微笑，这100块玉牌，你们有半个时辰时间，谁抢到的玉牌最多，谁就排名越高，以此明确决出第1至第10名。若抢到的数量相同，则双方直接交手，胜者排名靠前。记住，玉牌不可收入储物界，必须悬浮在身周。话音刚落，观众席立刻就开始窃窃私语，讨论新规则的利弊。沈墨眯起眼睛，这规则确实比之前的单人对决更清晰直接，耗时也会更短，但有一个致命缺陷，若有人成为众矢之的，被群起围攻怎么办？场中25人全是顶尖天才，对上普通筑基修士，他们几乎都能以1敌多，或许一次打不过10个，但3、5个绝对不在话下。可即便个体实力再强，也没人能同时对抗3、5名同样级别的精英强者。沈墨自忖，在场25人中，除去周清仓、莫玉衡、洪赤龙，他最多能同时应对5人。想到这里，沈墨瞥向天水宗阵营，水清烟依旧神色平静地坐在那里，唇角却带着一丝冷厉。就在这时，一只冰凉如玉的小手握住了他的手。沈墨抬头一看，是慕容月。美貌师尊温柔一笑，别担心，大胆去打，为师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沈墨心中一暖，是。所有弟子入场。罗朝天大喝，是。沈墨与另外24名弟子神色肃然，随后大步走向演武台。25人分散开来，彼此保持约10丈距离。虽然脸上毫无表情，但每个人心中都高度警惕。站在这里的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谁也不敢小瞧任何人。沈墨的位置不算好，也不算坏，他周围只有3人，分别来自神剑宗、雷火宗、灵犀宗。最可能对他出手的，自然便是雷火宗与灵犀宗弟子。前者因为万人劫在第2轮被他击败，后者原因更简单。灵犀宗本质上是天水宗的附庸宗门，虽未明说，但关系极近，往来密切，甚至出现过灵犀宗直接将最杰出的弟子直接送入天水宗的情况。白子月便是如此。此人原本是灵犀宗弟子，在筑基期觉醒体质后，第2天就被灵犀宗宗主亲自送到天水宗，成为天水宗弟子。开始，随着神剑宗长老一声令下，25名弟子同时跺脚冲天而起。玉牌分3种，静止不动的、正常移动的、高速移动的，每种约30块。自然第一目标是抢那些静止不动的玉牌，至于那些跑得比兔子还快的，能抢就抢，抢不到就抢别人的。所有人都明白规则本质，说是抢玉牌，但最终还是要靠打。
打败对手，对方的玉牌自然就是你的。战斗瞬间爆发，沈墨施展8级雷动，身如雷影，一闪之间已抢到2块玉牌，落地后再度冲出，在别人之前又抢到2块。一名灵犀宗弟子眼中寒光一闪，直扑沈墨。沈墨早有准备，一脚踹在对方后背，借力后退，拉开距离，继续抢其他玉牌。灵犀宗弟子咬牙，一边抢玉牌，一边不断向沈墨靠近。嗖嗖嗖，沈墨出手果决，身法又强，转眼间他身周玉牌已增至20块。场中洪赤龙因身法不精，只抢到5块。周清仓与莫玉恒稍好，分别10块与11块。沈墨抢得最多，几乎瞬间就有数人盯上他，干他！几人对视一眼，同时从3个方向杀来。3名围攻者中，为首那人乃筑基巅峰，虽未达到玄江五少级别，但也相差不远。其余2人皆是筑基圆满，3人皆是各自宗门顶尖精锐。如今3人同时围攻1人，逼得沈墨只能全力防守，不得不暂时放弃抢夺玉牌的机会。他被缠得越久，最终排名就越靠后。沈墨扫了他们一眼，淡淡一笑：“其他那些人也是你们的盟友吧？既然来了，一起上吧。”他早就注意到，自第3轮开始，就有几道目光始终锁定在他身上，无论他移动到擂台何处，那些人都会悄无声息地靠近。任何时刻，他身边至少都有3人将他隐隐围住。被困得越久，围上来的人就越多。第1轮你不给天水宗面子，击败银雪哥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今天。为首的筑基巅峰弟子冷笑，刷刷刷，3人同时出手。不得不说，这3人确实是各自宗门的精锐，他们的攻击配合默契，封死了沈墨所有闪避空间。无论他如何施展8级雷动，都无法突围。若强行冲出，必会撞上其中1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硬碰硬。更远处又有几名弟子正快速赶来，若沈墨5、6息内无法脱困，围攻他的人就会更多。观众席也注意到了这一幕。哇，第3轮刚开始，玉牌还多得很，怎么这么快就打得这么激烈？是啊，那些家伙根本不抢玉牌，就盯着围攻沈墨。天水宗影响力真大，肯定是说服了这些宗门联手对付沈墨。哎，小宗门真难，沈墨恐怕进不了前10了。可惜，本以为他至少能进前5。清玄宗阵营中，慕容月目光越过人群，远远看向天水宗阵营的水青烟。2位绝色女子目光交汇，空气中仿佛有火花迸溅。慕容月看到水青烟那张刻薄的脸上露出一抹冰冷而得意的笑，他神色平静，将目光转回擂台。水青烟却挑了挑眉。慕容月平时最不擅长掩饰情绪，我本以为他会震惊，可他看起来丝毫不慌。难道他给了什么底牌？但清玄宗能有什么底牌？擂台上面对3人围攻，沈墨毫无惧色。他忽然调动灵力，火焰轰然爆发，刹那间炽烈的火光自体内翻涌而出，凝聚于拳头之上，化作凤凰之形。九阳神皇诀第一式。沈墨猛地一拳轰出，轰！狂暴火焰席卷而出，3道攻击瞬间被这一拳全部碾碎。凤凰形火焰势头不减，直撞为首的那名筑基巅峰弟子。砰！那人瞬间被火焰吞没，整个人倒飞而出，衣袍在半空化为灰烬。落地后，他狂喷一口鲜血，鲜血落地瞬间被高温蒸发，显然重伤，已无力再战。长老，我认输！他惊恐大喊。裁决长老挥手，立刻将其移出演武场。他是第3轮第1个被淘汰的弟子。沈墨刚才展现的恐怖火焰，瞬间吸引了无数目光。同样是武技，沈墨一击轻松碾压对手，这说明沈墨地功法品皆远超对方。再加上那凤凰形火焰，许多人瞬间反应过来。雷火宗宗主猛地站起，咬牙切齿：昨夜参悟凤鸣涅槃图的人是他！该死！凤鸣涅槃图乃化神大能所留，数百余年来无人能悟，竟是沈墨悟了。我想起来了，昨夜我在七皇阁也看到沈墨在场，我还以为是周清仓或洪赤龙悟的。厉害！沈墨不愧是击败银雪哥与万人劫的人。看，洪赤龙也在用那一拳。众人看向擂台，果然，只见洪赤龙一边抢玉牌，一边也在施展同样的拳法。凤鸣、凤焰，正是凤鸣涅槃图中的武技。现在清楚了，昨夜悟凤鸣涅槃图的是沈墨与洪赤龙，2人似乎都有火属性体质，所以才能参悟凤鸣涅槃图。观众们满脸敬佩，为何这样的机缘落不到他们头上？洪赤龙撇嘴：该死，被沈墨抢先出风头了。周青苍轻点地面，轻松抢下1块高速玉牌，淡然道：别急，他很快会吸引更多注意力。看，已经有更多人围上去了。洪赤龙嘿嘿一笑，围再多人也没用，他那掌刀的威力，一般人根本扛不住。刷刷刷！沈墨环顾四周，他身边已围了6人。沈墨自忖最多能同时应对5人，但现在是6人，他依旧不惧。你把我兄弟轰下擂台，今日我替他报仇。为首一名魁梧凶悍的男子凝声道：我轰下的人多了，你兄弟是谁？沈墨不解。那人咬牙：万人劫，我是他亲兄万人轩。原来如此，那就来吧。沈墨淡淡一笑：狂妄！万人轩冷笑一声，大喝：动手！以万人轩为首，6人同时出手，剑影、刀光、枪尖、烈焰、
玄冰各种攻击汇聚，向沈墨轰去，仿佛要将他彻底抹杀。沈墨深吸一口气，缓缓伸出右手，那只手频频伸出。万人轩瞥了一眼，明明是手，在他眼中却化作一柄可斩金断玉的刀。小把戏！万人轩冷笑，嗡嗡嗡，火焰再次在沈墨掌心凝聚，刹那间化作一柄真实掌刀。但这还不够，沈墨屈指一弹，一缕奇异的青色火焰落在掌刀之上，将其彻底染成青红色。一刀斩出，仿佛能斩尽世间一切邪祟与杂质，无坚不摧。九阳神皇诀第二式，融合红莲天焰斩。狂暴霸道的火焰席卷而出，与6人攻击正面碰撞，轰轰轰，一连串爆响，6道攻击瞬间被碾碎。青红色火焰掌刀势头不减，重重斩在6人身上。砰！6人同时倒飞出去，口中狂喷鲜血，3人被震飞数10丈，直接轰出擂台。剩下3人虽还在台上，却已昏死过去，再无战力。他们的玉牌全被沈墨一把握住，尽数悬浮在他身周。刹那间，沈墨身周玉牌已增至30块，远远超过场上所有人。这一刻，全场死寂。短暂的寂静后，看台瞬间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去，刚才那是什么招式？也太猛了吧！等等，那招该不会是他从凤鸣涅槃图里悟出来的吧？水清烟原本挂着冷笑的脸，此刻黑得比猪肝还难看。他现在明白了，为何慕容月在沈墨被那么多人围攻时，表情始终不变。慕容月早就知道，沈墨必定从凤鸣涅槃图中悟出了一门强大武技，至少地阶。水清烟咬牙切齿，这些人是天水宗花重金请来的打手，如今全被击败，再无人敢围攻沈墨，他的计划彻底失败了。周清仓、洪赤龙、莫玉衡3人也被这一幕震撼。洪赤龙眼睛瞪圆，看见没？我就说那招强的离谱。周清仓喃喃，那青色火焰似乎是天地道焰。洪赤龙心头一颤，天地道焰？你确定？周清仓摇头，没见过，但看过记载。洪赤龙苦笑，看来我肯定打不过沈墨了。老周，靠你了，把我排除在外。以为我打不过沈墨？莫玉衡轻笑。洪赤龙翻了个白眼，你比我强不了多少，而且大半实力都靠驯兽。莫玉衡咯咯一笑，没再说话。确实如此，他拥有万兽灵体，实力主要体现在驯服强大妖兽上，单体战力其实不算特别突出，而且他驯养的妖兽因太过强大，无法参加大典，否则他必拿第一。其他宗门与势力之人也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而那些从玄江府各地赶来看热闹的观众更是激动万分。光是亲眼看到沈墨一招秒杀6人，就值回票价了。呼！沈墨长长吐出一口气。九阳神皇诀乃天阶武技，虽只是残篇，灵力消耗也极其恐怖。红莲天焰更是苛刻，时刻都在吞噬他的灵力。若非他同时修炼了另一门天阶功法地狱焚灭点，灵力容量是同阶修士10倍以上，早就被耗干了。还有谁想试试？一起上吧。沈墨环顾四周，他能感觉到仍有几道目光在暗中窥视，但他刚才以1敌6的表现太过震撼，那些隐藏身影根本不敢现身。既然如此，那我就不陪你们玩了。沈墨淡然一笑，继续抢夺玉牌。时间1分1秒过去，沈墨身周悬浮的玉牌数量已增至35块，这个数量几乎锁定第一。时间接近尾声，周清仓、洪赤龙、莫玉衡3人抢到的玉牌远远少于沈墨，沈墨显然稳居第一。然而就在此时，擂台上神剑宗弟子突然齐齐围住周清仓，将自己抢到的玉牌直接递给他。周清仓皱眉，这是何意？弟子们低声道：师兄，你必须拿第一。周清仓看向神剑宗主罗朝天，两人目光交汇，罗朝天的眼神不容置疑。周清仓咬牙，这一幕诡异场景也被观众看在眼里。怎么回事？这不是作弊吗？嘘，神剑宗是第一大宗，他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你能怎样？要是第3轮中途这么干，沈墨还有机会再抢一些玉牌，可现在比赛快结束了。沈墨也注意到了，眉头微皱，临门一脚这么搞，纯粹恶心人。周清仓深吸几口气，问沈墨：沈兄，你有多少玉牌？35块。沈墨答道：师命不可违，但我也不愿违背本心，我现在有30块，我再拿5块凑到35，然后我们一战定胜负。他拒绝了神剑宗弟子递来的10几块玉牌，只拿了5块。于是他与沈墨的玉牌数量相同，都是35块。按照规则，需要一战定出第一与第二。沈墨深深看了周清仓一眼，这人比他想象中更有武德。时间到，结束，裁决长老高贺，统计玉牌。片刻后，第3至第10名结果出炉。第3名莫玉衡10块，第4名洪赤龙8块，再往后更少，只有3、5块不等。大部分玉牌都集中在沈墨与周清仓手中。非参赛者退场。神剑宗周清仓对清玄宗沈墨，一战定第一、第二。长老再次高贺，众人退场，只剩沈墨与周清仓。你们这一战不现实，除非一方认输，否则生死自负。长老郑重道。沈墨与周清仓对拱手，表示明白。开始。长老下令，两人如猛虎下山，蛟龙出海，骤然碰撞，拳掌相交，闷响连连，瞬间交手数十招，气浪四散，擂台青石寸寸，均裂。周清仓，你最擅长剑，
为何不用剑对我？沈墨问道。周清仓哈哈一笑，那我就用剑。两人同时一掌分开，随即各自拔剑，当当当，雷光剑影双气交织半空，碰撞出刺目火花。两人身影快到肉眼难辨，止于漫天剑气纵横交错，宛若两道惊鸿在擂台上激烈缠斗。两人又斗数十回合，彼此都感受到对方惊人的实力，两人显然旗鼓相当。在沈墨看来，周清仓是他遇到过的最强同阶修士，似乎已触摸到剑意边缘。剑意是剑道达到一定境界后领悟的概念，拥有剑意，哪怕手中无剑，仅凭一根草也可斩断日月星辰。周清仓同样如此，沈墨的实力早已超越同辈，两人都是各自时代的最强，观众看得热血沸腾，这才是真正的王者之战。我不喜欢拖时间，既然我们实力相当，就用最强招式一决胜负。沈墨道。好，我也是这个意思。周清仓微微点头。不过你有保命底牌吗？我这一击威力无法保证。沈墨微笑，放心，我有。好，周清仓点头。英雄惜英雄，像沈墨这样的对手实在难得。两人之间并无深仇大恨，周清仓也不愿真正重伤或杀死沈墨，沈墨也是如此。双破斩魂剑，周清仓长喝，掌剑附上一层霜寒，仿佛能冻结灵魂。无尽冰寒灵气从四面八方汇聚，形成实质风暴，将周清仓簇拥在中心。风暴直径10余丈，寒意刺骨，连擂台边缘的青石都迅速结出厚厚冰层。同一时间，沈墨弃剑，掌心画刀，青焰喷涌。九阳神皇诀第二式，火灵气从四面八方涌来，融入他体内，化作滔天火力，而且他引来的灵气量竟比周清仓更多，形成的火焰风暴也更加庞大。观众惊呼连连。周清仓的风暴直径超过10丈，沈墨的风暴更恐怖，超过15丈。我听说只有天阶体质才能引来这么大的风暴，谁都知道周清仓有天阶体质，难道沈墨也有天阶体质？没错，若非天阶体质，他如何击败银雪哥与万人劫？若非天阶体质，他如何与周清仓决战决赛？我的天，连清玄宗这种二流宗门都出了天阶体质的天才，观众彻底惊呆了。二流宗门与一流宗门的反应更为激烈，对这些宗门来说，天阶体质的弟子哪怕几十年几百年才出一个也是极其罕见，地阶体质的弟子已是宗门至宝。他们万万没想到清玄宗竟出了天阶体质的天才，他们还一无所知。刹那间，各大宗门开始暗自盘算，尤其是那些与清玄宗有仇怨的宗门，是拉拢打压还是暗中刺杀，心思如暗流涌动。相比之下，玄江五宗高层却毫无波澜，他们早就知道清玄宗引发的异象。一流、二流宗门或许不知情，但五宗高层早已洞悉，他们早就知道清玄宗出了天阶体质弟子，并通过各种渠道调查此人真实身份。根据近期清玄宗内部的变化，即便无法100%确认，他们也能猜到拥有天阶体质的人多半就是沈墨。演武台上，赤焰与灵力冰霜交织，两者碰撞，湮灭，狂暴消散，刺目光芒逼得修为稍低之人纷纷闭眼。下一瞬，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响起，轰！两道身影同时被震飞。沈墨猛地一掌拍向地面，强行止住后退之势，胸口处一抹黑甲残片闪过，将最强得一击挡下。周清仓则将长剑狠狠插入地面，避免被震出擂台。两人衣衫褴褛，纷纷咳血。然而沈墨虽身形踉跄，却依旧站立。周清仓则坚持了几息，便单膝跪地，低声道：“你胜了。”全场死寂。随即雷鸣般的掌声炸开。负责裁决的神剑宗长老竟不敢立刻宣布结果，而是抬头看向高台上的宗主罗朝天。罗朝天神色不变，看我做什么？如实宣布你所见所闻，否则天下人岂不笑话我神剑宗操纵结果？是，属下失言。长老连忙点头，随即高声宣布：沈墨对周清仓，沈墨胜。我现在宣布，本届百宗大典前10名，第1名清玄宗沈墨，第2名神剑宗周清仓，第3名青藤宗莫玉衡，第4名旭日宗洪赤龙，第5名。当所有前10名一一宣布，全场沸腾。我看玄江五少以后得改叫6少了。沈墨，沈墨，沈墨！全场观众欢呼雀跃。世上最激动人心的事，莫过于见证一个默默无闻之人逆袭，逆天改命，击败强敌。在观众眼中，沈墨就是这样的人。原本该由玄江五少主导的百宗大典，因为他的出现变得更加精彩绝伦。清玄宗弟子冲上擂台，将沈墨高高举起。沈墨是他们的一员，沈墨的崛起为清玄宗带来无上荣耀。作为同门，他们自然与有荣焉。慕容越站在一旁，满脸温柔而欣慰的笑意。沈墨，感觉如何？伤势要不要为师帮你疗伤？他问道。沈墨摇头，弟子没事，谢师尊关心。好，那就再坚持一会儿，领完奖赏你就好好休息。今晚设庆功宴，明日我们返回清玄宗。慕容越明媚一笑。与此同时，柳元峰、柳云轩、萧凡3人仍坐在看台一动不动。这一幕被一些有心人注意到，开始暗自揣测。开始颁发奖赏。罗朝天大手一挥，所有奖励自动飞向前10名弟子，每人得1块寒水石，前5名各得1块暗焰晶。
前3名各得1枚青藤珠，前3宗门各得1座雷金矿矿器。最重要的是，只有第1名获得了可提升体质的太乙养魂丹。沈墨将所有奖励收入储物戒，心中一动。他之前已服用过1枚太乙养魂丹，后来又服用了日髓花花漏，体质已大幅提升。这1枚太乙养魂丹或许能将他的体质进一步推至顶尖天阶，届时他的修炼速度必将暴增，战力也将更上一层楼。诸位稍等，我有个人要向你们介绍。罗朝天忽然朗声开口，众人皱眉，什么事需要玄江五宗之首神剑宗主亲自开口？慕容月看向青藤宗主莫汉山，见他低着头，似乎早已知情。不止莫汉山，旭日宗、雷火宗、天水宗的宗主似乎也都知道。慕容月心中忽然升起一丝不好的预感，沈墨也察觉到一丝不对劲。姬大人，大家都在等您。罗朝天忽然高声道。就在此时，天边出现一道金光，极为刺眼。轰！金光骤然降临，落在罗朝天身旁。金光散去，露出一道高大魁梧的身影，身披厚重黑铁重甲，腰悬长剑，头盔之下，面容刚毅，棱角分明，整个人散发着一股久经沙场的铁血气息，几乎能凝成实质的杀伐之气从他身上散发而出。罗朝天微笑，这位便是新任玄江府府主姬石龙。慕容月愣住，各大宗主瞪大眼睛。沈墨轻声问：师尊，您认识此人？慕容月点头，认识，不止我，许多结丹修士都认识他。沈墨，你应该还记得不久前凌云府发生的事。朝廷率军灭了凌云府所有宗门，包括最强的金阳宗，领军大将就是姬石龙。沈墨神色也微微一变，在这个节骨眼上把姬石龙派来玄江府，甚至破格让一位武将担任府主，用一显而易见。慕容月叹了口气。沈墨环顾四周，其他宗主也都在窃窃私语。姬石龙的突然出现让他们全都感到不安。高台之上，重甲将军站在罗朝天身旁，微微一笑，诸位应该都听说过姬某，我就不多做自我介绍了。哦，对了，现在我是府主，此次奉命来玄江府担任府主，并非要复制凌云府之事，而是来送礼的。此言一出，众人将信将疑。姬石龙笑了笑，玄江府发展不错，宗门林立，然而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好，太散漫。本官与幕僚设计了一套等级制度，现向诸位说明。最高一档为玄江五宗，必须拥有至少30位结丹修士，500位筑基弟子，总弟子3000人，若达不到标准，将被降级。五宗之下为一流宗门，必须拥有至少23位结丹修士，100位筑基弟子，总弟子1000人，达不到标准，降级。一流宗门之下为二流宗门，必须拥有至少15位结丹修士，50位筑基弟子，总弟子500人。姬石龙继续道：官府每半年重新评定一次各宗等级，并按等级发放奖励。二流宗门每半年可得1万下品灵石，1000枚黄品丹药；一流宗门每半年可得1万中品灵石，1000枚黄品丹药，500枚玄品丹药，5枚地阶丹药。五宗每半年可得1万上品灵石，1000枚玄品丹药，30枚地阶丹药。说完，姬石龙环顾四周，微笑：本官是来送礼的，诸位难道不鼓掌？全场瞬间寂静，宗主们陷入沉思，弟子们大气不敢出。罗朝天朗声道：姬大人问话，诸位怎不回应？忽然一位宗主高喊：多谢姬大人厚赐，我等定当全力提升宗门等级。此言一出，如同信号。是啊是啊，有如此丰厚奖励，我们必定全力争取。谢姬大人，谢朝廷。越来越多的宗主开始激动发言。清玄宗阵营中，萧凡惊喜道：朝廷竟如此慷慨，送这么大礼，听起来确实不错。洛胜男难得点头附和，沈墨却心头一寒，礼物、奖励、大礼，不，这是一场恐怖的阳谋。除玄江五宗外，一流宗门与二流宗门的标准仅比当前公认标准稍高一些，结丹修士数量要求增加，筑基弟子数量增加，总弟子数量也增加。增加弟子数量相对容易，筑基弟子数量即便拔苗助长也能增加，但结丹修士数量极其难以提升，多出1位都难如登天。比如清玄宗目前有12位结丹修士，要如何轻易增加到15位？宗内筑基弟子不可能那么短时间内快突破结丹，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外招揽结丹修士。可散修结丹修士本就不多，一旦这些散修被各大宗门招揽，宗门自然将目光转向更弱小的宗门。二流宗门会吞并更弱的宗门，或强行合并，或逼迫加入，这几乎是唯一能快速增加结丹修士数量的途径。一流宗门则会攻击二流宗门与较弱的一流宗门，一旦这个循环开始，就永无止境。就算有些宗门想保持中立，放弃朝廷奖励，其他宗门也会基于奖励而主动进攻。这就是沈墨瞬间看穿的堂堂正正却极其恐怖的阳谋。这位姬石龙不仅是出色的军事统帅，更深谙人性，懂得如何利用人性的弱点。我知道你们可能不信我，以为我空口无凭，不会真的发放奖励，所以我此次特意带着你们想要的东西来到百宗大典。这一次我将按照各宗目前的公认等级发放奖励。姬石龙大笑，先发放二流宗门的奖励。他一挥袖，30多枚储物戒飞出，悬浮半空。这些储物戒中，每一枚都有1万下品灵石与1000枚黄品丹药，伸手即可领取。宗主们面面相觑，一时不知所措。
灵犀宗宗主忽然开口：“多谢姬大人。”他伸手取下一枚储物戒，有人带头，其他人立刻跟上。转眼间，所有储物戒都被领取一空。慕容月也顺手取了一枚，此时收好处并无隐患，不收白不收。姬石龙哈哈大笑，又抛出10几枚储物戒，这些是一流宗门的奖励。随后，他又抛出5枚格外显眼的储物戒，这些是玄江武宗的奖励。很快，这些储物戒也被各大宗主取走。打开储物戒查看，里面果然是承诺的奖励，一件不少。一时间，许多人喜出望外，是真的，不是空头支票。姬石龙微笑，下一次评定在半年后。诸位宗主，切记时间，我还有其他事务在身，就不在这里久留了。诸位，告辞。他一跺脚，金光一闪，瞬间消失在天边。百宗大典正式结束，诸位可以解散了。罗朝天淡然一笑，他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清玄宗驻地乾隆阁，宗主，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如此良机，我们绝不能错过。萧凡惊喜道。沈墨摇头，也还没明白。萧凡不解，明白什么？沈墨叹了口气，这是姬石龙的阳谋，你若不够敏锐，很容易落入他的圈套。他随即将自己的分析轻描淡写的说了一遍。说完后，所有人都震惊。赵廷等他每说一句，弟子们就震撼一分。等到最后一句说完，弟子们已彻底目瞪口呆，看向沈墨的目光满是崇拜。李长老老泪纵横，好。他现在看沈墨的眼神，简直像看亲孙子。不止沈墨，其他弟子也表现出色，全部闯入第2轮。这是近50年清玄宗最好的成绩。慕容月难掩骄傲，好，太好了，沈师兄太厉害了，清玄宗威武！一名弟子实在忍不住，突然大喊，他的声音如同信号，所有弟子瞬间沸腾，欢呼雀跃，仿佛夺得百宗大典第一的是他们自己。沈墨看着热闹的宗门，脸上露出笑容。今日在本宗演武场设庆功宴，所有弟子皆可参加。慕容月高声宣布。另外，外门弟子每人赏10枚下品灵石，内门弟子每人赏50枚下品灵石。此言一出，弟子们更加狂喜。沈墨夺得百宗大典第一，给清玄宗带来无上荣耀。身为清玄宗弟子，他们脸上有光，但这只是精神奖励。慕容月宣布的灵石奖励才是实打实的物质好处。正因如此，更多人会对沈墨心生敬仰。若非他们哪有机会白拿这么多灵石？听到慕容月的话，沈墨心中一暖，他知道慕容月这是在为他铺路，提前收买人心。慕容月显然已将他视为下一任宗主，只要他结丹，清玄宗下一任宗主的位置必是他的。诸位长老，请去主殿议事，有要事相商。沈墨，庆功宴就交给你安排。慕容月含笑，是。沈墨拱手，他知道慕容月是要与长老们商议姬石龙之事，这关乎整个玄江府未来的格局，也关乎清玄宗的命运。清玄宗剑崖，幽静的剑崖之中，前大长老宋朝风独自闭关反思往事，他的儿子宋俊杰时常前来送饭。尽管处于闭关思过，宋朝风的修为却丝毫不减，反而更加精纯雄浑，与从前判若两人。这一日，宋俊杰刚摆好饭菜，宋朝风忽然开口：“青羽雕回来了。”宋俊杰一怔：“父亲，您感应到了？”宋朝风夹起一颗油炸花生米塞进嘴里，露出自得的笑容。青羽雕乃4阶妖兽，振翅之间引动天地灵气，远比人类修士容易，感应到并不奇怪。父亲，他们肯定又像上次一样惨败而归，恐怕连第2轮都没进。宋俊杰冷笑。宋朝风淡然道：“自然，清玄宗不过2流宗门，第1轮大混战随机性极强，经常被1流宗门针对，早早淘汰。”就在这时，慕容月的声音裹挟凌厉传来：“沈墨夺得第1。”父子2人瞬间僵住。父亲，我没听错吧？宋俊杰茫然问道。宋朝风眉头紧锁：“不可能，沈墨怎可能击败周清仓等人？你速去演武场查清楚百宗大典真实结果。”是，父亲。宋俊杰匆匆离去，不久后脸色铁青的返回：“父亲，慕容月说的是真的。”演武场弟子们一片狂欢，沈墨真的夺得百宗大典第1。宋俊杰跪下，声音中满是不可置信与强烈嫉妒。击败玄江武宗，夺得百宗大典第1，这是他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而沈墨，一个从外门崛起的弟子，竟然做到了，简直匪夷所思，令人嫉妒到发狂。宋朝风身子一软，平日爱吃的菜肴突然无味，他仿佛瞬间老了10几年。我要立刻联系青藤宗。宋朝风慌忙取出传讯玉牌，此牌名为子母传讯玉牌，分母牌与子牌，利用子母牌宝物的神秘特性，可远距离传音。母牌说话，子牌可听见，反之亦然，但母牌可控制粉碎子牌，子牌却无法反制。宋朝风灌注灵力，小心询问百宗大典真实结果。不久，对面传来声音，比以往更加冰冷疏离：“沈墨夺得第1。”慕容月没理由说谎。父子2人还未从震惊中回神，对面又道：“另外，宗主严令禁止今后再与清玄宗有任何联系，从今往后2宗再无瓜葛。”父子2人如遭雷击：“什么？父亲，我们没听错吧？”宋俊杰瞪大眼睛。宋朝风还想再传讯，却忽然听见玉牌突然传来咔嚓一声脆响，此牌碎了，连带着他的野心也碎了。宋朝风瘫坐在地，双目空洞：“父亲，父亲！”宋俊杰绝望大喊：“俊杰，为父，
为父从未真正悔改，为父现在要去向宗主赔罪，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宋朝峰脸色灰败，绝望中带着一丝希冀。主殿之中，慕容月向长老们详细讲述百宗大典经过，最后说道：新任玄江府府主及石龙。长老们神色凝重，修为越高，心思越敏锐，结丹修士的思维与分析能力远超筑基期。慕容月话音刚落，长老们迅速领会鸡石龙新等级制度的阴险之处。正如沈墨所言，这是一场堂皇却让人无法拒绝的陷阱。其高明之处在于，所有人都能看穿鸡石龙的意图，却无法避开。要么自保，坐等日后宗门混战被卷入；要么现在就加入宗门战争。无论如何，宗门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玄江府50年的平静即将再次被打破。李长老忽然开口：宗主，老身认为当务之急应先拿下雷金矿。老身看过您带回的矿器，那座矿离本宗不远，就在青苍山脉另一侧。若能拿下，对炼器与弟子修炼大有裨益。慕容月微微点头，与他想法一致。但雷火宗恐怕不会轻易交出矿脉，矿器在手，他们是否认账，是否拿到却是另一回事。另一位长老补充。慕容月看向柳元峰：柳副宗主，在座长老中，论修为与战力，你仅次于我，此事可否交给你？整个会议，柳元峰几乎像个局外人，一言不发。如今慕容月把难题丢给他，柳元峰笑了笑，却不直接回答：宗主，您是真让我独自去接管雷金矿，还是想把我推入火坑？没人知道矿场那边等着的是什么。雷火宗会否守信交矿，还是早已设下陷阱？宗门战争的导火索只需一点火星，或许雷火宗正等着他们先动手。我去！大殿门口忽然传来一道声音，众人转头，只见一直闭关剑崖的前大长老宋朝峰出现。此刻，宋朝峰单膝跪地，向慕容月深深一拜。宋朝峰向宗主弟子赔罪，老夫自愿前往雷金矿，以赎前罪，以表忠心。他身后，宋俊杰五体投地，向在场所有人叩首。罪人宋俊杰拜见宗主、副宗主、诸位长老。慕容月神色不变，但那些原本支持宋朝峰的长老却一脸痛惜。宋朝峰这是向慕容月低头了？青藤宗大长老的支持呢？柳元峰眯起眼睛，神色变幻。慕容月平静道：宋长老有心了，你是打算独自前往，还是带几人同行？宋朝峰起身，面色决然：我一人独自前往。若我在矿场有何不测，恳请宗主召福犬子宋俊杰。众人闻言皆是一惊，这番话几乎等同于在安排后事，把儿子交给慕容月当人质，意思再明显不过。他已下定决心探查矿场。慕容月终于露出笑容：好，宋长老一路小心。众长老纷纷道：宋长老保重。宋朝峰向所有人深深一拜，下一瞬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天边。大殿之中，宋俊杰仍跪在地上，泣不成声。清玄宗禁竹院，这座依山而建的幽静小院已成为沈墨的新居所。作为亲传弟子，又是如今清玄宗的骄傲，他再住在内门弟子区已不合适。这座原本为长老预留的禁竹院，在慕容月的授意下被重新分配给了沈墨。沈墨还没来得及动手搬家具，洛胜男就带着一群弟子风风火火赶来帮忙。不多时，所有东西便被搬进院子。沈墨连手指都不用抬一下。这地方不错，有假山，有池塘，还有2棵竹子。估计叫禁竹院，就是因为左边一棵竹子，右边一棵竹子吧。沈墨笑着走向东厢房，房间早已被打扫得一尘不染。作为亲传弟子，又是百宗大典魁首，他根本不用亲自动手，总有人抢着帮他。沈墨盘膝坐在床上，从储物戒中取出2件物品，一件是青藤珠，服用后可加速造血，从而大幅提升伤口愈合速度。此物一生只能服用1次，多服无效。另一件是太乙养魂丹，这是将烈阳粉体推至巅峰的关键之宝。沈墨随手将青藤珠丢入口中，草木清香弥漫，碧绿能量瞬间渗透全身。1个时辰后，青藤珠完全炼化。他取出小刀，在指尖轻轻一划，3息之内，伤口完全愈合，不留丝毫痕迹。沈墨满意点头，有了此珠，日后使用妖甲残片再也不用担心失血过多昏厥了。接着，他神色郑重地吞下太乙养魂丹，此丹至关重要，可将烈阳粉体进一步推至顶尖天阶。至于寒水石，他打算留到极其足够顶尖天才地宝，再用来炼制炼狱金丹。与此同时，清玄宗云雾峰这里是柳元峰父子以及他亲传弟子们的居所。从议事殿回来，柳元峰眉头紧锁，始终未曾舒展。他实在想不通，宋朝峰为何突然彻底倒向慕容月，仿佛原本的支持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我得查清楚。柳元峰摇头喃喃，宋朝峰这一倒戈对他影响极大，绝不能坐视不管。父亲，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柳云轩兴奋的声音传来。住口！我平日没教你，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保持冷静，你都忘了吗？柳元峰斥道。柳云轩讪讪一笑，是父亲，是孩儿失态。说吧，什么事？柳元峰哼道。柳云轩连忙道：药王洞府，我们的人找到确切位置了，就在青山城外的寒水涧附近。什么？柳元峰眼睛猛地瞪大，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走，快，立刻出发！他大喝一声，一时竟忘了自己刚刚的训话。毕竟那可是药王洞府。柳元峰一把抓住柳云轩，
化作一道流光，瞬间冲出清玄宗。许多长老与弟子目睹他们急速离去，心中暗自揣测究竟发生了何等急事。即便带着柳云轩、柳元风，速度依旧丝毫不受影响。很快，他们便抵达青山城外的寒水涧。柳元风的手下早已在此守候，将四周封锁，拦住一切靠近的人。见到柳元风，散修们齐齐单膝跪地拜见主人。柳元风急切问道：“是这里？”为首散修恭敬答道：“正是，主人。这寒水涧深100米，溪底岩壁有一处凹槽，正是药王放置丹药之处。我们查阅大量典籍，确定必是此处。”好！柳元风大笑，吞下一枚碧溪丹，纵身跃入水中。柳云轩大喊：“父亲，我也去！”父子2人一同没入冰冷溪水。很快，他们找到散修所说的位置。柳元风从储物借取出一枚丹药，此丹名为悟道丹，与此前沈墨之父沈九鼎得到的那枚一模一样。柳元风将丹药放入凹槽，岩壁传来一声轻响，紧接着一股恐怖吸力传来，嗡！2人瞬间被吸入其中，周围景象骤变。片刻后，他们出现在一间干燥整洁的石室，石室空空如也，只有一张石床、一张石桌、几把石椅，还有一扇紧闭的石门，什么都没有。柳云轩环顾四周，满脸疑惑。柳元风指向石门，也还不明白，这里是药王闭关之地，宝物都在那石门之后。柳云轩顿时兴奋，充满期待。柳元风双手按在石门上，用力一推，轰隆，石门开启，眼前出现一间更大的石室，但这石室同样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柳元风与柳云轩的表情从狂喜瞬间转为震惊。宝物呢？柳元风喃喃。神剑宗的药王洞府可是有提升体质的太乙养魂丹。柳云轩也呆住了，就算洞府有别，至少也该有些灵石、灵气、丹药吧。父亲，这到底怎么回事？柳元风瞬间苍老10岁。别说了，父亲，为什么？柳云轩抓住他的手，我让你别说了。柳元风暴怒，一把甩开儿子，砰！柳云轩身子重撞上岩壁，差点一口血喷出。柳元风愣住，连忙冲过去扶起儿子。为父，为父失态了。柳云轩连连咳血，父亲，为什么这里什么都没有？柳元风痛苦闭眼，儿子，你还不明白吗？有人抢先一步，在我们找到这座药王洞府之前，已经有人发现并取走了所有宝物。噗！柳云轩悲愤交加，一口鲜血喷出，昏死过去。柳元风惊慌大喊：“云轩，云轩！”清玄宗黄昏时分，一道浑身浴血的身影踉踉跄跄冲进演武场，弟子们迅速围拢。此人浑身刀伤、烧伤、剑创，衣衫褴褛，满身血污，形如乞丐。当弟子们认出昏迷之人是谁，顿时惊呼失声：“是宋朝风长老！他受了重伤，快去请宗主和诸位长老！”正在演武场的管事张威虎也慌了，急声大喊：“咚咚咚！”一连串悠扬钟声响彻天际，议事大殿前的青铜巨钟再度被敲响。所有弟子心头一紧，他们齐齐望向那巍峨庄严的大殿。自从宗主出关以来，这钟声响得越来越频繁。不多时，几道盾光从山门各处疾驰而来，转瞬抵达大殿门口。诸位长老们鱼贯而入。慕容月亲自询问宋朝风的情况。宋朝风服下几枚疗伤丹药，气息虽仍然虚弱，但伤势明显好转，当即开口禀报：“启禀宗主，我确实在雷金矿遇到了雷火宗的人，不过只是外门长老，对方认可矿器，也承认雷金矿理应交给我清玄宗。只是此矿虽原本属于雷火宗名下，但实际使用权却早已转给了众气宗。那雷火宗外门长老便带我去找众气宗管矿之人，然而那众气宗内门长老竟蛮不讲理，拒不认可矿器。我与他争论时，那长老直接召来宗内其他长老联手围攻我。若非他们不愿闹出人命，彻底撕破脸，又有雷火宗外门长老从中调停，我今日恐怕回不来了。”李长老猛拍桌子，怒不可遏，岂有此理！那雷金矿明明是我宗之物，连雷火宗都认了，他们众气宗竟敢霸占！其他长老同样义愤填膺。雷金矿价值巨大，不仅关乎清玄宗整体，更直接关系到每一位长老的切身利益，他们自然怒火中烧。一位白发白须的老者沉声道：“与他们拼了，夺回雷金矿！”一位精壮长老严肃道：“老夫认为雷火宗身为玄江江5宗之一，还算讲道理，可众气宗行事竟如此卑劣。”一位身材圆润的中年长老摇头：“不可，众气宗结丹修士数量比我们多，真打起来，我们恐怕要吃大亏。”慕容月眉头紧锁，正要开口，就在此时，青苍山脉深处忽然冲天而起一道火柱，刹那间，几乎以暗下来的天空被照得如同白昼。片刻后，火柱渐渐凝聚，化作一轮缓缓升起的烈日，其光芒远超落日。这一幕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大殿外的弟子们目瞪口呆，张大嘴巴。怎么回事？天象异变，还是宝物出世？不，更像是修炼引发的异象。难道有哪位大能突破境界？会不会波及咱们宗门？弟子们倒吸冷气，究竟是什么人引发了如此惊人的异象？嗖！长老们也察觉异常，纷纷冲出议事殿。他们抬头望向天空中那轮烈日，满脸震惊。慕容月低声道：“走，速去查看。宋长老，你留在此处疗伤。”是。长老们化作一道道流光，迅速朝烈日源头飞去。青苍山脉附近并非只有清玄宗一宗，
西边是灵犀宗，东边是重气宗，北边是赫赫有名的飞霜宗。这些宗门也都察觉到惊人异象，数十道遁光急速赶来。与此同时，沈墨在林中飞速奔跑，他神色平静地从储物戒中取出一件新袍披上，之前那件衣袍在体质晋升时已彻底焚毁。沈墨回头望去，天空中的烈日依旧悬浮，没有丝毫消散迹象，他不禁苦笑。上品天阶体质已晋升为极品天阶体质，引发的异象比之前更加惊人，影响范围也更大。幸好服用太乙养魂丹后，他察觉不对劲，没有在宗内晋升体质，而是迅速离开宗门，进入青苍山脉。否则极品天阶体质晋升的消息势必传得沸沸扬扬。玄江府天阶体质虽多，但极品天阶体质极其罕见，此事绝不能随便泄露。沈墨深知嫉妒之心的可怕，更何况宗门大争已近在眼前，若极品天阶体质的消息走漏，他与清玄宗必将成为众矢之的。得回宗门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沈墨一路狂奔，临近宗门山门时，立刻换上一副惊恐表情。许多弟子注意到他这副模样，其中就有赵柔。赵柔指着天空：“沈师兄，你刚从青苍山脉回来，也看到那轮烈日了吗？知道是怎么回事？”沈墨摇头：“我正在追杀一头妖兽，突然天上冒出这轮烈日，温度瞬间变得极高。若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活活烤熟。”他展示袍袖与后背，看，全都焦了。这是他故意用青莲地心火烧出的痕迹，连皮肤都微微焦黑，演戏要全套。赵柔心疼道：“沈师兄，你快先去休息吧。”沈墨点头，立刻返回禁竹院。青苍山脉上空，数十位结丹修士各自立于一方，若有所思地望着逐渐暗淡的烈日。修士们明显分成4波，分别来自清玄宗、飞霜宗、灵犀宗、重气宗。其中清玄宗、灵犀宗、重气宗皆为2流宗门，飞霜宗则是1流宗门。重气宗宗主挑眉，如此浓郁的火灵气，莫非是有元婴期修士在此修炼，功法突破，引发异象？灵犀宗宗主点头，有道理，只有元婴修士才能引发如此惊人且持久的异象。话锋一转，不过也有可能是天阶火系体质修士，若是如此，结丹期也能引发此等异象。飞霜宗宗主微微颔首，确实合理，但2位似乎忽略了另一种可能。他忽然看向慕容月，似笑非笑道：“慕容宗主，我听闻贵宗有一位天阶体质弟子叫沈墨，会不会是他体质突破，晋升更高品阶？”此言一出，重气宗与灵犀宗长老也纷纷看向慕容月，目光意味深长。慕容月心中疑惑，却丝毫不露声色，平静道：“我并不知晓，而且我清玄宗弟子如何进步，与贵妃双宗有何干系？”飞霜宗宗主哈哈一笑，自然无关，我就是随便问问。走吧，我还要回去修炼，便不多留了，保重各位。重气宗宗主与灵犀宗宗主也微微一笑，带着人离去。慕容月冷哼一声，也律清玄宗长老返回。回到宗门，慕容月径直前往禁竹院。他看到沈墨正在院中练剑，剑光如雷霆闪烁。慕容月含笑问道：“墨儿，你刚才去哪儿了？”沈墨收剑入鞘，恭敬答道：“师尊，弟子方才去青苍山脉猎杀几头强大妖兽，想磨砺雷影剑法，尽快领悟第3重。”随即他露出心有余悸的表情，可惜收效甚微，没练出什么名堂，反而被那突然出现的烈日差点伤到。幸好弟子身法敏捷，跑得快，才捡回一条命。慕容月心头一紧，关切问道：“伤到哪里了？快让为师看看。”沈墨撩开衣袖，露出几处焦黑的灼伤。慕容月见状心疼罢了：“你好好休息吧。”沈墨点头，却见美貌师尊仍旧蹙眉，便问道：“师尊，你有心事？”慕容月无奈一笑：“还是被你看出来了。”沈墨微笑：“师尊若不介意，不如跟弟子说说。”慕容月点头：“是关于雷金矿的事。”他随即将宋朝风在雷金矿的遭遇原本讲了一遍。说完，他轻叹一声，显然颇为烦心。沈墨沉思片刻，慕容月含笑：“墨儿，你怎么看？”但说无妨。沈墨点头：“弟子认为这不过是雷火宗与重气宗演的一出双簧戏。雷火宗外门长老认了矿器，也同意将雷金矿交给我清玄宗，而重气宗向来以雷火宗马首是瞻，若雷火宗真下定决心交还矿脉，重气宗必定照办。可现在重气宗非但不交矿，还重伤宋长老，显然另有图谋。”沈墨总结道：“雷火宗根本没打算交出雷金矿。”慕容月连连点头，他也想到了这一层，但沈墨分析得如此迅捷清晰，还是让他略感惊讶。“那么你有什么建议？”慕容月含笑问道。沈墨微微一笑，知道美貌师尊这是在考笑自己，他反问道：“师尊，我清玄宗与重气宗谁更强？”慕容月沉吟片刻，重气宗地功法武技并非以战斗见长，但他们精通灵气，开孔嵌宝之术，吸引了不少散修结丹修士。不过这些散修结丹修士并无忠心，一旦形势不妙，逃得比谁都快。论结丹修士数量，重气宗占优，但论这些结丹修士的战力，我清玄宗更胜一筹。沈墨点头，如此说来，双方实力大致相当，谁也占不到明显上风。师尊真正担忧的无非2件事：其一，附近其他宗门会不会插手；其二，雷火宗会不会亲自出手。慕容月眼睛一亮，继续说。沈墨继续道：“弟子可以肯定，此事绝无任何宗门会明着插手。这雷金矿乃百宗大典前3奖励，当着无数人，
玄江府各宗的面颁发。雷火宗为了脸面，绝不会公然干预。至于附近的灵犀宗与飞霜宗，两宗皆与天水宗交好，他们巴不得我清玄宗与众气宗打起来，最好两败俱伤，好坐收渔利。打得越久，我们消耗的人力物力越多，他们越高兴。他最后一笑：“师尊，弟子说的如何？”慕容月眉头彻底舒展：“好，说的极好，走，随为师去议事殿。”沈墨淡淡一笑：“师尊，按照宗规，即便是真传弟子，也只能陪同议事，不能全程旁听。议题一结束，就得离开议事殿。”慕容月眼中满是欣慰，已不再只是真传弟子了。此次为师要正式立你为少宗主，到时你把刚才的话再复述一遍，加上你在百宗大典的功绩，柳元峰等长老他们一句话也反驳不了。沈墨心头微动，少宗主，这是宗门内极尊贵的地位，只要不出意外，铁定是下一任宗主。即便宗门遭遇生死存亡危机，所有人都必须保护少宗主，哪怕其他人都死光，少宗主也不能死，否则便是违背宗规。沈墨知道自己迟早会被立为少宗主，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是，师尊，弟子遵命。沈墨点头。慕容月满脸满意，伸出玉手牵住沈墨，两人迅速飞出禁竹院，来到议事殿门口，也有许多长老在此等候。等慕容月与沈墨步入大殿，落座后，厚重殿门缓缓关闭。砰！沉闷声响，仿佛将殿外弟子从梦中惊醒。沈师兄居然进了议事殿，你们看到了吗？他还坐下了。不是说只有长老才能进去议事吗？这还不明显？沈师兄什么身份？宗主亲传弟子，百宗大典第一，他参与议事有何不可？确实，以沈师兄的潜力实力，再加上宗主如此看重，我看他铁定是下一任宗主。宗主让他参与议事，分明就是在培养少宗主。不管怎样，这可是咱们清玄宗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弟子参与长老议事。嘿嘿，这也是咱们清玄宗弟子第一次在百宗大典夺魁，即便当年还是玄江五宗之一时，也从未做到过。弟子们议论纷纷，言语间满是对沈墨的敬佩与崇拜。在他们眼中，沈墨早已不再只是真传弟子，他就是少宗主。赵婷、骆胜男、赵柔也在人群中。赵婷长叹一声，低声道：“小柔，以后与沈师兄相处，务必恭敬有礼。”骆胜男，你也是。骆胜男挠头：“我觉得沈墨挺随和的，有必要这么严肃吗？”赵柔也点头。赵婷摇头：“有弟子说的没错，沈墨已被宗主当作继承人来培养，私下里我们可以随便，但在公开场合必须恭敬有加，绝不能损他威严，否则就是损害少宗主威望。”赵柔眼神复杂：“大哥，我明白了。”议事殿内，沈墨的座位被安排在慕容月身旁，往常宗主身侧的座位只留给副宗主、大长老、少宗主。宋朝风因闭关思过，大长老之位已空缺，至于少宗主，至今尚未正式册立。在此情形下，给沈墨安排如此座位，慕容月的意图再明显不过。宗主，沈墨不过真传弟子，即便是您亲传，也无权参与长老议事。柳元峰忽然开口。慕容月平静道：“这正是本座要说的事。沈墨筑基巅峰修为，近日在百宗大典夺魁，为我清玄宗争得无上荣耀。本座提议，即日起正式立他为少宗主。”他环顾全场诸位长老，谁赞成，谁反对？长老们面面相觑，各怀心思。李长老率先开口：“我赞成。沈墨早就该被立为少宗主了。”几位铁杆支持慕容月的长老也立刻附和：“我也赞成。”柳元峰张了张嘴想说话，却被慕容月淡然一笑打断：“柳副宗主，先不必急着反对。关于雷金矿一事，想必诸位长老至今仍无定论。墨儿，把你的分析说出来。”柳元峰冷哼一声。沈墨微微点头，向诸位长老拱手，随即将自己在禁竹院与慕容月讨论的内容复述一遍。他着重分析各方利益，解释为何其他宗门不会明着插手。长老们听完沉默良久，他们都是结丹修士，而沈墨不过筑基巅峰，按理说他们的思维与智慧理应远超筑基期。即便沈墨事先从慕容月那里听过，也该花很长时间才能整理出如此分析。没想到沈墨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给出如此透彻的见解。李长老赞叹道：“单凭沈墨这份缜密分析与过人智慧，我就无条件支持立他为少宗主。”其他长老也纷纷点头。确实，沈墨在筑基期就有如此见解，一旦结丹，思维能力必将远超我等。我也支持立他为少宗主。慕容月淡淡一笑，看向柳元峰：“柳副宗主。”柳元峰冷冷道：“他不过做了分析，却未提出可行方案，老夫依旧反对。”沈墨瞥了他一眼：“既然如此，那柳副宗主可有可行方案？不妨说来听听。”柳元峰冷哼：“老夫自然有。”他高声道：“必须避战，绝不能与众气宗正面冲突。众气宗实力本就强于我宗，一旦开战，我宗必处下风，形成恶性循环。待宗门大战开启，我们将成为各宗优先打击的目标。唯一办法就是将此事上报玄江五宗，尤其是神剑宗。神剑宗身为玄江五宗之首，必会为我清玄宗主持公道。众气宗到时不得不交出矿脉。”说完，几名长老微微点头，觉得此法稳妥。打仗风险太大，还是讲道理更好。沈墨淡淡一笑：“柳副宗主的办法看似可行，实则不然。”柳元峰脸色一沉：“
你说什么？沈墨当场反驳，弟子有2点质疑。其一，谁说神剑宗身为玄江5宗之首，就一定会主持公道？第三轮百宗大典，诸位难道没看到神剑宗弟子直接把玉牌交给周清仓，当着天下人面做出这种事，能说不是神剑宗高层授意？其二，众气宗为雷火宗马首是瞻，神剑宗的命令真管用吗？万一雷火宗不认，默许众气宗霸占矿脉，我们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们把雷金矿采空，只留一座空壳给我们？沈墨毫不留情柳副宗主的办法，看似稳妥，实则对我宗危害极大。柳元丰怒目圆睁，其他长老听完也陷入沉思。李长老等人连连点头，看向沈墨的目光愈发赞许。柳元丰气得发抖，冷笑道：“好，既然你驳倒了老夫，那你倒是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啊！”沈墨淡然一笑：“我的建议是，迅速集结宗门战力，趁众气宗立足未稳，雷霆出击，将他们彻底逐出雷金矿。除了雷火宗那位外门长老，其余人全部格杀，对外宣称众气宗霸占雷金矿，并扣押雷火宗外门长老。我清玄宗据理力争，击退众气宗，救出雷火宗长老。如此一来，雷火宗有苦说不出，也找不到明面发作的理由。”慕容月眼睛一亮，妙，说得好！其他长老忍不住鼓掌。如此操作，即便雷火宗心里憋屈，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正如沈墨所说，他们不得不忍。柳副宗主，沈墨已提出切实可行之策，你还反对吗？慕容月冷冷问道。柳元丰咬牙：“我依旧反对。虽无明文规定，但历来我清玄宗少宗主至少须结丹期，方能服众，这是不成文的规定。”话音刚落，大殿气氛瞬间冷了下来。支持柳元丰的长老立刻知道该说什么。柳副宗主说的有理，不如等沈墨结丹后再议此事。沈墨天赋确实出众，但少宗主之位还是等他结丹再说。我复议。转眼间，支持与反对沈墨立为少宗主的阵营泾渭分明，连同慕容月与柳元丰在内，双方各5票，剩下2票正是宋朝丰与一直支持他的那位长老。尽管宋朝丰已被勒令闭关思过，大长老之位空缺，但这位长老仍坚定支持他。可以说，他们2人的票将决定沈墨能否被立为少宗主。相比场内剑拔弩张的气氛，沈墨倒是神色淡然。少宗主之位确实重要，意味着海量修炼资源与地位提升，但若柳元丰阻挠，宋朝丰也不同意，导致慕容月无法册封，沈墨也不会太失望。修炼资源，他大可继续从萧凡、柳云轩等人身上薅，至少现在萧凡身上还有不少可薅。至于地位，更无所谓，只要实力足够强大，自然人人敬畏。在拜入慕容月门下之前，沈墨一直靠自己，从未倚仗什么身份地位。慕容月看向宋朝丰：“宋长老，你怎么看？”不止他，大殿内所有长老都将目光投向宋朝丰。现在5票对5票，宋朝丰与那位长老的意见将决定沈墨能否成为少宗主。在众人注视下，宋朝丰忽然向慕容月深深一拜：“我认为沈墨应被立为少宗主。”他身旁那位长老立刻附和：“我也赞成。”柳元丰瞳孔一缩，冷哼一声。慕容月满意点头：“好，7票赞成，5票反对，提议通过。今日议事结束后，本座将通告全宗，正式册封沈墨为少宗主。”慕容月高声道：“按照少宗主所言，今日即制定计划，尽快夺回雷金矿。”是。墨儿，你回去继续修炼，此事交给我们。慕容月含笑：“是，师尊，弟子告退。”沈墨拱手，大殿厚重门户微微开启，沈墨快步走出。殿外弟子纷纷让开道路，他们的目光中更多了几分敬畏与崇拜。不多时，夺回雷金矿的计划在大殿内敲定，殿门轰然开启。慕容月与诸长老凌空而立，慕容月灌注灵力，高声宣布：“今日本座有重要宣布，弟子沈墨天赋卓绝，实力超群，近日在百宗大典夺魁，为我清玄宗争得无上荣耀。经诸位长老商议，决定今日正式册封沈墨为少宗主。自今日起，全宗弟子、执事、长老一律称呼沈墨为少宗主。”弟子们瞪大眼睛，震惊万分。有人曾猜测，等沈墨结丹后，必定会被立为少宗主，但绝大多数人没想到，沈墨这么快就被提拔到如此高位。赵婷等人回过神来，立刻高喊：“是！”他的声音如同信号。随后，所有在场弟子齐声响应，无人反对沈墨成为少宗主。赵柔眼中满是崇拜，沈师兄从外门弟子一步步崛起，成为内门真传，如今直接成为少宗主，这才多久啊？赵婷感慨叹息：“不到半年。”洛胜男挠头，很多人都说沈墨有天阶体质，我也觉得，若非天阶体质，他怎能修炼这么快，这么猛？心里知道就好，别说出来。宗主没正式宣布前，我们也不要乱说。赵婷低声道：“明白。”洛胜男点头。转眼间，半个月过去，沈墨清点储物界中的宝物，满意的点点头。他又收集了不少宝物，距离45件的目标只剩一半。至于修复身体所需的宝物，仍在搜寻之中。这些宝物有的来自他自己的机缘，有的则是截胡了萧凡与柳云轩的机缘。他瞥了一眼自己的命盘，近期机缘3天后外出寻宝，口渴时在青苍山脉白水泉旁休息。一头鸟类妖兽突然在上方死亡，坠落在你面前。解剖其尸体后，在其腹中发现1块木元晶。沈墨心中一喜，
木源金乃上品玄阶宝物，只有500年以上的灵树才能凝结出新木，正好可作为它凝结金丹的木之本源。是时候出去继续寻宝了，尽快凝结出这艳玉金丹。沈墨伸了个懒腰，推门而出。他沿着山路往下走，一路上无论弟子还是执事，无论修为高低，见到他立刻停下行礼，恭敬称呼少宗主。他还遇到几位外门、内门长老，对方并未摆架子，同样恭敬称呼少宗主。沈墨对他们微微颔首回礼。李长老怎么这么急？沈墨注意到几道熟悉身影。李长老看到沈墨，顿时满脸喜色。少宗主，好消息！5天前我们已经夺回雷金矿，老身正要带人过去驻守。他身后跟着3位结丹内门长老以及数十名宗内精锐弟子，领头的正是赵廷、洛胜男、萧凡。跟在他们身后的弟子至少都是筑基期。这些弟子见到沈墨也纷纷行礼，不敢有丝毫怠慢。沈墨目光扫过萧凡，姓名萧凡，境界筑基境大成，气运天命之子，仙姿玉骨，大能转世，绝处逢生，地焰玄体，命格最终止步元婴小成，任焚天殿殿主，尊称赤凤真仙。一次采药途中误入天然迷阵，被困30年，力竭而亡。近期机缘一，今日随队驻守雷金矿，夜间追杀妖兽，进入第3条矿道，在最深处发现2块雷元晶与1部下品的阶防御武技4方玄门。近期机缘2冒号5天后在雷金矿修炼，夜间赏月时无意发现众气宗内门长老潜入矿脉，跟踪后发现对方在第6条矿道最深处打开隐秘通道，挖掘埋藏宝物，却被阵法重伤，仓皇逃离。他进入隐秘通道，获得5级雷禅妖精与众气精炼术。近期机缘3冒号10天后在雷金矿附近清剿妖兽，偶遇众气宗内门长老带弟子袭击青山城矿队，他被迫逃离，逃跑途中遭遇狼群袭击，狼王领队，双方大战，他趁乱逃脱。逃出后在狼群巢穴中发现1块赤血铜与6枚3阶妖精。近期机缘41个月后，凤柳元丰知命前往青山城，秘密会见神剑宗副宗主之女欧阳倩，对方赠他6瓶大固基丹，助他突破至筑基巅峰。沈墨满意点头，看向萧凡的目光越发欣赏。韭菜依旧长势喜人，又到收割的时候了。萧凡被沈墨的目光看得心里发寒，却只能勉强笑着行礼，口称少宗主。沈墨没有续盯着萧凡看，他可不想把自家韭菜吓坏。他转向李长老，笑道：夺回雷金矿的速度比我预想的快，雷火宗那边没反应。他本以为慕容月会集结更多力量，准备充分后再突然出手。李长老哈哈大笑，少宗主分析得太准了。我们把雷火宗那位外门长老送回去后，雷火宗只能哑巴吃黄连，他们甚至还夸赞我们赶走了霸道的众气宗。沈墨也笑了起来。赵廷等人颇为惊讶，看来夺回雷金矿的计划沈墨也有参与。李长老，弟子对雷金很感兴趣，也想去矿脉驻守，可以吗？沈墨含笑问道。当然可以，宗主他们已在矿脉布下防护阵法，非常安全。李长老笑着点头。沈墨加入队伍，起初赵廷、洛胜男、赵柔还有些担心，怕沈墨地位提升后会变得疏远，但沈墨言行举止依旧如常，没有半点高高在上的架子，3人这才放下心来，一行人说说笑笑向雷金矿进发。清玄宗山门位于青苍山脉南坡，而雷金矿却在青苍山脉东坡，再往东便是众气宗。正因雷金矿距离清玄宗较远，却离众气宗很近，所以必须驻扎4位内门长老与1批弟子守卫，否则第2天众气宗就能重新夺回去。李长老带着沈墨等人沿着青苍山脉南坡山路前行。青苍山脉附近，清玄宗的影响力极大，毕竟当年清玄宗巅峰时，整个青苍山脉都囊括在其势力范围之内。相比之下，飞霜宗、众气宗、灵犀宗的影响力要小得多。一路上遇到不少散修，但见到是清玄宗的人，纷纷恭敬行礼，不敢有丝毫不敬。行进1个多时辰后，一行人毫无波折地抵达雷金矿。矿脉位于山脚，矿口处用周围山石砌成一道20余丈高的石墙，将洞外大片区域围住。区域内建有许多石屋与瞭望塔，弟子们不断在瞭望塔顶观察四周。李长老站在门口高声道：老身来了，少宗主也来了，该换班了。大门迅速打开，2位长老迎了出来。沈墨注意到他们脸上明显的疲惫，显然这几天他们日夜守卫矿脉，已让他们极度疲惫。总算少宗主来了。魏首长老顶着黑眼圈，有气无力地向沈墨行礼。少宗主地位仅次于宗主，即便沈墨修为尚未与他们相当，礼数却不能缺，称呼更是马虎不得。沈墨点头，我们来换班了，你们可以回去休息，返回山门休养。好，2位长老如释重负。李长老带着带来的长老与弟子迅速接管矿脉工作。什么？矿工不够？沈墨正要巡视矿脉，却听到旁边传来李长老惊愕的声音。那位顶着黑眼圈的长老连连叹气：是啊，古风城执事带来的60多名矿工，在路上遭众气宗袭击，死伤惨重，逃散不少，只剩12人到达矿脉。他语气中满是怨恨，显然对众气宗的恶劣行径愤怒不已。沈墨微微皱眉，修士之间争斗本属正常，但众气宗直接对凡人矿工下手，手段未免太过卑劣。他沉声问道：还有什么情况？一并说来。黑眼圈长老咬牙切齿道：防护阵法布下之前，
矿场几乎每天都被重气宗骚扰，重气宗财大气粗，撒零食、收买散修来骚扰我们，袭击后勤队伍，他们自己的人则混在其中。他愤怒地啐了一口，我们弟子中也有10多名外门弟子，4名内门弟子惨死，死状极其惨烈。长老又想起什么，补充道：累了，少宗主，您认识张威虎管事吧？他也遭了毒手，从山门往矿场运送食物时被重气宗伏击，右臂整条被斩断，左臂也只剩一半，如今还躺在床上。沈墨脸色阴沉，长老压低声音：接下来几天，执事们会从青山城、西山城、古风城陆续带来矿工，这些凡人愿意为我清玄宗效力，我们必须确保他们的安全。李长老点头，明白，此事交给我。好，那就拜托李长老了，老夫实在撑不住了。黑眼圈长老没回房，而是找了个僻静角落，靠着一个大木箱就睡了过去。很快鼾声如雷，却无人责怪。这段时间雷金矿的安全全靠这2位内门长老支撑，没有他们，清玄宗派来的人早就死光了。来人，给少宗主安排最好的房间。李长老喝道。一名弟子连忙上前，连连点头。沈墨摆手，先带我去见张威虎。是。很快，沈墨来到一间简陋石屋，看到了里面的张威虎。这位曾多次提醒他的中年管事，此刻昏迷在床上，脸色苍白，右臂完全缺失，左臂也只剩半截，绷带上渗着血迹。疗伤丹不够。沈墨皱眉，带路的弟子叹息，快用完了，只能省着用。张管事只能硬扛了。沈墨从储物借取出几枚疗伤丹，塞进张威虎口中，又撒上止血散。张威虎的伤势稍有好转，这些丹药是师尊赐下的，一直存在我储物戒里。沈墨平静道。弟子感动不已，代张管事谢过少宗主。沈墨点头，带我去房间吧。是。沈墨很快被安排进矿场最好的房间，里面一应俱全。不过他对住处并不挑剔，只要清静即可。他盘膝静坐，根据萧凡的命盘，他大致能推测重气宗接下来的动作。借助我的金手指，可以逐步削弱重气宗。通过这种此消彼长，重气宗会逐渐衰落，再也威胁不到清玄宗。将来清玄宗甚至可能主动吞并重气宗，到那时，我身为少宗主，自然能获得更多资源，截取更优质的机缘。沈墨立刻开始筹划。夜幕降临，雷金矿附近妖兽众多，因此矿场的夜晚并不安静，甚至有些热闹。夜间活跃的各种妖兽纷纷出动觅食，即便12丈高的围墙也挡不住全部，许多妖兽都能钻进来。慕容月等人布下的防御阵法只针对强大修士，所以每隔几天就会有妖兽潜入矿场，这也凸显出弟子的作用。每名筑基境弟子带领5名名气境弟子夜间巡逻，每2个时辰换一次班，一旦发现妖兽，立刻围攻，要么驱逐，要么击杀，以此尽量减少妖兽伤人的风险。此刻沈墨并未在床上修炼，而是站在屋顶，感受夜风凉意，目光锐利地扫视四周。他在等待那头妖兽出现。不多时，他看到萧凡带着5名名气境弟子巡逻。就在这时，一道敏捷黑影从围墙下方窜过，直奔矿场内部。萧凡等人立刻发现黑影，准备追击。沈墨飘身而下，对他们道：你们守好围墙，防止更多妖兽出现，那头我来处理。是，少宗主。萧凡连连点头，不敢违抗。其他弟子也纷纷应是。沈墨追着妖兽黑影而去时，他们忍不住低声议论：少宗主地位如此尊贵，竟亲自出手对付妖兽。是啊，少宗主真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我听说少宗主一到矿场就给了张威虎管事疗伤丹，真是个好人。你们不知道，这事传开后，矿场里的弟子和矿工士气大振。谁不知道少宗主心系我们？在这些对沈墨的赞美声中，萧凡心里极度不舒服，低声道：够了，别忘了正事，立刻巡查围墙，看看有没有妖兽打出的洞。是。弟子们不情愿地应道。沈墨一路追踪妖兽，来到第3条矿道最深处。这小东西是一头3阶幼年妖兽，穿山甲，擅长打洞。被逼到绝境，穿山甲凶性大发，猛扑向沈墨。沈墨轻笑一声，剑光一闪，将其一分为2。随后他在附近搜寻，果然找到一个小坑。从痕迹来看，这穿山甲已在此藏匿多时。挖开小坑，沈墨果然找到2枚雷元晶与一个小木盒。雷元晶顶尖玄阶宝物，在雷属性矿脉汇聚之地才能孕育，是炼制完美道台、凝结圆满金丹的必备之物。沈墨满意点头，将小坑重新掩埋，迅速离开。接下来是雷禅妖精与精炼术。根据萧凡命盘，5天后，重气宗一位内门长老会潜入雷金矿，进入第6条矿道最深处，寻找这2件东西。沈墨微微沉思，他知道重气宗的情况。10年前，宗内叛徒偷走了精炼术原本，但此术从此失传。此后几位老辈先后去世，重气宗的精炼之术大不如前。即便如此，他们仍是附近唯一掌握完整灵气开孔嵌宝之术的宗门，因此依旧繁荣。或许这位长老知道些内情，才冒险潜入雷金矿。沈墨推测，但防护阵法始终开启，他如何悄无声息潜入，又如何身受重伤还能逃走？难道有内鬼通风报信？沈墨瞬间想到柳元峰。毫无疑问，若清玄宗内部有情报泄露，
柳元丰十有八九脱不了干系。情报泄露的事暂且不提，当务之急是我必须先拿到雷禅妖精与精炼术，而且按照正常剧情，这位重气宗长老被重伤后，最终还是会逃走。但既然我已知晓剧情走向，自然不会让他逃掉。沈墨淡淡一笑，既然赶来，就留在这里吧。沈墨离开第3条矿道，直奔第6条矿道最深处。他仔细探查四周，以灵力扫荡，很快便锁定2件埋藏之物的位置。这2件东西藏得极深，表面毫无近期挖掘痕迹。若非沈墨能看到命盘，纵使他再怎么细致搜寻，也绝无可能找到。坑底2件物品静静躺着，一件是巴掌大小的妖精，通体绽放璀璨雷光；另一件竟是一本金属铸就的书册，难怪历经多年而不朽。沈墨早有准备，他戴上手套，轻而易举地取走雷禅妖精。此妖精乃5阶妖兽死后所留，内蕴极其磅礴的雷属性能量。按照萧凡命盘所述，重气宗那位筑基期长老正是因为贸然直接触碰此经，导致雷力暴走，触发阵法反噬，伤势加重，最终靠着阵法一处破绽，才勉强逃出升天。收好雷禅妖精后，沈墨又拿起那本沉甸甸的金属书册，拂去表面尘土，封面赫然显现3个大字：精炼术。有了此术，我便可以自行在灵气上开孔，镶嵌妖精。这可是重气宗的正宗核心技艺，如今却被我如此轻易得到。沈墨微微一笑，收起2物，返回住处。回到房间，他立刻翻开《精炼术》研读。约莫1个时辰后，他从书页中抬起头，原来如此，开孔之术极为精妙，需以特殊材料锻造锤凿，这些工具必须足够稳固，才能在不损伤灵气的情况下开出孔洞。因此，锻造锤凿需要多种材料，其中就包括雷晶。这也解释了重气宗为何死守雷晶矿。至于嵌晶，则需特殊嵌晶液，注入孔洞后，可让妖精与灵气完美融合。锤凿、嵌晶液才是精炼术的精髓所在。沈墨微微点头，准备充分，他当即开始动手。雷晶矿不仅有雷晶，还有一些半生矿物，正是沈墨所需。2日后，他凑齐一套锤凿以及1罐嵌晶液。沈墨取出几件黄品灵器与几枚2阶妖精。精炼术所述，先以锤凿开孔，再涂抹嵌晶液嵌入妖精，此过程需全神贯注，稍有差池便前功尽弃。沈墨起初屡屡失败，但他曾服用过悟道丹，领悟力远超常人。几次失败后，他迅速找出问题所在，每一次尝试都比前一次更好。待到胸有成竹，沈墨取出雷赤剑，重复整个流程。最后，他戴上手套，将1枚3阶妖精嵌入剑中。此妖精来自3阶妖兽喷火猿，能口吐火焰。雷赤剑乃玄阶灵气，无法承受更强妖精，3阶已是极限。至于5阶雷禅妖精，沈墨打算日后寻到更强灵气，再为其开孔嵌晶。片刻后，雷赤剑绽放出奇异光华，沈墨紧握剑柄，顿时他感受到一股喜悦自剑身内部传来。显然，剑中微弱气灵也察觉到自身正在变得更强。沈墨微微点头，嵌入喷火猿妖精后，雷赤剑已晋升为顶级玄阶灵气。精炼术中共记载4种锤凿与4种嵌晶液的配方，这才是最核心的部分。我已将此术完全记住，无需留书，可以交给慕容月。当然，沈墨并不打算交出完整的精炼术，在这个世界，唯有自己才真正可信。因此，最顶尖的锤凿与嵌晶液配方必须牢牢握在自己手中，至于其余部分，则可毫无保留地交出。沈墨轻轻敲门，身为少宗主，他房外始终有2名实力强大的内门弟子守卫，无数人抢着做这份差事。2名弟子听到敲门声，立刻回应少宗主有何吩咐。沈墨道：请去传唤李长老，就说我有要事与他商量。是。2名弟子连连点头。片刻后，一脸疲惫的李长老来到沈墨房中。少宗主有何事？李长老疑惑问道。沈墨平日从不麻烦他们，此番突然召见，让他有些意外。沈墨微微一笑，数日前我追杀一头妖兽，进入矿道深处，无意中发现此物。李长老，我想您会很感兴趣。他将那本金属书递给李长老。李长老起初漫不经心，但看到封面后，眼睛瞬间瞪大，满脸震惊。这精炼术，这正是多年前被叛徒偷走，重气宗失传的正宗秘术。沈墨含笑点头，正是，不过可惜残缺了几页。为了不让人怀疑他私业，他不仅拿走了最顶尖的配方，还顺带拿走了一些开孔技巧的页面，这些都是最精妙的部分。但即便缺了这部分，依旧可以开孔嵌晶，而且比起如今重气宗残缺不全的技艺，仍旧远远优越。毕竟重气宗早已彻底丢失整本精炼术，后人纵然凭记忆重写，也绝不可能比得上这份传承完整的秘术。有了这份级别的精炼术，清玄宗便可量产镶嵌灵气对外售卖，彻底碾压重气宗。镶嵌灵气与普通灵气不同，可开孔嵌妖精，威力更强，深受修士追捧。李长老迅速翻阅书页，越看越喜，数日来的疲惫一扫而空。真的是精炼术，没想到竟埋藏在雷金矿深处。少宗主，此物价值连城，你当真愿意交给宗门？他激动地看着沈墨。沈墨含笑点头，李长老，若我不想交出，又何必唤您前来？好，清玄宗有你，真是天大的福分。李长老眼眶泛红，
激动不已。在他心中，沈墨的地位瞬间拔高到难以想象的高度。这个年轻人天赋绝伦，实力超群，智慧过人，如今又展现出如此为宗门着想的品质，简直是上天赐给清玄宗的至宝。沈墨微笑：“李长老，请再换一位内门长老。你们2人速回宗门，将此书交给宗主，务必小心保管。当然，有了此书，我清玄宗便可如重气宗一般炼气，此物几乎能决定宗门命运。”李长老喜道：“我清玄宗要崛起了。”李长老将书收入储物戒，匆匆离去。不到时息，2位长老化作2道流光，急射出矿场，速度快得惊人。沈墨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精炼术留在自己手里毫无意义，只有量产才能创造巨大价值。唯有清玄宗强大，他这位少宗主才能真正安稳。没过多久，3道遁光划破夜空，迅速落在雷金矿上。慕容月径直走向沈墨的房间，这位向来端庄的美人师尊，此刻脸上却是压不住的喜色。墨儿，为师以你为傲。他盯着沈墨，越看越满意，甚至有那么一瞬间，他自己都觉得收他为徒，毫无疑问是他此生最正确的决定。这部精炼术若运作得当，足以让清玄宗重新站稳脚跟。沈墨很理解慕容月的激动，他含笑问道：“师尊打算怎么做？”慕容月果断道：“立刻安排人手，开始大规模炼制镶嵌灵气。有了精炼术，我们的灵气必定能压过重气宗。不过，飞霜宗与灵犀宗向来从重气宗购买镶嵌灵气，清玄宗想插手，恐怕没那么容易。”沈墨微微一笑：“师尊莫忘了，青苍山脉附近可不止4家宗门，还有不少连2流都算不上的小宗门。”慕容月眼睛一亮，的确，那些由3、5个筑基修士撑起来的小宗门，今天立宗，明天解散的都有，规模虽小，却数量不少。若是把他们串联起来，也是一股力量。若非沈墨提醒，慕容月还真可能忽略这些小宗门。沈墨继续道：“师尊可先将镶嵌灵气卖给这些小宗门，就算他们拿不出灵石，也可用其他资源交换，比如矿石，越多越好。此外，师尊还可借此打开销路，向更远处的2流、1流宗门推销我们的镶嵌灵气。时间一长，我们便可形成庞大网络，自然能反过来蚕食重气宗的生意。”慕容月眼睛再度发亮：“好，细节我来安排。墨儿，你专心修炼，为师期待你踏入结丹境的那一天。”沈墨点头，这类事务他本就不打算亲力亲为，出谋划策就够了。若事事都要他亲自下场，清玄宗也未免太寒碜了。3日后深夜，雷金矿外的树林中潜伏着2道身影，一人面容年轻，神色淡定，仿佛世间再无事能让他动容；另一人年纪稍长，却对年轻人极为恭敬。他们正是重气宗宗主之子吴冷，以及重气宗内门长老石飞。石飞低声道：“少主，您确定5年前那叛徒偷走的精炼术就在雷金矿？如今矿脉有阵法守护，潜入可不容易。”吴冷微微颔首：“我查过就当。那叛徒当年就是在雷金矿旁的林中被抓，当时搜过矿脉，却一无所获。那您如何？”石飞挠头。吴冷低声道：“当年雷火宗人手不足，便借调我们重气宗弟子做监工，他便是其中之一。我确信他对这里的复杂矿道极为熟悉，当初没搜到，不代表没藏。此次我在宗门宝库最深处找到了一件东西。”他说着取出一页空白金属薄页。石飞一愣：“这是精炼术，是用金属液制成，石长老应该知道。”“知道。难道这是其中一页？可这上面什么都没有。”吴冷翻了个白眼：“这是多余的一页，上面没刻字。”“原来如此。”石飞尴尬的挠头。吴冷继续道：“这些金属液出自同一块矿石，石长老握住它，灌注灵力，便能感应其他液所在。”他叹道：“此物一直在宗门宝库最深处，无人发现。若5年前就有它，我们早该找回正宗秘术，精炼术也不会衰退至今。”石飞又惊又喜，却又发愁：“可老夫破不开阵法啊！”吴冷淡然一笑：“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已打听清楚，矿区护阵每晚子时更换灵石，那一瞬间会短暂失效。另外，我还知道东南角阵法有一处破绽，若有不测，石长老可从那里脱身。”石飞满脸钦佩：“少主真是深谋远虑。若今日能带回精炼术，便是大功一件。老夫可取代3长老之位，少主也必能晋升少宗主。”那些老家伙再也不敢反对。听到少宗主3字，即便一向淡定的吴冷呼吸也急促了几分。他虽是吴刚妃之子，但资质稍逊，仅下品的阶体质，资质并不算出众。即便他多次改良精炼术，为重气宗赚取巨额财富，节省成本；即便他提出诸多计划，帮助重气宗吞并附近数个小宗，每当吴刚妃想立他为少宗主，其他长老总会反对。那些长老都想推自己人上位，但今日若能立下如此大功，谁还敢反对？少宗主之位必是他的。吴冷忽然道：“累了，我还得到消息，清玄宗少宗主沈墨也在此矿中。”石飞挑眉：“就是那个百宗大典夺魁的沈墨？”“正是。若是长老能擒杀此子，又是大功一件。”吴冷微微一笑：“杀了这等天才，必能名留玄江府史册。”石飞呼吸急促。百宗大典后，沈墨之名已传遍玄江府，杀了他，等同于毁掉清玄宗未来。好，老夫杀了他，顺便夺回精炼术。石飞阴恻恻一笑。
他几乎能看到自己登上三长老之位，权倾一时的景象。很快，子时到来，笼罩矿脉的微光消失，石飞身法一动，如鬼魅般潜入矿场。多亏吴冷提供详尽情报，石飞几乎没遇到任何阻碍。可片刻后，他眉头一皱，等等，金属叶感应到的书不在矿脉深处，而是在那边。他发现金属叶指引的方向竟是矿场高处的一间屋子，正是吴冷告知他的沈墨的房间。短暂惊讶后，石飞冷笑起来，正好省得我多跑一趟，真是天上掉馅饼。石飞悄无声息靠近沈墨房门，轻轻推开，他看到沈墨盘膝坐在床上，闭目打坐。石飞露出狞笑，探爪直取沈墨咽喉。然而下一瞬，他忽然看见沈墨睁开双眼，淡淡一笑，仿佛早已等候多时。石飞心头瞬间警铃大作。就在此时，4道身影从4的方向骤然出现，瞬间将石飞围在中央，正是李长老与3位内门长老。李长老随意一挡，便轻松拦下石飞的爪击。李长老与3位长老皆是冷笑。石飞脸色铁青，就算他再蠢，此刻也明白自己中计了。他发出撕心裂肺的怒吼：该死，是陷阱！砰砰砰！5位结丹修士瞬间交战。显然石飞根本没有以1敌4的能力，交手不到5招便被李长老等人联手压制，生生擒下。几乎是在动手的那一刻，沈墨便已退出房间。毕竟这是结丹修士之间的交锋，即便李长老有意护他，若石飞存了同归于尽之心，沈墨仍可能受伤。既然能稳操胜券，就没必要给敌人同归于尽的机会。战斗的动静很快惊动了整个矿区，只是弟子、矿工纷纷从休息处冲出，疑惑地望向沈墨的房间。矿场外，吴冷听到石飞那一声绝望的惨叫，心头猛地一沉。紧接着，激烈的打斗声响起时，吴冷终于反应过，这从头到尾就是个局。该死，难道柳元风卖给我的情报是假的？他其实一直忠于清玄宗。吴冷脸色变得极为难看，但事已至此，他一刻也不敢多留，必须立刻离开，返回宗门，将此事告知父亲吴刚飞。少宗主，我们抓住他了！李长老高声喊道，脸上满是喜色。沈墨微微点头，重新走进房间。果然，石飞已遍体鳞伤，气息萎靡，早已丧失战斗能力，瘫软在地，任人宰割。清玄宗4位内门长老出手毫不留情，石飞连头都抬不起来。少宗主，此人如何处置？一位长老问道。处置？直接剁了，老夫侄儿就是死在他手上。另一位长老怒道。对，这石飞杀了我们不少弟子。又一位长老怒吼。沈墨摆了摆手，这些长老杀意太重，一味诉诸暴力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自然要先榨取最大价值，再杀。绑起来，连夜送回山门，同时传信众气宗，让他们拿赎金来换。沈墨平静道。是。李长老点头，毕竟对方是结丹修士，投降是不可能的，就看众气宗愿不愿意拿赎金了。愿意就狠狠敲一笔，不愿意那再杀也不迟。其余3名长老也迅速冷静下来，连连点头。他们刚才确实被仇恨冲昏了头脑，沈墨的办法才是最佳选择。沈墨又对围观众人道，潜入矿场的众气宗结丹长老已被生擒，诸位可安心回去休息。矿工们窃窃私语，震惊不已。在他们眼中，结丹修士如同仙人，来去如风，高高在上，可今日竟有一位被活捉。至于清玄宗的执事与弟子，更是个兴奋不已。清玄宗是真的在变强。李长老满脸喜色道，少宗主英明，您早就料到他们会使这种下作偷袭。2天前，沈墨突然提出让长老们深夜埋伏在他房间附近，说会有人来。李长老等人虽然觉得奇怪，却压下好奇，仍旧照办。没想到还真逮住了一条大鱼，而且不是一般人，众气宗的结丹长老。沈墨微微一笑，这倒不是他先知先觉，但他总不能说自己是从命盘上看到的。既然李长老没问，那正好，省得他再编理由。少宗主安心修炼，此事老身来处理。李长老恭敬点头，转身离去。众气宗，吴冷连夜赶回宗门，第一时间找到父亲吴刚飞禀报情况。听完消息，吴刚飞勃然大怒。石飞可不是他随便招揽的散修结丹，而是宗门资深内门长老，与吴刚飞私交甚笃，必须救。吴刚飞怒不可遏，这些混账，立刻传令集结人手，立刻攻打雷金矿。吴冷连忙拦住，严肃道：父亲，您忘了孩儿刚刚说过什么？吴刚飞一怔，下意识道：离忘。那您再说一遍，孩儿说了什么？吴冷正色问道。吴刚飞挠头，你说现在不是全面开战的时候，父亲您真得好好控制脾气。吴冷耐心劝道，孩儿跟您说过多少次，若我们与清玄宗开战，周围宗门只会隔岸观火，绝不会帮我们。等我们两败俱伤，他们第一个就会扑上来撕碎众气宗，抢走精炼术。吴刚飞闻言，怒火消了大半。吴冷之前就分析过，吴刚飞也一直认可儿子的见解，那现在怎么办？吴刚飞坐到石凳上，焦躁地抓着头发。比起谋划，他更擅长用拳头解决问题。自从小时候就看出儿子智慧过人后，吴刚飞就把所有的宗门大事都交给吴冷。吴冷正要开口，院外忽然传来声音：宗主，有散修送信，自称来自清玄宗。吴刚飞点头，让他进来。散修进来，将信交给吴刚飞，随即匆匆离去。吴冷接过信封，拆开一看，
说什么要钱？吴刚飞咬牙切齿。吴冷点头，清玄宗说，若想赎回石长老，至少准备1500枚上品灵石，外加3000斤西边白铁矿。吴刚飞瞬间暴怒，该死的敲诈犯，老子现在就杀上清玄宗！吴冷连忙拍父亲后背，父亲冷静，冲动是魔鬼，你只管说你的计划，再这样下去，我真要忍不住杀上清玄宗了。吴刚飞脸长得通红，显然已到失控边缘。吴冷眼中闪过寒光，低声道，我们假意熟人，真实目的是擒杀沈墨。怎么擒？那小子现在是清玄宗少宗主，必定有保命至宝，身边保护严密。吴刚飞摇头。吴冷低声道，计划是这样的，我们先这样，再这样，最后这样，父亲觉得如何？不过他也知道这是白问。话还没说完，吴刚飞已连连点头，为父信你，就按你说的办。吴刚飞大手一挥，果断道。吴冷点头，明白。孩儿，这救命人送信清玄宗，假意来回谈判赎金，让他们放松警惕。2日后，经过几轮书信往来，双方达成协议，众气宗出价1500枚上品灵石，外加3000斤白铁矿。熟人交接地点定在雷金矿附近的一处山头上。李长老喜滋滋地将信交给沈墨，沈墨却微微皱眉，尽管来回谈判，对方答应的未免太痛快了。他下意识瞥向命盘，看到即将迎来转折点几个字，脸色瞬间冷了下来。近期变数，3天后，雷金矿附近山头，众气宗吴冷等人计划进行前与人的交接。然而吴冷早已准备好引兽粉，欲引诱山下沉睡的巨岩蟒袭击清玄宗队伍。最终李长老等人战死，沈墨被众气宗擒获。沈墨目光扫过李长老等人，果然他们的近期变数大同小异，全都是为了保护他而战死。沈墨的目光逐渐冰冷，他猜的没错，对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老老实实赎人。吴冷，他低声自语，我对他有印象，是众气宗宗主吴刚飞之子。吴刚飞性情暴烈，但儿子吴冷以智谋著称，看来这计划也是他所为。见沈墨毫无反应，李长老问道，少宗主，您是担心众气宗设伏？放心，那山头四周空旷，几乎没有树木，他们根本没机会埋伏。沈墨心道，确实，他们确实没埋伏，他们是把刀埋在地下。李长老，这附近可有4阶妖兽？他问道。李长老一怔，看向那位黑眼圈长老。黑眼圈长老摇头，没有。雷金矿附近早已清剿过特别强大或成群的妖兽，剩下的不是独行，就是2、3只，不成气候。他忽然想起什么，补充道，哦，对了，半年前雷金矿附近曾有一条巨蟒，已达4阶圆满，吞噬了不少雷金，后来被众气宗几位长老重创逃走了。少宗主是担心他们引蟒袭击，他摆手，少宗主无需担心，那蟒虽是4阶，但受了重伤，妖兽不像人族修士有丹药疗伤，半年时间绝不可能痊愈，说不定早成了别的妖兽口粮，就算还活着也不敢轻易袭击人族修士。沈墨微微点头，看来这条蟒不仅活了下来，还变得更强了。众气宗多半没有斩草除根，而是想办法暂时控制了它，为己所用。巨岩蟒喜食雷金，而众气宗掌控雷金矿，他们很可能用雷金暂时操控了这条蟒，充当打兽。这种驱使妖兽袭击人族修士的手段实在歹毒。不过既然已知剧情走向，局就未必还能按他们的剧本走。区区雷金，我有的是，提前喂饱这条蟒，他自然不会再听吴冷的。好，你们回去准备，3日后交接。沈墨点头，让众人散去。夜幕降临，沈墨施展8级雷动，无声无息离开雷金矿，来到那座山头附近。他四处探查，很快找到一处隐蔽入口，入口被藤蔓遮盖，常人若不刻意搜寻，很难察觉。这应该就是巨岩蟒沉睡之地。沈墨当即钻入，不多时，他在地下深处找到一片巨大幽暗空间，一条庞然大物盘踞沉睡。仅仅瞥见那巨大的蟒手，便给人一种几乎窒息的压迫感。哦，这家伙也有命盘。沈墨凝神看向他的命盘，姓名敖皇第5世身，境界4阶圆满，注相当于人族结丹圆满，命格卵生妖兽，易突变，力大无穷，大妖转世，金蟒血脉，命数最终止步6阶圆满，被第3世身吞噬。近期运势3日后被引兽粉唤醒，袭击清玄宗一行人，随后从吴冷处得到一块上品玄石，再度陷入沉睡。沈墨心头一动，仔细查看其属性，卵生妖兽白并非胎生，而是卵生，与大多数卵生妖兽无异。易突变，蓝吞噬矿物后易发生变异，但变异方向不可控，可能有益，也更可能有害。力大无穷，蓝，你的力量无穷，任何想与你决力者，皆是自寻死路。大妖转世，成，你乃巅峰6阶大妖转世，体内残留一丝大妖残魂，可惜大妖共有10世身，注定要相互争锋。金蟒血脉，自经过多次变异，你拥有金蟒血脉，金属性灵根远超普通妖兽，吸收金属性灵气速度极快。沈墨若有所思，大妖转世有趣。沈墨知道某大能转世这种命格属性，萧凡便是某神级修士转世，看来大妖也是转世。不过妖兽与人族修士的转世方式截然不同，凝练10世身让他们成长争斗，最终决出最强者，显然更为残酷，但诞生的最强者也远比寻常转世强大。这家伙日后或许可为我所用。想到这里，
沈墨从储物借取出大量雷晶，这些雷晶都是从雷晶矿中开采的，数量极多。身为少宗主，随手拿走几十斤也不会有人抱怨。如今拿出来一些，引诱这条憨憨巨蟒，自然毫无问题。浓郁的雷属性气息弥漫开来，果不其然，原本在沉睡的巨岩蟒似是嗅到气味，渐渐苏醒。下一刻，它巨大的树瞳猛然睁开，凶光毕露地映出沈墨身影。然而，当他看到沈墨身旁那一大堆雷晶时，凶光瞬间软化，咕咚一声，他一口将所有雷晶吞下，完全无视了沈墨这个活人。吞下10几块矿石后，他满足地闭上眼睛，一脸享受。沈墨伸手轻轻拍了拍那硕大的蛇手，巨蟒微微一颤，却没有排斥。沈墨忍不住轻笑，这家伙果然是个吃货，只要有吃的随便摸。还想吃雷晶？我这里还有不少。沈墨晃了晃手里的雷晶，巨岩蟒睁开眼点头。沈墨又丢了几块过去，吃完后巨蟒露出渴望之色。沈墨索性加大投喂力度，今天一次性取出比吴冷1个月喂养量还多的雷晶。饱腹感与记忆会在妖兽脑中形成极其直接的关联，谁给的多，他听谁的。还想吃？我过几天再给你找些来。沈墨笑道。巨蟒人性化的点点头，随后他脑袋一垂，又睡了过去。沈墨拍拍手，大步走出洞穴。储物戒里还有不少雷晶，但他不打算现在全拿出来。御兽之道，说到底是节奏，不能喂得太少，也不能喂得太满。尤其驯服的是一只比自己高一个大境界的妖兽，必须让他明白一顿饱和顿顿饱的区别。他心中笃定，吴冷想借蟒杀人，如今这条蟒怕是未必肯听他的了。3日后，雷晶矿附近山头，熟人交接的日子很快到来。沈墨带着李长老与另外3位内门长老以及一批弟子，大步走出矿场，登上附近一座山头。这座山头光秃秃的，连一根草都没有，全是岩石，因此四周一览无余。李长老等人微微点头，这种地形确实不可能葬人。在他们看来，众气宗选在此处交接，明显是很有诚意的。不多时，东方有2道身影疾驰而来，但人数极少，只有2人，一人年轻，一人年长。沈墨瞥了一眼，立刻看到年轻人的命盘，姓名古冷，境界结丹入门，命格宗门弟子，福星智谋过人，气道传人，青木血脉，命数列中止步结丹巅峰，安享晚年，无疾而终。近期机缘1，今日在雷晶矿附近山头与清玄宗队伍交接，表面熟人，实则暗藏影兽粉，引发山下巨岩蟒袭击清玄宗队伍，最终李长老等4位内门长老战死，擒获清玄宗少宗主沈墨。近期机缘2冒号2月后，在清仓山脉黑水溪附近寻觅稀有矿物，得知数个常向众气宗购买灵气的小宗门改投清玄宗，心急如焚，意外落水，却在水下发现一处小矿脉，获得大量纯净矿石。近期转折1月后，因长期无法供应雷晶，巨岩蟒暴怒，挣脱控制逃入深山。无冷气的吐血卧床，用青木莲子疗养2日痊愈。又出现新的气运属性。沈墨将目光集中在无冷头顶的3项属性上：智谋过人、气道传人、青木血脉。智谋过人，子，你的智慧从小就远超常人，从不冲动行事，永远保持理性，但脱发速度比别人快。气道传人，子，你自幼喜爱把玩灵气，在开孔嵌金、炼制灵气上展现出非凡天赋，最终将成为气道大师。青木血脉，子，你的木属性灵根远超常人，修炼木属性功法与武技速度极快。沈墨又多看了几眼无冷头顶，果然头发稀疏，已有谢顶迹象。这青木莲子，沈墨细看无冷的机缘与转折，隐隐有了猜测。传闻数年前，众气宗曾在青苍山脉挖出一株五色莲，五色莲结出诸多莲子，对应金木水火土5行。历史上青苍山脉曾多次出现五色莲，最差的也有5颗莲子，最好的甚至有15颗。这些莲子皆是上品玄阶宝物，每一颗都可用来锻造圆满道台或凝结圆满金丹。雷火宗曾向众气宗索要，却被众气宗称并无此物。后雷火宗派人搜寻无果，只得悻悻离去。可沈墨在无冷命盘上看到了青木莲子，这说明众气宗确实有五色莲，现在看来藏的倒是岩石。沈墨略感惊讶，这可是重宝，若能得到这株五色莲，他就不必四处截胡机缘寻觅玄阶宝物，当日便可直接凝结艳玉金丹。念头至此，他看向无冷的目光愈发幽深，看来吞并众气宗之事迫在眉睫。当然，他主要是想看看五色莲有多漂亮，绝不是为了莲子，绝不是。众气宗好大的胆子，只派你们2人前来。李长老冷冷打量无冷与同伴，无冷和善一笑，当然，我们是来赎人的，自然要拿出十足诚意。沈墨轻轻嗅了嗅，忽然闻到一丝淡淡香气。无冷继续微笑，这是我随身携带的香囊味道，诸位不必多虑。说着，他从腰间取下香囊，凑到鼻前深深一嗅，示意无害。好，既如此，那就前换人，我人已带来。李长老指向身后被五花大绑的石飞。无冷微笑，自然，不过还是问问下面这位怎么想吧。话音刚落，他重重跺脚，香气骤然浓郁数倍，顿时大地开始震颤，仿佛有什么东西即将从地下冲出。李长老等人脸色骤变，下一刻，轰隆一声巨响，一条巨大的灰褐色巨蟒猛然从地底钻出头颅，它巨大的树瞳充满怒意，
仿佛在质问是谁用香气唤醒了他。巨蟒体型恐怖，光是从地面冒出的部分就有15米长，地下部分恐怕还有5、6丈。如此庞然大物，足以同时碾压3名同阶修士。巨岩蟒现身后，吴冷脸上露出一丝得意。这条巨岩蟒是他最大的底牌，此前他必须定期送去大量雷晶喂养，才能勉强控制它为自己所用。如今众气宗失去雷晶矿，能供给巨蟒的雷晶锐减，巨蟒已有些不受控制，这才不得不用引兽粉将其强行引出，杀光其他人，活捉沈墨。吴冷冷笑下令，嘶！巨岩蟒吐出腥红分叉长舌，庞大的身躯向沈墨等人扑来。李长老等人脸色煞白，他们虽有4位结丹修士，但境界皆在小城、大城，远非这巨蟒对手。少宗主快走，我们拖住他！李长老咬牙，他深知面对如此庞然大物，必死无疑。但即便如此，沈墨也不能死，便是粉身碎骨，也要为沈墨争取1线生机。无碍，他不会攻击我们。沈墨摇头。李长老愣住，其余3位长老也愣住。吴冷也淡淡一笑，沈墨，你是吓傻了吧？凭什么认为他不会攻击你？沈墨向巨岩蟒伸出手，你还记得我吗？巨岩蟒吐出腥红分叉长舌，嗅到熟悉气味，动作一僵。下一瞬，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他缓缓伏低身躯，巨大的头颅贴在地面，原本凶厉的双眼望着沈墨，仿佛在等待抚摸。沈墨微笑，轻轻抚摸他的头。巨岩蟒满足地闭上眼睛，彻底享受起来。一时间，吴冷与他身旁那位内门长老呆若木鸡，心沉谷底。李长老与3位内门长老瞬间狂喜，这番赚来的太突然，几乎让他们热泪盈眶。沈墨含笑开口，吴少主还不束手就擒，等什么？吴冷还想开口，但李长老与3位内门长老已反应过来，瞬间将吴冷制服。众气宗那位长老试图反抗，却在巨蟒威压下连一半实力都发挥不出。转瞬之间，吴冷与同伴已被制住。李长老派1名散修去重气宗重新谈判赎金。沈墨含笑，好。李长老大笑，如今直接擒下3位结丹修士，其中还有吴刚飞亲儿子。吴冷深吸一口气，明白自己大势已去，他的计划彻底失败。不知为何，巨岩蟒竟听沈墨的，请转告家父，让他切勿冲动，务必克制。他沉声道。李长老看向沈墨，沈墨似笑非笑，他看出吴冷即便被擒，仍保持冷静与智慧。他说的没错，他确实在为众气宗考虑，因为若众气宗与清玄宗开战，2败俱伤，最终得利的将是飞霜宗、灵犀宗等。沈墨点头，好，我们会转告。李长老轻笑，走吧，回去了。沈墨平静道。吴冷试图在熟人交易时将沈墨一行人一网打尽，结果反被沈墨擒获。这消息迅速传遍清玄宗与众气宗，众气宗内气氛一片阴霾。吴刚飞几乎气得要立刻发动全面战争，幸好他脑中还残存一丝理智，记起儿子的话，绝不可轻易开启全面战争。反观清玄宗，则是一片欢腾。消息传开后，弟子们议论纷纷。听说了吗？少宗主在雷金矿大展神威，先是活捉众气宗1位内门长老，后来连宗主亲儿子和另1位内门长老也一并拿下。是啊，尤其熟人交接那会儿，吴冷想用地下巨蟒对付少宗主一行人，结果巨蟒一出现，反而对少宗主亲热得很。吴冷他们当场傻眼，哈哈，他们自以为的杀手锏，从一开始就是咱们的隐藏王牌。议事殿内，慕容月召集长老们商议此事，大殿内热闹非凡。之前擒获1位内门长老尚不足以动摇大局，但这次擒获的可是相当于众气宗大脑的吴冷，擒住他就等于让众气宗瞎了眼，聋了耳，完全乱了阵脚。木儿传信来，让我们商议此事。慕容月高声道，他有个建议，无论最终如何决定，在清玄宗彻底成长，真正实力超越众气宗之前，绝不可与重气宗开战。此外，另外2位内门长老可以放回去，但吴冷要尽量拖住，拖得越久，众气宗越乱。明白。沈墨并未亲自参与吴冷等人的赎金谈判，这类事务无需他亲力亲为，只要遵守不打全面战争尽量拖延的原则，其余随意商议即可。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吴冷身上的那些机缘，几乎每日他都带着笑意前往矿场深处的隐秘牢房探望吴冷。吴冷的机缘他已经收割了好几次，此外他还经常从萧凡身上薅羊毛。沈墨日子过得相当舒坦。吴冷与萧凡，一个是未来的气道大师，一个是未来的元婴修士，有这2个未来大佬给他打工，日子简直美滋滋。慕容月也极有分寸地执行了他提出的建议，不打仗，尽量拖。吴冷被擒半个月后，沈墨再次探监，哦，又有新机缘。近期机缘，1月后，吴刚飞将从柳岩峰处买到吴冷下落情报，并逼迫周边小宗门联手袭击雷金矿，同时派众气宗内门长老用金莲子强迫矿场战法，趁乱救出吴冷。沈墨心头一动，众气宗果然开始行动了。他早就料到吴冷被擒后，众气宗迟早会意识到他的重要性，必定会派人营救，只是没想到会用这种方式。众气宗宗主吴刚飞显然还记得儿子的警告，若不能彻底压制对手，绝不可轻易与清玄宗开战。至于金莲子，乃五色莲的种子，青木莲子有疗伤之效，金莲子则坚硬无比，
最适合强行破阵。此物乃上品玄阶，也可作为凝结金丹的根基之一，价值不菲。少宗主，李长老来了。一道声音打断沈墨思绪，管事张卫虎高声喊道：“他的伤势已基本痊愈，只是断臂无法再生，如今只能做些监督类工作。”沈墨点头，望向矿场入口，果然是李长老。虽年事已高，却精神矍铄。沈墨还未开口，李长老已快步上前，满脸喜色：“少宗主，好消息！咱们的镶嵌灵气大受欢迎。”许多小宗门见识其威力后，纷纷决定抛弃重气宗，转而向我们采购。光是昨日就有5个小宗门下单，总计500件黄品镶嵌灵器。沈墨含笑点头：“500件，恐怕1个月内做不完。镶嵌灵器虽只是普通灵气开孔镶嵌妖精，但工序却极为繁琐，做1-2件已极耗精力，更何况500件。而且，即便以沈墨惊人的领悟力，初学时也屡屡失败。对普通弟子与长老来说，成功率更低，失败乃家常便饭。1个月做出500件，几乎不可能。”李长老哈哈大笑：“是啊，是啊。”宗内负责炼制镶嵌灵气的2位长老天天抱怨，宗主与我们商议后，决定暂且只接3单，等宗门有更多长老弟子熟练掌握精炼术，再多接订单。沈墨来了兴趣，大5个小宗门叫什么名字？李长老立刻递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5个小宗门名称。宗主决定接哪3个？沈墨问。李长老摇头，还没定，宗主还在斟酌。这5个小宗门规模都不小，各有5-6位结丹修士。沈墨在纸上圈出3个，有这3家。李长老惊讶：“少宗主有何特别考量？”沈墨低声道：“这3个小宗门与重气宗关系极差，他们曾想从重气宗买镶嵌灵器，却被狠狠宰一刀，只能高价购买。我们若将镶嵌灵器卖给他们，他们必然感恩戴德。日后若清玄宗与重气宗全面开战，至少能确保他们不帮重气宗。”李长老连连点头：“好，我这就禀报宗主。”沈墨微微颔首，他圈出这3个，正是吴冷命盘上显示吴刚飞打算收买、袭击雷金矿的宗门。这3个实力最强，结丹修士最多，他们本与重气宗关系恶劣，却因需要镶嵌灵气，被吴刚飞胁迫，不得不就范。但如今不同，清玄宗不仅能提供更优质的镶嵌灵气，长远看对他们宗门大有裨益。清玄宗实力也在日渐增强，已不再弱于重气宗。既然如此，何必再巴结重气宗？转眼间1个月过去，与石飞一同被擒的2位内门长老已被重气宗花大价钱赎回。为此，重气宗付出了2000上品灵石与1万斤白铁矿。白铁矿主要用于打造采矿镐，雷金极硬，采矿镐几乎是消耗品，10天半月就坏一把，需要大量白铁锻造新镐。此外，白铁也是嵌金液的材料之一，因此清玄宗需要大量白铁矿。当然，虽然石飞与另2人被赎回，吴冷仍被扣在雷金矿。无论重气宗开出何等赎金，清玄宗都一拖再拖。1个月过去，即便重气宗的结丹修士再无能，也该意识到清玄宗根本没打算放人。夜色已深，沈墨漫步在雷金矿中，享受着山间凉风。李长老紧随其后，步步不离。见到这一幕的执事、弟子与矿工早已见怪不怪。起初他们还好奇，沈墨虽贵为少宗主，但毕竟只是筑基修为，李长老却世结丹境，礼敬归礼敬，可像仆从一样寸步不离，未免有些太过了。然而当他们得知这段时间沈墨在雷金矿的种种事迹后，便都明白了。李长老此举合情合理。沈墨随口问道：“李长老，重气宗最近有什么动静？”李长老忍不住笑出声：“少宗主听了定会觉得好笑，但说无妨。”李长老哈哈大笑。自从吴冷被擒后，重气宗彻底乱了套。宗主吴刚飞说话没人听，长老们只顾争权夺利。我看他们就是一群废物，没了吴冷的谋划，他们就是一盘散沙。少宗主当初建议拖延，真是英明。那些内门长老当初死活不愿立吴冷为少宗主，如今怕是肠子都悔青了。沈墨微微一笑，毕竟这是一个实力为尊的世界，吴冷智谋超群，却缺少碾压同阶修士的绝对实力，长老们不支持立他做少宗主，也算情理之中。沈墨又问：“这段时间可有结丹修士投靠我宗？”李长老点头：“当然，不招人乃行。结丹修士的缺口一直很大，短短2月，已有3位结丹修士主动投奔我清玄宗，还有1家小宗门表示愿意并入我宗。”沈墨略感惊讶：“不少啊！”“可不是。”李长老满脸得意：“全赖少宗主得到的那精炼术。”沈墨笑了笑：“确实如此，若无精炼术，清玄宗根本无法与重气宗抢生意，也不会有如今这么多令人愉快的麻烦。”就在此时，一道声音传来：“少宗主，矿场入口有人自称找您。”入口处一名弟子高声喊道：“带进来。”沈墨点头。很快，一名蒙面人走了进来。李长老立刻挡在沈墨身前，警惕地看着来人：“你是谁？”沈墨问道。蒙面人低声道：“能否借一步说话？”李长老正要拒绝，沈墨却瞥见对方命盘，点头道：“好，跟我来。”3人来到一处僻静角落，蒙面人摘下面罩，他语气极为恭敬。尽管沈墨只是筑基修为，他却没有丝毫轻视。蒙面人继续道：“在下乃铁拳宗内门长老，受黑虎宗、白溪宗之托，向少宗主禀报要事。”李长老一怔，这3宗正是沈墨1个月前圈出的那3家。说。沈墨点头。5日前，
众气宗突然派人命令我，多谢沈少宗主。众结丹修士纷纷道谢，陆续离去。这时，李长老上前：“少宗主，我们从石飞身上搜到这个。”沈墨低头看去，一枚散发淡淡金光的莲子，正是石飞打算用来破阵的金莲子，也是五色莲的种子之一，可作为他结丹的金之本源。好，我正需要这个。沈墨微微一笑，接过。身为少宗主与清玄宗未来之主，从石飞身上拿战利品，天经地义。沈墨随口问道：“此战之后，可还有小宗门仍追随众气宗？”李长老恭敬答道：“没有了，一个都没有。那2个死忠众气宗的小宗门，今夜恐怕会被其他小宗门吞并，而那些小宗门，如今已全部倒向我清玄宗。”他兴奋道：“如今我宗实力已明显超过众气宗，随时可以攻打他们山门。”沈墨摆手：“李长老，时机未到。我宗实力虽胜众气宗，却优势不大，若强攻，即便胜也会是惨胜。到时你觉得飞霜宗与灵犀宗会袖手旁观？他们皆属天水宗一脉，早就对我们虎视眈眈。”李长老一颤，随即微微叹息：“少宗主说的对，老身只想着为死去的执事弟子报仇，一时没想周全。”沈墨微笑：“我们已抢走众气宗大半生意，他们的小宗门盟友也彻底瓦解，继续拖下去，拖得越久，众气宗只会一天比一天虚弱。我估摸1-2个月内，众气宗必有动作，到时我们再见招拆招。放心，李长老，着急的是他们。”李长老连连点头，明白。沈墨沉吟片刻，又去牢中看望吴冷。吴冷脸色苍白，双目无神，显然长期囚禁已让他精神麻木。沈墨仔细查看，吴冷命盘上并无新机缘，看来还要再等等。吴刚飞恐怕还没想出办法，等他们有对策，吴冷命盘一定会有变化。沈墨笑了笑，转身离去，回去修炼武技。他不急，急的是众气宗。很快，五色莲就是我的了。想到凝结艳玉金丹，踏入结丹境，沈墨心中充满期待。该死，该死，该死！吴刚飞将屋内花瓶、桌椅、字画砸了个稀巴烂，他头发散乱，怒火沸腾。院中10位内门长老皆是老者，低头沉默。院外弟子听到宗主怒吼，面面相觑。告诉我怎么翻盘？吴刚飞一拳砸碎房门，咆哮道。长老们缩着脖子。片刻后，一位白发长老轻声道：“我宗有镶嵌灵气在手，定占上风。宗主何必如此急躁？”吴刚飞怒吼：“睁大你的老眼看看，清玄宗把我们生意全抢了，你还说占上风？”那长老脸色尴尬，他整日流连烟花之地，对宗门境况确实一无所知。老夫有一计，可联合小宗门攻打清玄宗，我们无需亲自动手，让清玄宗疲于奔命。另一长老自信道。几位长老点头称赞。吴刚飞怒指他：“你知不知道，跟随我们的小宗门全跑了，仅剩2个死忠的也被吞并了。”那长老呆住。吴刚飞怒极反笑：“我算是看明白了，没了我，你们这些内门长老全都疯了，一群废物。”长老们不敢吭声。吴刚飞说的没错，吴冷在时，宗门大事多由他操持，长老们只需享乐收钱。如今看来，只剩一条路。一位中年长老低声道：“快说！”吴刚飞吼道：“界外援，飞霜宗与灵犀宗一定会帮我们。”长老低语。听到这话，吴刚飞如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对，飞霜宗与灵犀宗绝不可能袖手旁观，他们背后有天水宗撑腰，而天水宗与清玄宗向来不睦，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他们都不会站在清玄宗一边。相反，帮众气宗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不过依老夫看，他们未必会轻易出手，恐怕得付出极大代价。中年长老沉声道。其余长老却满不在乎的摆手：“我们众气宗有的是灵石，大不了砸钱，只要价码够高，他们怎会不帮？”吴刚飞怒骂：“你们知不知道宗门宝库还剩多少灵石？生意全被清玄宗抢走大半，哪来的钱？”长老们顿时尴尬无比，他们竟没意识到连灵石都快空了。你们每月从宗门分润，早已攒下不少家底，如今宗门有难，是该为宗门出力了。吴刚飞声音冰冷：“你们每人必须交出一件上品玄宝，拿不出来就去找，给你们1个月时间，每人至少1件上品玄宝。”长老们哀声一片，有人垂下眼帘，各怀鬼胎。是，我们这就去办。长老们纷纷离去，各打各的算盘。雷金矿，又是一个新的一天。沈墨伸了个懒腰，照例来查看吴冷的命盘。果然有变化。姓名：古冷，境界结丹入门，命格宗门子弟，福星智谋过人，气道传人，青木血脉。命数止步结丹小成，因宗门众气宗被飞霜宗吞并，父亲被飞霜宗所杀，他是要复仇。然而计谋暴露，2年后被飞霜宗修士伏击而亡。近期机缘，1月后，众气宗派长老携众宝前往飞霜宗与灵犀宗求援，2宗助众气宗施压清玄宗，吴冷因此得以获救。沈墨微微摇头，看来众气宗无论如何都逃不过被吞并的命运，区别只在于被谁吞并。即便清玄宗不动手，附近的一流宗门飞霜宗也不会放过众气宗这种香饽饽。就在此时，吴冷忽然开口：“沈墨，你清玄宗大祸临头，你却毫不自知。若你肯放我回众气宗，我可以指你一条生路。”沈墨轻笑：“你是想说众气宗已去求援，而清玄宗根本抵挡不住？”吴冷眉毛一挑，他没想到沈墨猜得这么快。
吴冷冷声道：“不错，飞霜宗绝不会眼睁睁看着众气宗衰落，即便众气宗长老再无能，他们也必定会想到求外援。区一个二流宗门清玄宗，如何抗衡一流宗门飞霜宗？”沈墨神色平静，若只是从前的清玄宗，确实抵挡不住，但今日的清玄宗已非昔日可比。他淡淡一笑，转身离去，留下吴冷满脸疑惑。自被擒以来，吴冷一直被关在矿场牢狱，他根本不知道清玄宗得到精炼术，也不知道清玄宗已经抢走了众气宗大半生意。在他眼中，清玄宗仍旧只是普通二流宗门，顶多残留些许昔日玄江武宗的余威。可如今的清玄宗已完全不同，有钱有人。沈墨回到房间，随手吩咐管事去请李长老来。是。片刻后，沈墨在房中与李长老见面。少宗主唤，老身何事？李长老开门见山。自从沈墨屡屡挫败众气宗后，沈墨在他心中地位已水涨船高。这次沈墨召见他，二话不说便来了。沈墨问道：“除了卖镶嵌灵气给铁拳宗这类附近小宗门，我们应该也卖到更远的地方了吧？”李长老点头：“是，老身正要禀报，我们已与风雨宗接上头了。”沈墨微微颔首，他对玄江府的局势并不陌生，自然知道风雨宗。风雨宗是一流宗门，位于飞霜宗北方，距清玄宗约300里。风雨宗与飞霜宗交界处有一片资源丰富的密林，因此两宗向来摩擦不断，争斗不休，这更凸显镶嵌灵气的重要性。然而附近唯一能炼制镶嵌灵气的只有众气宗，但众气宗离飞霜宗更近，受飞霜宗影响，自然不愿把镶嵌灵气卖给风雨宗，因此风雨宗长期缺乏稳定的镶嵌灵气来源，而飞霜宗却有，导致近年来风雨宗始终被飞霜宗压一头。如今有了新的镶嵌灵气来源，风雨宗自然求之不得。交易过程是否足够隐秘？沈墨问。李长老连连点头，放心，我们绕路而行，没入飞霜宗地盘，选了一处废弃的匪寨作为交易地点，整个过程隐蔽，无人知晓我们把镶嵌灵气卖给了风雨宗。沈墨满意点头，他清楚清玄宗生意要做大，必须有强大盟友，风雨宗与飞霜宗有仇，又缺镶嵌灵气，正是完美盟友。沈墨轻敲桌面，我明白了，众气宗已是强弩之末，他们多半会携众宝去飞霜宗与灵犀宗求援。灵犀宗不足虑，但飞霜宗毕竟是一流宗门，我们抵挡不住。李长老告知风雨宗，等关键时刻，希望他们制造些麻烦，牵制住飞霜宗，别让他们元首众气宗就足够了。李长老点头，上次与风雨宗交易，他们给了我宗一对双生传讯经，我现在就能与他们沟通。好，立刻去办。沈墨点头。双生传讯经与子母传讯经相似，区别在于子母传讯经有主次之分，母经可遥控碎裂子经，而双生传讯经双方平等。风雨宗赠送双生传讯经，显然极有诚意。短暂沟通后，李长老惊讶道：“少宗主，风雨宗答应了，不过他们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他们想见你一面。沈墨一怔，见我？是。李长老表情古怪，他们说是妖女的要求。沈墨脑海中立刻浮现那位举手投足间尽是风情的绝色女子，他轻笑一声：“好，让他们报时间地点，要见便见。”青苍山脉一处不起眼的山谷中，沈墨独自站立，双目微闭，静静等待对方现身。表面上他孤身一人，实则不远处有一处隐秘洞窟，巨岩蟒常以此洞窟为通道进入青苍山脉深处，寻找其他矿物磨牙。只要沈墨一个信号，巨岩蟒便会破洞而出，为他压阵。尽管妖女莫玉衡从未对他表现出恶意，但信任这种东西向来不能全压在一人身上，凡事留一手。不多时，一缕幽香随风飘来，紧接着一道婀娜身影贴近而来，如水蛇般缠绕在他身侧，银铃般的轻笑随之响起：“你倒是信我，竟真一个人来了。”莫玉衡掩嘴轻笑，沈墨这才睁眼看向他。莫玉衡故意贴得极近，柔弱无骨的纤手不安分地搭上他肩头，迅速游走。艳红欲滴的樱唇近在咫尺，仿佛只要他愿意，随时就能吻下去。但沈墨很清楚，只要他真有动作，他立刻就会退开，不给他半点机会。沈墨皱眉，有话就说，别动手动脚。莫玉衡轻哼一声，收回手，退后一步。他撅嘴，装出委屈模样，真无情。沈墨不为所动，哼，女人连师尊1/10的温柔善良体贴都比不上。见沈墨依旧无动于衷，莫玉衡娇嗔一声：“好啦好啦，我说就是，你想让风雨宗帮忙牵制飞霜宗，对吧？这事简单，我一声令下，风雨宗便会全力出动。”沈墨平静问道：“代价呢？”莫玉衡微微一笑，却不直接回答：“据我青藤宗线人回报，1个月前，飞霜宗在荆棘林发现一处洞府，他们杀了所有知情散修，并严令长老闭口不言。我们怀疑飞霜宗很可能找到了第3座药王洞府。”沈墨心头一动，药王洞府共有3座，一座已被神剑宗所得，一座被他自己获得，第3座药王洞府的下落至今无人知晓。飞霜宗不惜屠戮所有知情散修，极有可能是因为此洞府价值极高，高到哪怕一丝消息泄露都会引来灭顶之灾。沈墨皱眉，也要我帮你夺那药王洞府，为何不直接让风雨宗出手？再说已经过去1个月，药王洞府里的宝物恐怕早就被飞霜宗拿走了吧。荆棘林位于飞霜宗与风雨宗之间，
是一片资源丰富的森林。清玄宗距离荆棘林颇远，中间全是飞霜宗地盘。莫玉衡摇头一笑，带座药王洞府是3座中宝物最多、禁制最重的一处。飞霜宗至今仍在破阵，还未真正进入洞府。至于为何选清玄宗，是因为清玄宗如今掌握精炼术，你们炼制的镶嵌灵气已胜过众气宗，你们已有成为一流宗门的底蕴。你与风雨宗联手，便能更轻松击败飞霜宗，夺取那座药王洞府。我今日前来，便是来谈条件的。风雨宗主已牵制飞霜宗，确保清玄宗顺利吞并众气宗，不受其他宗门干扰。作为交换，一旦清玄宗成为一流宗门，你需助我对付飞霜宗。至于药王洞府的宝物，谁能拿到归谁。莫玉衡笑得像只狐狸，狡黠动人。沈墨挑眉，条件极具诱惑力，难以拒绝。而且莫玉衡很聪明，他特意强调药王洞府宝物谁能拿到归谁。所谓机缘，终究还是要靠自身实力，若实力不够，再大的机缘也拿不到。不过到那时，沈墨已得到5色莲，踏入结丹行列，谁能拿到宝物还真不好说。沈墨微微一笑，点头，好，我答应。莫玉衡略感意外，没想到他答应得如此干脆。以师尊那边呢？不用和他商量。沈墨摇头，我师尊一向听我的。既然如此，你可直接与风雨宗协调，我青藤宗不会插手此事。莫玉衡含笑转身离去。沈墨轻笑一声，玄江武宗果然还是不愿直接卷入冲突。莫玉衡走后，沈墨也迅速离开。时光飞逝，1个月后，2名年迈的结丹修士跪在沈墨面前，满脸惶恐。他们正是众气宗内门长老，具体来说是众气宗派去向飞霜宗与灵犀宗求援的。然而沈墨早就从乌冷命盘得知此计划，于是提前在他们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轻而易举将其擒获。2人皆是结丹大成，却在清玄宗埋伏面前连象征性抵抗都没有，直接举手投降，交出储物剑。李长老冷声命令，2名长老颤抖着双手捧上储物剑，是，全都在这里。吴刚飞逼我们凑上品宝物，可那种东西稀少难寻，我们就各拿了500上品灵石充数。吴刚飞自己也出了2件宝物，也在这里面。李长老恭敬地将2枚储物借递给沈墨，沈墨查看一番，大喜过望。2枚储物戒内竟有2000多枚上品灵石，此外还有2件关键宝物。第一件是巴掌大小的5色莲花，结着5枚莲子，正是沈墨梦寐以求的5色莲。第2件更让他意外，一块黑色甲片，分明与他先前得到的妖甲残片同源。这5色莲只有5枚莲子，且看样子未被使用过。沈墨暗想，他迅速推断众气宗很可能有2株5色莲，交出来的这株莲子较少，他们自己留下的那株莲子必定更多。不过这反而便宜了沈墨。吴刚飞果然舍得下血本，可如今全便宜我了。沈墨微笑，有了这些，他距离凝结艳玉金丹的目标只差10件上品宝物。同时他也惊叹众气宗底蕴之深，竟能轻易拿出如此重宝，日后攻破他们山门，收获必定更大。少宗主打算如何处置我们？左边那位长老卑微问道。沈墨似笑非笑，他可不是众气宗少宗主，他们倒一口一个少宗主教的顺溜。见沈墨沉默，2位长老更加惶恐。实不相瞒，我们早就看不惯吴刚飞，是他一手策划袭击雷金矿，杀害矿工，伏击清玄宗弟子，我们根本没参与。只要少宗主肯收留，我们愿留在吴刚飞身边，随时向您汇报。2人急忙表态。站在沈墨身后的李长老满脸鄙夷。众气宗虽已衰落，却还没彻底覆灭，这些内门长老刚被擒，连刑讯都没受就直接叛变，真是无耻。这还是内门长老，他们下面的外门长老、执事、弟子忠诚度想必更低，可见众气宗内部早已人心涣散，人人都在找后路。沈墨淡淡一笑，我凭什么信你们？2位长老对视一眼，咬牙道，我们愿暗中将孙儿送来给您，您可派人调查，我们每人只有1个孙儿，如此少宗主便可放心。沈墨笑了笑，点头，很好，非常好，拿孙儿做人质以示忠诚，倒是个好办法。只是不知2位孙儿得知后会作何感想，真是感人肺腑的祖孙情深。飞霜宗宗主院落，一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眉头紧锁，在院中来回踱步，而一名年轻女子则悠然坐在石凳上，她五官精致，肌肤银白如玉。男子正是飞霜宗宗主庞龙翔，女子则是庞龙翔唯一的女儿，同时也是飞霜宗少宗主庞子玉。庞龙翔踱了许久，才缓缓开口：“玉儿。”魏父想了很久，还是觉得应该全力以赴，先破药王洞府为重。庞子玉郑重摇头：“父亲，药王洞府固然重要，但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强行开启太过艰难。我估算至少需要半年时间，可众气宗等不了半年。如今清玄宗实力已明显超过众气宗，最多3、4个月，众气宗便会被吞并。众气宗一旦被并入清玄宗，对周边局势影响极大。”庞龙翔眉头紧锁。庞子玉继续道：“再说，还有沈墨。据柳元峰情报，正是沈墨得到了众气宗失传的精炼术，这才让清玄宗开始炼制镶嵌灵气，一飞冲天。而且清玄宗虽未明说，但种种迹象表明，沈墨极有可能拥有天阶体质。一旦清玄宗吞并众气宗，必将晋升一流宗门，届时众气宗多年积累的底蕴将归其所有。作为清玄宗少宗主，沈墨自然能得到最多资源。
您知道天阶体质天才加上海量资源会诞生什么吗？怪物，比周清仓更恐怖的怪物。他一旦结丹，同阶结丹修士无人能敌。庞子玉认真看着庞龙翔，父亲，听我的，药王洞府可以缓一缓，但我们必须先帮重气宗压制清玄宗。庞龙翔揉着太阳穴，左右为难，一边是药王洞府，一边是重气宗。药王洞府需要派人镇守，以防风雨宗趁虚而入；重气宗也需要人手，防止清玄宗吞并。庞龙翔忍不住骂道：“废物！若重气宗有半点用处，我们也不至于如此为难。”思考良久，还是开口罢了，就听你的。但我们不能白帮重气宗，至少得让他们拿出重宝，表明诚意，亲自登门求援。按理说，吴刚飞应该已经派人来了。庞子玉摆了摆手，或许他们在准备重宝，耽搁了些时日，迟早会来。庞龙翔稍稍松了口气。就在此时，院门外忽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宗主，少宗主，急报！风雨宗突然派出10余名结丹修士，驻扎在荆棘林边缘。”庞龙翔与庞子玉同时一惊，立刻起身。一名长老匆匆奔入，将风雨宗动向详细禀报。荆棘林是一片广阔森林，中间有河流分割。飞霜宗与风雨宗以此河为界，分别掌控荆棘林南北两侧，双方都曾迁徙凡人入住，在荆棘林南北两侧建立城镇。平日里，这些城镇是散修聚集交易之地，但一旦有动作，这些城镇立刻成为战争前线。风雨宗为何突然动作？难道他们也知道了药王洞府？庞龙翔眉头紧锁，玉儿，看来暂时无法援守重气宗了。庞子玉沉吟片刻，父亲，不如这样，女儿带3位内门长老前去支援重气宗，至少可用飞霜宗名头震慑清玄宗。庞龙翔摇头，不行，为父不能让你涉险。庞子玉轻叹，放心，重气宗再无能也能撑2个月。庞龙翔沉声道，我们现在就派人驻扎荆棘林，人数必须压过风雨宗，以势压人，确保药王洞府阵法安全破解。庞子玉无奈点头，也只能如此。重气宗怎么也能撑2个月以上。重气宗，吴刚飞脱去衣袍，跳入池中，只有这样，他焦躁的心情才能稍稍平复。宗主，2位长老回来了！院外弟子高声喊道：“快让他们进来！”吴刚飞惊喜道。片刻后，2位长老来到池边。不久前，他们已暗中将松儿送往清玄宗做人质。如何？东西送到了吗？吴刚飞急切问道。2位长老对视一眼，左侧长老立刻背出早已准备好的说辞：“送到了，但飞霜宗与灵犀宗并未明确表态是否相助。”右侧长老连忙补充：“不过他们收下了东西，我想，他们收了东西，总不会不帮忙吧？”吴刚飞点头，确实，宗门之间信誉为先，收了东西不办事，飞霜宗与灵犀宗还从未做过。好，有了他们的承诺，我也就安心了。吴刚飞长舒一口气，心情平复许多。说完，他脸色骤然变得狰狞。对了，我最近发现有些弟子执事暗中勾结清玄宗，出卖我重气宗情报，我已下令将那些人当众处死。你们2人向来忠于重气宗，我要你们继续盯紧，再有叛徒，立刻揭发，绝不姑息。2位长老身子一颤，却连忙点头。是。走出宗主院落，2人背叛重气宗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了。看来不少弟子执事已生异心，这艘破船，重气宗载不住我们了。左侧长老低语：“背叛，这是弃暗投明。”右侧长老低声道：“对，弃暗投明。”左侧长老点头：“必须立刻通知我们的心腹，谁有投靠之意，都拉进来。”右侧长老声音更低：“这样将来我们在清玄宗才能更有话语权。”我明白，我现在就去暗中联络那些人。左侧长老应道。时光荏苒，日子一天天过去，1个月内，清玄宗已抢走重气宗9成生意，重气宗几乎所有长老、执事、弟子都已找到新主子。清玄宗、灵犀宗、飞霜宗都是好选择，重气宗已千疮百孔，只需轻轻一推，便可轰然倒塌。此刻，沈墨正悠然品茶，李长老满脸兴奋，匆匆赶来，递上一叠纸张：“少宗主，这是最新情报。”沈墨快速翻看，清玄宗结丹修士数量已激增至20位，而重气宗结丹修士只剩9人。这9人中，已有2人明里暗里投靠清玄宗，甚至将孙儿送来做人质。至于其他几人，十有八九也心怀二心，真正死忠重气宗的已寥寥无几。通知师尊，时机已到。沈墨微微点头，如此巨大的实力差距，足以确保兵不血刃吞并重气宗。此时不吞，更待何时？李长老老脸激动，是，老身立刻去办。青苍山脉周围，散修们行色匆匆，脚步急促。与宗门弟子不同，散修无法安安稳稳地闭关修炼，他们每日都要出入青苍山脉，猎杀妖兽或者采集药材、矿石，以此换取修行所需的资源。这种生活让他们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可即便如此，依旧有人宁愿过这种自由散漫的日子，也不愿加入宗门受人约束。吴兰就是其中之一。不过与其他散修不同，除了寻常历练与猎杀，他每天还有一项额外虽小却不可或缺的任务：坑蒙拐骗、打劫杀人。前些时日，吴兰接了重气宗的委托，帮他们骚扰雷金矿，甚至在混乱中杀了几个清玄宗弟子。也正因如此，重气宗对他颇为赏识，不仅多给了临时赏赐，还特意嘱咐让他继续招揽其他散修，专门针对雷金矿捣乱。此刻，山中一处临时营地内，
6名散修围坐在篝火旁，等着大锅里的肉汤沸腾。为首的正是腰肢纤细的吴兰，其余5人皆是筑基修为，而且因为常年在刀尖上舔血，他们的实战能力往往还要胜过同境界的宗门弟子。一名光头壮汉压低声音：“清玄宗越来越强了，继续跟他们作对怕是不太明智。”一名高瘦男子接话：“是啊，我听说清玄宗现在有18位结丹修士，还有5、6个小宗门愿意依附他们，势力已经很恐怖了。”另一人摇头：“你消息过时了，清玄宗现在结丹修士超过20位了，当初依附众气宗的小宗门全都倒向清玄宗了。”光头壮汉叹气：“我听说全是因为那位少宗主沈墨，他不知怎么得到了精炼术，让清玄宗能炼制镶嵌灵气。我前阵子自己也买过一把，威力确实比众气宗的更强，价格还便宜。”高瘦男子连连点头：“这个沈墨真可怕，清玄宗从2流宗门突然崛起，大半功劳都在他身上，而且众气宗几次想对付他，结果反被抓了好几位结丹修士，花大价钱才赎回来，最近又抓了好几个。”周围散修低声议论，心里越来越不安，但坐在火堆旁的吴兰却一动不动，仿佛没听见他们的对话。终于光头壮汉忍不住了：“吴姐，清玄宗结丹修士那么多，杀我们跟杀猪一样，咱们还继续跟他们作对吗？”周围散修齐刷刷看向吴兰，等着老大表态。吴兰闻言淡淡一笑：“你们消息太落后了，我告诉你们，众气宗一位核心长老亲口告诉我，他们已经向飞双宗和灵犀宗求援了。”散修们顿时愣住，灵犀宗是2流宗门，飞双宗是1流宗门，在他们眼中这2宗都是庞然大物，即便清玄宗如今变强了，对上飞双宗与灵犀宗也是自寻死路。真的？那咱们不但要继续骚扰雷金矿，还得加倍努力。光头壮汉兴奋道：“对，若真如此，现在正是落井下石的好时机，日后众气宗给的赏钱只会更多。”另一人露出贪婪神色：“落井下石，趁火打劫，正是散修最擅长的拿手好戏。30年前，清玄宗被天水宗挤出玄江5宗时，散修们就像猎狗一样扑上去，疯狂撕咬清玄宗的血肉。就在这时，天空忽然涌起一股磅礴灵压，吴兰等人一惊，本能抬头望天，嗖，20余道遁光瞬间划破天际，直奔东方而去。紧接着，大地微微震颤，吴兰等人望向林中，只见数百名身着墨绿、深绿袍服的弟子正沿着山路快速推进。这些弟子个个神情亢奋，仿佛一柄柄出鞘利剑。那是清玄宗的人，那些遁光是结丹修士。光头壮汉震惊喊道：“清玄宗这是要跟众气宗全面开战！”旁人同样惊愕，他们早就知道清玄宗与众气宗有深仇大恨，清玄宗的执事、弟子、矿工都被众气宗杀伤过不少，仇恨极深。但清玄宗突然倾巢而出发动攻击，还是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可笑，清玄宗此举不过是螳臂当车，飞双宗和灵犀宗的援兵恐怕早就到了。吴兰淡淡一笑，仿佛他已经看到清玄宗惨败的场面。吴兰一挥手，远远跟着。清玄宗的人肯定会被飞双宗和灵犀宗碾压，到时乱起来，我们便可浑水摸鱼，最好能活捉清玄宗少宗主沈墨。天水宗和雷火宗的势力都开出了好价钱，活捉他3000上品灵石加1套结丹宝物。散修们眼睛瞬间瞪大，3000上品灵石，那可是他们几辈子都赚不到的财富，而那套结丹宝物更是让他们眼红。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冒死搏命，不就是为了攒够结丹资源？有了结丹宝物，他们就能碾压半数以上的结丹修士。毕竟很多结丹修士只能用普通结丹。冲！老子一定要活捉他！嘿嘿嘿，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正是我的拿手好戏。在吴兰带领下，散修们远远追着清玄宗队伍。不止他们，其他心怀鬼胎的散修也打着类似主意。少宗主，后方有不少散修尾随在我们队伍后面，多半是想趁乱打劫。李长老追上沈墨，低声禀报，而且老身认出其中不少面孔，正是之前骚扰雷金矿的那些人。要不要现在动手，全杀了？李长老冷声道。沈墨淡淡一笑，不必理会他们，等我们拿下众气宗山门，他们自然知道该怎么做。李长老点头，明白。不多时，清玄宗队伍抵达众气宗山门外，停下脚步。慕容月、柳元峰、宋朝峰等20余位结丹修士凌空而立，气势恢宏。众气宗山门入口，2名守门弟子早已被20余位结丹修士的威压压得跪在地上，浑身颤抖。更高处，无数众气宗执事、弟子望见清玄宗队伍，他们看见那20余位结丹修士、近100位筑基修士以及大量灵气修士，恐怖气息压得许多人吓得面色发白，双腿发软。慕容月瞥了沈墨一眼，沈墨微微点头。慕容月清了清嗓子，凌厉灌注声音，高声喝道：“众气宗伤我清玄宗长老，杀我弟子，占我矿脉，恶行累累，罪证确凿。今日我清玄宗前来，向众气宗宗主吴刚飞讨个说法，我们只为吴刚飞一人而来，无关之人速离开。”话音刚落，清玄宗弟子齐声高喊：“无关之人速离开！无关之人速离开！”声浪如潮，气势如虹，直冲众气宗山门，响彻天际。守门2名弟子如蒙大赦，扔下兵器，惊慌失措地逃窜。逃跑中，他们甚至撕掉了身上的众气宗袍服。由此2人带头，
更多弟子立刻效仿，四散奔逃。正气宗山门入口瞬间陷入一片混乱，都给老夫站住，不许慌！宗主院内，吴刚飞如雷暴喝，下一刻，他手持巨型开山刀，如巨猿般撞破墙壁冲出，双目赤红，须发倒竖，哪里还有半点宗主的样子，分明像一头发狂的野兽。飞霜宗、灵犀宗援兵马上就到，等他们一来，清玄宗就是土鸡瓦狗。现在谁敢背叛宗门，老夫当场杀无赦！吴刚飞赤红双眼环顾四周，被他目光扫中的人无不颤抖低头。吴刚飞说的没错，飞霜宗与灵犀宗的援兵本该到来，可现在呢？清玄宗已将众气宗团团围住，援兵为何迟迟不至？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期待中的元首依旧毫无踪影。众气宗弟子，包括吴刚飞在内，心中的疑惑越来越重。在沈墨示意下，李长老朝着众气宗方向高喊：“众气宗众人，别等了！飞霜宗与灵犀宗的援兵了，他们不会来了。我们再说一遍，我们只为吴刚飞一人而来，无关之人速速离开。”灵力加持的声音迅速传遍众气宗每一个人耳中，众人开始怀疑、动摇。几位众气宗长老对视一眼，悄然向吴刚飞靠近。吴刚飞忽然暴吼：“他们怎么可能不来？难道你们没把东西送过去，私吞了？”他举起巨型开山刀，指向周围长老：“你们是不是把宝物吞了？否则飞霜宗、灵犀宗的援兵怎会迟迟不到？”眼中凶光闪烁，仿佛下一刻就要挥刀砍人。长老们吓得一哆嗦，半晌说不出话。吴刚飞忽然开始疯狂大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立我而为少宗主。你们这群废物长老，全都该死！”他抡起巨型开山刀，朝最近的一位长老劈去。轰！那位长老猝不及防，本能举臂格挡，咔嚓一声，鲜血飞溅，双臂齐根而断，胸口被劈开一道巨大口子。一名结丹长老瞬间变成地上的一具尸体。死！都给我死！我杀了你们这些叛徒狗东西！吴刚飞狂吼着挥刀，见人就杀。结丹以下弟子沾之即伤，碰之即死。宗主疯了！快跑！快跑！天啊！宗主疯了！快破开宗门大阵，让清玄宗的人进来，只有他们能救我们！弟子们四散奔逃，向山门冲去。长老们虽然是结丹修士，但常年养尊处优，见到血腥场面，终于唤醒了昔日几分血性。诸位，一起联手杀了此僚，不能让他把众气宗拖进火坑。对，长老们当即联手，向吴刚飞围攻而去。惨叫、怒吼、哀嚎各种声音在众气宗山门内回荡，即便在山脚，沈墨等人也能清晰听见。就在此时，笼罩众气宗山门的那层淡淡光幕迅速暗淡，随即彻底消失。这可是宗门斥巨资布下的下品地阶阵法，据说坚韧无比，哪怕30位结丹修士同时攻击也难以撼动。可如今却被人从内部破坏了。李长老冷笑：“看来我们都不用动手了。师尊，该上山了。”沈墨含笑，慕容月点头：“诸位，随我上山。”嗖嗖嗖，20余道遁光瞬间冲向众气宗山门，沈墨等人则不紧不慢跟在后面。众气宗覆灭已成定局，无需着急。与此同时，那些本想趁乱捡漏的散修们彻底傻眼，怎么回事？飞霜宗、灵犀宗的援兵没来，众气宗大阵这么容易就被破了。吴兰脸色铁青，走，不能留在这里。是。他身后的散修同样惊恐，开始逃窜。其他散修见他们慌乱逃跑，也开始深思。有人眼中闪过金光，决定远远跟着。众气宗演武场不多时，沈墨看到了倒在血泊中重伤垂死的吴刚飞，他身旁躺着几名众气宗长老，有的已死，有的奄奄一息，只有2人断了双臂，却侥幸活了下来。显然，疯魔的吴刚飞以一敌多，竟还杀了好几位结丹修士。这一幕让沈墨连连摇头。这些众气宗长老真是养尊处优惯了，虽有结丹初期、中期修为，实战能力恐怕连刚结丹的新人都不如。慕容月看着吴刚飞，叹息道：“经脉尽碎，还活着，但也撑不了多久了。”沈墨仔细查看吴刚飞的命盘，见他命中注定今日身陨，便点了点头。柳副宗主、宋长老，你们留在这里，其余长老随我去众气宗宝库。慕容月高声下令。是。李长老等人狂喜，终于等到这一刻了。他们早就听说众气宗父的流油，宗门宝库里究竟藏着多少宝贝？柳元丰对着安排冷哼一声，慕容月明显故意把他排除在外。假情报！奄奄一息的吴刚飞忽然看见柳元丰，顿时像见了杀父仇人。他伸出手指，怒瞪柳元丰。柳元丰屈指一弹，一道灵力洞穿吴刚飞咽喉。死人就该带着怨气去阴曹地府。他冷冷道。一旁的宋朝风看着，嘴角泛起淡淡笑意。与此同时，沈墨也已进入宗门宝库，里面的宝物确实琳琅满目，耀眼夺目，充分展现了一个二流宗门的底蕴。但是五色莲呢？我想要的五色莲呢？沈墨皱眉，随即注意到随队进入宝库的萧凡。他瞥向萧凡的命盘，近期机缘，今日进入众气宗宝库时，意外发现一处暗门，因人多眼杂，打算私吞，未立即开启。今晚宝库清空后，他将返回，开启暗门，进入宝库下方的密窟，获得五色莲12枚莲子。沈墨啧啧两声，没想到从一开始就被我盯上的宝贝，最后还是落到了你手里，不愧是气运之子。沈墨继续在宝库中闲逛，脚步不急不缓，
但目光却始终锁定在萧凡身上。没过多久，他就注意到萧凡在某一处位置停留了片刻。萧凡脸上闪过一丝震惊，但很快掩饰过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离开了。沈默默记下那个位置，看来暗门就在那里。慕容月高声道：“诸位记住，众气宗宝库中任何物品谁也不得私藏，待全部运回清玄宗宝库之后，按功劳分配赏赐。”明白。众人纷纷点头，他们都懂规矩，若有人私藏，不仅要受罚，更会失去宗门的信任，从此再难立足。沈默也只是惊叹这里的宝物之多，随手把玩，并未动半分思念。毕竟他是少宗主，到最后分配时，大头自然少不了他的。不多时，众气宗宝库如同蝗虫过境，被搬得干干净净。李长老，这些储物借你负责带回宗门，妥善放入宗门宝库。慕容月郑重道：“明白，老身定当万无一失。”李长老严肃点头。这可是众气宗数十年积攒下来的底蕴，也是清玄宗未来崛起的根基，容不得半点闪失。诸位，接下来商议一下如何接管众气宗的产业吧。慕容月松了口气，与众气宗斗了这么久，终于结束了。清玄宗长老们各面露喜色，争相献策。沈默自然没在这些事上浪费时间，毕竟这些事情长老知道怎么处理。他大步走出宝库，径直前往演武场。这时，张威虎看到沈默，兴奋地快步走来：“少宗主，有散修求见。”沈默淡淡一笑。他们抓到了之前骚扰雷金矿的那些人。张威虎惊讶：“少宗主怎么知道？”沈默笑：“散修最擅长察言观色，非双宗、灵犀宗援兵没来，他们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把他们带过来。”张威虎重重点头：“是。”片刻后，20多名散修被押到演武场，为首女子被绳索捆绑，纤细腰肢被勒出诱人曲线，正是吴兰。我记得你。沈默瞥了那蛇妖女子一眼，淡淡开口：“他曾在猎虎林与吴兰有过一面之缘。”吴兰头发散乱，嘴角淌血。可这副模样反而更添几分楚楚可怜，在场不少男修目光闪烁，心中暗生一念：少宗主，我是被众气宗逼迫才去袭击雷金矿的，求少宗主饶我一命，小女子愿为您做牛做马，侍奉左右。他说着，故意舔了舔唇角血迹，腰肢轻摆。押送吴兰的散修们心头一寒，少宗主年轻气盛，万一被他勾引成功，日后岂不找他们算账？沈默神色淡漠，挥挥手压下去，关入大牢。待彻底掌控众气宗后，在演武场当众处决。这些人手上都欠着清玄宗的血债，必须血债血偿。那些在雷金矿失去亲友的清玄宗弟子闻言深受触动，眼眶发红。张威虎站在沈默身侧，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空荡荡的袖管，大喊：“谢少宗主！”紧接着一片呼声响起，清玄宗执事弟子纷纷单膝跪地，感激高呼：“谢少宗主！”你这狗杂碎！沈默！吴兰面容扭曲，恶毒咒骂。话未说完，几名散修已用布条塞住他嘴，将他拖走关入牢狱。沈默早已扫过这些人，包括吴兰在内的命盘。他们皆命中注定今日身狱，不存在什么半夜越狱，苦修多年回来复仇的戏码。别愣着了，去接管众气宗产业。他们掌控4座城池，有无数客栈、酒楼等产业，需要我们一一清点。沈默淡淡一笑：众气宗山门已破，宗主已死，但他们的势力网络仍在，仍有众气宗执事、弟子驻守，必须一个个清理干净，直到清玄宗完全掌控。是。张威虎抹去眼泪，立刻起身。夜幕降临，众气宗演武场举办盛大的露天庆功宴。长老、执事、弟子举杯畅饮，抛开平日尊卑。酒过3巡，有人引吭高歌，宣泄压抑已久的喜悦。沈默也没免俗，加入宴席。不过他酒量惊人，一轮下来喝倒一大片。沈默耸了耸肩，悄然离席，径直走向如今空空如也的宗门宝库。现在宝库全被搬空，所以无人看守。沈默来到白天记住的位置，启动机关，面前石壁缓缓移开，露出一条向下倾斜的幽深通道。进入后，石壁无缝合拢，不留痕迹。沈默顺阶而下，约100米后，通道豁然开朗，出现一个巨大地下洞窟。洞窟空荡荡，只中央有一池水，水面上悬浮着一朵五色莲，5种颜色代表五行，五行圆满。莲蓬上结的莲子皆是上品宝物。沈默仔细查看，五色莲共有15个莲蓬位，其中3个孔位已空，只剩下12枚莲子。看来吴刚费用了3枚，不过无妨，我只需10件上品宝物，这12枚足够。说着，沈默便将所有莲子取下，瞬间五色莲枯萎凋零。沈默把莲子都收进储物袋后，迅速返回地面。石壁刚开启，便看见萧凡趁夜色潜入宝库。萧凡看到沈默从墙后走出，顿时愣住。那不是我白天发现的暗门吗？沈默怎么也找到了？沈默微微一笑：萧凡，你来这里做什么？萧凡脸色尴尬：少宗主，我只是随便看看。沈默点头：好，那你继续。说完，他悠然离去。萧凡紧握双拳，望着沈默背影，暗门后的宝贝无疑已被沈默取走。又一次，他又晚了一步。为什么我先发现暗门，却让他捷足先登？该死的老天爷！他内心咒骂老天不公。青苍山脉一处偏僻山谷，当初沈默便是在此地遇见莫玉衡。不远处有一处深洞，洞中盘踞着一条巨型岩蟒，随时可从中现身。这一次他又回到了这里。
不过这次只是此次前来，他要做的不是探险，而是在此凝聚焚玉金丹。洞窟内，巨岩蟒嗅到熟悉气息，立刻发出嘶嘶声。不多时，一颗硕大的蛇手探了出来。沈墨取出几块上品雷晶，随手扔进他口中，然后轻轻抚摸他鼻部的鳞片。巨蟒瞬间放松下来，盘伏在一侧。我要在这里闭关修炼，你替我护法。沈墨含笑说道。巨蟒眨了眨大眼，表示明白。沈墨这才盘膝坐下，取出各种珍贵宝物，45件上品玄宝，外加9件修复肉身的宝物，全都备齐了。他感慨一声，凝结炼狱金丹所需的材料实在太多了，足足是圆满金丹的9倍。也正因如此，他对凝结炼狱金丹后的区别更加期待。开始吧！5件宝物悬浮在沈墨面前，对应金、木、水、火、土5行，浩荡灵力奔涌而出，将5件宝物包裹，迅速炼化。极为纯粹的5行灵力涌入沈墨丹田，汇聚于道台上。在5行灵能交汇之下，一颗圆润无瑕金丹渐渐成型。2小时后，金丹凝成，完美无瑕，光滑璀璨，没有一丝裂痕，正是圆满金丹。刹那间，沈墨气息陡然暴涨，正是踏入结丹境。天空中异象即将显现。就在此时，沈墨目光一沉，毫不犹豫，咬牙催动灵力，咔嚓一声，刚刚成型的圆满金丹应声碎裂，剧痛自腹部传来。沈墨猛地喷出一口鲜血。结丹修士最强防御手段便是将金丹吐出轰击敌人，威力极大，但风险也极大。金丹本就脆弱，一旦碎裂便直接跌落筑基，沈墨自然也受了重创。天空中即将成型的异象也随之渐渐消散。巨蟒忽然爬过来，眨着大眼睛关切地看着他。沈墨心头一暖，我没事，谢谢关心。巨蟒却伸出舌头指向他手指上的储物戒，仿佛在说，你要是真死了，记得先把矿石拿出来。沈墨刚才的感动全为了狗。沈墨深吸几口气，吞下一枚长生护体丹，清脆药力化作暖流在体内奔腾，迅速修复沈墨受伤的身体。半个时辰后，身体基本恢复。第2次开始，沈墨取出5件上品玄宝，再次凝丹，圆满金丹再次成型。异象即将出现时，咔嚓，他毫不犹豫再次碎丹。碎丹后，立刻服下长生护体丹与其他速效疗伤丹药，如此循环往复。天际异象也一次次出现，又一次次消散。若异象有脾气，恐怕早就破口大骂。时间1分1秒过去，第3次、第4次、第5次，直到第9次，咔嚓，第9次凝丹，第9次碎丹。沈墨浑身冷汗，几乎虚脱，他能感觉到已经到了极限。但是说好的炼狱金丹呢？难道所谓秘法只是骗局？正当沈墨准备骂炎魔真仙祖宗18代时，丹田内忽然发生异变。沈墨立刻内视丹田，筑基修士丹田内有灵力湖泊与道台，而沈墨体质与功法远超常人，所凝出的道台也是圆满道台，因此别人是灵力湖泊，他的丹田几乎是一片汪洋大海。此刻，沈墨感觉到海底有什么东西正在缓慢上升。片刻后，那些东西全部冲破海面，正是之前9次碎掉的圆满金丹碎片。沈墨目光骤亮，立刻运转起功法。果然，碎片上升速度陡然加快，眨眼间，它们全部汇聚到道台上方，重新凝聚。轰！一颗远超之前9颗圆满金丹的金丹骤然出现，其体积足足相当于3枚完美金丹之和。与那些光芒四射的圆满金丹不同，这颗金丹表面布满赤红条纹。更让沈墨震惊的是，这颗金丹竟然能自动碎裂又重组，总共可分裂成45块碎片，每一块碎片都能用来攻击敌人。若45块碎片同时击出，宛如天降流星雨，除非对手比沈墨高出2个小境界，否则极难抵挡如此恐怖的威力。运用得当，效果难以想象。毕竟谁也不会想到，沈墨的金丹不仅能碎，碎后碎片还可攻击。炎魔真仙真是天才，竟能想出如此惊世骇俗的金丹。沈墨心中狂喜。与此同时，周身忽然出现惊人异象，倾盆大雨骤然浇下，浇灌草木，草木疯狂生长，转眼变得无比茁壮。疯长的草木很快枯萎，大量枯枝迅速堆积，在干热环境中迅速起火，火焰熊熊，将草木焚烧成灰，灰烬堆积，形成山石，最终皲裂，露出里面坚硬无比的金属。金属暴露在外，渐渐凝结水珠，水珠增多，形成大河，河畔草木再度茁壮生长，如此循环往复。每一次循环，影响范围便扩大1分。9次循环后，异象渐渐平息，但影响范围已达300丈，天地灵气被搅得天翻地覆，久久无法恢复。沈墨微微惊叹，他似乎明白了修炼的本质，筑基需5行本源，筑道台结丹也需5行本源，无论何种体质，最终都要补全其他灵根，才能铺就至高仙途。嗡！一股浩瀚气息骤然向4面8方辐射，尘土飞扬，但沈墨身周30丈内竟一尘不染。片刻后，尘埃落定，沈墨也吐出一口浊气，他收敛气息，猛地朝前方虚空一拳轰出。招式简单，只是一记黄阶虎啸拳。然而这一拳轰出，仿佛有一头猛虎凭空出现，张牙舞爪，吞天噬地，虎啸之声响彻山林，久久不绝。天地灵气自4面8方汇聚，骤然压缩，向前爆射。30丈外，
一株3人合抱的巨树被气进击中，瞬间炸成无数碎屑。沈墨微微一笑，这就是结丹修士的力量，一举一动皆可牵动天地灵气，体内只需一丝灵力，便能爆发出远超筑基的恐怖威力。他纵身而起，灵力在脚下凝聚，明明脚下空无一物，却仿佛踩着大地。稍作适应，便嗖的一声化作一道流光，直冲天际。单凭御风踏空的能力，就足以让结丹修士远超筑基。天地广阔，任我逍遥，天地何处不能走？沈墨兴奋地在半空中盘旋了好一阵，这才缓缓降落。他脸上依旧掩不住喜色。凝成金丹，寿元可达500年，远超筑基境的200年。从今往后，我在玄江府也算得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了。他心里极为清楚，虽然自己只是结丹入门，但若动用所有底牌，轻轻松松就能碾压结丹中期修士，即便对上结丹大成修士，至少也有逃命的把握。不过这次突破动静实在太大，估计已经有人往这边赶过来了，得赶紧离开。沈墨随手扔了几块雷晶给巨岩蟒，随即化作一道流光，转瞬消失在天际。他的猜测果然没错，在青苍山脉如此巨大的动静，立刻就吸引了附近修士的注意。他前脚刚走，几道身影便从四面八方赶来，无一例外，全是结丹境修士。最先赶到的自然是清玄宗的人，为首的正是慕容月。他身着淡紫宫装，此刻却微微蹙眉，目光在四周缓缓扫过。宋朝风跟在他身后，看到这诡异景象，也大为惊愕。此地仍有残留的纯粹五行灵气，五行相生相克，彼此纠缠，交织不休。青苍山脉本就浓郁的木属性灵气，因此受到影响，变得极为混乱。若木灵根修士在此环境中，便会感到体内气机不顺，极度不适。而且从这些残留五行灵气的浓度来看，至少需要3-5日才能完全消散。宗主，看来是有人在此突破结丹，引发了五行异象，可范围未免太大了。宋朝风低声道。慕容月微微颔首，他也是这么想的。寻常结丹修士凝结普通金丹也会引发五行异象，但影响范围不过10丈，即便是特殊功法凝结的金丹，也不过50丈左右。慕容月当年凝结圆满金丹，异象影响范围100丈。当日青苍山脉附近的结丹修士纷纷赶来观望，可眼下此地异象消散后，仍有300余丈，难以想象那位不知名修士突破结丹时范围究竟有多恐怖，这太惊人了。嗖嗖嗖，又有几道身影赶到，正是飞霜宗与灵犀宗的长老。他们深深看了慕容月一眼，拱手行礼。尽管清玄宗吞并众气宗才过去1天，但这消息已如飓风般传开，青苍山脉周边宗门自然最先知晓。飞霜宗结丹修士中，有一位容貌清丽、肤色白皙的女子，她正是飞霜宗宗主庞龙祥之女庞子玉。庞子玉仔细环顾四周，沉声道：“应该是有不知名结丹修士在此突破，但动静未免太大，能引发如此异象之人，绝非无名之辈，定是某个大人物。”身旁飞霜宗长老低声道：“或许是玄江五少之一，特意选在此地突破，而不是在宗门内。”庞子玉平静道：“现在是6少了，我一直提醒你们，别忘了什么。”是，老夫疏忽了。那长老修为虽高于庞子玉，却像被严厉训斥般连连点头。那您觉得会不会是沈墨？长老问道。庞子玉坚决摇头：“不可能，就算沈墨凝结圆满金丹，也绝不可能引发如此异象。这种异象必须是天阶体质，修炼天阶功法，凝结圆满金丹之人才能引发，甚至这种金丹甚至还在圆满金丹之上。”长老连连点头，深以为然。庞子玉忽然看向慕容月：“慕容宗主，您怎么看？”慕容月瞥了他一眼，平静道：“与庞少宗主所言无异。”庞子玉继续道：“慕容宗主，清玄宗吞并众气宗，未免太不给面子，此举恐怕会激怒雷火宗，一旦他们得知，怕是不会善罢甘休。此事无需庞少宗主费心。”慕容月不愿多谈，转身离去。庞子玉神色不变，待慕容月等人离开后，他面色方才冷了下来。没想到我和父亲都高估了众气宗，短短1月便被人连根拔起。查清楚众气宗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谁在内部搅局？明白。清玄宗吞并众气宗的消息不止传到附近灵犀宗、飞霜宗、风雨宗耳中，短短10日便通过口耳相传，传遍整个玄江府。自百宗大典结束，府主公布宗门排名制度后，玄江府便一直暗流涌动，各宗之间摩擦不断，却始终未演变为公开冲突与大规模吞并。清玄宗吞并众气宗此举，仿佛点燃了一只酝酿已久的火药桶，有救援的宗门立刻宣战，连那些本想保持中立的宗门也开始对弱小宗门下手。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便再也关不上。巨江城，此城乃玄江府府城，官府势力最强，但繁华程度不及神剑城，位列第2。巨江城中心便是府衙，府衙并不像想象中那般宏伟，反而有些破旧，有些地方红漆早已干裂剥落，却从未修缮。百姓路过府衙，常窃窃私语，议论这位新上任的府主。你知道府衙为何这么寒酸吗？听说从豫州拨下来的灵石全被新府主拿去修兵营了，一文不剩。嘿，这新府主也是个人物，上任以来不为自己捞钱，也不修府衙，一门心思扑在兵营上，像个将军。你不知道他在来玄江府之前是在凌云府当将军的，还带兵踏平了金阳宗等宗门。
就在此时，马蹄声骤然响起，一名士兵如闪电般穿过街道，直奔府衙大门。急报！急报！玄江府南部2家2流宗门开战，清玄宗吞并众气宗，速速通报！士兵高声大喊。守门的2位士兵大惊，连忙将士兵扶入。进入府衙，首先看到的是正殿，但正殿只用于重大典礼，府主平日办公在正殿后面的偏殿。此刻，府主正在处理玄江府各地送来的文书，他身旁站着一名面如冠玉、神色阴鸷的年轻人，正协助处理各类事务。忽然，急报声从外传来：府主大人，宗门大战爆发，清玄宗1日之内吞并众气宗。士兵单膝跪地，呈上火漆信件。府主猛地起身，接过信件，却未立刻拆开。清玄宗，我好像有点印象，是不是百宗大典魁首沈墨所在的宗门？下方3名士兵立刻齐声道：回大人，正是。府主眼中闪过一丝异彩，迅速拆开信件，仔细查看起来。偏殿异常安静，士兵们大气都不敢出，唯一的声音便是姬石龙快速翻动书信的窸窣声。良久，这位魁梧的府主终于放下信件，脸上露出惊讶之色。身旁那位英俊男子的男子立刻问道：大人，情况如何？姬石龙摆手，示意3名士兵退下。待殿门合拢后，他将信递给那人，缓缓开口：这个沈墨不仅天赋异禀，心智更是非同寻常。吞并众气宗一事，自始至终皆是他在暗中操盘。第一步，他得到精炼术，逐步蚕食众气宗生意；第二步，他囚禁吴冷，废掉了众气宗最聪明的头脑；第三步，他联合数个小宗门，斩断众气宗羽翼；第四步，他又将风雨宗拉入局中，让他们牵制飞霜宗与灵犀宗，令2宗无法援手。姬石龙轻叹，这样的人物为何甘心屈居一宗之下，而不入我朝廷？实在可惜，我倒真想将他收入帐下。冷峻男子皱眉：大人，此人招揽不得。据属下所知，他深受清玄宗宗主器重，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任宗主。况且观其行事作风，此人绝非肯屈居人下之辈。他说完，又补充道：再说，在属下我看来，此人未必是大智慧，只是擅长借势，能比常人多看几步罢了。绝大多数人只能看眼前一步，他能看清3步，已胜过绝大多数人。姬石龙哈哈大笑：那本官呢？冷峻男子立刻笑道：大人能看5步。姬石龙笑容更甚：那你又能看几步？冷峻男子傲然道：属下斗胆，自认能看8步。姬石龙笑意更浓：既如此，为何坐在上位的是我？冷峻男子一怔，连忙道：属下失言，大人看的5步是大步，属下看的是小步，所以才由大人统领全局。说到此处，他额头已冒出冷汗，他这才反应过来，眼前此人虽平日从容，但实则杀伐果决，从不手软。在姬石龙面前，是龙的盘着，是虎的握着。姬石龙收起笑意：我觉得沈墨此人颇不简单。罗双寒，你从库房挑选些重宝，亲自走一趟清玄宗，看他是否愿意弃暗投明，为我朝廷效力。若他不愿，便去天水宗，确保这封信送到水宗主手中。姬石龙从厚厚一叠卷宗最底下抽出一封信，信封已打上火漆，上面还盖着姬石龙的府主官印。冷峻男子点头拱手，告退离去。姬石龙望着他的背影，嘴角泛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雷金矿，沈墨并未透露自己已踏入结丹境，而是提前在树林外降落，改为步行，大步走进矿场。踏入结丹确实值得庆祝，但清玄宗并非铁板一块，如今新加入的内门长老众多，派系林立，若被旁人知晓，消息难保不传到柳元峰耳中。柳元峰可不是什么好东西，清玄宗的情报早已被他暗中出卖过不知多少次，一旦消息外泄，届时自己处境会更加危险。眼下还是维持现状为好，或者等到结丹小成乃至大成再公开修为才更安全。至于柳元峰，沈墨并不是其为威胁，维持现状足矣，甚至还可以利用柳元峰之手散布一些假消息。沈墨走进矿场，只见众多弟子来来往往，还有几名筑基修士从外匆忙赶来，他们身上穿的并非清玄宗长老袍服，而是附近几个小宗门的服饰。见到沈墨，几人神色一肃，停下脚步，恭恭敬敬行礼。即便结丹修士在此刻也不敢有丝毫不敬。如今青苍山一带的修士都已经知道众气宗已被清玄宗吞并，他们也知道这一切背后都是沈墨一手操盘。若无沈墨在背后筹谋，即便清玄宗能吞并众气宗，也必定死伤惨重。你们是谁？沈墨随意问道。几位结丹修士喜道：回少宗主，我们是附近小宗门的长老，奉宗主之命前来投靠清玄宗，宗主也在路上。很快便到。沈墨微笑点头：好，你们进去吧。是。沈墨又走了几步，忽然看到李长老正在找人。少宗主，老身有事禀报。李长老神色严肃，说：吴冷死了，自杀。李长老叹了口气。沈墨问：怎么回事？李长老解释：清玄宗吞并众气宗的消息传开，矿场里许多人都在议论，吴冷也听到了，无法接受现实，便自行震碎金丹，自尽身亡。当时很多人亲眼看见了。沈墨神色不变，以吴冷的偏执性格，听到这个消息做出这种反应，倒也情有可原。吴刚飞还未下葬，将父子2人一并合葬吧。是。沈墨轻叹一声，
吴冷本该是玄江府赫赫有名的炼器大师，即便朝廷踏平玄江府，像他这样的炼器师也不会受影响，反而会受到礼遇。可因为沈墨的存在，吴冷的命运一再改变，如今彻底断绝。沈墨对他并无太多怜悯，若非吴冷曾算计他，甚至心怀杀意，沈墨也不会将他一直囚禁于此。他的死不过是咎由自取，该修炼了，尽快达到结丹小成才是正事。沈墨回到房间，结丹境想要快速进阶，也可像淬体、凝气、筑基阶段那样服用对应丹药。结丹修士所需丹药名为凝元丹，其效用是加速金丹成长。结丹入门的金丹至少比结丹巅峰小5倍，这还是普通金丹，若是特殊金丹或圆满金丹，差距更大，7倍、10倍，因人而异。金丹每一次壮大都代表修为提升一层。然而凝元丹已是顶尖玄阶丹药，清玄宗自然没有。清玄宗只有2位炼丹长老，最强也只能炼制玄阶下品玄丹，无人师承，全靠自学摸索，因此更高阶丹药炼制成功率极低，不划算。当然，这并非清玄宗独有，其他宗门也一样。凝元丹必须从玄江5宗购买，但玄江5宗对数量严格控制，每月出售的凝元丹数量极少。眼下沈墨只能靠自身修炼。几日后，李长老的声音忽然从外传来：少宗主，矿场外有一位结丹修士，自称来自府城，受击石龙大人之命，求见少宗主。沈墨缓缓睁眼，眼中闪过一道金光。机缘送上门来了。雷金矿入口，罗双寒一袭白衣，负手而立，傲然挺胸，属于结丹境巅峰的强横气息自他体内自然外放，未曾刻意压制，让人不由自主生出一股顶礼膜拜之感。附近弟子远远看着他，心中暗自发寒。他们并非没见过结丹修士，可眼前这位俊朗男子所带来的压迫感，却远胜寻常结丹强者。那种气势，不只是境界上的差距，更像是出身底蕴所凝成的锋芒。显然，此人来头不小。罗双寒闭目养神，对周围目光毫不在意。片刻后，前方传来一道声音：“在下沈墨，你找我？”罗双寒睁开眼，只见一名身形修长、五官棱角分明的青年正朝他走来。罗双寒眼中闪过一丝异色，有些人只需一眼就能让人觉得他与众不同，眼前的青年便是如此。罗双寒奉府主之命，特来邀请玄宗少宗主入朝为官，此乃府主所赠薄礼。说完，罗双寒随手抛出一枚储物戒。李长老神色一凛，身形一闪，立刻上前挡在沈墨身前，接住储物戒。然而储物戒上传来的力道极为霸道，李长老连退10余步才堪堪站稳。他脸色极为难看，右手渐渐泛红，隐隐作痛。沈墨接过储物戒，冷声道：“这也是府主的意思？”罗双寒淡淡一笑，没想到清玄宗竟有如此弱的结丹修士。李长老脸色冰寒，老身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用这种口气邀人入朝。沈墨打开储物戒，眉头顿时皱起，里面只有3瓶定元丹和500枚上品灵石，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打发叫花子。好，我见识过府主的诚意了。沈墨随手将储物戒扔了回去，罗双寒却连接都懒得接，转身便走。不想要便罢了，府主的话我已带到，我还要去天水宗。说完，他化作一道流光，迅速消失。储物戒里的东西他也看不上。李长老脸色阴沉，姬石龙分明是故意派这种人来恶心我们。沈墨神色不变，姬石龙的想法他暂且无从知晓，但这个罗双寒显然傲慢至极，这样的人根本不适合招揽人才。李长老别理他，将储物戒里的东西送回宗门宝库，我用不着。沈墨摆手，明白。沈墨脑海中浮现出罗双寒的命盘，姓名罗双寒，境界结丹巅峰，命格私生子，福星死里逃生，剑道传人，断袖之癖，极阴体质，命数止步结丹巅峰，与萧凡争夺神剑宗少宗主之位，被萧凡算计，逐出宗门，后被神剑宗修士伏击而亡，含恨而终。近期机缘，今日离开雷金矿后，将前往飞鱼城练剑。夜间途经青苍山脉，前往天水宗时，察觉异常，降落溪边，在溪底发现一枚剑丸，提升境界，并大幅增强剑道领悟。沈墨仔细查看此人命格，私生子，兰乙乃某位大人物私生子，虽无名义父亲，但自有生活优渥。有一日，你将争夺神剑宗少宗主之位，福星成乙自有福泽深厚，比如那位从未露面的父亲，总能暗中为你提供海量修炼资源，你总能轻易化解危机。死里逃生，子乙一生多遇凶险，却几乎总能死里逃生，直到遇到气运强过你之人。剑道传人，子乙婴儿17便选剑，自幼与剑同眠，在剑道上天赋异禀，练剑时常有独到领悟。断袖之癖，白你喜好颇为独特，不同常人，你更喜欢与同门切磋剑法，而且每一次。极阴体质，子你的冰灵根天赋极高，修炼冰属性功法与武技事半功倍。沈墨咂了咂嘴，若他没猜错，此人应是神剑宗宗主罗朝天的私生子，难怪他明明不是神剑宗弟子，却卷入少宗主之争。不过很明显，此人气运远不如萧凡，最终还是输了，死得凄惨。此人多半是罗朝天派去击石龙身边的。神剑宗对官府的态度相当暧昧。沈墨沉思，从这些线索，
他能推断出很多信息，仔细分析便能为自己提取有用东西。罗双寒今晚会在飞鱼城过夜，正好我先去截胡他的机缘。沈墨当即离开雷金矿，进入青苍山脉。很快，他根据命盘信息找到那条看似不起眼的溪流，说溪流都有些勉强，小到普通人都能轻松跳过去，很难想象这里会埋着一枚剑丸。沈墨伸出手进入溪水中，一丝灵力涌出，连接天地灵气，小心探查溪底泥沙。片刻后，沈墨神色微动，他掐了个法诀，下游约20丈外，泥沙骤然炸开，一枚泛着金属光泽的小剑破土冲出，飞入沈墨手中。沈墨仔细查看，乍一看，此物像是金属锻造，实则非金非木。准确来说，所谓剑丸应称剑核，是那些走偏门的修士凝结而成。这类修士通常是散修，他们自知天赋平平，于是结丹时选择另辟蹊径，舍弃正统5行金丹之法，强行凝成兵器形态的本命金丹，有剑核、刀核、斧核等等。凝结此类金丹后，只能专精对应武道，即凝结剑核者必须练剑，凝结刀核者必须练刀，以此类推。若不如此，便违背本性，金丹反噬，久而久之，金丹自行皲裂，大损根基，代价不小。当然，凝结此类金丹好处也极为明显，结丹初期，其战力远超凝结5行金丹者，因为这类武器金丹与正统5行金丹截然不同。正因与正统金丹差异太大，因此许多修士不称其为丹，而是轻蔑的叫做丸，于是便有了剑丸、刀丸、枪丸等等。不过保存剑丸也极难，修士必须身死，但丹田要保持完整，还要经受极高温火焰淬炼，方能保存下来，否则绝大多数时候，这类武器金丹会在修士死亡时自行崩碎。沈墨得到的这枚剑丸显然极为罕见，得附近找个地方，立刻开始炼化。沈墨满意点头，炼化剑丸的过程并不复杂，2个时辰后，这枚拇指大小的剑丸已彻底融入沈墨的焰域金丹之中。霎时间，沈墨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大量独特的剑道感悟，这些都是剑丸前任主人遗留下来的心得感悟。沈墨闭目凝神，进入顿悟状态。数个时辰后，他猛地起身，取出雷翅剑，几乎是出于本能的施展出雷影剑法，刷刷刷，剑光如雷，迅疾无匹，宛如致命毒蛇，阴狠刁钻，转眼便可取人性命。连续数剑之后，剑光忽然放缓，时而快若惊雷，时而缓如流云，速度诡谲莫测，令对手根本难以捕捉。一套雷影剑法使完，沈墨才缓缓回神，脸上浮现喜色。这一式快中有慢，慢中藏杀，杀伤力太强，寻常修士根本来不及反应。以后就叫他雷西级徐剑吧。他满意点头。有了这番提升，雷影剑法品阶至少能达到玄阶顶尖，他平日对敌的手段也有了极大进步。此外，自身境界也有小幅增长。沈墨估算，若将修为进展比作一条进度线的话，他大概已到6成左右，再多些时日或抓住1-2次机缘，便有望迈入结丹小成。雷金矿，沈墨返回矿场，没走几步，便有一名弟子匆匆迎上前来，急忙说道：“少宗主，宗主有急事找您。”沈墨挑眉：“师尊在哪儿？”那弟子四下张望了一眼，就在那边。沈墨抬头望去，只见身着蓝紫渐变宫装的慕容月正款步而来，风姿绰约。墨儿，虽为师去你房中一叙。慕容月神色略显凝重。沈墨房中，师徒2人对坐，慕容月优雅落座，顺手抚平裙摆，那宽松的宫装在他坐下的一瞬间，自然勾勒出玲珑曲线。师尊有急事？沈墨问道。慕容月点头，改宗为堂之事已基本完成，唯独重器堂堂主的人选尚未尘埃落定，这些长老各有心思，你应该清楚吧？沈墨点头，他虽未亲自参与此事，但李长老曾提过，所谓改宗为堂，其实就是将那些归附清玄宗的小宗门改名，并迁至清玄宗附近，铁拳宗、黑虎宗等分别改成铁拳堂、黑虎堂，各司其职，根据自身长处分工。比如铁拳堂擅长选徒，传授武技，适合培养弟子；黑虎堂擅长近身搏杀，适合担任清玄宗护卫力量。但重器堂堂主之位尤为关键，谁都知道这是肥差，人人都想争到自己或自己人手上。看来结果出来了，却不是师尊想要的。沈墨随意道。慕容月苦笑一声，你倒是一眼看穿。我本想提名宋朝风做重器堂堂主，他如今收敛许多，实力也足够胜任，可柳元丰拉拢了更多长老，最终我以1票之差落败。如今他将兼任重器堂堂主。沈墨一怔，随即啧称奇，柳元丰果然狡猾，他若做了堂主，便能光明正大查看重器与精炼之术，等于捏住了命脉。他说到这里，他便猜出慕容月此行的用意。师尊是想让我盯着柳元丰？慕容月连连点头，正是，我打算在重器堂摄政副堂主。墨儿，你以少宗主身份，可兼任重器堂副堂主。柳元丰若老实本分便罢了，若他仍暗中勾结其他宗门，出卖重器与精炼之法，务必第一时间揭发。沈墨眼睛一亮，师徒2人心知肚明，柳元丰心早就不在清玄宗，甚至可能早已背叛，此人本该早就清理门户，只是慕容月始终未抓到柳元丰背叛的证据，此事才一直拖着。沈墨其实很喜欢这项任务，他如今已是结丹修士，虽能薅削凡羊毛，但萧凡目前仅助激进，
机缘未必是他需要的。可现在又多了一个可薅之人，那人正是柳元丰。沈墨立刻答应，弟子领命。不过师尊需派一位结丹长老随我前往众气堂。慕容月点头，那是自然。你如今还在筑基巅峰，境界远不及柳元丰，就让宋朝风与李长老随你前往。你也可借此机会观察宋朝风是否真的收心，或者是否别有所图。沈墨应道：好。同日，沈墨一行离开雷金矿，抵达众气堂。他选了一座普通院落落脚，左右两侧分别是宋朝风与李长老的院子，稍远些是柳元丰与他儿子柳云轩的院落。此外，赵廷、骆胜男等弟子也随行来到众气堂，一来方便沈墨身边有人可依仗，二来也可监督众气堂弟子炼制镶嵌灵气的效率。咚咚咚，沈墨刚铺好床铺，便有敲门声响起。他打开院门，只见门外站着三人：宋朝风、柳元丰、柳云轩。前两人齐声道：见过少宗主。柳云轩目光冰冷，迟迟未开口。柳元丰抬手给了儿子后脑勺一巴掌：快行礼。柳云轩这才不情不愿地躬身行礼。沈墨神色不变：二位有何贵干？柳元丰笑容诚恳：没什么大事，只是来聊几句。如今我与少宗主同为正副堂主，当齐心协力，多练镶嵌灵气，让清玄宗更加强盛。我知道犬子与少宗主从前有些误会，可大家都是清玄宗人，当以宗门大局为重。今日特意带云轩前来，希望与少宗主冰释前嫌。少宗主意下如何？说完，他露出诚挚笑容，几乎看不出半分虚假。沈墨温和一笑：柳堂主言重了，那些小误会我从未放在心上。柳堂主有一句话说对了，一切当以宗门大局为重，只要柳堂主与我同路，自然无仇无怨。柳元丰眼中闪过一丝一芒，却很快掩去。好，既然少宗主这么说，我父子二人便告辞了。二人离开后，宋朝风恭敬向沈墨行礼：少宗主。柳元丰城府极深，方才之言切莫当真。沈墨默然一笑。见状，宋朝风声音更低：少宗主，当日我等攻破众气宗山门，吴刚飞倒在血泊中，指着柳元丰大骂他提供假情报，结果被柳元丰一指灵力洞穿咽喉。沈墨微微颔首：宋长老有心了。宋朝风恭敬道：从今往后，宋某定全心护持少宗主，维护宗门利益，请少宗主放心。好，宋长老去休息吧。沈墨点头。等宋朝风离开后，沈墨关上院门，陷入沉思。沈墨已经彻底查看过刚才交谈的三人命盘，宋朝风近期的机缘中，并没有因背叛清玄宗而获得任何好处，他可以暂时列入可信任名单。至于柳元丰，他刚才那番话全是虚情假意，嘴上说的冠冕堂皇，一切以清玄宗利益为重，实则一心想窃取完整的精炼术。近期机缘1个月后，他将把2种锤法与嵌金液配方卖给飞霜宗，换取1000枚上品灵石。返回众气堂途中，经过荆棘灵石，被一群自称毒龙帮的筑基散修围攻，杀死散修后，从战利品中获得3件黄品宝物龙白须。龙白须，沈墨摇摇头，他对黄品宝物了解不多，看来是时候多读些书，补一补这方面的知识了。不过既然是黄品宝物，价值必定极高，自然不能让柳元丰轻易拿到。众气堂宗门宝库的重要宝物已经全部搬回清玄宗山门，藏经阁的武技也已取走，但许多史书、地理志等典籍还保存完好，正好可以看看。沈墨沉思片刻，便推门而出，直奔藏经阁。接下来的5天，他闭门不出，不眠不休，完全沉浸在藏经阁中，废寝忘食地阅读典籍。众气堂的执事与弟子们都非常惊讶，这位少宗主自从兼任众气堂副堂主上任以来，行为实在古怪，不修炼，不监督镶嵌灵气生产，反而整天泡在藏经阁看书。李长老虽也纳闷，但仍旧忠心耿耿地履行职责，每天守在藏经阁一层，为他护法。宋朝风同样不敢懈怠，每日监督镶嵌灵气生产，同时死死盯着柳元丰，让后者极为不自在。5天后，沈墨合上最后一本书，长长吐出一口气。5天不眠不休，不食不饮，他却丝毫不显疲惫，反而神采奕奕。这就是结丹境修士的好处。筑基修士尚未完全辟谷，偶尔仍需进食凡人食物，而结丹修士已能彻底辟谷。当然，这不代表他们不能享受美食，饮食乃人生一大乐事，可以不吃，但想吃的时候还是能大快朵颐的。龙白须，黄品秘宝，药性温和平和，五行均衡，几乎无毒，乃增强金丹的上佳秘宝之一。沈墨微微点头，这东西对他来说再合适不过。他当即离开藏经阁，路过一层时，向李长老打了招呼，说自己要去荆棘林寻找突破结丹的机缘，可能需要数日。李长老本想跟随，却被沈墨拒绝，只好作罢。不过他心中清楚，沈墨有保命手段，除非遇到结丹巅峰修士，否则至少能逃。离开众气堂后，沈墨确认无人跟踪，才御空而行，急速飞向荆棘林。众气堂位于青苍山脉东侧，一路北行便是飞霜宗地界。不过路线并不经过飞霜宗山门，而是穿过其控制下的一座城池，那里顶多只有些筑基执事驻守。沈墨没有绕路，直接飞掠而过。不多时，前方出现一片广袤森林，林木郁郁葱葱，清新扑面，但林中不时传来虎啸猿啼，显然凶兽众多，隐隐透着凶险气息。沈墨提前落地，步行走向荆棘林外的小镇，一边走
一边戴上一张青面獠牙的面具遮住面容。这里毕竟是飞霜宗控制的城镇，若被人认出身份，难免生出之劫。戴好面具后，沈墨又谨慎查看一看自身命盘，确认此行无意外，这才彻底放心。他环顾四周，发现小镇与猛虎林外的小集市并无太大差别，商贩高声叫卖，行人交谈议论，还有不少人组队准备进入荆棘林猎杀妖兽。不过猛虎林外的小集市极小，只有路边摊贩，并无建筑。而这座小镇规模虽也不大，却五脏俱全，酒肆、茶楼、饭馆、客栈，甚至还有青衣楼。散修们摆的都是固定摊位，而非流动摊贩。此外，更有飞霜宗弟子成队巡街，维持秩序。沈墨刚走进人流密集处，就听到旁边2名修士兴致勃勃的议论：昨晚那丫头尝过没有？啧，皮肤又滑又嫩，叫的那叫一个销魂。嘿嘿嘿，当然尝了，爽翻了。今天再列几个上等货，叫上毒龙老大一起。沈墨眉头微皱，毒龙应该就是毒龙帮的老大。他立刻查看2人命盘，看完后眉头皱得更深。从对话来看，他起初以为2人去了青衣楼，可命盘显示，他们说的尝起来滑嫩并非比喻，而是字面意思。他们真的吃了那些无力反抗修士的凡人女子。沈墨露出厌恶之色，大步上前，冷声道：毒龙在哪儿？2人一愣，上下打量他：你谁啊？找我们老大干嘛？取他狗命！沈墨冷冷道。2人对视一眼，顿时大笑，准备嘲讽。沈墨抬手就是一巴掌，啪！一人脑袋猛地转了360度，脖子拧成麻花；另一人笑声戛然而止，面色惨白，双腿发软。带我去找毒龙！沈墨冷声道。是，前辈，请随我来。那人连忙低头哈腰，战战兢兢在前引路。不多时，沈墨来到一处宅院，院内空荡，无人巡守，显然这里就是毒龙帮的老巢。连飞霜宗弟子没有紧急要事，平时都不会无故来此巡查。此刻，毒龙正左拥右抱2名衣不蔽体的女子，2人脸上泪痕未干，身上毫无灵力波动，显然是普通凡人。毒龙身旁还站着6名筑基散修，个个凶神恶煞。老大，这位大人有事找您。引路的散修结结巴巴说完，转身就跑。沈墨屈指一弹，一缕灵力瞬间洞穿那人心脏。毒龙停下对2名凡女的手上动作，目光阴沉：谁敢在我地盘杀人？沈墨早已看过毒龙与在场所有人的命盘，平静开口：我来取你狗命。毒龙眼神骤厉，让杀了他。他能在荆棘林活这么久，并非全靠运气，他对危险有极敏锐的直觉，直觉告诉他，眼前这个蒙面人极其恐怖，至少与他这个筑基巅峰一样强大。下一刻，宅院内灵气骤然爆发，伴随着一道刺目光芒闪过，紧接着砰，随即传来沉闷的撞击声，似乎有人重重砸在地上。巨大的动静让附近的散修一时间愣在原地，纷纷转头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几息之后，一道盾光从宅院内激射而出，眨眼便掠出城镇。这道盾光立刻吸引了全镇所有修士的注意，所有人都意识到那是结丹境修士的盾光。然而镇上驻守的飞霜宗结丹修士只有1位，那人心生追击之意，却自己遁速远远不及，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道身影化作一道光线，迅速消失在天际。10几息后，那道盾光落在一座几十里外的小渔村外。沈墨缓缓落地，将2名女子轻轻放下。毒龙帮中最强者，外号毒龙，不过是筑基巅峰修为。如今沈墨以结丹入门，弹指间便能将这些人全部灭杀，不到10息，全员覆灭。2名女子对他感激涕零，哀求沈墨送他们回原先的村庄。既在能力之内，沈墨便顺手送他们回去。然而，这也是他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修士凌驾凡俗之上，凡人对修士的任何行为几乎没有反抗之力。不仅如此，强大的修士还能随意支配，剥削弱小的修士。沈墨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变强，直到强过所有人，足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化作盾光离开后，2名凡人女子跪倒在地，向着他远去的身影不断叩首，哭得撕心裂肺。荆棘镇散修们很快聚集到毒龙曾经占据的宅院外，那里已是尸横遍地。绰号毒龙的筑基巅峰修士死状惨不忍睹，四肢被碾碎，头颅炸开，红的白的溅得到处都是。有人震惊，有人恐惧，有人拍手称快，有人握紧拳头，对那位不知名的结丹前辈感激涕零。长老来了，让开让开！人群一阵骚动，纷纷让出一条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出现，目光沉稳，仔细查看现场。此人正是飞霜宗派来镇守荆棘镇的长老，必定是结丹修士出手，否则毒龙不可能毫无还手之力。看灵力浓度与遁速，至少是结丹中期。老者低声惊叹：结丹中期，毒龙竟敢得罪这种人物！哼，毒龙死有余辜，他一死，他的地盘就是我们的了，活该！谁不知道他私下折磨死过多少凡人女子？他那些手下更是丧尽天良，连人肉都吃。散修们议论纷纷，不少人露出鄙夷之色。老者摆摆手，就当这事没发生过。毒龙的地盘，你们自己分。话音落下，老者转身离去。长老离开后，散修们面面相觑，随即一拥而上，疯狂抢夺毒龙及其手下的尸体，拼命去扒他们的储物间。场面再度陷入混乱。荆棘镇外，一座不起眼的石山山顶，沈墨盘膝而坐，
面前摆着3条白生生、似肉非肉的条状之物，每条约手指粗细，3尺来长。这正是沈墨从毒龙储物界中找到的龙白须。只有100年以上的龙才能长出一根龙白须，龙白须外皮极韧，须结丹境修为才能破开。至于龙兽，乃是体内流淌龙族血脉的妖兽。毒龙多半是无意中得到这3根龙白须，不知其价值，又破不开外皮，便随手扔在储物界角落吃灰。沈墨运转灵力，将一条龙须包裹其中，炽热的火属性灵力涌出，将其层层缠绕。数息之后，那坚韧的外皮逐渐软化。沈墨像剥香蕉一样剥开外皮，露出里面血红色的果肉。这果肉没有猪肉鱼肉的腥臭味，反而清香扑鼻，像是植物的芬芳。轻轻一戳，弹嫩如布丁。沈墨张口将一根龙白须整个吞下，在消化龙白须的同时，沈墨用同样方法剥开剩下2根的外皮，将3条果肉全部服下。片刻后，沈墨感觉小腹渐渐升起一股暖流，仿佛有一轮小太阳在丹田之中缓缓散发热量。内是丹田，只见燕玉金丹旋转加速，肉眼可见的变大。1日、2日，消化3根龙白须所需的时间比沈墨预想中要长。直到第3天傍晚，他终于彻底消化完毕。也就在那一刻，燕玉金丹达到某个临界点，骤然膨胀一大圈。嗡！沈墨气息瞬间爆发，方圆数10丈内的一切都被震开，巨树连根拔起，瞬间倒塌，岩石被震飞，尘土被横扫一空，整片区域顷刻间变得干干净净。他猛地睁开眼，感受着愈发雄浑的燕玉金丹，露出一丝喜色。结丹小成，比我想象中更快。沈墨微微一笑，心中升起是试身手的冲动。他当即前往附近深山寻找4阶妖兽练手。不过一如既往，他先看了一眼自身命盘，近期机缘，今日突破结丹小成，心痒难耐，进入深山寻找妖兽，轻松斩杀一头4阶大成妖兽，获得其妖精。稍作搜寻，发现一处虎穴，在其中找到一枚储物戒，内有一瓶明元丹。沈墨眼睛一亮，果然天道酬勤。不久后，他找到了倒霉的目标，那是一头白虎，修为已至4阶圆满，体型超过4丈，放在地球便是10米多长的巨兽。此刻，白虎正准备下山觅食，一人一虎对峙，白虎瞬间扑杀而来，铁爪锋利，直取沈墨面门，钢牙森森，瞄准咽喉，张开血盆大口，腥臭之气令人作呕。沈墨不施展任何武技，也不动用雷池剑，而是果断祭出燕玉金丹，张口一吐，金丹宛如一颗炽热火球，轰然射出，直奔白虎而去。白虎巨大双目瞬间收缩，感受到死亡威胁，本能抬起前爪格挡。轰！燕玉金丹直接炸碎他的前臂。白虎发出一声惨嚎，却更加凶性大发，竟反扑向金丹。他已意识到对手的强大，若不拼命，必死无疑。他并非第一次面对结丹修士，相反，他曾杀死过好几位。他知道金丹是结丹修士最强手段之一，同时也是弱点所在。若能重创金丹，对方便会遭受反噬。别急，地狱金丹真正的杀招还没使出来呢。沈墨淡淡一笑，手掌骤然张开，半空中旋转的金丹猛地炸开，瞬间炸裂成45枚碎片，如火焰流星雨般倾泻而下，铺天盖地砸向白虎。每一块碎片都造成惊人伤害，白虎毛发被烧得焦黑，强壮身躯千疮百孔，吼声渐渐微弱。最后，所有碎片骤然重新聚合，再次贯穿白虎身躯，造成2次伤害。砰！白虎这才轰然倒地。沈墨剖开他的身躯，果然找到一枚巴掌大的妖精。随后又在附近搜寻，发现一处被白骨环绕的洞穴。白骨堆中有一枚储物戒，里面有数十枚上品灵石，最重要的是还有一瓶能加速金丹成长的凝元丹。机缘到手，该回去了。沈墨面露满意之色。众气堂，沈墨回到宗门时，弟子们纷纷躬身行礼。然而他一眼便瞧出众人脸上皆是忧色与慌乱。他正疑惑间，便看到洛胜男，询问情况。洛胜男一见到他，顿时惊喜叫道：“这不对，少宗主，您终于回来了，我们到处找您呢。”沈墨微微皱眉。众气堂有柳元峰、宋朝峰、李长老在，宗门大小事务应该都能应付。周边宗门中，灵溪宗明面上的筑基修士数量比清玄宗还少，不太可能突然发疯进攻。至于飞霜宗，他们大部分筑基修士仍被风雨宗牵制在荆棘林，没那么多兵力对付清玄宗。到底出了什么事，竟需要他亲自出面？洛胜男压低声音道：“是飞鱼城，飞霜宗突然发难，占了飞鱼城，还扣押了我们派去接管的执事与弟子。这消息是从路过的一支商队那里传来的。”沈墨眉头微皱。飞鱼城本是众气宗掌控的4城之一，清玄宗吞并众气宗后，自然派人接管4城。众气宗残党要么投降，要么逃窜，接管过程十分顺利。没想到才稳定半个多月，飞霜宗就主动挑起事端。沈墨忽然想起数日前姬石龙派来的罗双寒来招揽他时，罗双寒还提到自己接下来要去天水宗。姬石龙知道我不会入朝，所以罗双寒必定去了天水宗，他必然是奉姬石龙之命行事。飞霜宗依附天水宗，如此想来，极有可能是天水宗给了飞霜宗暗示或明令，让飞霜宗即便大部分筑基修士被风雨宗拖住的情况下，也要动手。沈墨问道：“宋长老与李长老在哪？”
骆胜男指向主堂，都在议事堂等您。沈墨点头，正要前往议事堂，这时重器堂门口忽然传来一声惊呼：“张执事，派去接管飞鱼城的张执事回来了！”沈墨转身望去，只见一名满身是血的中年执事正艰难走来，正是张威虎。张威虎远远也瞧见了沈墨，挣扎。张威虎此时虚弱不堪，喘息道：“多谢少宗主救命，这是庞子玉给您的信。”沈墨接过信，当即拆开。飞霜宗请来修宗门大阵的阵法师，途经飞鱼城时遭袭，故扣押贵宗执事弟子。我宗无意开战，若贵宗有意和解，可派人谈判，交出袭击阵法师的凶手，化解两宗恩怨。落款飞霜宗少宗主庞子玉敬上。沈墨面色不变，静静思索了片刻，待张威虎下去休息，他随意吩咐一句，将信递给宋朝峰、李长老等人，诸位都看看。以宋朝峰为首的几位结丹修士依次传阅信件，传阅一圈，看完后个个眉头深锁。李长老性子火爆，当即怒道：“胡说八道！这分明是他们飞霜宗找的借口。”宋朝峰也沉声道：“李长老说的对，这完全是飞霜宗的胡言乱语。若是我们派人前去交涉，恐怕也会被扣下。”李长老气得脸色铁青，可接管飞鱼城的许多执事弟子都被抓了，我们总不能见置之不理。宋朝峰深深叹息，对庞子玉，他放张威虎回来，还特意叮嘱让他亲手把信交给少宗主，若非少宗主察觉他体内有毒，此刻恐怕已身受重伤。如今我宗执事弟子被扣，清玄宗处境堪忧，不救，飞霜宗必定大肆宣扬，坏我宗名声，到时哪还有散修愿意投靠？若派人谈判，至少需一位结丹修士，可他们说不定连谈判之人也扣下，那我宗战力损失太大，好很多的心思。李长老严肃道：“两条路都不行，老身认为不如集结所有结丹修士，直接攻打飞鱼城。”柳元峰摇头：“李长老，此举不妥，怎能集结所有结丹修士倾巢而出？谁来守清玄宗山门、雷金矿、重器堂？”李长老冷哼一声，却也无言以对。宗门如今摊子铺得太大，各处都需要防备，确实不可能倾巢而出。沈墨目光渐冷，宋朝峰分析的没错，但他们只看到了眼前局势，而他早已通过命盘窥见自身命运与近期转折。这庞子玉显然是铁了心要对付他，命数最终止步结丹巅峰。5年后，神剑宗宗主罗朝天攻打清玄宗时被其斩杀。近期转折，5日后深夜，庞子玉亲率3名结丹修士突袭重器堂，沈墨独战4人，将其击退。庞子玉未能擒获沈墨后，庞子玉便命李铁启动血藤阵困住沈墨，另一名结丹修士自爆重创沈墨，令其卧床1年有余，无法修炼。显然庞子玉正是认定重器堂防御空虚，才敢动手。沈墨心里反倒松了口气，自己实力果然强得离谱，否则命盘也不会显示他能独自单挑3名结丹修士还能取胜，而且即便挨了1名结丹修士自爆，也只是重伤而已，只要避开血藤阵，再躲开自爆那人，最多轻伤，甚至有可能反擒庞子玉。但李铁是谁？不是长老，那必是执事或弟子。沈墨目光扫过人群，很快锁定1名筑基弟子李铁，此人原是铁拳宗弟子，铁拳宗并入清玄宗后被分配到重器堂。沈墨迅速查看此人命盘，此人命格与未来皆平平无奇，不过是个小角色，注定凝结普通金丹，结丹后不久因贪图宝物闯险的寻宝而死。沈墨只关心他的近期机缘。近期机缘2日后，在重器堂附近小树林中，从飞霜宗手中接过血藤阵阵旗，此后数日暗中布置于演武场4周，无人察觉。5日后，在庞子玉命令下启动血藤阵，大大迟缓沈墨，导致其被自爆重创。随后他从飞霜宗得到3瓶固基丹。原来如此，此人从一开始就是庞子玉安插的钉子，他不效忠铁拳宗，也不效忠飞霜宗，只效忠庞子玉一人。沈墨微微颔首，既然知晓未来与内奸，那一切都好办了。他略感意外的是，原本以为柳元峰可能会与飞霜宗勾结，里应外合，可如今看来，柳元峰只是出卖清玄宗情报，并未直接动手。少宗主，我等一致认为此事应当速报宗主，由长老会定夺。您意下如何？李长老问道。沈墨点头，立刻禀报师尊。是。当夜，沈墨与其他核心成员返回清玄宗议事殿参与会议，因需留守矿场等要地，参与会议的长老并不算多。沈墨在会上并未多言，结果显而易见，慕容月无需提醒也知该如何应对。救人必须救，但绝不能按敌人的剧本走，否则就成了葫芦娃救爷爷，一个接一个被抓。清玄宗最终决定对飞霜宗掌控的最近城镇黑石城发动突袭，只要能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黑石城，控制城中长老、执事、弟子，便可打飞霜宗一个措手不及，以此为筹码，便能与飞霜宗平等谈判。黑石城是飞霜宗控制的最南端城市，离清苍山脉与清玄宗最近。然而城墙厚重，护城河深，又有3名结丹修士、20名筑基执事镇守，想拿下绝不容易。清玄宗也必须出动结丹修士。短暂商议后，慕容月拍板，好，就定在5日后深夜。宋朝峰长老带领4位内门长老夜袭黑石城，此战务求速胜，不得有失。遵命。宋朝峰等人神色严肃，齐声应诺。
沈墨扫了一眼五位长老的命盘，袭击黑石城会大获全胜。唯一的遗憾是，他们一个飞霜宗的人也抓不到。看来庞子玉早已料到这一步。黑石城是飞霜宗控制的4城中，离青苍山脉与清玄宗最近的一座，自然是最可能被袭击的目标。他很可能提前撤走了黑石城的人员，让宋朝峰等人扑了个空。就算暂时占据，飞霜宗日后也能卷土重来。但他可以趁重气堂防御空虚，派3名结丹修士夜袭，意图擒我。沈墨心下生出几分欣赏，此女心机确实了得，若无命盘，谁能玩得过她？不过，即便知晓未来，沈墨也并不打算提前揭穿。未来并非铁板一块，若他阻止5位长老去黑石城，重气堂便不会防御空虚。庞子玉多半会重新考虑夜袭重气堂的计划。如此一来，沈墨反倒失去了擒拿庞子玉的机会。一切都是环环相扣。很快，5日之期便至。夜色掩护下，宋朝峰、柳元峰等人离开重气堂，穿越青苍山脉，前往袭击黑石城。重气堂只剩李长老一人留守。至于沈墨，他并未暴露真正修为，对外仍被视为筑基巅峰。此刻已近子夜，一支队伍正悄然逼近重气堂，为首的是一名身形纤细的女子，她显然是队伍的核心，身后另外3人皆是结丹修士。4人逼近重气堂一定距离后，便停下脚步，他们目光凝视着重气堂那厚重紧闭的正门，门口2名筑基弟子守卫，显得疲惫不堪，时不时打着哈欠。少宗主，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其中一人低声问道。庞子玉自信道：不急，再等半个时辰，等他们换岗再说。果不其然，半个时辰后，大门吱呀一声开启，2名新弟子走出来替换下先前那2人。庞子玉身后一名结丹修士疑惑道：少宗主，刚才那2人已经疲惫不堪，我们完全可以冲进去，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就杀了他们，何必等到现在？换上精神饱满的守卫。庞子玉微微一笑，却不回答，只是目光平静地看向大门，仿佛在说：你们很快就会明白。3名结丹修士也顺着他的目光死死盯着大门，他们立刻注意到那2名新守卫正在悄无声息地将大门完全推开。等大门彻底敞开后，其中一人举起火把，在夜色中轻轻晃动，似乎在打着某种信号。3名结丹修士瞬间明白过来，这2人竟是庞子玉早早安插在重气堂内部的内应。重气堂大门通体以白铁铸成，异常沉重，若处于关闭状态下，至少需要2名结丹修士合力轰击才能强行破开，且必然耗费大量灵力。如今有人从内部开门，简直是天大的便利，倒是省去不少麻烦。少宗主深谋远虑，我等佩服。3人齐声赞叹。庞子玉微微一笑，轻声问道：你们可还记得我来之前说过的话？一人立刻道：记得，必须速战速决，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沈墨。庞子玉点头，擒下沈墨，断其前途，才是我们最大的胜利。他随即叹道：可惜风雨宗突然增兵荆棘林，逼得我们也必须派大半结丹修士过去牵制，否则我还能多带2名结丹修士，十拿9稳擒下沈墨。3人轻笑：少宗主是不是太过谨慎了？沈墨不过筑基巅峰而已，不错，他就算想宁远满金丹，可那等天才地宝，岂是说得便得？少宗主之前说过，重气堂如今只有1名结丹修士留守，如今我等4人齐至，擒下沈墨，还不是手到擒来？庞子玉摇头，小心驶得万年船。我不认为沈墨会那么容易被擒，但也无需太过担忧，我已有后手。3人再次赞叹少宗主年纪轻轻，却思虑周全，目光长远，实在难得。废话少说，开始行动。庞子玉轻笑道，4道身影如鬼魅般贴地疾行，数息之间便抵达大门。守门2人之一正是李铁，见到庞子玉，他立刻恭敬跪下参见少宗主。庞子玉点头，留在这里，听我号令，随时启动阵法。是，2人齐声应道。4人随即深入重气堂。就在此时，李长老心中莫名生出不安，离开房间巡查，他很快发现了入侵者。庞子玉当即下令杀了他，他是慕容月的死忠。4名结丹修士瞬间将李长老围住。李长老怒喝：该死！庞子玉，飞霜宗卑鄙无耻，竟敢偷袭！轰轰轰！5名结丹修士交战，灵力激荡，动静惊天动地。重气堂内不少弟子被惊醒，可结丹修士之间的冲击波太过恐怖，谁也不敢贸然上前。沈墨也被惊动，在此时推门而出。李长老嘶吼大喊：少宗主，快逃！老身拼死拖住他们！庞子玉眼神一闪，别让他跑了。遵命！正围攻李长老的1名蓝袍修士大喝一声，一掌将李长老震开，随即身形拔地而起，右手成爪，直取沈墨咽喉。当然，既然庞子玉叮嘱要活捉沈墨，他只用了3成力。沈墨没有逃，也没有躲，他迎着来势，迎面而上。李长老痛苦闭眼，他怎么也没想到庞子玉一行竟会在此时突袭重气堂，而且看这架势，分明是冲着沈墨来的。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偷袭。李长老心生深深愧疚，恨自己没能护住少宗主。然而下一刻，一道炽烈火焰自沈墨掌心暴涌而出，刹那间火焰凝聚成一只赤红火凤，振翅而出，直扑蓝袍修士手掌。九阳神皇诀第一式，轰！2股力量碰撞，蓝袍修士右臂瞬间被火焰吞没。啊！
他惨叫一声，袖袍顷刻化为灰烬，皮肤在高温下滋滋作响，剧痛直入骨髓。可即便痛彻心扉，蓝袍修士也没有收回手，强忍剧痛，继续伸手抓向沈墨咽喉。他以为这不过是沈墨最后的保命底牌，是慕容月作为清玄宗宗主赐给少宗主的保命底牌，能爆发出堪比结丹修士的一击护身秘术。然而他又错了，沈墨身影一晃，已然出现在他身后，冷冽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别找了，我在这儿！”轰！沈墨一掌重重拍在蓝袍修士后背，又一道烈焰爆发，瞬间便贯穿蓝袍修士身躯。砰！猝不及防之下，蓝袍修士根本来不及防御，整个人被轰飞出去。沈墨紧随而上，拳影如雨，招招直指咽喉、心脉等要害。10息之内，蓝袍修士气绝身亡，当场毙命。在场众人全都愣怔，在所有人眼中，这一幕就像兔子踢死雄鹰，小猫挠死猛虎。一名筑基巅峰修士杀了一名结丹修士，这怎么可能？就算沈墨天赋异禀，能越阶而战，也不可能跨越如此巨大的境界鸿沟。筑基与结丹之间的差距是天堑，筑基只能动用自身灵力，而结丹可借天地灵气，借天地之势。庞子玉身旁的白袍、黑袍修士微微皱眉，这是慕容月给他的保命手段。庞子玉喃喃道：“不是，看来他已经结丹了。”白袍与黑袍修士双眼猛瞪，震惊失声：“什么？”连李长老都愣住了。你说咱们少宗主已经结丹，怎么我一点都不知道？沈墨高声道：“李长老，我来助你。”李长老急忙回应：“少宗主，老身不知你如今状况如何，但若刚踏入结丹，绝不可能敌得过经营此境多年的修士。老身还能拖延片刻，你务必逃得越远越好。”他完全是按常理判断，围攻他的白袍、黑袍修士皆是结丹大成境界，就算沈墨宁的是圆满金丹，心境结丹也绝无可能同时对抗2名结丹大成。沈墨摇头：“李长老，若我弃你而去，你必死无疑。我沈墨不是那种人。”话音未落，雷奏剑已然出鞘，沈墨隔空一剑直刺庞子玉。剑未至，周遭天地灵气已汹涌汇聚而来，雷光闪烁，剑影幢幢，将庞子玉笼罩其中。黑袍修士踏前一步，挡在庞子玉身前，双持2柄大刀猛然下劈，刀光撕裂空气，天地灵气汇聚，化作一道数丈长的火焰刀芒。雷奏剑影与火焰刀芒在半空中轰然碰撞，轰！不同属性的灵力交织纠缠，互相湮灭。黑袍修士面色骤变，因为发现自己攻势竟被瞬间压制，堂堂结丹大成，竟被一个新晋结丹压制，这不可能！该死！再来一刀！黑袍修士怒吼，又是一刀斩出，新刀芒与旧刀芒叠加，火势暴涨，狂暴火力开始反压雷奏剑影。沈墨淡淡一笑，再出一剑，这一剑与前一剑截然不同，剑势极慢，宛如乌龟爬行。可就在黑袍修士以为剑光尚未落下时，那缓慢剑光骤然爆发，速度陡增，快如雷霆，眨眼间便与前一道雷奏剑影合二为一。刹那，雷奏剑影彻底碾压火焰刀芒，将其撕裂殆尽。雷奏剑影势头不减，重重轰在黑袍修士胸膛。轰！黑袍修士如断线风筝般倒飞而出，撞穿一栋石屋，被埋进废墟里。他挣扎着爬起，却连连咳血，脸色惨白如纸，显然已被沈墨这一剑重创。庞子玉瞳孔猛缩，难以置信：“你到底是什么怪物？”白袍修士迅速挡在他身前，声音低沉：“少宗主，此人极不寻常，或许服用了某种罕见灵药，暂时提升了修为，我们敌不过，也拖不起时间，建议立刻撤退。”庞子玉却深吸一口气，目光冰冷：“我还有后手。”李铁启动血藤阵，他厉声喝道。守在门口的李铁早已准备多时，立刻将灵力注入手中玉牌。这玉牌正是控制血藤阵8根阵旗的中枢，灵力一入，阵法瞬间激活。果不其然，大地涌动，一根根由木灵气凝聚的赤红藤蔓骤然从地底破土而出，藤蔓瞬间缠向阵内4人。不过5息之内，沈墨与李长老身形已便被缠住，无法动弹。这是中品玄阶血藤阵，何时在此布下的？李长老瞪大眼睛，震惊失声。玄阶阵法极其昂贵，玄江府无人能炼制，只能从府城高价购买。这血藤阵布的极好，显然已不止多时。与此同时，庞子玉与白袍修士身上同样被无数血藤缠绕，但庞子玉立刻取出2枚拳头大小、散发清香的草球，其中1枚抛给白袍修士。这些草球并非宝物，而是由一种名为是藤牛的妖兽粪便制成。血藤极其可怕，数量众多，且藤刺可吸血蚀骨，但4藤牛皮后，血藤荆棘刺不穿。4藤牛力大无穷，稍一挣扎便能轻易撕裂血藤，因此血藤极惧4藤牛。即便阵中血藤乃木灵气凝聚，仍对4藤牛有本能畏惧。4藤牛干粪制成的草球对血藤同样有克制作用。果不其然，庞子玉与白袍修士手持草球后，缠绕他们的血藤仿佛遇到天敌，瞬间散开，随即爪缠向沈墨与李长老。白袍修士松了口气，钦佩道：“少宗主果然思虑周全，有此阵法，他们战力大减。”庞子玉苦涩一笑：“小心驶得万年船，我也没想到真会用到血藤阵。”相比之下，李长老神色愤怒至极：“少宗主，你快走吧，如今真的无路可退了。”他咬牙道：“即便沈墨再强，
一旦被血藤阵困住，也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还能怎么办？四藤牛粪便确实能克制血藤，可他们事先根本不知道会有血藤阵，自然没准备此物。沈墨却无声一笑：“李长老，你忘了我身上还有什么吗？”李长老一怔，尚未反应过来。与此同时，庞子玉与白袍修士已迅速逼近，不像那些废话连篇的反派，他们要趁沈墨被血藤束缚，速战速决，彻底废掉他的战力。庞子玉长鞭骤然抽来，白袍修士手持长枪直刺沈墨心脏。面对两人凶猛攻势，沈墨深吸一口气，然后轰，他催动了红莲天焰，炽烈红焰凭空出现，瞬间焚尽缠绕沈墨双脚的血藤。九阳神皇诀第二式，沈墨右掌伸出，红焰疯狂汇聚，天地间的火灵气也随之涌来，助长威势。几息之后，一柄10丈长的赤焰掌刃在沈墨右手凝聚而成，那仿佛能焚尽万物的恐怖高温，让庞子玉与白袍修士同时感到巨大危机。斩！赤焰掌刀猛然斩下，与庞子玉、白袍修士攻势碰撞，轰！爆炸骤然爆发，4道身影被震飞，朝2个方向倒退。庞子玉被白袍修士护住，未受重伤，白袍修士却几乎被烧焦，全身焦黑，没有一块皮肤是完好的。李长老及时后退，只被余波擦到，沈墨自身却未被红莲天焰伤到分毫，他仅仅只被庞子玉与白袍修士的攻势震退。少宗主，此人太强，我自爆金丹，与他同归于尽，你速退！白袍修士嘶吼，转身扑向沈墨，要与他同归于尽。谁准你自爆金丹？沈墨早已料到剧情走向，他当即施展8级雷动，闪至白袍修士身后，雷奏剑骤然刺入白袍修士丹田，剑尖一挑，直接挑出一颗高速旋转的金丹。白袍修士的金丹被沈墨生生挖出，自爆自然成了笑话。他难以置信地低头望向丹田，眼中尽是难以置信，哇地喷出一大口鲜血，随即扑通向前栽倒，彻底没了声息。沈墨转头看向庞子玉，嘴角勾起一抹笑意，现在只剩你了。不知为何，庞子玉只觉那笑意阴冷森然，如恶鬼临世，他所有的算计皆成泡影。沈墨根本不是筑基巅峰，而是早已凝结金丹，而且气机浑厚至极，毫无疑问是最强的圆满金丹。更让他心寒的是，他早通过渠道得知沈墨身怀罕见道焰，原本他只需用血藤阵困住沈墨片刻，哪怕只是一瞬，只要一名结丹修士自爆金丹，哪怕不能当场诛杀沈墨，也必能将其重创。可沈墨的反应比所有人都快，血藤刚缠上他的身躯，他便直接催动道焰，将血藤焚烧殆尽，仿佛他早就预料到会有血藤阵。想到这里，庞子玉愤怒地瞪向入口处惊慌失措的李铁，对方神色慌乱，满脸惶恐。难道此人早已背叛他，暗中投靠了沈墨？我宁死也绝不像吴冷那样落入你手中受尽屈辱。庞子玉厉喝一声，骤然抽出短刀，横向抹向自己咽喉。沈墨早有准备，屈指一弹，一缕灵力激射而出，精准洞穿庞子玉右手。剧痛让他手指一松，他手中短刃当啷落地，别说自尽，连握刀的力气都没有了。绑起来，别给他任何自尽的机会。沈墨淡淡下令。李长老兴奋应道：“是。”他迅速上前，将庞子玉捆得结结实实，甚至塞了布团进他口中，防止咬舌自尽。沈墨这才微微点头。庞子玉身份不低，又极有头脑，这样的人，要么干脆利落的斩草除根，要么牢牢掌控在手。但沈墨暂时不打算杀他，至少要先从他身上榨出足够的利益。况且清玄宗整体实力仍逊于飞霜宗，若当场杀了庞子玉，等于是正式宣战，双方实力相当，很可能陷入持久战，局面反而不利。这是沈墨不愿看到的。他更喜欢速战速决、碾压式的胜利，而不是漫长拉锯。少宗主，这2个叛徒怎么处理？李长老指着入口处的李铁与另一人。庞子玉被擒后，弟子们已一拥而上，迅速将那2人拿下，审问清楚，然后当众处决。沈墨挥手遵命。众气堂内的混乱渐渐平息，但众人心中的激动却久久无法平复，根本睡不着，纷纷低声议论：咱们少宗主现在到底什么境界，竟能碾压那些结丹修士？我猜少宗主早就暗中结丹了，只是一直隐而不发，藏着当底牌。可就算早结丹，也该只是结丹入门，怎么可能打得过那些老牌结丹？谁知道呢？反正咱们少宗主牛逼就对了。嘿，玄江五少都还没结丹，咱们少宗主先一步做到了。这消息传出去，咱们清玄宗弟子脸上多有光，可不是吗？咱们清玄宗如今已有一流宗门底蕴，再加上少宗主这样的超级天才，前途无量。与此同时，沈墨并未休息，他立刻离开众气堂去截取机缘。早在擒下庞子玉之前，他就已看过他的命盘，发现2个即将到手的机缘。近期机缘1，今夜秦沈墨返回飞双宗途中，遭遇4阶灵蟒，斩杀灵蟒后，在附近发现2株低品的阶灵药木芙蓉。近期机缘2，10日后，在白鹤山附近与灵犀宗宗主会面时，偶遇一只巨型寻金鼠，却未能擒获，仅得5枚上品灵石。沈墨沿着众气堂通往飞霜宗的路径前行，很快在林中发现一条巨大的青色巨蟒，正是机缘中提到的灵蟒。一番激战后，沈墨成功将巨蟒斩杀，并在附近找到2株与周围树木融为一体的木芙蓉。木芙蓉地阶下品灵药，
是增强金丹的稀世珍宝，与龙白须同类，无需炼丹，直接服用可发挥90%以上药效，而且木芙蓉的药效还在龙白须之上。这2株木芙蓉大约相当于4根龙白须。拿到木芙蓉后，沈墨便直奔白鹤山。白鹤山靠近灵溪宗，却仍属青苍山脉范围。沈墨很快便抵达白鹤山，不过与庞子玉不同，他不可能恰好遇到寻金鼠。按正常时间线，寻金鼠要10日后才会出现，所以他必须主动寻找。直到天色微亮时，他终于在山腹间发现那头巨型寻金鼠。寻常寻金鼠不过手臂长短，而这只腰高3米多，体长超过3丈，绝对是鼠王级。它的速度也极其惊人，一见沈墨立刻惊恐逃窜。寻常结丹修士只能跟在屁股后面吃灰，但沈墨的8级雷动乃顶尖玄接身法，完全追得上。很快，他将巨型寻金鼠逼入死角，那寻金鼠直接翻肚装死。沈墨哭笑不得，也懒得杀它，只取走它藏在后毛里的东西。令他惊喜的是，这只巨型寻金鼠不仅有80多枚上品灵石，竟还藏着半截漆黑护臂，正是妖甲残片。也不知道这寻金鼠是怎么扛着这么重的东西到处跑的。回去吧，我不杀你。沈墨挥挥手，巨型寻金鼠如蒙大赦，飞速逃离。截胡这2个机缘后，沈墨在附近找了个僻静处检查收获。木芙蓉暂且先放一边，随时可服，炼化也需不短时间。倒是这半截妖甲护臂让他眼前一亮，护臂散发暗紫幽光，透着诡异、凶厉、嗜血的霸道气息，却又蕴含磅礴伟力。其表面与沈墨先前所得的妖甲残片一样，刻满神秘繁复的纹路。不知道这2块妖甲残片能否与之融合？沈墨心道。沈墨意念一动，胸口处另外2块早已与他血肉相连的妖甲残片缓缓浮出。下一刻，3块碎片如同磁铁般相互吸引，最终严丝合缝地融为一体。当一圈暗紫能量波纹向外扩散开来，妖甲护臂悬浮在沈墨面前，仿佛在等待主人穿戴。不过此刻妖甲显得格外宽大，与沈墨体型明显不符。沈墨挠了挠头，心里多少有些狐疑，但还是伸出手臂将其插入那看似不合尺寸的护臂之中。嗡！原本明显不适合人类手臂的妖甲护臂，竟在接触到沈墨的瞬间自动收缩，最终竟严丝合缝地贴合在他右臂上。沈墨顿时感到一股磅礴、狂暴的力量涌入右臂，单单右臂的力量恐怕就超过了他全身上下加起来的总和。沈墨深吸一口气，抬手猛地一拳砸向地面，咔嚓！坚硬无比的花岗岩地面瞬间裂开，裂缝如蛛网般向四周蔓延，延伸至远处。下一刻，前方那座约莫10丈高的小石山从中裂开，一道巨大的裂缝贯穿山体，整座石山竟被生生劈成2半。沈墨双眼猛地睁大，满脸狂喜。好，这妖甲右臂太过强横，完全可作为我的杀手锏。欣喜之下，沈墨心念一动，妖甲护臂瞬间消失，重新出现在他丹田之中，静静悬浮在道台之上，与焰域金丹并列。只要沈墨一个念头，他便可瞬间出现，为其征战四方，助他杀敌。不久后，沈墨返回重气堂，径直前往地牢。地牢建在一处天然地下洞窟之中，阴寒湿重，寒气逼人，囚犯无时无刻不在受寒气侵蚀之苦，因此守卫们也都披着厚厚袍服。沈墨到来时，看守的正是2名筑基弟子，他认得他们，这2人都是清玄宗的老弟子，并非新加入之人。扫了一眼2人的命盘，并无异样，也进一步证明他们对清玄宗的忠诚。见过少宗主。2人恭敬行礼，脸上满是毫不掩饰的崇拜。沈墨微微颔首，带我去庞子玉的牢房。是。一路走过，经过许多牢房，里面关押的只有2类人：叛徒以及犯下罪行的散修。审问之后，这些人只有2个下场，要么废掉丹田放逐，要么当众处决杀鸡儆猴。很快，沈墨便见到了庞子玉，他的牢房位于地牢最深处，这里比外面更加阴冷潮湿。对了，少宗主，这些是从庞子玉身上搜出的，李长老特意交代要亲手交给您。左侧弟子递上几件物品，有1枚储物戒，1条长鞭，还有1条项链。沈墨逐一查看，储物戒内有上百枚上品灵石以及一些灵器，这些他并未放在心上，反而最后在储物戒角落找到1瓶明元丹，他满意点头。至于长鞭和项链，都是玄阶下品灵器。沈墨将储物戒里的东西取出，其余的让另1名弟子带回宗门宝库。这时庞子玉也看到了他，他依旧被五花大绑，口中塞着布团，无法开口，只能用仇恨的目光死死盯着沈墨。若眼神能杀人，沈墨此刻恐怕已被千刀万剐。沈墨只是淡淡一笑，仔细查看庞子玉的命盘，姓名庞子玉，修为结丹入门，命格宗门子弟，小有福运，沉鱼落雁，智谋过人，紫雷体，命数最终止步结丹巅峰，一生大起大落，却得善终。近期机缘，2月后药王洞府开启，庞子玉将被父亲庞龙祥带回飞霜宗，以换取1枚破阵玉牌。近期转折，2个半月后探索药王洞府时，庞子玉被阵法重创，命悬一线，后被灵溪宗宗主所救。沈墨眉头微皱，药王洞府要开启了，破阵玉牌，这可是关键信息。飞霜宗早已发现第3处药王洞府，一直在尝试破阵，甚至从外府请来阵法师，
对外声称是修宗门大阵，但药王洞府具体位置从未泄露，只知在荆棘林内。如此看来，2个月后飞霜宗将用破阵玉牌打开药王洞府。看来这破阵玉牌恐怕是唯一足以交换庞子玉的筹码。沈墨思量，在他计划中放走庞子玉绝无可能，至少要榨干他身上所有有用情报后再杀。但若有破阵玉牌这等重宝做筹码，放他一马倒也不是不行。况且庞子玉若进入药王洞府，被阵法重创，本就是极易改变的结果。只要稍加干预，他非但不会获救，反而可能当场身死。想到这里，沈墨心满意足，不再理会庞子玉那怨毒的目光，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庞子玉的表情从仇恨转为困惑，他大老远跑来，就这么看了我一眼，什么话都不说，他到底想干什么？离开地下牢狱，沈墨回到自己院落，取出之前所得的木芙蓉，开始闭关修炼。没过多久，一阵清幽香气弥漫开来，随即传来慕容月略带惊讶的声音：“墨儿，你结丹了？”沈墨抬头，只见慕容月一袭宽松淡色长裙走了进来，与平日华贵的宫装不同，她此刻穿得更随意，显然是为休憩而来。沈墨苦笑：“李长老告诉您了？”慕容月掩嘴轻笑：“当然，这等大喜事，李长老第一时间就来禀报我了。快说说，你凝的是什么金丹？可是圆满金丹？”他神情热切，对沈墨竟罕见的自称我，而非平日里的为师。沈墨点头，他虽然凝的是艳玉金丹，是压箱底的底牌，但此刻对外只说是圆满金丹。好，好，好！慕容月喜不自胜，连说了3个好字，随即又问李长老说：“昨夜庞子玉等人突袭重器堂，墨儿，你应是刚结丹不久，是如何应对的？”沈墨早已准备好说辞：“至尊，我早有准备。他们既然赶来，我自然不会像旁人那般措手不及。再说是尊忘了，我已驯服红莲天焰，战力远超寻常结丹修士。”慕容月微微颔首，说的也是。有此底牌，墨儿你对付普通结丹修士确实不难。不过墨儿，你结丹的消息很快便会传开，要做好准备。如此年轻有为的结丹修士，势必引起各方关注。沈墨微微点头，既然暴露了实力，他早已做好迎接羡慕嫉妒恨的目光准备好。既然你如此有信心，我也就放心了。慕容月满意道，又说了几句家常，他便离开了。沈墨心头一暖，慕容月字里行间皆是关切，足见这位美貌师尊真把他当成了亲人看待了。飞霜宗议事堂，庞龙翔坐在主位，脸色铁青，他左右两侧坐着飞霜宗最强的10名结丹修士，除他们之外，庞龙翔身旁还坐着另一人，此人须发皆白，却神情慵懒，与堂中众人肃穆凝重的气氛形成鲜明对比。怎么都不说话，都哑巴了？庞龙翔猛地一拍桌子，怒喝道。众长老轻咳一声，左侧首位副宗主低声道：“少宗主擅自行动，落入清玄宗埋伏，此事确实是谁也不愿看到的。”大长老点头，不过还请宗主息怒，眼下万不可与清玄宗正面开战。二长老补充，风雨宗宗的人马还在荆棘林中徘徊，其真实意图不明，究竟是否知晓药王洞府也尚不得而知。副宗主继续，若此时与清玄宗开战，风雨宗再从北面夹击，我们将陷入两面受敌之境，极为不利。庞龙翔强压怒火，那依你之见，该怎么办？副宗主沉声道：“少宗主先前以徐大师在飞鱼城遇袭为由攻打飞鱼城，此举本就理亏。我建议先行释放一部分被扣押之人，以示诚意，随后再与清玄宗商议，谈赎回少宗主之事。毕竟此事我们并不占理。”大长老连忙劝道：“宗主，其实谈判未必要有结果，我们只需拖延时间即可。”他瞥向白发老者，只要请动徐大师破开药王洞府禁制，我们就能得到洞内所有宝物收入囊中，我宗实力必然大增。到那时，甚至可拉拢天水宗相助。即便同时面对风雨宗与清玄宗，我宗亦有胜算。其他长老纷纷附和，无人支持现在与清玄宗开战，皆主张拖延，直至药王洞府开启。庞龙翔深吸几口气，庞子玉终究是他的女儿，先前的怒火是从父亲角度出发，但若从飞霜宗宗主角度考虑，拖延到药王洞府开启，确实是当下最优解。好，就拖，但必须确保子玉安全。庞龙翔沉声道：“明白，此事由老夫亲自出面去谈。”大长老接下任务。庞龙翔环视众人，还有一事，咱们安插在重器堂的人已将昨夜之事传回。此言一出，众人顿时精神一振，他们也急于知道，为何庞子玉带3名结丹修士突袭重器堂，为何反倒折损3人，还被擒1人？庞龙翔沉声道：“子玉分析没错，重器堂确实只有1名结丹修士留守，但我们都忽略了另一个人沈墨。”副宗主一怔，随即反应过来：“宗主，您是说此人已结丹？”大长老、二长老等人几乎立刻反驳：“不可能，绝不可能！他才突破筑基巅峰不久，就算身为清玄宗少宗主，也不可能这么快凑齐圆满金丹所需宝物。”庞龙翔叹息：“别说不可能，世事无绝对。子玉带去的3名修士皆死于沈墨一人之手，子玉甚至提前布下血藤阵以防万一，却仍困不住沈墨，反被他掌控的天地道焰焚毁。1名修士欲自爆金丹阻挡沈墨，为子玉争取逃生时间，却被沈墨以更高明的身法绕到身后，直接挑出金丹中断了自爆。子玉也是被沈墨亲手擒下。换句话说，昨夜突袭
全程被沈墨一人化解。庞龙祥话音落下，满堂寂静的落针可闻，每一个人脸上都写满震惊与不可思议。沈墨结丹了，而且战力如此恐怖，必是圆满金丹。此等人物竟还驯服了天地道彦，太恐怖了。对他而言，玄江府恐怕只是小小池塘，将来沈墨必是整个豫州的风云人物。可越是如此，他们越不安，越要与清玄宗与沈墨为敌。我已将此事告知天水宗，水宗主亲自与我通话。庞龙祥神色凝重，堂内众人神情顿时肃然，所有目光齐齐投向庞龙祥。飞霜宗向来为天水宗马首是瞻，水清烟说什么，他们就必须听，必须照办。庞龙祥沉声道：“水宗主言辞明确，杀！若有机会，务必杀了他。”众长老心头一紧，即便隔着庞龙祥转述，他们也能感受到水清烟毫不掩饰的杀意。毕竟百宗大典时，沈墨让天水宗颜面尽失，水清烟早就想杀他了，只是天水宗离清玄宗太远，一直找不到合适借口出手。副宗主道：“沈墨天赋与战力如此恐怖，确实该杀。可我认为慕容月必定会对他加倍保护。”大长老点头：“不错，想杀他，谈何容易？”就在此时，一直沉默的白发老者忽然开口：“想杀他，简单，引他进药王第三洞府。”庞龙祥一怔，连忙问道：“徐大师，此话何意？”徐大师淡然道：“对药王第三洞，不但洞外有防护大阵阻挡外人进入，洞内更有层层杀阵。老夫一旦破开洞府禁制，便可为你们每人炼制一张护身符箓，可挡洞内绝大多数阵法。但旁人若无此符进入，便会寸步难行，九死一生，即一死无葬身之地。”庞龙祥眼睛一亮，其他长老也似有所悟。副宗主立刻道：“徐大师所言极是，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点，连风雨宗也一并引进来。”大长老点头，但必须演好戏，让他们觉得我宗迫不得已，只能妥协，才与他们一同进入药王洞府，否则他们必然起疑。正是。众长老连连点头。庞龙祥满脸感激，当即起身向徐大师深深一揖：“多谢徐大师，能请到您，是我此生最明智的决定。”徐大师连忙扶起他，笑道：“当年我在建德府游历，你曾救我一命，此番不过是还人情罢了，不必言谢。况且老夫平生最爱破解各种阵法，也能借此精进自身阵道。”大长老、二长老等人纷纷赞叹，拍马屁拍得飞起。全宗上下全力支持徐大师，徐大师所需之物即刻备齐，绝不耽搁。庞龙祥斩钉截铁：“是。”众人齐声应诺。青藤宗翠竹林深处，一名身披黑纱的曼妙女子正逗弄一条小白蛇，任它在竹竿间穿梭游走穿梭。不远处，一头黑毛巨熊懒洋洋地抱着蜂巢舔舐蜂蜜，愤怒的蜂群嗡嗡涌出扑向巨熊，却连它的后毛都刺不穿。巨熊不耐烦的一巴掌拍死一片。就在此时，一名魁梧的中年男子走进竹林，巨熊立刻直立而起，对着他发出低沉警告的咆哮。中年男子叹气：“当年你还是幼崽时，还是我亲手把你交到玉衡手中的。”巨熊依旧咆哮不止。男子无奈，从储物戒中取出一罐蜜，扔了过去。巨熊一把接住，嗅了嗅，顿时安静下来，欢快地抱着罐子大快朵颐。男子这才得以继续前行。自百宗大典后，这赤天蛇怎么长得这么快？中年男子好奇道。黑纱女子停下动作，轻笑一声：“谁知道呢？他毕竟是上古遗种。”爹爹，你今日前来，该不会只是来感慨的吧？中年男子爽朗一笑：“当然不是，为父有消息告诉你。”女子点了点头，抬手轻轻一引，那条赤天蛇不情不愿地缠上他皓白的手臂之上。父女二人并肩而行。那中年男子正是青藤宗宗主莫汉山，而这名黑纱女子便是其女，风华绝代的莫玉衡。说罢，莫玉衡逗弄着小蛇，随口说道。莫汉山神色郑重：“沈墨结丹了。”莫玉衡动作一顿，眼中顿时亮起异彩：“这么快，圆满金丹？”莫汉山点头：“据我们得到的消息，至少是圆满金丹，也有可能是某种特殊金丹。毕竟有些功法可宁特殊金丹，威力可能还在圆满金丹之上，但利弊各有。”莫玉衡更加好奇具体情况如何，都告诉我。莫汉山便将沈墨如何以一敌四，斩三人情一人的经过细细道来。莫玉衡越听越惊叹：“我早就说过他潜力非凡，爹爹当初为何不把他招揽回来？”莫汉山苦笑：“为父何尝不想，可慕容月会答应吗？他如今已是结丹巅峰，为父未必是他对手。”莫玉衡撅嘴，随即忽然问道：“我万妖金丹的准备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莫汉山一笑：“这正是第二个消息，一切准备就绪，你随时可以结丹。”“好，今天就结。”莫玉衡点头。“对了，其他四宗知道此事了吗？”他又问。莫汉山轻笑：“当然，神剑宗的情报网远胜我们。呵呵呵，我倒想看看周清仓、洪赤龙听到这个消息会是什么表情。”莫玉衡妩媚一笑：“还有银雪哥、万人杰，那两个要是知道沈墨结丹比他们快，恐怕要极度的发疯。”神剑宗禁地七柄10余米高的巨型石剑直插大地，剑气纵横，巍峨耸立，剑身古老斑驳，仿佛见证了无尽岁月。七剑中央，一道孤傲身影盘坐，正是周清仓。他双目紧闭，周身剑气狂涌，身后一道出鞘般的剑意正在凝聚。就在剑意攀至巅峰时，却轰然崩碎。周清仓脸色微白，迅速吞下一枚疗伤丹药，
又继续尝试凝聚剑意，如此反复6次。第7次，他的肉身终于不堪重负，猛地睁眼，哇地喷出一口鲜血，脸色苍白如纸。一名高瘦男子立刻上前扶住他：“师尊，我又失败了，还是无法突破第7杀，凝成7杀剑丹。”周清仓叹息。罗朝天温和一笑：“无妨，7杀剑丹凶力无匹，自开宗祖师之后便无人成功，你不过失败3次，不值一提。”周清仓皱眉，可每一次失败都消耗大量玄品宝物。第1次止步2杀，浪费10件玄品宝物；第2次止步5杀，浪费25件；第3次止步6杀，浪费30件。师尊，这些宝物本可留给其他弟子。罗朝天笑容依旧温和，已是神剑宗最有天赋的弟子，这些资源不用在你身上，用在谁身上？周清仓闻言，心中感动。我知道你还在怪我百宗大典第3轮的事，我也知道你性子刚直，那件事确实是为师的错。罗朝天叹息。周清仓连忙道：“弟子不敢怨师尊，当年弟子不过是个山野牧童，若无师尊收留，我至今仍在放牛，哪有今日成就？”罗朝天拍拍他肩膀：“为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只是可惜了那枚太乙养魂丹。”周清仓心中愧疚更深。对了，为师还有好消息告诉你。罗朝天笑道：“请师尊示下。”罗朝天微笑：“以那位清玄宗的好友沈墨结丹了。”随即将重气堂之事细细道来。沈墨的金丹应在圆满金丹之上，但究竟是何种特殊金丹，尚不清楚。罗朝天补充。周清仓大喜：“真的太好了，我还羡慕他能凝特殊金丹呢。”罗朝天笑容温和：“你也可以。7杀剑丹乃世间最强剑丹，凝成之后同阶无敌，届时你便可与他一较高下。”是，弟子这就重新开始凝丹。周清仓眼中燃起斗志，兴奋不已，心头阴霾尽散，他自然能更快沉浸修炼。好，你专心修行，为师去处理宗门事务。罗朝天依旧带着和煦笑容离开禁地后，他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冰冷。亲传弟子终究比不过一个儿子，平静的修炼时光总是短暂。这段时间，飞霜宗似乎有所退让，先是放回部分被扣清玄宗弟子，又派人前来商谈赎回庞子玉事宜，但补偿始终谈不拢，时间一拖就是2个月。此刻，重气堂，沈墨炼化最后一枚凝元丹，缓缓睁开双眼。这段时间，他将所有凝元丹与木芙蓉全部炼化，修为突飞猛进，隐约已触碰到大成境的瓶颈。可惜时间不够，再无凝元丹可用，否则沈墨相信再有半月，他便可一举突破到结丹大成。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几个起落，沈墨便来到重气堂最高峰，向北望去。一炷香后，北方荆棘林中骤然升起一道100丈光柱，直冲云霄，久久不散。这惊天动地的异象立刻惊动了方圆所有修士与凡人，整个区域为之震动，附近之人纷纷以最快速度赶向光柱。沈墨双眼一亮，药王洞府开了。荆棘林曾经虎啸猿啼、凶兽横行的地方，如今却安静的出奇。毕竟平日里哪有这么多结丹修士同时出现？平时妖兽吼几声还能显显威风，可现在这么多结丹修士在场，他们在敢吼叫，那不是显威风，是纯找死。此刻已有数十名结丹修士齐聚于此。清玄宗与灵犀宗的人早已抵达，却被飞霜宗拦在荆棘林外。至于风雨宗，则在河对岸集结了一群结丹修士，蓄势待发。如此大的动静，谁要是还察觉不到，那真是聋了瞎了。沈墨与慕容月等一众结丹修士同样站在荆棘林外。庞宗主，荆棘林内究竟发生了何事？可是有重宝出世？慕容月含笑开口。庞龙祥脸色阴沉，一言不发。灵犀宗宗主也笑眯眯道：“庞宗主，咱们灵犀宗与飞霜宗向来是同气连枝，不妨透露些消息。”话音未落，不远处又传来一声大喝：“庞龙祥，你以为凭你飞霜宗一宗之力，便能挡住3宗外加这么多散修不成？”沈墨循声望去，只见河对岸的风雨宗宗主负手而立，气势逼人。此言一出，被拦在荆棘林外的散修们也顿时躁动起来。如此惊天动地的异象，必定是有重宝出世，就算拿不到至宝，分一杯羹总行吧。庞龙相面色变幻不定，神情挣扎。良久，他终于咬牙道：“好，我告诉你们，刚才的动静是药王洞府开启了。”此言一出，在场所有修士倒吸一口冷气，随即个个露出狂热之色。在场之人，谁没听过药王洞府的名头？神剑宗当年得过一座，收获重宝无数，甚至有一枚增强体质的地品丹药太乙养魂丹，谁不想得到这样的机缘？不久前，第2座药王洞府在青山城寒水涧附近出现，可惜众人赶去时已空空如也。原本以为第3座药王洞府要7、8年后才会出现，没想到今日就开启了。怪不得你不让我们进去，原来你们早就知道药王洞府的位置，一直防着我们。风雨宗宗主骂道：“庞兄，独吞可不好，不如咱们4宗一起探索药王洞府，如何？”灵犀宗宗主笑眯眯道。慕容月也微微一笑：“庞宗主，即便飞霜宗想独占药王洞府，恐怕也难以如愿，不如4宗一起探索，彼此都有好处。”庞龙祥怒吼：“我请来阵法大师，耗费数月才破开药王洞府护阵，你们现在想来分一杯羹，痴心妄想！”风雨宗宗主冷笑：“不想交，那就打！”
清玄宗和灵犀宗未必会站在你那边。灵犀宗宗主笑而不语，即便是天水宗一脉内部也有利益之争。飞霜宗发现药王洞府后，明显想独吞，从未告知灵犀宗。既如此，灵犀宗自然没有顾忌。庞龙翔与飞霜宗长老们顿时感到巨大压力，面对三宗，飞霜宗毫无优势。我有一个条件。庞龙翔深吸几口气，脸色阴沉，请讲。慕容月平静道：放了我女儿，飞霜宗便与你们一同探索药王洞府，否则一切免谈。庞龙翔咬牙切齿，眼底怒火熊熊。风雨宗与灵犀宗的目光齐齐投向清玄宗。那晚之事人尽皆知，庞子玉已被清玄宗关押2月有余。这段时间飞霜宗多次进行交涉，皆无结果。如今庞龙翔想借此机会救回女儿，倒也情有可原。压力瞬间落在清玄宗这边。慕容月沉吟片刻，正要开口，沈墨却率先出声：庞宗主，庞子玉夜袭重启堂，乃你飞霜宗重罪，除非拿出足够价值之物，否则我清玄宗绝不放人。他语气异常坚定。庞龙翔双眼血红，慕容月，我要听你亲口说。慕容月微微一笑，木儿说的就是我的意思。好，很好。庞龙翔怒极反笑。灵犀宗宗主皱眉，慕容宗主，我等宗门常有往来，扣着庞宗主爱女传出去，终究还是不好看。风雨宗宗主轻咳，我也觉得庞龙翔肯放弃独吞药王洞府，愿意共享，已是诚意十足。沈墨环顾四周，淡淡一笑，人人都在谋自己的利益，对风雨宗与灵犀宗而言，能进入药王洞府才是头等大事，其他都不重要。即便风雨宗与清玄宗暗中结盟，此刻也不会为清玄宗出头。沈墨平静道：庞宗主，我还是那句话，必须拿出足够价值之物来换，否则免谈。庞龙翔死死盯着沈墨，良久，终于他嘶哑着声音道：好，我愿意1枚破阵玉牌换我女儿。说话间，他从储物戒中取出1枚奇异金色玉牌。身旁副宗主与大长老大惊失色，连忙劝阻：宗主不可，破阵玉牌是徐大师耗费心血炼制，我们一共才4枚，绝不能交出去，可用其他物品赎回少宗主，破阵玉牌绝不能给。此言一出，在场所有修士顿时好奇，破阵玉牌究竟是何物，竟如此珍贵？庞龙翔深吸一口气，沉声道：这药王洞府内外皆有阵法，凶险异常，我请来凌云府专精阵法的徐大师，耗费数月才破开洞府外阵，又炼制4枚破阵玉牌，可破洞内部分阵法，规避危险，持此物探索药王洞府，安全许多。此物足够价值了吧？说到最后，他咬牙切齿，每一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语气与神情无不凸显破阵玉牌的珍贵。原本飞霜宗可独享4枚，如今却要交出1枚，怎能不心痛？我明白了，既然庞宗主如此有诚意，我勉强同意。沈墨微微一笑，李长老，请带庞子玉过来。是。庞龙翔这才长长松了口气，但身旁副宗主、大长老等人却捶胸顿足，脸上隐隐带着对庞龙翔的怨恨，仿佛怪他为救女儿，浪费宗门重宝。四周安静下来。不久，李长老将庞子玉带来，交给了庞龙翔。父女2人终于团聚，泪流满面。庞龙翔深吸一口气，环视众人，药王洞府尚未完全开启，据徐大师说，至少还要半月。我需带小女回去调养，若诸位不放心，可派人留守此处。说完，他一挥手，带着庞子玉化作遁光，迅速离去。各宗半信半疑，也纷纷留下人手，守在荆棘林外。